临海中学操场，无数男生羡慕嫉妒地看着不远处那个被10几个漂亮妹子围起来的特殊男生。叶学长，一场考试没考好，没事的，叶学长，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能考好。今晚我帮你补一下这1年间的功课吧。你年级才70多名，晚上叶同学还是来我家补习功课吧。今晚我父母不在家。10几个女生议论纷纷，都在向这个特殊男生献殷勤。这个特殊的男生名叫叶璇，之前的全校第一，因为生病昏迷，叶璇休学1年，刚刚回学校。因为1年功课没学，所以前天的摸底考试成绩排名倒数。曾经的全校第一，现在的倒数，可怜啊！还有10几天就高考了，叶璇完了，可怜。人家叶璇可是市值数百亿的9鼎集团的太子爷，学习对人家有什么用？什么都不干，人家就能继承几百亿的身价，躺赢多爽啊！能继承几百亿身家的确爽，可问题是叶璇继承不了了。1年前叶璇父母被杀，叶璇后续又被刺杀、重伤昏迷这么久，现在的9鼎集团早就被其他高层架空了。现在的叶璇和我们一样，都是穷学生。听到这些男生的议论，一个女生忍不住反驳：叶学长还不用你们可怜，叶学长就算没钱，后面高考考砸了，可凭借他惊人的颜值，将来也绝不简单。听到这句话，现场众多男生忍不住在心中骂了一句：特么的，可恶！为什么叶璇除了学习好，背景牛逼，长得还这么帅？叶璇上辈子是拯救了世界吗？这辈子投胎这么厉害？靠！不过就算叶璇长得再帅，10几天后的高考也注定名落孙山，到时候叶璇估计连300分都不一定有。现场不少人幸灾乐祸，打算看高考叶璇名落孙山时的好戏。就在这时，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操场上，随着她的出现，操场上又是一片震动。这个女生名叫赵初晴，是他们临海中学的校花。叶同学，欢迎你康复回来。来到叶璇面前，赵初晴笑着说道。看到这幕，操场上的男生羡慕极了，让堂堂的高冷校花如此主动热情，估计也只有叶璇了。虽然你在病床上浪费了1年，但你基础好，只要再努力努力，高考绝对能考个好成绩的。赵初晴安慰叶璇，虽然嘴上这么说，但那也只是安慰叶璇。赵初晴心里清楚，毕竟浪费了整整1年的时间，就算叶璇再怎么复习，寥寥10几天的时间也不会提升太多。浪费了1年吗？不一定吧。叶璇淡淡一笑，在别人眼中，自己浪费了1年的时间，学习彻底废了，家里的财产也被外人侵吞的差不多了。但在叶璇眼中，这1年不仅没有浪费，反而非常值得。至于原因嘛，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1年的昏迷，让叶璇在前几天意外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上一世，叶璇是纵横修仙界的准仙帝，为人和善单纯，儒雅随和，因为突破修为失败，身受重伤，最后又被数位仙帝级的敌人围攻，含恨而亡。可惜上一世只差最后一步，就能突破成为仙帝了。叶璇心中遗憾地说道。此刻，如果有叶璇在修仙界认识的仙尊、仙帝听到叶璇这句话，估计会忍不住哭诉：还成仙帝呢？就算你成帝，也是魔帝，活该！老夫辛苦积攒了数十万年的宝库，被你洗劫一空，连地板都没给我剩下。修仙界那些有名的仙子们，有一半和你传过绯闻，你还单纯呢？你叶璇为了做一把指甲刀，把我们皇城的守护神兽青龙的龙角给拔了，硬生生让我们青龙变成了4脚蛇，你还儒雅随和，重生一世。别的不说，这颜值颇有他上一世的几分风范。对于这一世的相貌，叶璇还是很满意的。切，一群花痴！远处看着赵初晴和其他女生的表现，叶璇班里的班花孙梦然不屑地笑了笑。孙梦柔背景不简单，知道的更多。如果叶璇只是学习成绩以及钱上出问题，那都无所谓。可问题是因为那场刺杀，叶璇的修为废了，他以后注定成不了武者了，是废人了。叶璇受伤之前都快成外境武者了，算是他们临海的武道天才。可因为后面重伤，叶璇的身体彻底废掉，再无成为武者的可能。不能成为武者，有再多钱，长得再帅也没用。可怜的叶璇啊，不仅成不了武者，连高考也注定名落孙山。现在刻薄的孙梦柔早已忘记1年前叶璇还是年级第一时，自己对叶璇是多么跪舔了。觉醒上一世记忆的这几天，叶璇一直在筹划，今晚他就能重新成为修仙者，到时候高考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还有这一世父母被杀的事情，等他成为修仙者会立马进行调查。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上一世叶璇就是孤儿，这一世叶璇好不容易有了父母，而且父母对他极好，结果还没来得及享受家庭的幸福，父母就被人残害。无论是谁敢杀他父母，他都要手刃对方，让对方付出1000倍、10000倍的代价。想到这里，叶璇眼中闪过滔天杀意。放学后，叶璇朝校门口走去。叶璇刚来到校门口，就听到一阵议论声，校门口围了一大群人。此刻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在一个站在价值1000万的劳斯莱斯幻影前的一个绝美女子身上。女子身穿一袭白色衣裙，圣洁如雪，气质如幽兰，如同从画中走出的谪仙一般，美得不可方物。倾国倾城的容颜，加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任何人面对她时都不禁自惭形秽。很多人不相信有人的容颜堪称完美，但眼前女子的容颜
即便是在挑剔的人都无法找到任何的瑕疵。我去，他是夏青言，咱们大夏第一天才，是他，绝对是他。他去年以全国最高分的成绩考入帝都大学，是我的偶像。不过他不是应该在帝都吗？怎么跑到我们这里了？听说他和高3的叶璇有婚约，叶璇现在父母被杀，一无所有，估计是来退婚的吧。人家可是天之娇女，和那个叶璇退婚也是应该的。看着夏青言，议论纷纷。正巧这时，叶璇从学校中走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就在众人以为退婚的场景要出现时，夏青言脸上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世间的所有美景都仿佛暗淡无光。叶璇，夏青言主动和叶璇打招呼。当看清楚这个女生的容颜和气质后，连叶璇都有些诧异。这个女生的容貌竟然比自己上一世见过的那些风华绝代的仙妃们都要高。你怎么来了？看着突然出现的夏青言，叶璇语气平淡地说道：“小叶璇又长高了哦。对了，你该喊我青言姐。”看着叶璇，夏青言眼神中满是温柔。听到夏青言的话，叶璇有些头大。夏青言只是比自己大几个月罢了，可从小到大却一直喜欢让自己喊她姐。叶璇满头黑线的开口：“纠正一下，我不小，是吗？”夏青言一脸质疑的表情：“走，跟我上车，我给你开一个大宝贝。”听到夏青言这句话，叶璇眉头一皱，不对啊，这句话不应该是自己说的吗？下一秒，不等叶璇反抗，夏青言便轻易地拉上叶璇的手，进入了劳斯莱斯。看到这幕，现场众人瞬间瞪大眼睛。我去，夏青言还会和别人如此亲密？他们难道猜错了？他不是来找叶璇退婚的？两人进入劳斯莱斯，此刻车上除了叶璇和夏青言之外，还有一个16、17岁的女生，似乎是夏青言的妹妹夏萱儿。叶璇刚坐下，夏青言就一股脑地把一大笔东西塞给叶璇。这是去年江北省高考状元的笔记，这是江南省高考状元总结的学习技巧。这高考还剩下不到半个月了，你快点看，应该对你的成绩有所有提升。高考很重要，小叶璇，你一定要考进省前20，进入帝都大学。夏青言特意说道。进省前20，进入帝都大学。叶璇眉头一挑，对这个叶璇倒是不太在意，毕竟自己是曾经的准仙帝，去高考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只要自己重新成为修仙者，就会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那时学习对他来说可太简单了，可因为这片天地灵气稀薄的过分，想要成为修仙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在今晚了。之后，夏青言又一脸严肃地拿出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锦盒，俏脸满是认真地说道：“这里面是一枚宁武丹，是我从家族里拿出来的，你吃了它，有几率重新成为武者。”旁边，夏青言的妹妹看到姐姐居然把宁武丹拿出来了，顿时瞪大了眼睛。姐姐对这家伙也太好了吧，居然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都从家里给拿出来了。父亲知道了，一定会重罚他的。面对如此贴心的未婚妻，叶璇有些诧异，他不是来退婚的，反而是来关心自己的，这剧本不对吧？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枚宁武丹你就收回去吧。叶璇婉拒了夏青言。叶璇不打算修炼武道，而是直接修仙。宁武丹对叶璇没有什么任何用处，有了上一世的经验，这一世叶璇的修仙路会更加顺畅。曾经走的那些歧路，遇到的问题，这一世也会迎刃而解。说不定这一世的修为能更进一步，可以成就仙帝之位。还这么熬，你不知道姐姐为了你给你弄这枚丹药，要付出多少代价。旁边夏青言妹妹忍不住吐槽，她还以为叶璇是因为男人的面子才嘴硬不要这枚丹药的。妹妹，夏青言提醒道。见此，叶璇没有多说。就在叶璇打算离开时，突然注意到什么，然后猛地转头看向夏青言。此刻他的眼睛中仿佛冒着光，眼泪更是忍不住从嘴角流了出来，那样子仿佛是要把夏青言一口给吃了一般。被叶璇这么注视着，夏青言脸色有些泛红。只是夏青言不知道的，叶璇惊愕的并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的身体，不，更准确来说是他的体质。这是传说中的先天道体。一时间，叶璇有些不敢想象自己的眼睛。先天道体，修仙界最顶级的体质之一，只出现在古籍之中，现实中从来没见人真的拥有过。哪怕上一世先天道体都能令叶璇羡慕不已，更别说现在了。叶璇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世居然能遇到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先天道体。如果把夏青言放在修仙界，为了争夺这个徒弟，哪怕那些仙帝级老怪物也会大打出手。没想到在这个世界居然会出现先天道体这样可怕的体质。你知不知道自己有特殊的体质？叶璇问道。特殊体质不清楚。夏青言摇头，他只知道自己的修炼天赋比别人强很多，可特殊体质什么的却从来没听说过。你身怀特殊体质，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可你太单纯了，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骗。还好你遇到了我，这样吧，你拜我为师如何？叶璇一脸笑容，一脸和善地说道。如果能把夏青言拉进自己这边，再加上重生归来的自己，将来说不定有可能会出现一门双帝的奇迹啊！一个势力拥有2个仙帝，在修仙界那是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可现在却有了实现的可能。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夏青言忽悠，不对，是拉拢进自己这边的阵营。一旁看着叶璇，夏青言妹妹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像大灰狼在诱惑小白兔。越看他越觉得叶璇自己更像他刚才说的那个心怀不轨的人。另一边，叶璇这句话把夏青言给弄懵了。拜师？叶璇想当自己师傅？夏青言无比诧异，看着叶璇，夏青言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她之前听闺蜜说，有的男生癖好有些特别，有人喜欢听女朋友喊自己爸爸。叶璇的癖好会不会是喜欢被人喊师傅啊？我可是你的未婚妻，怎么能成为你的徒弟呢？那辈分不就乱了？而且未婚妻不比徒弟的身份更亲密吗？夏青言回答。听到他这句话，叶璇恍然大悟，刚刚因为太过震惊，只想着把夏青言给忽悠，不给拉拢过来，一时间忘记了夏青言是自己未婚妻这层身份。也对啊，未婚妻这层身份比徒弟什么的更亲密。没想到自己刚重生就有了这么一个大惊喜，而且似乎先天到体生的孩子遗传的天赋会更强。如果修仙界那些仙帝老家伙知道自己重生就遇到一个先天道体，估计一个个羡慕的恨不得自己都去重生了吧。就在叶璇高兴时，夏青言缓缓凑到叶璇耳边，小声说道：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癖好，让我拜你为师，喊你师傅也不是不行，只要你成为武王，我就答应你。叔叔阿姨失踪了，为了让叶璇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只能用点特别的办法。如果你能超越我，成为武皇，让我喊你爸爸也不是不行。当然了，如果日后你能成为武圣，我们可以当天就完婚，甚至以后谁在上面谁在下面我都听你的。听到夏青言这几句话，叶璇脸色微变，自己这一世的未婚妻有点意思啊。这次高考真的重要，小叶璇，你一定要考进省前20，必须进入帝都大学。这件事情是叔叔阿姨出事之前特别叮嘱过我的，一定让你进入帝都大学。他们说帝都大学里面有大秘密。说到这里，夏青言神色变得黯然，而叶璇脸上则闪过一丝寒芒。1年前，父母开车前往帝都，结果在去帝都的跨海大桥上被人暗算，叶璇父母连人带车被直接撞进海里，尸骨无存。这笔仇叶璇记着呢，等自己今晚重新成为修仙者，就会立马调查刺杀和父母之死有关的任何人都要死。帝都大学里面有一处天地灵气极为浓郁的地方，对武者的修行很有帮助。你如果能进入帝都大学，对你以后提升实力也会有好处。而且我也在帝都大学，如果你考进来，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也方便照顾你。夏青言补充，叔叔阿姨的敌人太多，叶璇在自己身边，以他目前的实力保护他应该不成问题。你也在帝都大学，不就是考省前20吗？没问题。叶璇点头。对于一个修仙者来说，过目不忘那都是基本能力。好不容易碰到了夏青言这个大宝贝，这种顶尖体质，修炼前期很容易出事情。夏青言在帝城大学，自己如果考上帝城大学，也方便在暗中保护他。对了，还有一件事，因为叔叔阿姨离世，你又不能成为武者，学习还落下了。你们帝都叶家就有心怀不轨的人提议收回你们家的所有财产，把你踢出叶家，但目前还没有下定论。如果你能成为省高考前20，考上帝都大学，绝对能让叶家的其他那些人闭嘴。叶璇父亲就是来自京城叶家，只不过和其他子弟一样，在外面创业，逐出家族，收回财产。叶璇冷笑一声，想把父母辛苦积攒了一生的财富就这么白白收回去，问过他同意了吗？这段时间我都会在临海，直到你高考结束，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找我。夏青言补充。之后夏青言把叶璇送回了家，就离开了。回到家，叶璇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200平的卧室。因为这片世界的灵气太过稀疏，叶璇这几天一直在布置聚集灵气的阵法，现在就差最后一步就能完成了。叶璇继续构建。半个小时后，叶璇卧室的4周4条光束冲天而起，叶璇的聚灵阵终于布置完毕了。一切搞定后，叶璇盘坐在聚灵阵的中心位置，开始吸纳天地间的灵气。刹那间，周围数10公里内稀薄的天地灵气疯狂向叶璇涌去。1个多小时后，叶璇身上突然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叶璇踏入炼气境初期修为，从此刻起，叶璇正式成为修仙者。只是成为修仙者可达不到叶璇的要求，叶璇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修为尽可能的多提高上去。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叶璇身上的气势越来越强，叶璇的修为境界不停的提升。2个小时过后，叶璇已经是筑基期巅峰的修为了。修仙境界分别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就在叶璇打算再次提升到金丹时，却遗憾的发现自己这个聚灵阵已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周围近100里的天地灵气几乎已经被叶璇吸收完了。他想要再次提升修为，需要一个天地灵气非常浓郁的地方。可惜了，本来想直接把境界提升到金丹巅峰或是元婴的。叶璇有些遗憾地说道，如果修为能提升到金丹巅峰或是元婴期，在现在这个世界，叶璇差不多就可以横着走了。如果是普通的修仙者，想要从炼气初期提升到元婴期，恐怕需要几百年甚至上1000年的时间。可叶璇身为曾经的准仙帝，自然有各种秘法，把修为提升到金丹或是元婴还是十分轻松的。现在缺少天地灵气，叶璇只能暂时把修为提升到筑基巅峰了。后面他要把精力放在寻找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到时候再把修为提升到金丹巅峰
如果那里天地灵气足够浓郁，说不定可以直接突破到元婴。不过以现在他这个筑基巅峰的实力，在临海市以及江北省这一大区域也足以横着走了。就在这时，叶璇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之前夏青年的话，他之前似乎说地都大学里面的天地灵气非常浓郁，那里似乎就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这下叶璇更要进入帝都大学了，争取3年时间把修为提升到渡劫期，到时候就可以打破空间限制，返回修仙界了。叶璇小声嘀咕，上一世他创立了修仙界顶尖大势力天玄殿，麾下强者如云，其中很多人对自己忠心耿耿。上一世自己的各种至宝仙丹更是塞满了数个宝库，只要自己重新回到修仙界，到时候就算这些手下产生了异心，可那些宝库的位置以及开启方法却只有自己知道，到时候自己可以利用这些重要宝库，在短时间内重回上一世的巅峰状态。今年自己18岁，仙界估计也就过去18天而已，自己意外陨落，自己在仙界的不少敌人老对手估计会庆祝个100天，甚至更久，天上1天，地下1年，等着吧，自己要在100天，不要在82天之内修炼到巅峰，到时候给那些还在庆祝自己陨落的敌人死对头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如果能更进一步成为仙帝，那就更好了。重新成为修仙者，叶璇用自身的精神力扫视自己的身体，看看身体有没有问题，毕竟重伤昏迷了1年，万一有什么暗疾就不好了。就在叶璇精神力扫视过自己的丹田时，叶璇整个人呆滞住了。此刻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看到的。此刻只见在自己的丹田处有一个散发着沧桑古老气息的9层古塔，通天塔。叶璇惊呼，通天塔是叶璇上一世得到的至宝，据说是从天外而来，异常神秘。上一世叶璇即便是准仙帝的修为，可依旧没有研究出这个神秘的通天塔有什么用。可现在重生归来，叶璇居然诧异地发现，这座神秘的通天塔居然在自己的丹田之中，而且还散发出了古老的气息，似乎被激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叶璇猛地想到，自己能重生，该不会是因为这个通天塔的原因吧？上一世自己陨落前，通天塔似乎就在自己的身边。越想，叶璇越是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就在叶璇打算研究一下这个通天塔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小璇。叶璇起身来到楼下，刚下楼，叶璇就看到了一个身穿职业装的极美女子，她戴着一副金色的半框眼镜，身材玲珑有致。女子虽然穿的衣服比较宽松，但依旧难以掩饰那惊人的弧度，胸怀波澜。玉妃姐怎么了？叶璇开口。高挑女子名叫苏玉妃，是叶璇母亲的助理，也是心腹之人。她10几岁就跟着叶璇母亲，到现在已经6、7年了。叶璇母亲之前甚至还打算收苏玉妃为干女儿，可惜还没来得及，叶璇母亲就因为意外去世了。苏玉妃算是叶璇半个干姐姐。叶璇父母离世后，是苏玉妃照顾叶璇，帮忙管理九鼎集团。更为重要的是，在去年叶璇被刺杀时，是苏玉妃不顾自身安危，为叶璇挡了致命一击，叶璇的性命才得以保住。苏玉妃也是叶璇父母离世后为数不多叶璇信任的人了。因为那致命一击，苏玉妃身上留下了很重的暗伤，这1年身体状态越来越差。叶璇重新成为修仙者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帮苏玉妃疗伤。小璇，刚刚接到消息，明天上午公司的刘洪茂要召开董事会，他想让小璇你也参加。苏玉妃解释，前1年叶璇昏迷，苏玉妃身体也不好，对九鼎集团的控制力越来越差。身为公司副总的刘洪茂就趁机攫取了公司的权利。小璇，我估计这个刘洪茂这次要搞事情，要不你就不去了吧？苏玉妃建议。明天董事会。叶璇眉头一挑，不，明天上午，玉妃姐我和你一起去。之前她昏迷，玉妃姐受伤，没时间控制公司，让这个刘洪茂趁机夺权。现在自己成为修仙者，是时候把父母辛苦建立的九鼎集团给夺回来了。见叶璇这么说，苏玉妃压低声音对叶璇小声说道：小璇，你也别担心，这1年我已经悄悄把九鼎集团的一些重要人员和资产悄悄转移到了京都那边，就算明天那个刘洪茂真要趁着董事会发难也无妨，他最后只会得到半个空壳公司。刘洪茂真当这一切他什么都没管吗？董事长留给小璇的这份家产，他不会让任何人夺取，他绝对会帮小璇守护好了。听苏玉妃这么说，叶璇笑了笑，玉妃姐手段可以啊。对了，玉妃姐，你的伤怎么样？叶璇问道。听到这个问题，苏玉妃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但为了不让叶璇担心，还是笑着说道：情况还好吧？这样，玉妃姐，我最近学到了一点手段，我帮你治疗一下。叶璇找了一个借口，他重生的事情自然不能告诉任何人。苏玉妃不太抱什么希望，但觉得叶璇也是一份好意，便答应下来。玉妃姐，我要看到你的伤口，所以叶璇若有所指地说道。苏玉妃的伤口在背后的肩膀下方，想要看到苏玉妃就必须把衣服往下脱一脱。苏玉妃脸上浮现出一丝绯红，还是点了点头，来到一旁坐下。苏玉妃脱下外套，并且把衣服用力往下拉了拉，露出了吹弹可破的雪白肌肤，以及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人弧度。叶璇来到苏玉妃后面，当他看到苏玉妃那个伤口时，眉头一皱。玉妃姐的这个暗伤明明是越来越差了，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恐怕会有性命之忧。玉妃姐，之后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下。叶璇提醒了一句后，便缓缓把手贴到了苏玉妃雪白的肌肤之上，然后动用自己的身为修仙者的灵力，开始帮苏玉妃疗伤。最开始苏玉妃不抱什么期待，她猜测这可能是叶璇从哪里找的什么偏方之类的。然而没过多久，苏玉妃突然感觉到了身体的异常，然后猛地一口鲜血。苏玉妃瞬间大惊，然而当她看清她吐出来的那口鲜血是黑色时，神情更是茫然。这时叶璇缓缓把手收回，微笑着开口：“玉妃姐，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苏玉妃黛眉微蹙，然后开始查看自身。1分钟后，苏玉妃整个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好了，我的伤真的好了。苏玉妃难以置信的嘀咕，她找来那么多名医，困扰她1年之久的暗伤，居然就这么好了。而且不仅如此，她武者的实力也正一点点恢复过来，想来只需要几个小时，她就能重回巅峰。因为苏玉妃太过激动，身体有些发颤，一时间波涛汹涌。谢谢你，小璇。苏玉妃下意识的一把用力抱住叶璇，声音中满是喜悦。这个困扰她这么久的旧伤，就这么轻松被小璇治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可那个玉妃姐，你能不能先松开我？我快呼吸不过来了。叶璇干咳一声。啊！苏玉妃意识到自己因为太激动失态了，于是立马松开手，整理了整理衣服。小璇，你是怎么做到的？为了避免尴尬，苏玉妃便开口问道。秘密。见叶璇不太愿说，苏玉妃也没怎么继续询问。明天我的武者实力会恢复到内境巅峰，到时候就算刘洪茂想搞事情也不怕，我绝对不会让其他人夺走属于你的九鼎集团。苏玉妃眼神坚定地说道。临海一处豪华别墅内，九鼎集团副总刘洪茂正在招待一个穿着朴素的青年。小天，欢迎你下山。说着，刘洪茂举杯，谢谢刘叔叔，我也是被那100个老家伙给逼着出山的。说到这里，明天也是一脸的无奈，他在山上待得好好的，结果被100个师傅逼着下山。100个师傅还给他什么龙纹扳指，什么号令、10万禁军的令牌，以及各种银行卡、各种秘籍，甚至还让他去祸害那几10个师姐，这让宁天很是无奈。刘叔叔，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五师姐呀？刘洪茂是五师姐的叔叔，所以一下山他才来这里，后天就能见到你五师姐了。还要后天啊？本来是要明天的，但明天……说到这里，刘洪茂一副憋屈的眼神。刘叔叔，明天怎么了？宁天诧异的问道。小天，是这样，你刘叔叔在九鼎集团任职，为九鼎集团辛苦工作10几年，结果却被一个毛头小子针对，要把我赶出集团，让我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啊！说着，刘洪茂眼睛还红润了，一副仿佛被欺负得很惨的样子。岂有此理！他们凭什么这么做？宁天顿时大怒，那小子还不是依仗一个内境武者，强凶霸道，欺负我一个老实人。刘洪茂一脸痛苦的表情，可恶，一个区内境武者就敢如此欺负人。这样，刘叔叔，明天我和你去你们集团，有我在，我看那小子怎么欺负你。宁天霸气开口。小天，对方可是内境武者啊！刘洪茂试探性的问道。呵呵，区内境武者，我杀之如土狗。宁天平静的回答。那太好了，那就多谢宁天贤侄了。刘洪茂大喜，这家伙上钩了。明天有这位被100位高人指教的宁天出面，他把九鼎集团夺过来的计划就是10拿9稳了。明天就是叶璇和苏玉妃这对孤儿姐弟滚出九鼎集团的时候。晚上1点左右，2道极为隐蔽的黑色身影一跃跳过围墙，进入叶璇家的别墅。2个杀手对视一眼，一左一右分别行动。其中那个实力更高的神秘杀手悄悄来到叶璇卧室的窗外。叶璇的卧室在2楼，这个神秘杀手轻轻一跃，无比轻松地跳到了2楼的阳台。从阳台的窗户上，神秘杀手翻进了叶璇的卧室。杀手缓缓向前来到叶璇床边，然后猛地拔出一把带有剧毒的匕首，然后狠狠向下刺去。然而下一秒，并没有想象中的血液喷射而出，反而软绵绵的。神秘杀手猛地掀开被子，只见被子里只是2个枕头，并不是叶璇。叶璇呢？他去哪里了？情报上明说叶璇今晚就住在自己的卧室啊！神秘杀手懵了，难道他出去了？就在神秘杀手打算四处搜寻叶璇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你在找我吗？”神秘杀手猛地抬头，只见在窗前一个气质超然的少年负手而立，极为平静地看着他。去死吧！神秘杀手猛地动用自己半步宗师的实力，一击向叶璇的心脏刺去。就在神秘杀手以为自己半步宗师的实力可以轻松碾压这个重病初愈的叶璇时，下一秒，只见前面的叶璇轻轻一挥，顷刻间一道劲风袭来，直接狠狠打在了他的胸口。一瞬间，身为堂堂半步宗师的杀手直接倒飞出去，然然砸到了背后的墙上，身体跌落在地。杀手再没了半点反控之力。刹那间，神秘杀手懵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可是堂堂的半步宗师，在临海这种小地方几乎是可以横着走的存在，怎么这个叶璇只是一挥手，甚至都没有碰到自己，他就身受重伤，没有了半点反抗的可能？情况不对啊！这还是叶璇只用了不到1成的实力，如果刚刚叶璇动用全力，这个杀手恐怕早就变成一团血雾了。是谁派你来的？下一秒，一道仿佛从地狱中传来的冰冷声音出现。去年
自己没有觉醒记忆，只是一个准武者就被刺杀了。如果不是苏玉飞舍命相救，他恐怕已经不在了。今日他们居然还敢来刺杀自己，并且还派了更强的杀手。只不过这次自己不一样了，自己协上一世准先帝的记忆归来，他们再想刺杀自己，那就是蚍蜉撼树了。呵呵，谁派我来的？是你惹不起的大势力。神秘杀手冷哼一声，你想知道究竟是谁？等你死的时候吧。说罢，神秘杀手就猛地拿起刚才掉落在地上的匕首，朝自己的心脏刺去。只是还不等他的匕首碰到身体，下一秒他突然感觉到身体居然完全动不了，仿佛被定住一般。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叶璇会妖术不成？既然你不说，那我只能自己来了。叶璇缓缓上前，叶璇怀疑自己这2次被刺杀以及父母被杀，可能都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大势力搞的鬼。这次叶璇要把这个大势力给揪出来，为曾经的自己以及为父母报仇。这个杀手觉得自己不说他就不会知道了吗？他太小瞧修仙者的手段了。叶璇来到神秘杀手之前，直接动用手段搜魂术，这是一种可以搜寻记忆的秘法。几十秒后，叶璇有了答案。小璇。就在这时，一道无比急促与慌张的声音传来，穿着睡衣的苏玉飞猛地冲了进来。可当他进来后，看到房间中的场景，苏玉飞直接傻眼了。刚刚他在房间中遇到了刺客，幸亏今晚小璇帮他把伤治好了，让他重新回到巅峰，这才反杀了那个刺客。击杀对方后，苏玉飞立马想到自己都受到了刺杀，那小璇这里，苏玉飞瞬间慌了，于是飞速朝叶璇的卧室而来。结果进来后，却诧异的发现小璇安然无恙的站在那里，而那个刺客却已经倒在地上，失去了呼吸。苏玉飞快步上前查看刺客的情况。半部宗师。当苏玉飞发现这个刺客的实力时，立马大惊失色。半部宗师可是比他这个内劲武者修为更高一级，在灵海，半部宗师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强者了。结果就这么一个堂堂半部宗师级的刺客，却死在了小璇的房间，而且小璇房间内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对方似乎是被别人以碾压的实力解决的。这个半部宗师甚至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这一切是小璇干的。苏玉飞俏脸之上满是震惊与诧异。小璇他一个学生，什么时候实力这么强了？小璇，你是怎么做到的？苏玉飞难以置信地问道。小璇没受伤之前，也只是快城外劲武者了，现在即便是小璇更进一步，也不过是内劲，怎么可能轻松击杀一名半部宗师级的强者？这太不可思议了。孟非姐，我意外获得了一位高人的传承。叶璇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获得高人传承，是这样啊？苏玉飞点头，这就解释得通了。小璇，你现在是什么武道境界？苏玉飞再次好奇地问道。不太清楚。叶璇摇头，他对武道不太熟悉，没办法具体回答。能随手击杀一名半部宗师，你的实力最起码是武道宗师或是大宗师级别的了。苏玉飞猜测，武道宗师在他们灵海已经是站在巅峰的超级强者了。至于大宗师，他们偌大的灵海地区加起来也只有3位而已。不知道这2个杀手是谁派来的？苏玉飞疑惑地说道。整个灵海有能力派遣或是雇佣半部宗师级杀手的势力可没几个，是皇家家主黄老爷子派来的。苏玉飞的话音还没有落下，叶璇的声音传来，这是叶璇刚刚通过搜魂术得到的消息。可惜叶璇只探查出是皇家家主派他们来刺杀自己和玉飞姐的，至于自己父母之死以及自己第一次被刺杀的内情，这个杀手并不知道。黄老爷子。见叶璇这么说，苏玉飞眉头一挑。皇家在生意上和他们九鼎集团发生过多次冲突，原本2家斗得不分上下，但随着小璇父母被杀等一系列事情发生，皇家已经稳压他们一头。现在小璇苏醒，皇家为了利益的确会这么做。黄老爷子。苏玉飞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他之前答应过苏总一定会保护好小璇，无论是谁敢对小璇下手都要死，哪怕你是临海大家族的家主。苏玉飞脑海中开始设计怎么弄死黄老爷子了。玉飞姐，明天似乎是这位黄老爷子的70大寿，你帮我给他准备一件寿礼。叶璇神秘地说道。明天他要亲自去给黄老爷子祝寿。叶璇想看看能不能从这个黄老爷子那里查清父母被杀以及自己第一次被刺杀究竟是何人所为。明天上午先去九鼎集团解决刘洪茂的问题，再去皇家祝寿。什么寿礼？一件。叶璇小声说道。好的，我一会儿就派人去办。之后苏玉飞派人把这具半部宗师杀手的尸体运走。看着被抬走的半部宗师，苏玉飞十分自豪，小璇实力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同时苏玉飞内心也有一丝丝小小的失落，曾经那个需要他保护的男生，从现在起似乎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了。发现了苏玉飞眼神中的那一丝丝失落，叶璇开口道。玉飞姐，我这里有一种修炼功法，很适合你，只不过修炼起来会比较困难，不知道你感兴趣吗？相比夏青言的先天道体，苏玉飞的修炼天赋比较一般，想要将来有所成就，只能靠后天来弥补。比较困难，我不怕。苏玉飞眼神坚毅地回答。之前他答应过苏总，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保护小璇，只要能提升实力，修炼困难算什么？不过玉飞姐你也不必太过担心，我会帮你的。叶璇开口。对于曾经拿命救自己的苏玉飞，叶璇自然会尽最大努力帮助。说罢，
叶璇在苏玉飞额头上一点，刹那间，一篇名为《藏月古经》的修炼功法传进了苏玉飞的脑海之中。这篇《藏月古经》是上一世叶璇从一座上古遗迹中得到的，它的创立者是上古赫赫有名的先帝藏月仙妃，一旦修炼成功，将来实力非同凡响。这次叶璇传给苏玉飞的只是这篇功法的1/1000，毕竟这篇功法太庞大了，如果一次性全部传给苏玉飞，他的脑海恐怕会爆炸。玉飞姐，你先领悟着这篇功法。叶璇开口，想要修炼藏月古经，最开始需要一种名为月华液特殊药物洗涤身体经脉，而制作月华液需要不少名贵的药材，其他的倒好说，唯有其中的主药百年珠果，在这个灵气稀薄的时代很难寻找，后面要想办法打听一下有没有百年珠果的下落。叶璇心中想着。第二天上午，苏玉飞先去公司布置，叶璇随后就到。另一边，九鼎集团的会议室中，董事会成员陆续到齐，苏玉飞也到了，只剩下叶璇和刘洪茂没来。就在所有董事小声议论这次突然召开董事会要做什么的时候，刘洪茂带着宁天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下一秒，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刘洪茂径直坐到了最前面属于董事长的位置上。刘副总，你这是做什么？那里可是董事长的位置，你怎么能坐呢？就是虽然董事长去世了，可那里也应该让太子爷爷璇来做，还轮不到你啊。见此，众人纷纷斥责，董事长离世了，叶璇年纪太小，他管理不好公司的，所以今天我召开董事会，就是为了选出九鼎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刘洪茂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刘某人自问有些能力，也是公司的元老了，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我就当仁不让了。此言一出，全场立马陷入了一片议论声中。刘洪茂，你这是要夺权吗？九鼎集团是苏总一手创建的，就算苏总离世了，这个位置也应该是叶璇叶少爷的，还轮不到你来做。苏玉飞猛地起身，刹那间，苏玉飞内劲舞者的强大气势瞬间爆发出来。就是我同意苏经理的话，刘洪茂，你一个外人还想夺权，你算什么？快滚下来！九鼎集团的董事们纷纷开口，董事长之前在的时候对他们都不错，他们不能落井下石。呵呵，就凭你苏玉飞一个内劲舞者，还想威胁我？刘洪茂冷哼一声，然后看向背后的宁天。您贤侄。宁天冷哼一声，缓缓向前一步。区内劲舞者竟然敢在这里放肆！刹那间，宁天身上散发出更为恐怖的气势，直接把苏玉飞的气势给盖了过去。紧接着，宁天一掌拍在了会议室长达20多米、重达数千斤的大理石桌上。砰！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这重达数千斤的大理石桌直接化为粉末，落到了地上。看到这幕，在场众人瞬间瞪大双眼，一个个被吓得脸色发白。一掌把数千斤的大理石桌拍成粉末，这也太恐怖了吧！旁边苏玉飞的脸色也变了。刘叔叔当九鼎集团的新任董事长，谁有意见？明天眼神冰冷地扫视了所有人一圈。我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我同意刘总当新任董事长。所有人被吓得瑟瑟发抖，自然不敢有任何意见了。看到这幕，刘洪茂内心得意极了，事情终于搞定了。不愧是那100位高人教导出来的徒弟啊，年纪轻轻就已经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了。刚才他这一掌的威力，最起码是武道宗师，甚至是大宗师才能做到。宁天太强了。就在刘洪茂起身准备发布就职演讲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从外面传来：我有意见。下一秒，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叶璇缓缓走进会议室。你有意见？你是哪根？见叶璇敢反驳，宁天猛地调动全身气势，狠狠向叶璇压了过去。只可惜他的气势还没有压到叶璇这边，叶璇一个眼神扫了过去。宁天和叶璇的眼神对上，刹那间，宁天从叶璇的眼神深处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满天的尸骨，仿佛炼狱一般。下一秒，宁天眼前一黑，咕咚一声，直接倒在了地上。宁贤侄，你怎么了？刘洪茂瞬间慌了，什么情况啊？宁天身为那100位大佬的弟子，如果他出了问题，自己可吃不了兜着走。刘洪茂立马蹲下查看宁天的情况，当他发现宁天还有呼吸后，刘洪茂松了一口气。不过转念一想，刘洪茂细思极恐，也就是说，刚才叶璇的一个眼神，就直接把身为100位大佬的亲传弟子的宁天给吓昏了过去。我的天，这是什么实力啊？刘洪茂忍不住瑟瑟发抖。没意思。叶璇无奈的摇头，他还以为遇到什么高手了，能看一看那种顶尖的武道强者实力究竟怎样。结果就这，自己甚至没动手，一个眼神就把对方吓个半死，吓昏过去了。无聊。现场其他人也注意到这幕，众人满是惊叹的看着叶璇。刚刚这个叫什么宁天的恐怖实力，他们可都看到了。结果就是这么一位顶级的强者，结果却被叶璇少爷的一个眼神给吓昏过去。叶璇少爷实力也太恐怖了。现场唯有苏玉飞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满是自豪之色。我和你们拼了！刘洪茂狗急跳墙，直到事已至此，他已经输了。如果他不做点什么，不一定能活下去。刚才叶璇的恐怖他也见识到了，于是刘洪茂拔起藏在身上的匕首，猛地朝苏玉飞冲去。他想挟持苏玉飞好脱身，只可惜还不等他接近苏玉飞，叶璇从旁边的绿植上摘了一片叶子，然后轻轻一弹，嗖！刹那间，这片软趴趴的叶子仿佛利剑一般，
直接刺穿了刘红茂的脖子，想对玉妃姐下手。死！刘红茂的尸体重重向后倒去，直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一片薄薄的叶子能要了他的命。看到这幕，众人骇然。就在叶璇向董事长的座椅走去时，外面一道急促的呼喊声传来：“小天，别动手，千万别动手！”下一秒，在数十位舞者的簇拥下，一个留着马尾辫、身穿练功服、相貌极美的女子冲了进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宁天的五师姐刘俊渊。半个小时前，她刚回临海，意外知道了师弟宁天被他三叔刘红茂带着去了九鼎集团。刘俊渊瞬间猜测，刚下山，小师弟可能被他那个整天为非作歹的三叔给骗了，于是他连忙带人来，希望能制止住小师弟，不要让小师弟做了坏事情。毕竟那100位师傅能让小师弟下山，小师弟的实力肯定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一旦小师弟出手，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当刘俊渊冲进会议室后，看到的场景却让他傻眼。只见不远处，他三叔的尸体倒在血泊之中，小师弟也倒在不远处，生死不明。这和他预料的不太一样啊！刘俊渊脑海有些懵，他连忙上前，直接越过三叔的尸体，来到小师弟身边。当他发现小师弟只是昏迷过去，还有呼吸时，这才松了一口气。是谁干的？刘俊渊怒斥。是我，有什么问题吗？叶璇平淡回应。刘俊渊顺着叶璇的声音看去，当他看清楚叶璇的长相后，刘俊渊一时间有些恍惚。这个男子帅得太离谱了吧，真是一副好皮囊啊！我小师弟是被你打晕的。刘俊渊把乱七八糟的思绪甩到一边，询问道：“那倒不是，我还没有出手，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成这样了。”叶璇无奈地回答，他甚至没有出手的机会。哦，听到叶璇的前半句，刘俊渊没觉得什么，他估计整个大夏能把他小师弟给打晕的人，估计没多少人。然而当他听完叶璇的下半句话后，刘俊渊直接呆若木鸡。什么？他只是一个眼神就把小师弟给吓昏过去了？这怎么可能啊？以小师弟的实力，怎么可能被吓昏过去呢？这绝不可能。如果说是比帅，眼前这个男生肯定是天下第一，可如果是比实力，他不相信对方能赢了自己小师弟。刘俊渊再次检查了一下自己小师弟，结果却发现小师弟身上没有半点外伤，的确不像是被人打昏过去，而像是自己昏过去的。难道这家伙说的是真的？刘俊渊满脸的狐疑。不管怎样，你们把我小师弟弄昏过去，我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刘俊渊看向叶璇，他猜测应该是叶璇他们用了什么特殊的办法，才把自己小师弟弄晕的，不可能是因为叶璇实力的原因。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比他师弟年纪还小，但实力比他师弟还恐怖的人呢？他师弟可是经过100位顶尖大佬师傅的培养，才有现在的实力。眼前这个叶璇凭什么有这个实力啊？说法，我还要你给我一个说服呢。叶璇反驳，你不要以为你能用什么特殊手段把小师弟弄晕，就天下无敌了。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的话，那我就要动用金蛇卫来向你要说法了。刘俊渊拿出了一块蛇形令牌，若有所指的说道：“金蛇卫。”刘俊渊此言一出，全场骇然。金蛇卫，江南9卫之一，共6000余人，可结金蛇大阵，连大宗师都可斩杀。一旦金蛇卫来临海，对临海的大势力那就是碾压式。没想到刘俊渊居然是堂堂金蛇卫的人。哦，金蛇卫很厉害吗？要不看看是你刘俊渊的金蛇卫厉害，还是我们夏家的苍龙卫厉害？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紧接着一个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的女子走了进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叶璇的未婚妻夏青年。苍龙卫，京都夏家的护卫队，别说一个个区金蛇卫，就算是整个江南9卫加起来，在苍龙卫手中都不堪一击。苍龙卫可是有斩杀过数位巅峰武王的恐怖战绩。大夏武道第一天教夏青年、夏女神。当刘俊渊看到来者竟然是夏青年后，俏脸上满是惊喜以及近乎狂热的崇拜。身为大夏第一武道天骄的夏青年，可是刘俊渊的偶像以及毕生追逐的目标。你怎么来了？刘俊渊无比诧异。按理说现在的夏青年不应该在帝都苦练，准备应对3个月后的大夏武道会吗？怎么突然跑到了临海这个小地方来？夏青年平静地开口：我怎么来了？我来我未婚夫的公司不是很正常吗？什么未婚夫？你说他是你的未婚夫？刘俊渊目瞪口呆地看向叶璇。如果论颜值、长相，这家伙的确和夏女神算十分般配。可问题是，人家夏青年可是大夏第一天骄，将来更是有很大可能成为大夏第一强者的。这样的天之骄女，怎么会成为一个小地方公司继承人的未婚妻呢？这不应该啊！注意到刘俊渊看着自己，仿佛是在说夏青年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眼神，叶璇满头黑线。她是我未婚妻，你有什么意见吗？叶璇反问。那倒没有。刘俊渊摇头，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不过可惜了夏青年这个大夏第一天骄啊，居然有这个一个平平无奇的未婚夫，怎么还敢拿你的金蛇卫威胁我未婚夫吗？夏青年质问。刘俊渊瞬间不说话了。和人家的苍龙卫相比，他所在的金蛇卫不值一提。这位刘小姐，刚才是……这时苏玉飞站出来给刘俊渊说了一下刚才的事情。在知道是自己三叔仗势欺人，让小师弟帮他作恶后，刘俊渊瞬间觉得无地自容。抱歉，是我没有问清楚就发火了，是我的错，
我给你们道歉。刘俊渊郑重向叶璇和夏青年鞠躬道歉。这件事情的确是他做错了，他本来就是来阻止小师弟和三叔的，他自己来晚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怪不得任何人。至于三叔的死，刘俊渊则是无所谓。如果不是因为刘洪茂是他亲三叔，有时候他都恨不得一剑把这个整天为非作歹、欺男霸女的三叔给砍了。说罢，刘俊渊转身就想离开。你威胁了我未婚夫，不付点什么就想离开？见此，夏青年反问。刘俊渊瞬间停下了脚步，犹豫了好久。刘俊渊最终一脸肉疼地说道：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把我辛苦搜寻1年多的那株300年的灵药珠果送给你。珠果还是300年份的，这的确是一个宝物。这种东西估计连武王，甚至是武王之上的武尊都有可能会心动。刘俊渊拿出一枚300年的珠果，这份诚意的确够了。旁边听刘俊渊这么说，叶璇脸上也露出喜色。现在给玉妃姐准备洗涤经脉用的月华液正好缺少主要100年珠果。叶璇之前还在发愁，在这个天地灵气稀疏的地方上哪里找呢？原本他还以为想在这个天地灵气稀疏的世界寻找100年珠果会十分麻烦，需要很长时间呢。没想到第2天自己就得到了一枚，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还是300年份的。这个年份的效果会越高。这是那株300年份的珠果所在的位置。刘俊渊把一份地图交给了叶璇，居然还没有采摘，那株100年珠果还在生长它的位置，更好了。叶璇脸上笑意又增加了几分。能生长出100年珠果的这种珍贵药材的地方，天地灵气绝对会很浓郁。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也正是自己现在所需要的。到时候自己可以在采摘100年珠果的同时，借着那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再次提升一下修为，一举两得。只要把修为提升到元婴期，在整个大夏，叶璇就可以横着走了。在叶璇查看地图的时候，刘俊渊也在悄悄观察叶璇。他对叶璇真的很好奇，怎么还不走？莫不成看上我这个未婚夫了？这时夏青年的声音传来，如果你能让我和叶璇满意，将来给你在叶家留一间偏房也不是不可以，反正我们叶家地方够大。刘俊渊的脸瞬间红了，于是他连忙让手下带上小师弟和三叔的尸体，匆忙离开。不过在他离开前，还是特意看了叶璇一眼，眼神中透露着对夏青言的一丝惋惜。堂堂的大夏第一天交的夏青言，怎么有这么一个普通的未婚夫啊？刚认识就让人家漂亮女生流连忘返，你很厉害啊！刘俊渊离开后，夏青言走到叶璇身边，语气有点怪的说道：可可，以我的颜值，被那些肤浅的女生迷恋也很正常，毕竟不是每个女生都能像你一样知道我内在的优秀。叶璇严肃的回答。夏青言忍不住给了叶璇一个风情万种的白眼。对了，你怎么来了？叶璇开口。我听说刘洪茂今天要搞事情，就特意过来给你帮忙，不过看样子似乎我不来你也能搞定。夏青言开口。刚才苏玉飞说的他都听见了。他原以为现在的叶璇还不是武者，只是因为昏迷1年，因为男人的骄傲，昨天才没有接受他给的那颗丹药，他还需要安慰一下叶璇。可没想到叶璇竟然是深藏不露，看样子这昏迷的1年，叶璇实力不仅没有后退，反而突飞猛进啊！夏青言突然想到昨天他给叶璇的几个特殊的承诺，瞬间夏青言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绯红。自己给叶璇定的目标是不是有点低了呀？叶璇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做到了吧？应该不能吧？叶璇看了一下时间，现在皇家的寿宴应该开始了。玉妃姐，我说的那件寿礼准备好了吗？叶璇扭头看向苏玉妃，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车上。苏玉妃点头。叶璇要亲自向黄老爷子拜寿，看看能不能在皇家查到自己父母被杀以及自己第一场被刺杀的内情。临海皇家大院，皇家身为临海的大家族，今日黄老爷子寿宴，临海的很多大人物全都前来祝寿，一时间皇家人满为患。昨天在操场上讽刺那些像叶璇是好的女生都是花痴，可怜叶璇以后再也成不了武者的班。花孙梦柔也被他父亲带着，也来到皇家拜寿。孙梦柔的父亲是临海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他也是费尽心思才得到了这次拜寿的机会，特意带女儿来，就是让女儿长见识的。你看，那是飞云集团的老板赵总，身价近300亿。这位是临海商会的前会长，是咱们临海商界的龙头人物。那位是王家的家主，堂堂半步宗师级的强者。父亲向孙梦柔介绍着前来皇家祝寿的客人们，这些客人们在临海都是跺脚地都要颤3颤的大人物，可现在这些大人物在皇家一个个谦卑的不行。客人来的差不多了，皇家家主黄老爷子出场，刹那间全场如雷鸣般的祝贺声传来。黄老爷子笑了笑，示意大家继续，不要管他。蔡家家主送上重100斤黄金雄鸡1只，万雄集团周董事长送上寿礼帝王绿翡翠1块。为了讨黄老爷子的欢心，宾客们都拿出了压箱底的宝物当作贺礼。就在众人其乐融融的时候，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九鼎集团叶璇送上落地钟1座。此言一出，全场立马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送落地钟，哪有人寿礼送钟表的？这不是暗示人家送钟吗？叮咚！这时落地钟突兀的响了一下，瞬间钟声传遍整个皇家大院，所有人面面相觑，不吉利啊！丧钟响起来啊！紧接着，在无数人诧异的目光中，
一个英俊的身影缓缓走进了皇家大院。叶璇来了。看到叶璇后，孙梦柔有些诧异，不过在诧异之余，孙梦柔一脸看戏般的戏谑笑容。这个叶璇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人家受理送终。如果在九鼎集团鼎盛的时候就算了，可现在叶璇父母去世了，叶璇还成了废人。这次来皇家，他完蛋了，可怜啊！坐在首座上，看着突然来访的叶璇，黄老爷子脸色微变。怎么？黄老家主看到我还活着，很惊讶。叶璇开口：活着，活着好啊！黄老爷子干咳一声：我还活着，你可就活不了了。叶璇冰冷的开口：放肆！你一个小辈，竟然敢对黄老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一个中年人猛地一拍桌子，霸气的说道：黄老，今日是你的生日，就不辛苦您出手了，让我来解决他。说罢，中年人猛地动手，带着凌冽的杀意冲向叶璇。我去，竟是半步宗师巅峰的强者，半只脚迈入武道宗师的强者出手，这小子死也瞑目了。众人感慨的说道：滚！叶璇开口，刹那间恐怖的压力向中年人压去。噗！下一秒，中年人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轰然倒地，再也没有了呼吸。看到这幕，所有人都懵了，这可是半只脚迈入武道宗师境界的强者呀，就这么死了！我的天，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孙梦柔，人则是直接懵逼了。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叶璇不是一个废人吗？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句话可以杀死一位准武道宗师的恐怖强者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一定是自己出现了幻觉，一定是的。孙梦柔不敢相信刚才那一幕是真的。小子，你怎么敢杀张二爷啊？他可是金陵张家的核心人物啊！黄老爷子怒斥叶璇：你完了，你会受到金陵张家疯狂报复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完了，但今天完了的人是你。叶璇淡淡开口：想杀我，你还不够资格！黄老爷子怒吼一声，刹那间武道宗师的可怕能量冲天而起。身为皇家家主，黄老爷子便是一位站在临海巅峰的武道宗师。皇家大院，无数人被皇家老爷子武道宗师的恐怖气势压得呼吸困难。这就是武道宗师的恐怖吗？能逼得黄老爷子这位堂堂武道宗师出手，这小子死而无憾啊！他们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从武道宗师手中活下来的。黄老爷子一跃，带着恐怖的气势径直向叶璇杀来。见此，叶璇随意一脚把前面一个板凳踢了出去，这个板凳带着恐怖的能量，直接击中朝叶璇冲过来的黄老爷子的胸口。击中后，黄老爷子仿佛一指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10余米，直到砸到墙上，这才停下来。倒在地上，黄老爷子奄奄一息，已经没有了半点反抗的能力。看到这幕，众人骇然，一招解决一位武道宗师，这是什么可怕的实力啊？他们已经不敢想象了，恐怖如斯啊！至于孙梦柔，眼睛更是瞪得滚圆，仿佛被雷劈了一般。昨天还被他瞧不上的废人，今天却已经是一个可以一招解决一位武道宗师的强者了。可怕，太可怕了！叶璇向前来到黄老爷子面前，说：我父母的死以及我第一次刺杀和你有没有关系？叶璇冰冷的开口：或者你知不知究竟是谁做的，是谁指使的？刚才叶璇完全可以一招直接杀死黄老爷子，给他留一口气。叶璇只是为了问事情罢了，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不然的话，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宛如地狱般的声音传进黄老爷子的耳中，瞬间让他不寒而栗。为了能快点解脱，黄老爷子只好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了叶璇。你父母还有去年你的第一次刺杀都和我没有关系，至于你父母的死，我只知道和帝都的一个大势力有关，具体是哪一个，我这样的小人物哪里知道，我只知道这些了。黄老爷子把他知道的全都告诉了叶璇。帝都的一个大势力。叶璇眉头一皱，他还以为今天能得到具体的答案呢，没想到只知道了一个十分模糊的结果。可惜父母的死，自己还要好好调查一番。得到了答案后，叶璇转身潇洒地朝外面走去。这次再也没有任何人敢阻拦叶璇，而黄老爷子也彻底断气，没了武道宗师坐镇，皇家也会他的仇家彻底解决，皇家其他人的下场会更惨。叶璇刚走出皇家门，就看到了站在外面的夏青言。不放心我？叶璇来到夏青言身边，开口道：夏青言点头，皇家毕竟是临海的一大家族，肯定有些底蕴。夏青言担心叶璇刚苏醒，有可能会吃亏，特意跟了过来，以防万一。怎么，查到了吗？夏青言问道。不是皇家做的，那个老家伙只是告诉我，我父母的死以及我第一次被刺杀和帝都的某个大势力有关，具体是哪一个，他不够资格知道。叶璇有些遗憾地说道。帝都的某个大势力？夏青言黛眉微蹙，这和他猜测的差不多。这一年其实他也在调查叔叔阿姨被杀的事情，而且还有了一点眉目。我也会借助我们帝都夏家的渠道一起调查的，我有了消息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夏青言开口。你现在最重要的是10几天后的高考。就在夏青言想安慰一下叶璇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夏青言接起电话，当他听清楚对面说的事情后，夏青言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有麻烦了？怎么了？夏青言挂断电话后，叶璇问了一句。刚刚京城传来消息，秦云飞一连突破2个境界，
达到了武王境巅峰的实力，成为了今年大夏武道会的有力竞争者。夏青言严肃地开口：“秦云飞就是那个多管闲事，曾在帝都放言说我配不上你，要让你和我取消婚姻的家伙。”叶璇开口：“是那个可恶的家伙。”夏青言点头：“我原本打算在3个月后的大夏武道会上打断他几根骨头的，没想到他居然突破，成为了武王境巅峰。别看现在夏青言只是武王境初期的修为，但战力惊人，打败之前武王境中期的秦云飞没什么问题。可现在秦云飞一连突破2个小境界，成为武王境巅峰的武者，那就麻烦一些了。而且秦云飞成为武王境巅峰后，也成为了他在大夏武道会上的强劲对手。大夏武道会是什么？”叶璇询问。大夏武道会是大夏武道界针对年轻一辈组织的盛会，每年来自大夏各地的年轻一辈中最顶尖的强者都会齐聚帝都，为的就是争取在大夏武道会拿到前3的位置。夏青言向叶璇简单介绍了一下大夏武道会的情况。前3有什么奖励吗？这么多人竞争？叶璇抓住了重点。大夏武道会的前3将会获得进入天灵山的资格。夏青言开口说到天灵山，就连夏青言眼神中都有着一丝向往。天灵山是大夏各大顶尖势力控制的宝地，那里天地灵气十分浓郁，非常适合修炼。只可惜那里被大夏各大顶尖势力封锁，平时只有武皇、武圣级的大夏最顶级的老牌强者才能进去，也只有大夏武道会才会开放3个名额，让年轻武者有机会进去。前几年大夏武道会的第1进去直接突破了2个大境界。夏青言向往地说道：“这次大夏武道会，他的目标就是进入前3。”天灵山的天地灵气浓郁，原本没什么兴趣的叶璇听夏青言这么说，顿时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对叶璇来说就代表着修为的提升，这对叶璇来说可是一个重要的好消息。既然这个天灵山被大夏所有大势力联手封锁，里面的天地灵气绝对无比浓郁，只要自己能进去，别说修为突破什么金丹元婴了，甚至更进一步踏入更强的化神境也不是没有可能。好了，今年的大夏武道会的第1、第2我们包了。”叶璇平静地说道。“啊，小叶璇，你目标不是一般的大啊！”夏青言看向叶璇，别小看大夏武道会，按照规定30岁以下武灵境之上的武者都可以参加，哪怕夏青言被誉为大夏第1天骄，可毕竟太年轻了，今年也才18岁而已，修炼时间比其他武者短了数年，甚至10年。大夏武道会可是有出现5尊境强者的历史，竞争万分激烈，别说那第1了，就算是第3都很困难。大宗师之上是武灵境，武灵境之后分别是武王境、武尊境以及武皇境。武尊在整个大夏已经算是顶尖的强者了，别说叶璇，哪怕是自己想拿下前3都有着不小的难度。听夏青言这么说，叶璇表情依旧平淡。现在叶璇距离金丹只差1步之遥，等过1-2天事情处理完，他就按照刘俊渊给的地图去寻找那株百年朱果，到时候借助那里的天地灵气，叶璇可以轻松进入金丹境，甚至是元婴境。那时管他什么武王、武尊，抬手可灭。小叶璇，如果你能顺利考进帝都大学，3个月后大夏武道会开始时，正好是你去帝都大学报道的时候。夏青言开口：“先别说什么大夏武道会了，小叶璇，对你来说10几天后的高考才是最重要的。”夏青言靠近叶璇耳朵，气若幽兰：“只要你能考进帝都大学，我可以给你一点特别的小奖励哦。”虽然不清楚叔叔阿姨出事情为什么这么执着，让叶璇一定要考进帝都大学，可既然答应了叔叔阿姨，他也一定尽力帮叶璇。高考的事情你就放心了，还有等我到了帝都，也不用你出手，那个秦云飞交给我了。叶璇开口：“秦云飞这种多管闲事的人很讨厌啊。”就在2人聊天时，远处一道黑影闪现，下一秒黑影突然出手，刹那间一股足以震动整个灵海的恐怖气势陡然爆发。此刻还在皇家大院的众人觉得呼吸都困难起来。有武王境强者出手了！灵海境内的所有强者感受到远处传来的这股武王境气息，惊惧万分。这位武王境强者现身的瞬间，直接向叶璇杀来，气势凌厉，目的明确，死！瞬间夏青言身上也迸发出恐怖的气势，夏青言武王境的实力也瞬间展现出来，敢在他的面前袭杀叶璇。这一刻夏青言是真的怒了。上一次他不在叶璇这里，叶璇被刺杀，让夏青言万分自责。这次他在叶璇身边，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不会让叶璇再受伤的。夏青言和这个神秘的武王境强者打斗在一起，一时间飞沙走石，战斗格外激烈。这次来袭杀叶璇的是一位武王境后期的武者。夏青言虽然只是武王境初期的修为，但凭借可怕的战力与对方打得不分胜负。夏青言暂时无法击杀对方，这个武王境后期也无法破开夏青言的攻势，对叶璇出手。一时间战局僵硬起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叶璇将脚下的一颗小石子猛地踢出，叶璇的灵气包裹着这颗小石子，携带着恐怖的能量，猛地击中那位武王境后期武者的背部。同一时间，夏青言看准机会，也同样杀了过来，一招击中对方身前。这位武王境后期武者立刻丧失了战斗力，重重地跌落在地上。刚才无论是叶璇
还是夏青言都留手了，没有给对方致命一击，留个活口，好审问一下，看看能不能问出一点重要消息。在这位武王境后期武者倒地后，叶璇和夏青言第一时间冲了过来，只可惜当叶璇他们过来时，这位武王境后期的武者已经没有了气息，死了。夏青言诧异地说道：“刚刚他明明没有下死手，怎么会这样？”叶璇观察了一下，分析道：“这家伙应该只有武王境初期的修为，但在之前服用了以生命为代价，短暂提升修为的禁药，才拥有了武王境后期的实力。刚才重伤，外加药效时间到了就死了。”此刻，叶璇更加确定了父母的死以及自己之前的刺杀，一定和帝都的某个顶尖势力有关系。要知道，武王境初期的武者，别说在临海了，就算是在整个江南地区，都是最顶级的强者，是那种可以称王称霸级别的存在。可现在，这样的武者却沦落为一个死士，能培养出这种级别死士的，只有帝都的顶尖大势力才有这个能力。为了杀我一个刚从病床上苏醒的学生，居然派了一个武王前来，他们是究竟多怕我还活着呀？叶璇小声说道：“这其中绝对有着大秘密，叶璇一定要解开它，他一定要把这个神秘大势力给揪出来，彻底覆灭对方。”咦？叶璇注意到这个死士的尸体旁边有着一块黑色的令牌，应该是刚才这个死士跌落在地，从口袋中掉出来的。叶璇捡起这款令牌，只见这个漆黑令牌上面有着一个血红色的骷髅头。你知道这是哪个大势力的令牌吗？叶璇把令牌交给夏青言，夏青言看了一下，摇头：“大夏太大了，不知道有多少隐藏的大势力。不过能培养出这种级别的死士，绝对不简单。我相信帝都一定有人知道。”夏青言开口：“叶璇点头，有了这块血骷髅令牌，调查起来就方便多了。因为夏青言过2天就要回帝都了，叶璇把令牌交给他，让他先在帝都调查调查，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联系自己。对了，我看你似乎没有什么厉害的杀招啊，在3月后的大夏武道会容易吃亏，要不我教你点招式吧？”叶璇开口。刚才在公司，叶璇也和夏青言简单解释一下，自己是得到了高人的传承，才变成现在这样。当然了，这个高人就是上一世的自己。叶璇没说。好，夏青言点头，他相信叶璇。青梅竹马的2人不需要过多解释。这里不太方便，去我住的地方吧，那里正好有一个空地。夏青言建议。半个多小时后，叶璇来到了夏青言居住的山庄。咦，姐姐，你怎么把叶璇也带来了？远远的，夏青言的妹妹夏萱儿问道。夏萱儿对叶璇这个只是长得帅的姐夫不太满意，她姐姐可是大夏第一天教啊。哦，叶璇来教我一点招式。夏青言回答。什么叫姿势？夏萱儿的脸一瞬间就红了。这是她能听的吗？而且姐姐和叶璇只是有婚约，还没有正式完婚就那样，是不是不太好啊？现在还是大白天的，岂不是白日那啥？自己是不是要回避啊？招式是招式，不是姿势。你小脑袋想什么呢？夏青言给了胡思乱想的妹妹一个脑瓜崩。啊，是招式啊，吓我一跳。夏萱儿吐了吐舌头。不过姐姐，你都是武王了，是你教他吧？他怎么教你啊？夏萱儿表示疑问。夏青言没有回答，而是和叶璇来到旁边的空地上。我教你，寒霜掌。叶璇开口，他觉得这一招比较适合夏青言，而且学起来也应该更简单。说着，叶璇正式开始教学。远处，夏萱儿为了减肥，一边看着黄瓜，一边看着2人的教学。尤其是夏萱儿注意到，在教学时，叶璇的手有时候会碰到姐姐的玉手时，夏萱儿一脸疑惑，这确定是在教招数吗？而不是叶璇找机会想摸姐姐的手。夏萱儿忍不住吐槽，越看她越觉得叶璇不像在教学，而像是在趁机摸手。另一边，最开始叶璇碰到自己的手，夏青言也是身体一僵，有些想拒绝。这个叶璇也没办法，毕竟学的是一种掌法，教学起来难免有身体的接触。随着叶璇的教学，夏青言也意识到了叶璇教给自己的这招寒霜掌的威力会有多么可怕。叶璇教完了一遍，就在他想要教夏青言第2遍时，夏青言突然开口道：“我会了。”什么？你会了？叶璇愣住了。寒霜掌的修炼难度可是很大的，想当年叶璇也是足足有了10余天的时间才把它学会。如果是那只普通的修仙者，估计要学几个月，甚至1年半载才有可能学会。结果现在自己就教了夏青言1遍，他就会了。发现叶璇的疑惑，夏青言走到一旁，给叶璇展示了一遍。夏青言一招打出，不远处一颗巨大的景观石直接炸开，变成粉末。夏青言真的会了。此刻再让夏青言对战那名武王境后期的死士，完全不用叶璇出手，夏青言就可以击杀对方。叶璇愣住了，不愧是先天道体啊，这个领悟力简直逆天啊！叶璇内心感慨不已，同时也羡慕极了。拥有顶尖特质就是好啊，可惜自己这一世并没有拥有什么特殊的体质。对了，自己先天没有，可以后天拥有啊。叶璇突然眼前一亮，像先天道体是天生就有的，叶璇没有，可叶璇可以后天拥有别的体质啊。上一世叶璇可是得到了不少秘术，可以通过后天的办法拥有一些特殊的顶尖体质，最著名的比如说混沌体就可以后天拥有。当然了，想要后天拥有一种顶级体质，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这个叶璇后面还要好好计划一番。自己这一世刚刚踏入修仙之路，正是修炼后天体质的绝佳时机啊！就在叶璇这边教学时，金陵大家族张家家主张老爷子得到了他二儿子被叶璇杀死的消息，瞬间暴怒，我要那个叶璇死！敢杀自己的二儿子，那个叶璇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父亲，按照从临海传来的消息，那个叶璇只用了一招就秒杀掉了身为武道宗师的皇家家主，我猜测他有可能是武灵境强者。张老爷子的大儿子开口，武灵境。张老爷子听完后陷入了沉思，武灵境哪怕在他们金陵都是顶级的强者，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临海居然出了一个武灵境的武者。呵呵，他以为自己是武灵境武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敢杀我们张家的人吗？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杀我张家的人，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张老爷子心中的杀意滔天，他要让那个叶璇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以为自己是武灵境就可以无法无天，这个世上比武灵境厉害的武者多了去了。老大，把赵供奉请来。张老爷子命令。赵供奉，金陵张家的5大供奉长老之一，是老牌的武灵境初期的强者。几分钟后，赵供奉来了。就在张老爷子准备下命令让赵供奉带人杀去临海弄死叶璇时，他们金陵张家的赘婿江凡突然站了出来。爷爷，让我带人去临海吧。江凡毛遂自荐。你，无论是张老爷子还是张家的其他人，看到突然站出来的江凡无比诧异。在张家，身为赘婿的江凡那是最底层的，平时经常受他们的责骂，今天他是怎么了？张家众人纷纷开口，江凡，我们张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赘婿出面，你去临海对付那个叶璇还不够丢我们张家脸的。江凡，别在这里捣乱，你连武者都不是也想出风头？听到这句话，江凡冷笑一声，谁说我不是武者？突然江凡转身，突然对那位武灵境初期的赵供奉出手。他忍辱负重3年，现在3年之期已到，他再也不用隐瞒身份和实力了。面对江凡的攻击，赵供奉最初压根不以为然，一个小小赘婿罢了。然而当江凡杀到自己面前时，感受到江凡那可怕的气势，赵供奉瞬间脸色大变。赵供奉连忙抵挡，可为时已晚，江凡一拳击中赵供奉，噗！赵供奉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受了重伤。看到这幕，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众人惊愕地看着这个平时默默无闻的赘婿江凡，一个个全都傻了眼。赵供奉可是他们张家的5大供奉之一，堂堂武灵境初期的强者，就这么一招被江凡这个赘婿给打伤了。江凡不仅是武者，而且实力还这么强，越想张家众人越是感到后怕。爷爷，我现在有资格代表张家去临海了吗？江凡看向张老爷子，3年之期已过，是他这个赘婿崛起的时候了。有，当然有。张老爷子连忙点头，刚才他也被江凡的实力给吓到了，一招击败他们张家的供奉，江凡的实力不是一般的恐怖。此刻张家的其他人也不敢再有任何的反驳。那好，江凡，杀死叶璇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从现在起，我张家的几个护卫队以及5大供奉都可以任由你挑选，带去临海对付那个叶璇。你有信心吗？张老爷子问道。自然，那个叶璇在我眼里蝼蚁罢了。江凡点头，他不用隐藏身份和实力，什么叶璇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另一边，夏青言在学会寒霜掌后，时间还充足，叶璇又交给他了一项实力强悍的秘术，作为之后的底牌。叶璇交给夏青言的这个秘术相当厉害，这次夏青言没有1遍就学会，而是足足学了2遍，不愧是先天道体啊！叶璇感慨不已，这道秘术上一世以他准仙帝级别的天赋，他都足足学了几个月才学会，结果夏青言就学了2遍就会了，果然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这让叶璇对这种顶尖的特质更加垂涎了，后面有机会自己一定也要修炼一种顶级的体质。不过想到夏青言是他自己人，叶璇不仅没气，反而更加高兴。晚上在夏青言这里一起吃了晚饭，叶璇这才离开。看着叶璇坐的豪车远去，原地夏薰儿忍不住说道：“姐姐，叶璇好像变得很神秘，甚至有些高深莫测了。”叶璇叫姐姐的时候，夏薰儿就在一旁看着。最开始她甚至觉得叶璇只是想趁机占点便宜，摸一下姐姐的玉手。可越往后，尤其是看到姐姐学会叶璇教的招式后，夏薰儿终于意识到了叶璇教的招式多么恐怖。姐姐，你要注意一些啊！夏薰儿提醒。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夏青言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反问道：“他是我的未婚夫，他越强越厉害，我不是应该更高兴吗？”不过说到这里，夏青言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他之前在临海中学门前和叶璇的约定，他是不是给叶璇定的目标有点低啊？万一过一小段时间，叶璇的修为就超越了他，甚至更厉害，成为武皇，那……想到这里，夏青言的脸上不由浮现出一丝绯红。时间飞快，第2天上午，叶璇让苏玉飞帮自己请几天假，他要出去寻找那株百年珠果，以及借助那里的天地灵气，让自己的修为更进一步。小璇，除去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9天的时间了。我听夏小姐说，苏总他们希望非常你能考上帝都大学，现在还请假，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那个百年珠果不着急，还是等高考完再去吧，高考最重要。苏玉飞贴心的说道。没事的，玉飞姐，
我不会耽误高考的。叶璇开口。作为现在筑基期巅峰的修仙者，他已经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了。只要给1天左右的时间，把高中的所有书题目仔细看一遍，高考就没问题了。现在还有10天的时间，可太充足了。反倒是现在得到那株百年珠果，让自己的修为更进一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临海，他筑基期巅峰的修为还可以，可一旦去帝都，这个修为就有点不够看了。见叶璇这么说，苏玉飞便不再阻拦。他相信叶璇这么做有自己的道理。请问叶璇在吗？就当叶璇在家里收拾准备出发的东西时，一道声音传来。叶璇好奇地走出家门，此刻只见昨天在公司见到的马尾辫漂亮女生刘俊渊站在叶璇别墅的门前。你找我什么？叶璇诧异地问道。他和对方不熟啊，想来找我给你师弟报仇？不，我师弟已经被我派人送回山里了。刘俊渊连忙解释，昨天的事情是他受到我叔叔的蒙骗，不怪你。昨天的事情也说明师弟的修炼还没有达到下山的水平，小师弟估计还要在山上等个几年才能再出来。那个叶璇，我家猫会后空翻，你要不要来看看？刘俊渊犹豫了一下，咬着牙小声说道。听到这句话，叶璇瞬间愣住了，这台词不对啊，这不应该是男生想要把女生骗到家里才说的话吗？怎么现在刘俊渊说了？果然长得太帅也是一种苦恼，男生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就在这时，一道清脆声音传来。刘俊渊，我们家房间虽然多，但你现在就想占一间，是不是太早了点？夏青言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了。刘俊渊听明白了夏青言话中的含义，顿时变得有些好不意思。我承认，我的确是想让叶璇去我家，但夏女神你别误会，我不是那种意思。见此，刘俊渊也不好隐瞒了，直接开门见山。我是想让叶璇救一下我爷爷，我爷爷中了奇毒，我们家请了很多神医，都无济于事。刘俊渊无奈地开口，半个月前爷爷意外中毒，为此刘家请了众多神医，昨天晚上他甚至把他的神医师姐都请来了，可就是无可奈何。眼看着爷爷的情况越来越差，如果不能及时救治，估计时日无多。绝望之中，刘俊渊意外想到了叶璇，最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刘俊渊来找叶璇求助了。可因为之前小师弟的事情，刘俊渊害怕直说叶璇会拒绝，于是他就从网上找了这么一个俗套的借口，想要先把叶璇骗到自己家里。刘俊渊实话实说，叶璇刚想拒绝，他还要准备去寻找那株百年珠果以及提升修为呢，没时间去救治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如果叶璇你能救了我爷爷，我可以把我们刘家的镇族至宝送给你。说着，刘俊渊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盒。下一秒，当着叶璇和夏青言的面，刘俊渊把木盒打开，露出里面一块拳头般大小，全身漆黑，晶莹剔透，宛如黑宝石一般的东西。这东西刚出来，一股强大的寒意瞬间席卷叶璇和夏青言全身。本源石。叶璇眼神一凝，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然是在修仙界都比较难得的宝物。本源石，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本源石是修炼后天顶级体质原始混沌体前期所需要的至宝之一。想要修炼原始混沌体，前提条件需要3块本源石。本源石在修仙界都不常见，没想到在这个世界这么快，叶璇就遇到了一块，这可太好了。昨天叶璇还无比羡慕夏青言的先天道体，也想在后天修炼一种顶尖体质，没想到今天修炼原始混沌体所需要的材料之一本源石就送到了叶璇的面前。这块石头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叶璇询问。既然他们家有1块，就可能还有其他本源石的下落。如果能凑齐3块本源石，叶璇修炼原始混沌体所需要的一种原材料可就凑齐了。这个是我爷爷得到的，具体在哪里我不清楚，不过如果能把我爷爷救了，他肯定会告诉你的。刘俊渊开口，求求你了，如果你能救活我爷爷，除了把他给你外，我还可以答应你其他的任意条件。刘俊渊一狠心，准备下跪求叶璇，他真不想看着亲人在自己面前离世，为了自己的亲人，脸面算什么？我可以试一试。见此，叶璇开口，这块本源石以及其他本源石的下落，叶璇要了。谢谢，谢谢。刘俊渊发自内心的感谢叶璇，没有让他直接跪下，保留了他的脸面。我在家里等你。夏青言并不想跟着去。好，等我回来。叶璇点头。叶璇坐上车，和刘俊渊直奔刘家而去。半个小时左右，两人到达了目的地。刘俊渊带叶璇来到了刘家老太爷的病床前，他就是那个叶璇。看着叶璇，房间中另一个绝美的长腿女子诧异地说道：“这个叶璇比自己的小师弟还年轻啊。”是的，四师姐。刘俊渊点头。这个绝美的长腿女子名叫白如烟，是那99位高人其中的医圣弟子，现在也是享誉江南的神医。昨晚她被刘俊渊邀请来给刘老太爷治病，可惜面对这种奇毒，连他都没有办法。直到半个多小时前，刘俊渊突然对自己说：“昨天那个让小师弟昏迷的人可能有办法，你确定他能救活刘爷爷？”白如烟看着叶璇，深表怀疑。叶璇比小师弟还年轻，医术怎么可能那么强？叶璇没有说话，而是向前查看了一下刘老太爷。就在白如烟向前想要试探一下叶璇的医术如何时，叶璇突然出手，隔空一掌向躺在病床上的刘老太爷拍去。看到这幕，
白如烟和刘俊渊全都傻眼，两人想阻拦，可惜已经晚了。叶玄阁空一掌的掌劲已经打在了刘老太爷的胸膛上，一瞬间，刘老太爷的呼吸消失了。你这是做什么？俊渊相信你把你请来是让你救人的，不是让你来杀人的呀！白如烟质问叶璇。杀人？谁杀人了？叶璇反问。白如烟见叶璇还嘴硬，指着刘老太爷就想反驳叶璇，只是不等他开口，躺在病床上足足半个月一动不动的刘老太爷突然睁开眼睛，猛地坐起，然后一口黑血喷了出来。随着这口黑血的吐出，刘老太爷的气色肉眼可见的变好了。看到这幕，自认为医术无敌的白如烟彻底傻眼了。什么情况啊？爷爷你怎么样了？刘俊渊连忙冲了过来，无比激动地问道。我好多了。刘老太爷开口。此刻的刘老太爷感慨万千，他还以为这次他完蛋了，要去见阎王了呢。白如烟也连忙上前查看，把完脉。白如烟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刘爷爷身上的毒真的全部解开了，一点余毒都没有留下。听到这句话，刘俊渊松了一口气。爷爷，是叶璇救了你。刘俊渊看向叶璇，谢谢你，神医。刘老太爷开口，还是有点虚弱。爷爷，为了救您，我偷偷把家里的镇族至宝当做医药费送给了叶璇。刘俊渊自责地说道。应该的。刘老太爷倒是看得很开，什么镇族至宝也不如他的性命重要，更何况这件镇族至宝他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用，放在他这里也是浪费。对了，爷爷，还有一件事情要问您，您这件镇族至宝是从哪里得到的？刘俊渊开口，他之前答应了叶璇，他要兑现承诺。叶璇的目光也立刻聚集在刘老太爷的身上。从哪里得到的？刘老太爷想了一下，便把事情和盘托出。大概是3年前，金陵的暗雨楼遗址开启，这件东西是我从里面的一间神秘密室中得到的。刘老太爷一想到当时的场景，就感慨万千。他能得到这件东西，纯属是意外以及运气。当时很多武灵境，甚至是武王境的强者出手争夺各种宝物，他是在一间没人注意的房间里的密室，意外得到这件东西的。爷爷，暗雨楼遗迹是什么？刘俊渊好奇地问道。暗雨楼是100年前江南第一大势力，有着数位武尊级强者坐镇，曾辉煌至极，威震江南。可不知道什么原因，100年前的一天，暗雨楼的所有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刘老太爷解释。金陵暗雨楼的遗址，叶璇把这个地方记住了。现在有本源石现身，那肯定不止1块。要知道本源石这种特别的宝物都是几块一起出现的，既然这个暗雨楼中有1块本源石，那很有可能还有第2块。当然了，这只是有可能，不过即便是有1%的可能，叶璇都不会放弃。尤其是看到夏青岩仙天道体逆天的领悟天赋后，叶璇对这种顶级体质更是渴望了。要知道，原始混沌体在修仙界也是顶级特质，曾经的混沌先帝就是靠着原始混沌体威镇仙界数万年的。现在的叶璇拥有上一世的准仙帝记忆，如果能再拥有后天的原始混沌体，那简直是如虎添翼。等高考结束，自己就去金陵的暗雨楼遗迹看一看。那个叶公子，请问你多大？就在这时，一道弱弱的声音传来。那个长腿美女白如烟有些崇拜地看着叶璇。刚才叶璇轻松就把她无可奈何、头疼至极的奇毒给治好了，这让白如烟内心惊叹不已。同时，白如烟也好奇，叶璇有如此惊人的医术，究竟多大？我18。叶璇随口回答。18。听到叶璇的话，白如烟整个人呆住了。此刻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你这么小吗？白如烟惊叹。听到这里，叶璇满头黑线。什么叫这么小？这明明叫天赋异禀，叫年轻好吗？18就有如此惊人的医术，你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大夏的下一任医圣啊！白如烟有些崇拜地看着叶璇，仿佛小迷妹一般。她估计，就连她师父年轻的时候都比不上叶璇的医术高明。而且叶璇不仅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还如此英俊潇洒，如此帅气，简直完美男神。注意到师姐看叶璇的目光，刘俊渊觉得有点异样。师姐不对劲啊！对了，叶璇，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刘俊渊扭头看向叶璇，好心提醒，我给你的那张百年珠果的地图，也是我意外得到的。它有可能不止1张，如果你要去寻找它，尽量早一点，而且还要注意一下，有可能会有别的竞争者出现。叶璇点头，他今天就打算出发，至于竞争者，那无所谓。事情搞定。就在叶璇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道如雷鸣般的大喝声从外面出来。叶璇，给我滚出来！这道大喝声带着恐怖的威势，席卷整个刘家。咔嚓咔嚓，刹那间，刘家的所有玻璃全部爆炸，碎裂一地。叶璇、刘俊渊、白如烟以及刘家的一众武者迅速来到刘家大院前。此刻，只见一个27、8岁的青年在一众武者的簇拥下站在那里。你们是谁？来我刘家做什么？刘老太爷询问。我们是金陵张家之人，今天也不是来你们刘家的，我们是为了叶璇来的。叶璇敢杀我们金陵张家之人，今日他要陪葬。对面的数位武者大喊。金陵张家知道了这些人的身份后，无论是刘老太爷还是刘家其他人，一个个面色凝重起来。金陵张家对他们来说，那可是庞然大物啊！叶璇竟然杀了金陵张家之人，叶璇危险了。识相的话，就把叶璇交出来，我们还可以饶你们刘家一命。
不然的话，张家之人威胁道：“叶璇是我们家的客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想让我们交出叶璇，绝无可能。”刘老太爷开口，他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更何况他孙女的身份也不简单。既然这样，那你们刘家就和叶璇一个下场，那就是死。终于，一直没有开口的那个青年说话了，他便是金陵张家的赘婿江凡。扩造，叶璇开口，叶璇向前打算出手了，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而且还想杀自己，叶璇怎么可能放过对方呢？我来。这时，刘俊渊突然站了出来：“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怎么能让你出手呢？”刘俊渊开口，对方还敢威胁他们家，刘俊渊打算出手教训对方，真当他们刘家无人吗？别人怕金陵张家，但他可不怕，只是不等刘俊渊出手，就被师姐白如烟拦住了。师妹，我来吧，他们那里有武灵境初期的强者。刘俊渊师姐长腿美女白如烟开口，师妹只是大宗师巅峰，现在还不是武灵境强者的对手。说罢，白如烟骤然出手，武灵境中期的实力全部展现出来。见此，江凡异常平静，你不是我的对手，现在非要出面逞强，既然这样，那我就送你下地狱去吧。江凡也出手了，江凡和白如烟对了10几招，的确有点实力，不过也就到此了。想保护叶璇，那你就去死吧。江凡冷笑一声，这一刻他玩够了，不再有任何的隐藏，全力进攻。面对江凡突然凌冽的攻击，白如烟瞬间就有些招架不住。白如烟抵挡了2下，终于败下阵来。可江凡却没有半点停手的意思，江凡再次向白如烟杀来，出手极为狠辣，准备一招弄死白如烟。白如烟连忙躲避，可惜他的实力比江凡差太多了，根本来不及。快躲呀，师姐！刘俊渊万分紧张的大喊。刘俊渊猛地向前冲去，想要去帮白如烟，可惜刘俊渊只是大宗师巅峰的实力，冲过去根本来不及。5米、3米、1米，眼看着江凡致命的攻击距离白如烟不足几10厘米，白如烟即将香消玉殒时，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白如烟的身前。叶璇出手了。面对濒死的局面，白如烟内心已经绝望了。此刻他真的后悔了，当初应该听师傅的，不应该把心思全部放在医术上面，而忽略了武道。可惜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就在白如烟已经准备好赴死时，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前面。白如烟内心震撼，他万万没想到，在最关键的时刻，叶璇挡在他面前。你快走，你不是他对手的。白如烟连忙开口。叶璇这样拥有成为医圣潜力的天才，如果就这样离世了，简直是他们大夏医术界的重大损失啊！在白如烟的潜意识里，叶璇这么年轻，医术还那么高超，肯定和他一样，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医术上面，武道实力绝对很一般，连他武灵境中期的修为都打不过这家伙，叶璇就更危险了。嘿嘿，看着突然出现的叶璇，江凡则是笑了，笑得异常高兴。他这次本来就是来杀叶璇的，现在叶璇主动上来送死，还省下他很多麻烦。去死吧，叶璇！江凡动用所有实力朝叶璇的心脏处打去，他打算一招杀死叶璇，轻松解决这件事情的。去死！你能靠近我吗？反倒是叶璇站在原地，淡然从容。听到叶璇这句话，江凡也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现在就差击10厘米就能打到叶璇的心脏上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无论怎么用力，就是无法前进半点。叶璇的身前仿佛有一道空气墙一般。死！江凡不甘，再次动用他压箱底的招数杀向叶璇。可无论他用什么招式，怎么动用全力，别说击中叶璇了，他甚至无法前进1毫米。就你还想杀我？叶璇开口。下一秒，只见叶璇隔空，看起来轻飘飘的一掌打出，砰！一道巨响传来。刚才还藐视现场所有人，实力强悍的江凡胸膛立马塌陷下去，江凡瞬间没有了呼吸，咕咚一声，江凡的尸体倒在地上。看到这幕，现场安静到了极点，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凡的尸体，目瞪口呆。他们没有出现幻觉吧？刚刚还轻松击败武灵境中期武者的江凡，就这么被叶璇隔空轻轻一击就给杀死了。卧槽！卧槽！卧槽！众人眼睛瞪得滚圆，有些不敢想象这是真的。可倒在地上没有一丝生机的江凡的尸体，却告诉他们，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江凡就这么死了，连叶璇的一招都接不下来。张家所有人惊惧万分，连滚带爬的向四处逃去。叶璇轻轻跺了跺脚，几个呼吸后，逃跑的张家的武者一个接一个的全部倒下，全都没有了呼吸。叶璇身后，刘家众人更是被吓傻了。而现场最为震惊的就是白如烟，此刻的白如烟整个人是懵掉的，脑海一片空白。他捂着嘴巴，看着前面叶璇身影。叶璇出手，一招就秒杀了那个轻易把他打败的江凡，救了自己一命。我的天啊！叶璇的武道实力也强到了这种离谱的地步吗？恐怖如斯。此刻看着叶璇，白如烟的眼睛都直了。师姐，你怎么样？刘俊渊上前询问白如烟。我没事，刚才多谢叶公子的救命之恩。白如烟说道。叶璇摆了摆手，本来这件事情和白如烟就没关系，那个江凡是金陵张家派来杀自己的，白如烟主动帮忙，叶璇自然不会看着他被那个江凡杀死。金陵张家是吧？叶璇眼神中闪过一丝寒芒。很好，后面他更要去金陵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就在这时，
临海的总督黄洪涛带人来了。尤其是当他看到了金陵张家众人全部死了后，黄洪涛更是震惊。堂堂金陵张家的人就这么完蛋了。身为临海的总督，金陵张家众人一踏入临海境内，他就知道了金陵张家这个庞然大物是他一个小地方的总督得罪不起的，因此并没有阻拦。可现在金陵张家之人全部死在了临海，他可就要担责任了。是谁？是谁杀了金陵张家众人？给我拿下！黄洪涛大吼，他害怕金陵张家的报复。黄总督，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你先走吧。白如烟站出来说道。什么时候一个小女子敢这么和他说话了？黄洪涛想发飙，白如烟却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令牌。这个令牌是他师父给他的。当黄洪涛看清楚这个令牌是什么后，黄洪涛脸色立马大变。是的，是的，黄某现在就走。黄洪涛谦卑地说道。说完，他连忙带人离开。不过离开前，他还把金陵张家众人的尸体也带走了。刘老太爷的病治好了，刚才刘俊渊也把本原石交给了自己，其他本原石的下落也得到了，事情全部搞定，叶璇就打算离开了。刘俊渊连连感谢叶璇，然后派司机把叶璇送回去。原地看着带着叶璇的车离开，白如烟美目连连。那个师姐，你不会喜欢上了叶璇吧？见此，刘俊渊上前小声说道。医术、武道全部超凡入圣，堪称全能，长得还这么帅，会有女子不喜欢他吗？白如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刘俊渊一个问题。是长得挺帅的。刘俊渊忍不住感慨。师姐，你已经有未婚妻了。刘俊渊继续说道。而且你知道叶璇的未婚妻是谁吗？谁？咱们大夏第一天骄夏青言。什么？他是夏青言的未婚夫？白如烟万分诧异。夏青言的威名响彻整个大夏武道界，万万没想到他的未婚夫竟然是叶璇。所以师姐你就别想叶璇了。刘俊渊开口。和夏青言竞争，难度如同登天吧。白如烟站在那里，脑海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半个多小时后，叶璇回到了家。见叶璇回来了，夏青言立马过来。今天他来找叶璇是有事情商量的。我得到消息，听说你们帝都叶家中的有些人最近打算对你的九鼎集团下手。夏青言对叶璇说道。对九鼎集团下手？叶璇眼睛一眯。是，九鼎集团市值几百亿，叔叔阿姨意外离世，对叶家的某些人来说，这就像是一块无主的蛋糕。夏青言开口。无主的蛋糕？叶璇冷笑一声。叶家的某些人是真的没把自己当回事啊。叔叔阿姨刚离世，这些人不好直接动手，而且去年你爷爷这一脉实力强悍，他们不敢妄动，但今年你们家这一脉实力日渐衰微，叶家某些人就忍不住了。夏青言开口。这种顶级大家族亲情的淡薄是出了名的，别说叶璇所在的叶家了，就算是他们夏家也是如此。目前帝都叶家的家主是叶晨的太爷爷，太爷爷有3个儿子，叶璇爷爷是老三，而这次打九鼎集团主意的人便是叶璇二爷爷那一脉。你最近小心一些。夏青言提醒。没事，就让他们来吧，看谁能把九鼎集团从我手中夺走。叶璇开口。等他得到那株百年珠果，借助着那里的天地灵气，修为再进一步后，无论叶家来的人是谁，是什么修为，叶璇抬手就可以镇压。九鼎集团是父母的心血，叶璇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破坏它。知道了叶璇要去寻找那株百年珠果，夏青言担心出现意外，想要跟叶璇一起去保护叶璇，但却被叶璇拒绝了。夏青言的压力也不小，叶璇让他在这里安心修炼，自己的安全没有任何问题。夏青言要争夺3个月后大夏武道会的前3，单凭他现在武王境初期的实力可不行，不说突破到武王境后期，最起码也要是武王境中期的实力才可以。见叶璇这么说，夏青言便没有坚持，提醒叶璇小心后，夏青言就离开了。叶璇则是和苏玉飞说了一下，拿上自己准备背包便出发了。根据刘俊渊给的地图上面的标记，这株百年珠果在一片元神森林的深处，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可能有浓郁的天地灵气，诞生出这种级别的珍贵药材。叶璇根据地图开始寻找，2天后，叶璇终于到达了距离目的地只有数公里的地方。一踏入这里，叶璇就已经感觉到了天地灵气的浓郁了，而那颗百年珠果那里绝对是这片地区天地灵气最为浓郁的地方了。这次修为提升稳了，想着叶璇加快了脚步。没一会儿，叶璇就闻到了阵阵药香的传来。几分钟后，叶璇在不远处的断崖下发现了一棵只有半人高，但树干却极为遒劲，好似盘龙一般的古树，这便是珍稀的珠果树。此刻在珠果树上有着2颗鸽子蛋般大小、鲜红如血的果实，这便是叶璇的目的——百年珠果。没想到竟然有2颗百年珠果，叶璇有些惊喜地说道：“意外收获呀！”叶璇上前观察了一下这2个珠果，其中1颗马上就要成熟了，而另1颗则是稍微差点，想要成熟可能还要过个半年左右吧。没有成熟的百年珠果，效果大打折扣。叶璇便在旁边坐下，等待着第1颗百年珠果成熟后再采摘。而且为了不影响百年珠果的成熟，叶璇也没有吸收天地灵气修炼。时间一点点过去，突然叶璇感觉到了异常，第1颗百年珠果传来的幽香越来越浓郁，似乎马上就要成熟了。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紧接着
只见一个瘦削男生在数个护卫的保护下来到了这里。少爷小心，有人在！发现了叶璇，护卫们立马把这个瘦削男生保护了起来。他们也是来寻找这颗百年珠果的。咦，这家伙有点眼熟，你是叶家的叶璇？想了一会儿后，这个瘦削男生惊呼，认出了叶璇的身份，秦星宇。叶璇也认出了对方，秦星宇，帝都秦家之人，是之前叶璇打算去帝都后狠狠教训一顿的那个喜欢多管闲事，想要让自己和夏青言取消婚约的秦云飞的亲弟弟。不想和你废话，这株百年珠果我要了，滚一边去！秦星宇霸道开口，别和我说什么先来后到，武道界实力为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其他的都不重要。动手，拿下这小子！秦星宇开口。听到少爷的命令，秦星宇的数位实力强悍的护卫骤然出手，杀向叶璇。这几个护卫出手相当狠辣，是抱着杀死叶璇的想法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股极为浓郁的药香直冲天穹。那株百年珠果成熟了，在百年珠果成熟的瞬间，一道银色影子从远处飞奔而来。如果仔细看去，会发现这道银色影子竟然是一头体格健美的银狼。这头银狼多年以来一直守在这株百年珠果的身边，就是等待它成熟。叶璇的到来让这头银狼感觉到了浓烈的危机感，于是就悄悄隐藏在周围，等待时间。现在叶璇被人围攻，百年珠果又恰好成熟，银狼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立马行动起来，直奔那颗成熟的百年珠果而去。秦星宇等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时间慌了神，唯有叶璇依旧泰然自若。他早就注意到了这头畜生藏在周围了，只是没有动手了。现在想要趁着自己对付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头银狼想得很美啊！叶璇一挥手，他身前的数个小石子瞬间仿佛利剑一般飞了出去，直接击穿了秦星宇这几个护卫的心脏。几个武灵境的护卫就这么全死了。在对付完这几个护卫后，叶璇瞬间隔空一掌朝那匹银狼打去。嗷！银狼惨叫一声，倒在了冲向百年珠果的路上。看到这一幕，秦星宇彻底傻了。什么情况？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一个呼吸之间，叶璇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几个护卫，甚至把刚刚那匹实力达到了武灵境巅峰，甚至距离武王境都不远的银狼给解决了。我的天，叶璇的实力这么强悍了吗？秦星宇被吓傻了。我错了，别杀我，别杀我！秦星宇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连忙跪在地上，无比卑微的恳求叶璇饶自己一命。你帮我给秦云飞带个话，让他提前请好医生，等我回帝都时准备好挨揍。叶璇开口，他本来就没打算杀秦星宇，杀了他谁给自己带话啊？好，我记住了，记住了。秦星宇紧张的点头。滚！听叶璇这么说，秦星宇屁滚尿流的跑了。叶璇则是来到了那株珠果树前，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玉盒，小心翼翼地把这颗成熟的百年珠果摘下来，放进了玉盒之中。可惜没有储物袋或是空间戒指之类的，来回还要背着包。叶璇吐槽了一句，把玉盒放进了包里。百年珠果到手，现在叶璇就可以进入正题了。叶璇重新盘坐起来，开始快速吸收这片地区浓郁的天地灵气。周围的天地灵气迅速涌进叶璇的身体。1个多小时后，叶璇猛地睁开眼睛，身上散发出更加恐怖的气势。叶璇正式踏入金丹修为，成为一名金丹初期的修仙者。叶璇感受了一下，哪怕自己吸收了不少，这里的天地灵气还是极为浓郁的，自己还有机会更进一步。就在叶璇打算再次吸收天地灵气，提升修为时，一直安静的封闭在叶璇丹田之中的通天塔突然发生异变，整个通天塔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下一秒，周围的天地灵气发疯一般冲向了藏在叶璇丹田之中的通天塔。什么情况？这一刻，连叶璇都不淡定了，脸上写满了诧异的表情。自从他上一世得到了至宝通天塔，就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想要探查出通天塔究竟有什么秘密。结果无论怎样，通天塔就仿佛一块石头一般，没有任何反应。如果不是上一世，那么多仙帝级强者为了他陷入疯狂，叶璇都怀疑自己的通天塔是假的。上一世自己费尽心思都没有把通天塔怎么样，没想到这一世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通天塔自己却发生了异变。几分钟的时间，这片地区原本浓郁的天地灵气就被通天塔给吸收了干净。叶璇虽然很诧异，但并没有觉得可惜。虽然自己的修为暂时没办法提升了，但和通天塔的异变相比，这压根不算什么。吸收了这里的天地灵气似乎不够，通天塔又开始疯狂地把叶璇身上的灵气吸收了进去。叶璇连忙阻拦，可惜压根来不及。没一会儿的功夫，叶璇全身的灵力也被通天塔吸收的差不多了。直到此刻，通天达这才平静下来。叶璇没有立马查看通天塔的异变，而是先闭眼恢复自身灵气，以免意外的发生。半个小时后，叶璇恢复了一些。叶璇带着浓浓的好奇，开始用精神力探查通天塔。然而，叶璇的精神力刚刚接触到了通天塔，下一秒就被通天塔给吸收了进去。瞬间，叶璇感觉到了一阵天旋地转。当他缓过来时，叶璇发现自己的精神力正处在一块只有2-3平米的特殊空间之中，空间周围则是一片的混沌虚无。这里是通天塔内部。瞬间，叶璇就反应了过来，自己这一世误打误撞，竟然开启了通天塔，精神力还进入其中了。我去！叶璇尝试了一下，精神力轻松从通天塔内部出来，
很快，叶璇就确定了这片小空间是通天塔第一层的某一处。更重要的是，叶璇发现了通天塔内部和外面的不同。通天塔内部的时间流速是外面的10倍，也就是说，外面过了1天，通天塔内已经过去10天了。现在通天塔刚刚开启，自己的精神力就可以进入其中。如果通天塔开启的更大一些，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也能进入其中呢？如果真能进去，按照通天塔这第一层的时间流速，叶璇的修炼速度将会是别人的10倍。这还是通天塔的第一层，那如果是第2层或是第3层，岂不是100倍、1000倍？越想越恐怖。通天塔可是足足有9层啊！别说100倍、1000倍了，哪怕是10倍的修炼速度也厉害至极。想到这里，就连叶璇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如果真是他判断的这样的话，这应该是自己这一世重生后最恐怖、最大的收获了。有了这项恐怖的底牌，哪怕面对夏青岩的先天道体，叶璇都不羡慕了。有了通天塔，自己重返上一世的巅峰将会更加快速。而且不仅是修炼速度，按照这里面的时间流速，种植药材什么的也非常合适。别的不说，就说这棵朱果树吧。第1颗百年朱果，叶璇采摘了，现在树上还有第2颗百年朱果。按照叶璇的判断，他估计还要个半年，也就是180天左右才能成熟。可如果能把朱果树放进这里，这第2枚百年朱果只需要18天就能成熟了，足足缩短了162天。想到这里，叶璇微笑着看向那棵朱果树。这棵朱果树可是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是绝对的宝贝。更重要的是，朱果树还有第2颗还没有成熟的百年朱果。百年朱果提前采摘会影响其药效，可如果把它继续放在这里，谁知道这半年期间会不会被别人摘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第2颗百年朱果连树带果一锅端全部带走。面对这样的好东西，叶璇怎么可能留给别人呢？对了，还有朱果树下面的土壤也算好东西，适合种植其他的珍贵药材。想到这里，叶璇精神力扫过这株朱果树，紧接着这棵朱果树以及朱果树周围的一片土壤全部消失，很快就出现在了叶璇的通天塔之内。从现在起，第2颗百年朱果和朱果树也属于叶璇了。而且自己的判断是真的，既然药材能进入通天塔，那自己的身体也绝对有进入通天塔的可能。只不过现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把通天塔的第1重开启，所以才进不去。现在通天塔1层自己只开启了2-3平米的地方，按照理论来讲，通天塔的第1层面积绝对小不了，自己开得起的地方估计连1%都不到，说不定这些没开启的地方还有其他的秘密。现在自己只能暂时把通天塔当成一个储物空间，或是培养药材的特殊空间了。叶璇稍稍平复了一下内心激动的心情，思考起来。叶璇判断应该是自己这一世重生开启了通天塔，但因为这个世界天地灵气稀薄，所以通天塔一直没有反应。直到刚才，通天塔吸收了这里的天地灵气，这才开启了第1层的一小部分空间。如果能有更多的天地灵气，说不定通天塔第1层的空间能开启更多。叶璇瞬间有了目标，自己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寻找其他的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来开辟通天塔内部更多的空间。凭借上一世的经验，叶璇修仙前期修为提升很轻松，可一旦过了元婴修为，修为提升就没有现在这么轻易了。可现在自己发现了通天塔的秘密，如果自己能顺利进入通天塔之中，那元婴境修为之后的境界，叶璇突破起来也会非常容易。越想，叶璇越是激动。这次来找这枚百年朱果的决定可太正确了。就在叶璇计划时，意外发生了。只见远处那匹银狼的尸体好像动了一下，似乎是诈尸了。别装了，我知道你没死。叶璇开口，你再不起来，那我就要让你永远睡下去了。听到叶璇的这句话，那匹银狼嗖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然后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用脑袋蹭着叶璇，一副谄媚的模样，像极了讨好主人的二哈。看到这幕，叶璇哭笑不得，你这家伙还挺聪明的。刚才叶璇对这匹银狼出手，并没有动用全力，而且这匹银狼的智慧也很高，就趁机躺在地面上装死。刚刚被自己拆穿了之后，就主动过来讨好自己。蹭了几下叶璇后，银狼稍稍退后几步，看了看前方，又看了看叶璇。你的意思是让我跟着你走？叶璇开口。银狼点头，然后朝前走去。这家伙要带自己去哪里？出于好奇，叶璇起身跟了上去。1个多小时后，在这匹银狼的带领下，叶璇来到了另一片天地灵气稍微浓郁一些地方。来到这里后，银狼就停下了，他似乎看出来叶璇对天地灵气的喜爱。这里的天地灵气虽然远比不上刚才生长百年朱果的地方，但也算是不错了。想着，叶璇开始调动通天塔吸收这里的天地灵气。叶璇要试验一下刚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下一秒，通天塔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又开始疯狂地吸收这里的天地灵气。一段时间后，这里的天地灵气被吸收完，叶璇惊喜地发现，通天塔里面的空间又增加了半平方米左右。这从侧面验证了刚才叶璇的猜测，天地灵气果然能帮助开启通天塔更多的空间。嗷！银狼叫了一声，继续在前面带路。经过1天的时间，在银狼的带领下，叶璇把这片原始丛林中好几处天地灵气稍微浓郁一些的地方的灵气全部吸收了。至此，通天塔的内部空间扩大到了4-5平方米左右，而且
更加令叶璇惊喜的是，在通天塔开启的这4-5平米与未开启的混沌虚无的交界处，出现了一座古老石碑底座的一角。这说明通天塔内部除了空间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只可惜因为开启的空间不够大，这座古老石碑只露出了底座的一角。至于石碑上刻的是什么，则是还处在混沌虚无之中，根本看不清楚。这座石碑上绝对有重要的东西，想看清楚，需要天地灵气更加浓郁的地方。可惜了，只能等下次来。叶璇有点惋惜地说道。嗷嗷！银狼在叶璇身边蹭了蹭叶璇的大腿。叶璇摸了摸银狼毛茸茸的大脑袋，明白了对方为什么对自己如此谄媚，为什么帮自己找了好几处天地灵气还算可以的地方。你是想跟着我吧？叶璇开口。听叶璇这么说，银狼猛地点头，他显然看出叶璇的不凡，想跟着叶璇。可以。叶璇点头，正好他家里缺少一个看家护院的狗子，这头银狼勉强够了。你现在是武灵境巅峰的实力，跟着我，将来成为什么武王、武尊都是小问题。叶璇开口。听到叶璇画的大饼，银狼瞬间激动地嗷叫起来。走吧，叶璇准备回临海了。这次他出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100年珠果到手，自己的修为也更进一步，提升到了金丹境初期，还有第2颗100年珠果，甚至珠果树以及那一片土壤全部拿下。以后自己如果在通天塔内种植其他药材，方便多了。这里面的时间可是外面的10倍啊！更重要的收获是，自己成功开启了通天塔的内部空间，还知道了扩大通天塔内部空间的办法等等，可谓是收获颇丰。对了，还收获了这匹武灵境巅峰的银狼，真不错。自己出来3天了，该回去了。时间一点点过去，1天后，临海九鼎集团，苏玉飞正在办公室中担心着叶璇的安危。他这几天给叶璇打了好几个电话，结果都是不在服务区内，原始森林中并没有信号。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进。下一秒，秘书匆忙跑了进来。苏经理，不好了，外面有几个自称是什么帝都叶家的人来，说要替叶家接手咱们集团。秘书慌忙地说道。帝都叶家，他们真的来了？苏玉飞瞬间警惕起来。小璇离开的时候曾特意和自己说过帝都叶家的人要来搞事情，没想到真的来了。就在苏玉飞准备应对时，一个中年男子在几个随从的簇拥下强势走了进来。自我介绍一下，帝都叶家叶志文。中年男子介绍，他是叶璇二爷爷那一系的重要成员。我不想废话，把叶氏集团的所有行政章都交给我吧，我来接手九鼎集团。一上来，叶志文就霸道的命令，交给你，公司事业总和苏总辛苦创立的，凭什么交给你？苏玉飞据理力争，凭什么？就凭我是奉了帝都叶家的命令来的，就凭这家公司的老板姓叶。叶志文冷漠回答。叶总和苏总去世了，这座公司应该属于叶璇，你们叶家不能强行夺走。苏玉飞同样态度坚决的开口，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公司抢走，公司只能是小璇的。什么叫强行夺走？这座公司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叶家的，你们老板只有管理权，没有拥有权，现在是我们叶家把它收回去的时候了。叶志文说完，他的几个随从冲了过来，他们几个都是大宗师境界，其中一个甚至还是武灵境强者。别逼我们动手！其中那个武灵境武者威胁，他身上可怕的气势瞬间散发出来，把苏玉飞和那个秘书压得喘不过气来。说着，这个武灵境武者上前准备强行把苏玉飞办公桌上的行政章给全部拿走。苏玉飞伸手想要阻拦，可惜他只是内境武者的实力和对方有天壤之别，手甚至都伸不出来。瞬间，苏玉飞这边处在了绝对的弱势。苏玉飞看着对方即将拿走行政章，内心焦急到了极点，眼看着对方就要碰到九鼎集团的行政章了。一道冷酷的声音传来，我看谁敢动。紧接着，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叶璇缓缓走了进来。小璇，你来了，他们是帝都叶家的人，想夺走九鼎集团。苏玉飞连忙开口。那个武灵境武者瞥了叶璇一眼后，就想转身继续把九鼎公司的行政章给拿走，压根没有把叶璇这个学生放在眼里。只是让这个武灵境武者诧异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动不了了。不只是他，还有叶志文带来的那几个大宗师境界的武者也全都动不了了。下一秒，一股恐怖的压力仿佛泰山一般，狠狠向他们压来。砰砰！在这股可怕的压力之下，叶志文带来的所有随从因为受不了，纷纷被压倒在地。这些人不是喜欢以境界压人吗？那好，叶璇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叶璇压力的不断增加下，这几个人嘴角流出了鲜血，脸色也越来越差，似乎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可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叶璇，叶志文眼睛一眯，诧异地看向叶璇。大夏第一天交下青年的未婚夫，叶璇虽然不在帝都很久了，可在帝都的名声依旧大得很，算是另类的风云人物。叶璇，你来得正好，我代表帝都叶家要接手九鼎集团。叶志文宣布。接手九鼎集团？你算什么东西？叶璇毫不客气地回答。放肆！你竟然敢对我这么说话？我可是帝都叶家派人的代表。叶志文勃然大怒。你是帝都叶家的代表？你代表了谁？你是太爷爷派来的吗？叶璇反问。叶志文哑口无言，他自然不可能是家主派来的。你是叶天雄派来的吧？叶璇问道。叶天雄便是叶璇二爷爷的名字。是，叶志文自傲地承认。叶天雄算什么？
还想管我？叶璇霸道回应，压根不把这个什么叶家二爷放在眼里。好，既然这样，那我这个半步武王境的强者呢，管得了你吗？刹那间，叶志文半步武王的实力猛地展示了出来。他想凭借自己强大的修为吓住叶璇，只是让叶志文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知道了他堂堂半步武王境的修为后，叶璇不仅没有丝毫害怕，反而笑了。半步武王很厉害吗？连我家狗都是半步武王。叶璇淡淡说道。叶志文瞬间暴怒，他还以为叶璇在嘲讽他。半步武王境的武者，别说在小小的临海，就算在金陵，甚至在帝都，都算是强大的武者了。结果这小子却说自己的狗都是半步武王，他真敢吹啊！小白进来！叶璇喊了一声。紧接着，在叶志文惊愕的目光中，一匹半步武王境界的银狼走了进来。走进来后，银狼亲昵地来到叶璇身边，用脑袋蹭着叶璇的大腿，谄媚至极。看到这幕，叶志文直接被惊掉了下巴。这匹半步武王境界的银狼，实力似乎比自己还强不少，怎么现在在叶璇面前却仿佛宠物一般呢？乖！叶璇摸了摸银狼的大脑袋。回来的路上，叶璇随时指点了一下银狼，银狼的修为也从武灵境巅峰更进了一步，成为了半步武王级别的存在。现在，你还觉得半步武王还厉害吗？叶璇开口。被叶璇这么一问，叶志文脸色瞬间红涨起来，尴尬至极。自己引以为豪的半步武王境实力，在人家这里居然这么可笑。人家的一个宠物都是半步武王境的。叶璇给了银狼一个眼神，嗷！银狼嗷叫一声，然后立马朝叶志文冲去。叶志文快速抵挡，可惜他的实力不是银狼的对手。没一会儿，叶志文就被银狼打得伤痕累累，抱头鼠窜，半条命都没了。此刻的叶志文仿佛丧家之犬一般，再也没有了刚才的霸道。见此，叶璇才让银狼停下。滚吧，滚回叶家后，告诉叶家的那些人，如果还有人想打九鼎集团的主意，就先把棺材准备好。叶璇冷漠开口。叶志文连忙点头，不敢对叶璇再有一丝一毫的忤逆。最终，叶志文带着几个随从，仿佛灰溜溜的逃走了。小璇，对不起，玉妃姐帮不上你了。看着叶志文等人离开，苏玉妃无比自责地说道：“以他那劲武者的实力，别说帮小璇了，不给小璇拖后腿就不错了。”玉妃姐，你说什么呢？叶璇开口。1年前，自己还没有觉醒上一世记忆时，在最关键的时候，玉妃姐替自己挡住了致命一击，叶璇永远不会忘记。玉妃姐，那株百年珠果我已经拿到了，我再派人把其他药材买了，炼制出月华液，你就可以修炼藏月古经了。等玉妃姐修炼有成，我说不定还要让玉妃姐保护呢。叶璇开口安慰苏玉妃。听到这里，苏玉妃忍不住笑了。小璇真会说话。玉妃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得到一个小宠物，我给它起了个名叫小白，以后就放在家里看家护院了。叶璇给苏玉妃介绍这匹银狼，以后我不在，你就听玉妃姐的，她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明白吗？叶璇又对银狼说道。嗷！银狼叫了一声，然后来到苏玉妃面前，不停蹭着她那雪白如玉般纤细的双腿，比对叶璇时还亲密，而且银狼似乎还无比享受。银狼各种讨好的模样，把苏玉妃逗得格外开心，一时间波涛汹涌，无比壮观。见此，叶璇一脸黑线，把他揪了过来。如果不是知道这匹银狼是母的，叶璇都怀疑它是一头真正的色狼。被一匹半步武王境实力的银狼这么讨好，苏玉妃一时间都有些恍惚。小璇真的不一样了。对了，玉妃姐，这几天我不在，除了刚才那几个不长眼的叶家人，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叶璇问道。苏玉妃一愣，连忙说道：“还真有一件事。”说着，苏玉妃低下头，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了一个类似请柬的东西。这是什么？叶璇好奇地看了过去，只见这张类似请柬的东西的封面上写了2个大字：战书。叶璇眉头一挑，这段时间因为小璇你一招杀了武道宗师境界的皇家家主，现在临海都传你是临海武道界第一人。苏玉妃解释，前天临海大家族宋家的宋光耀回来了，并且还是以武灵境的实力强势回来，短短1天的时间就收服了临海好几个大势力了。宋光耀似乎对临海武道界第一人的身份很看重，就派人送来了这个战书。听苏玉妃说完，叶璇甚至没有看这封战书的兴趣了。现在的小朋友真无聊啊！叶璇无奈地开口，他还有不少重要事情要去办呢，现在哪有时间去陪这个宋光耀玩？见叶璇对这个战书没什么兴趣，苏玉妃就把他丢在一边，说起了另一件事。还有，这2天咱们临海的武道交易会开始了。武道交易会是武者之间为了方便交易各种珍贵药材、宝物或是丹药等宝物专门组织的，每年就只有1次。咦，武道交易会，这个可以。叶璇开口，帮玉妃姐炼制月华液需要的主要百年珠果已经到手了，但炼制月华液还需要其他一些稍微珍贵一点的药材，这些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既然临海出现了这个什么武道交易会，到时候自己需要的药材肯定会有，他可以去逛一逛，一口气把剩余所需要的药材全部买来。如果快一点，今天就可以帮玉妃姐炼制月华液了。10几分钟后，叶璇和苏玉妃直奔临海武道交易会举办的地点而去。当叶璇和苏玉妃来到武道交易会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叶璇的大名的确传遍整个临海了，但认识叶璇的人可不多，毕竟叶璇之前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而已，没人关注。
叶璇正好和苏玉飞从容地逛着，没一会儿的功夫，剩余所需要的药材，叶璇已经买到手一半了。在临海武道交易会的另一边，宋家的宋光耀在很多人的簇拥下也来了。这些簇拥在宋光耀周围的人，都是一些临海中大型势力的掌门人。平时他们在临海那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可现在在宋光耀面前，他们却仿佛狗腿子一般，不停地跪舔。宋少真是年轻有为，今年才25岁，就已经是武灵境的强者了，佩服佩服啊！宋少在金陵修炼这几年，真是突飞猛进啊！那是自然，金陵是什么地方？那是咱们临海能比的吗？现在宋少以武灵境强者的修为归来，绝对是咱们临海武道界的第一人。一提到临海武道第一人这几个字，宋光耀的脸色瞬间阴沉下去了。之前在宋家时，他是最普通、最不受关注的那个。几年前，他前往了金陵，因为一些机遇，最终成为了堂堂的武灵境强者。这次他强者归来，衣锦还乡，为的就是在临海出尽风头，成为临海最强者。只可惜现在偏偏出现了一个什么叫叶璇的，先他一步把临海武道第一人的位置给抢了。他下了战书，叶璇还迟迟没有回应，得不到临海武道界第一人的称呼，宋光耀真的很不舒服。叶璇不配和宋哥哥相比。不远处，之前叶璇班里的班花孙梦柔看着宋光耀一副花痴的模样，上次在皇家亲眼看到了叶璇杀死武道宗师境界的皇家家主，这让孙梦柔十分震撼。尤其是想到当初在操场上看着叶璇被其他女生讨好，他讽刺叶璇成不了武者，注定会是一个废物的事情，这让孙梦柔更加尴尬。孙梦柔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眼光出问题了，于是他一直期盼着能出现一个可以把叶璇打倒的强者。宋光耀的归来成了孙梦柔的希望，他就不信了，堂堂武灵境的宋光耀哥哥还打不过叶璇那个昏迷了整1年的家伙。宋少下了战书，叶璇不敢迎战，谁才是咱们临海第一人？有目共睹。有道理，临海第一人应该是咱们宋少的，那个叶璇还不够资格和我们宋少相比。见宋光耀脸色变了，周围的人连忙吹捧宋光耀，叶璇那个不敢接战书的胆小鬼。宋光耀吐槽，叶璇不和一战，他就迟迟拿不到临海武道第一人的称号，可恶啊！就在宋光耀郁闷时，突然注意到远处有一个帅得离谱的身影，宋光耀瞬间瞪大眼睛，叶璇，那是叶璇！宋光耀立马激动起来，机会来了！宋光耀猛地一跃，跳上了不远处的比武台。叶璇可敢登台一战？站在台上，宋光耀对着叶璇的方向大吼一声，他就不信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叶璇会拒绝自己。今天就是自己打败叶璇，拿到临海武道第一人的时候。叶璇听到宋光耀的话，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齐齐看了过来，这就是叶璇吗？咱们临海武道界第一人，我的天，叶璇也太帅了吧！我承认他是临海武道界第一人，他不是也得是，太帅了！宋光耀腰战叶璇了，宋光耀可是武灵境的强者，叶璇会是他的对手吗？众人议论纷纷，现场不少人纷纷猜测，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战要开始了。他就是宋光耀。叶璇身边，苏玉飞小声提醒，叶璇并不想搭理这家伙，他还差2个药材没买呢。叶璇怂了。孙梦柔见叶璇没有迎战，还以为叶璇怂了，顿时激动不已。叶璇也就是会欺软怕硬，只会欺负皇家老爷子这样老年人了。见叶璇还没有回答，宋光耀的语气再次加重了几分。叶璇可敢一战？宋光耀的这一声，周围数公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滚！被宋光耀这么纠缠，叶璇扭头冰冷地回应了一句。下一秒，恐怖的音浪向宋光耀袭去，宋光耀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连忙阻挡，可惜已经晚了。这股音浪摧枯拉朽般拍打在了宋光耀的身上，下一秒，宋光耀直接倒飞出了比武台，砸落到地上，昏迷了过去。甚至没有开始，已经结束了。看到这幕，现场所有人一时间都忘记了呼吸，全都被吓傻了。开什么玩笑？宋光耀就这么败了？他们想象中的激烈大战压根没有发生。叶璇甚至都没有登上比武台，甚至都没有出手，只是说了一句话，不是一个字，直接把宋光耀打落出了比武台。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吊打呀！不愧是他们临海的武道第一人。不远处，看到这里，孙梦柔更是仿佛被雷劈了一般，僵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此刻的孙梦柔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无地自容到了极点。叶少威武，叶少威武，叶少威武！现场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传来，所有武者对叶璇崇拜至极。很快，剩余的2种药材也买到手里，叶璇和苏玉飞离开，回到了别墅。回到别墅后，叶璇迫不及待的要做正事了。叶璇要为苏玉飞炼制月华液了。叶璇把刚才从交易会上买来的数种珍贵一点的药材全部拿到了偌大的客厅中，分别摆在了一旁。紧接着，叶璇取出玉盒，拿出了那枚百年珠果。百年珠果一出现，一股幽香瞬间席卷整个别墅。旁边闻到这股幽香，苏玉飞精神一振，不愧是如此珍贵的药材啊！准备的差不多了，炼制正式开始。叶璇一挥手，刚买的一株药材就缓缓飘了起来。啪嗒，叶璇打了一个响指，紧接着一道苍白色的火焰跃然出现在叶璇的指尖。哇！旁边苏玉飞捂着嘴巴，被叶璇的手段给惊到了。小璇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了。叶璇一弹，
苍白色的火焰冲到了那株飘在半空中的药材上，并且把这株药材全部包裹住了。下一秒，在这股火焰的炙烤下，这株药材慢慢融化，变成了液体。又过去一会儿，液体中的一些杂质慢慢蒸发，只剩下了这一株药材的精华部分。叶璇紧接着又用精神力隔空取出了另一株药材，开始提取这株药材的精华部分。可惜没有炼药鼎，叶璇心中想到，没有炼药鼎，他只能暂时用精神分别控制药材。也幸亏叶璇修为提升到了金丹境初期，不然的话，需要一口气控制这么多珍贵药材的炼制，精神力都不一定够。炼制药材可是一种极其消耗心神的体力活，下次有机会要搞一尊炼药鼎了。叶璇心中计划着，一株又一株的药材被叶璇炼制成了精华液体。叶璇一丝不苟地操作着，看着认真的叶璇，苏玉飞内心都忍不住感慨：认真的男人果然帅。原本小璇就已经很帅了，现在简直是帅得过分。前期步骤全部完成，叶璇开始把这几种药材全部炼制在一起。因为太过消耗心神，叶璇的额头都不由浮现一丝细微的汗珠。苏玉飞注意到这幕，小心翼翼地过去，贴心地帮叶璇擦了擦。1个多小时过去，月华液终于炼制成功。叶璇把炼制好的月华液装到了一个小玉瓶中，交给苏玉飞：“是要把它喝了吗？”苏玉飞好奇地问道。不，那倒不用。叶璇连忙纠正：“玉飞姐，你把浴缸里放满水，然后把这瓶月华液倒进去1/3，然后你进去泡澡。月华液会帮你洗精伐髓，提升身体素质，更加适合修炼藏月古经。分别洗3次后，你就可以修炼我给你的藏月古经了。”为了帮自己修炼这个藏月古经，小璇这么辛苦，苏玉飞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谢谢你。苏玉飞给了叶璇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准备上楼去泡澡了。对了，小璇，你一连出去4天，现在距离高考只剩下最后5天了，你要抓紧时间学习，把课程补回来了。我们比一比，这几天是你先把缺的1年的课程补回来，还是我先顺利修炼上藏月古经？苏玉飞提醒叶璇。好。叶璇点头，还有足足5天呢，不着急。说罢，苏玉飞就上楼了。叶璇则是来到院子中，给银狼安排了一个房间。这是我家，以后我家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不能让任何图谋不轨的人进来，懂吗？叶璇给他布置任务。银狼点头，他的智慧很高，听得懂叶璇的话。这头银狼的潜力还是很高的，就是有点母色狼的潜质，这点不好。搞定完这一切，叶璇也上楼了。帝都秦家，秦星宇逃了回来。回来后的一件事情，秦星宇就找到了哥哥秦云飞，把叶璇让他带的话告诉了秦云飞，让我先找好医生，准备好挨揍。听到这句话，秦云飞气炸了，一个小小的叶璇竟然敢威胁堂堂武王境巅峰的自己了，谁给他的担子？几年前叶璇还在帝都时，只不过刚成武者，连内境都不是，而那时自己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大宗师了。他压根没有叶璇放在眼里，更是对外放言说让叶璇成为夏青年的未婚夫，那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毁了夏青年的未来。没想到这才过去几年，叶璇竟然自信到威胁他了。叶璇以为自己是谁啊？什么普信男？除了长得帅一点，叶璇哪一点比得过他？以为赢了几个小小的武灵境的武者就无法无天，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叶璇就是一个井底之蛙，可笑啊！秦云飞冷哼一声：“哥，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他可是杀了我们好多个护卫呢。”秦星宇建议：“不用，对付区区叶璇怎么能惊动父亲呢？”秦云飞直接拒绝。后面我们要怎么教训这个狂妄的叶璇？让我好好想一下。秦云飞开始计划起来。另一边，临海，身为帝都大学学生的夏青言意外从帝都大学接到了一个重要消息，一个对叶璇来说相当重要的消息，而且还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确定了这个消息的真假后，夏青言第一时间朝叶璇家赶去。刚来到叶璇家，夏青言就把好消息告诉了叶璇。叶璇，我得到消息，今年帝都大学要开设武道学院，到时候除了我们这些本来在就帝都大学的武道高手有机会进入其中外，他们还会对20岁以下的武者举行武道高考，一旦被帝都大学选中，就可以立刻进入帝都大学，甚至不用等过去高3暑假。组织武道学院，叶璇眉头一挑，对，似乎要发生什么大事情。帝都大学和帝都大学背后的那些人才临时组织的这个武道学院，到时候他们会拿出各种顶级的修炼资源，包括珍贵药材、顶级兵器、功法以及修炼场和等等，用来培养武道学院的学生。夏青言向叶璇解释，他也是刚刚听说的，有点意思啊。叶璇听到修炼资源这4个字，顿时来了兴趣。既然帝都大学会提供修炼资源和场合，那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肯定少不了。这对叶璇来说，那可太好了，那简直是天然的宝库，而且叶璇还不用费什么力气和心思就能得到，十分轻松。这个帝都大学的武道学院，自己哪有不去的道理啊？最重要的，只要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能通过，就算普通的高考分数不够，也能进去帝都大学。这么一来，你就有2次进入帝都大学的机会了，哪怕高考失利也没关系。夏青言开口，这才是他最看重的原因。叔叔阿姨曾经特意叮嘱他，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叶璇进入帝都大学。普通高考失利，这倒不用担心。叶璇开口，修仙者过目不忘的能力是武者无法想象的，别说武王了，哪怕是武尊都没有这个能力。
帝都大学在全国好几个地方都设立了武道高考点，临海地区被划分到了精灵的考点。夏青年继续向叶璇介绍，高考是6月7号，帝都大学组织的武道高考是6月13日，到时候你正常高考结束，休息一下就可以去精灵参加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普通高考和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都参与一下，2个总能考中一个吧。夏青年开口，江北省算是高考大省，竞争相当激烈，想进入帝都大学估计要690分以上，难度还是很大的。毕竟叶璇昏迷了整整1年，现在的时间太短了，想要靠普通高考进入帝都大学压力会很大。现在好了，有了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叶璇进入帝都大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690分吗？叶璇开口，语气平静，不算高，连700分都不到。普通高考考进帝都大学对他来说挺简单的。叶璇，无论是普通高考还是武道高考，你一个都不能放弃，都要去参加，答应我，省得出现意外。夏青言补充，我答应你。叶璇点头，他也是为了自己好。夏青言只知道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时间和地点，具体考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还有叶璇，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临海回帝都了。最后夏青言有一丝丝不舍的开口，家族催得紧，而且帝都大学突然搞出了这个武道学院，他要回去看一看。这么快就走了？叶璇有些诧异，在临海还好，可如果去了帝都，夏青言武王境初期的实力就不够看了，真的会有危险。先天道体这种顶尖体质，前期真的很容易夭折的。上一世叶璇不知道见过多少顶级天才早期夭折，当然了，那些天才自然比不上先天道体，不过夏青言还是很有危险的。身为自己的未婚妻，那些暗中对父母以及对自己下毒手的大势力，谁知道会不会对夏青言也下手呢？对了，你刚才说参加武道高考能提前进入帝都大学对吧？突然想到了什么，叶璇问道。对，这次帝都大学搞得很紧，只要通过武道高考就会立马被帝都大学录取，6月20号就可以直接进入帝都大学学习。6月20号，好，我们6月20号在帝都见。叶璇点头，为了提前进入帝都大学保护夏青言，这个武道高考的第一，叶璇也要了。我相信你。夏青言点头，回到帝都后，我会第一时间去调查那个血骷髅的消息，以及叔叔阿姨被杀的幕后黑手。夏青言开口，去了帝都后，我也会调查的。叶璇眼神中闪过寒芒，那些人藏得真深啊，目前自己只探查出了对方在帝都以及那个血骷髅这2个消息。和叶璇聊了一会儿后，夏青言便打算离开了。叶璇送夏青言出别墅，在别墅前，夏青言向前一步，在叶璇耳边用只有他和叶璇2个能听见的声音，温柔中带着一丝丝诱惑的说道，别忘了我们之前在你校门口的约定哦，我还等着你成为武皇，我在帝都等你哦。说罢，夏青言转身坐上了车离开了。看着夏青言离去的身影，叶璇小声说道，6月20号帝都见。傍晚，夏青言就和妹妹夏萱儿离开了临海，返回帝都了。另一边，临海中学校花赵初晴来到叶璇所在的班级，当她发现叶璇还不在后，感到浓浓的不解。这时她无意间发现叶璇他们的班主任，于是特意过去礼貌地问道，李老师，请问叶璇去哪里了？他好几天都没来学校了。听到赵初晴的问题，周围不少人看了过来，他们也很好奇。哦，叶璇啊，他请假了，这几天都不会来了。李老师遗憾地回答。什么？叶璇请假了？知道这个消息后，赵初晴和其他人无比诧异。还有几天就高考了，现在请假，8成是自暴自弃，知道自己高考考不了好成绩，所以不来了。就在这时，一道嘲讽的声音传来。现在的高3第一郑飞宇说道，上高1、高2时，第一被叶璇霸占，他一直屈居叶璇之下，被叶璇压制，直到高3叶璇生病了，他才成为了年级第一。现在的他已经不把叶璇看在眼中了，他几次的模拟分数都在670-8左右，甚至有机会考上帝都大学。而叶璇，呵呵了，他现在考，估计连300分都不一定能考上。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叶璇已经不够资格当他的对手了。8成是这样的，可惜啊，曾经的年级第一，现在已经不敢面对高考了。不仅郑飞宇这么想，其他学生，甚至连叶璇的班主任李老师也是这个猜测。还有几天就高考了，现在还请假，不就是代表着认输放弃吗？我不相信叶璇会放弃，他一定可以的。赵初晴站出来，相信叶璇。呵呵，那咱们就走着瞧，拭目以待吧。郑飞宇冷笑一声，自信满满的离开。他还要去考帝都大学呢，没时间和赵初晴在这里讨论叶璇不敢面对高考的胆小鬼。走着瞧就走着瞧，赵初晴依旧相信叶璇。究竟是谁对了？5天后的高考自然会见分晓。另一边，苏玉飞经过了第一次的洗精法水，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刻的苏玉飞的皮肤更加白皙如玉，整个人散发着一丝丝月华般的圣洁气质。更重要的是，只是第一次使用叶璇给他配置的月华液，苏玉飞的修为就更进一步，成为武道宗师了。如果把月华液彻底用完，别说成为大宗师，就算达到武灵境都不是没可能。毕竟百年珠果的功效可是很强的。修为提升后，苏玉飞整个人又恢复了自信。苏玉飞亲自下厨，特意为叶璇做了一大桌的丰盛晚宴。这几天在外面，
叶璇吃的可很一般。面对玉妃姐亲自做的丰盛饭菜，叶璇正准备大快朵颐，就在这时，意外发生，砰！叶璇家的玻璃突然破碎，紧接着一枚特制的子弹飞速向苏玉妃的太阳穴冲来。这枚子弹和普通的子弹不一样，是特制的，别说对付苏玉妃这个武道宗师，就算是武林劲武者，不经意之下都会被击杀。苏玉妃此刻拿着筷子，正准备吃饭，压根没有反应过来，她死定了。远处藏在一棵树上的武林境后期的狙击手小声说道：“他这枚子弹威力很强，武林境之下必死无疑，就算武林劲武者碰到，不死半条命也没了。”就在这个狙击手打算撤离的时候，远处一个让他惊愕万分的场景出现。只见在那颗子弹即将碰到苏玉妃时，叶璇出手了。叶璇将手中的筷子猛地一弹，这根筷子直接击中了那颗还飞在半空的子弹，并且筷子直接把这颗子弹给嵌到了墙上。远处看到这幕，狙击手人傻了，开什么玩笑啊？他的这枚子弹可是特制的，别说普通的筷子了，就算是再硬的金属都挡不住。怎么叶璇只用了一根普通的筷子，就把那枚子弹给拦截了呢？就是狙击手愣神的几秒钟，另一根筷子嗖的一声刺穿了狙击手的胸膛，狙击手瞬间从树上掉落下来。另一边还没等苏玉妃反应过来，叶璇身影一闪，已经来到了外面。此刻的叶璇愤怒至极，居然敢对玉妃姐下手，对自己的身边亲人朋友下手，这是叶璇绝不能忍的。上一次叶璇没有觉醒准先帝记忆，被刺杀时是玉妃姐以命相救，当时叶璇没有实力反击。可现在的叶璇不同了，从树上掉落下来，狙击手捂着胸口，想要爬起来赶快逃走，只是还不等他行动，叶璇已经一脚狠狠踩在了他的胸膛上，咔嚓咔嚓，狙击手胸口的肋骨直接断了数根。啊！狙击手惨叫不已，忍着剧痛，狙击手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宛如死神般的身影正冰冷地看着他。谁是派你来的？紧接着如同九幽地狱般寒冷的声音传来。面对这道声音，狙击手不敢有一丝的反抗，立马说道：“是精灵张家花钱雇佣的我。”精灵张家？叶璇脸上浮现惊人的杀意，对自己下手不成，现在他们竟然敢对自己的身边人下手了。那好，精灵张家就没必要在世界上存在了。就在叶璇准备解决掉这个狙击手时，意外发现了这个狙击手手腕上的3道血色爪痕的标记。叶璇突然想到了从那个武王境的死士身上发现的血骷髅令牌。你是哪个势力的？叶璇问道。我是杀手组织血爪组的杀手。狙击手回答。血爪组？那你知道一个血色骷髅是哪一个组织的标志吗？叶璇再次询问。血色骷髅？听到这几个字，狙击手脸上浮现出巨大的恐惧，身体更是不由发抖起来，显然是知道什么，明白自己发现了线索。于是叶璇再次逼问对方，最终狙击手声音颤抖地回答：血色骷髅是大夏最神秘、最恐怖、实力排名第1的杀手组织杀戮阁的标志。在杀戮阁面前，他们什么血爪组根本就是一个蝼蚁。杀戮阁对他们这些杀手组织来说，那简直就是传说，是圣地。大夏第1杀手组织杀戮阁，叶璇记了下来。这个杀戮阁能被称为大夏第1杀手组织，派出武王境死士也是合理的。去年自己的那场刺杀，那个凶手行动也很迅猛，似乎非常专业，有可能也是这个杀戮阁做的吧。这个杀戮阁8成和父母的死以及自己被刺杀逃不了干系。好，这个幕后黑手终于浮出水面了。杀戮阁的总部在哪里？叶璇再次询问。既然这样，那杀戮阁也是时候彻底覆灭了，杀戮阁的人一个不留。这个我真不知道。杀戮阁被誉为大夏最神秘、最强大的杀手组织，总部在那里，估计只有他们的高层知道。狙击手无奈地回答。我只听说过杀戮阁在帝都以及金陵等地区都有分布，不过哪怕是这几个分布的地址，也不是我能知道的。狙击手回答。在金陵、帝都都有分布。叶璇眉头一皱，既然只有杀戮阁的高层知道他们的总部在那里，那自己就先把杀戮阁的分部给全部灭了，到时候抓住他们分部的高层，再问出他们的总部在哪里。总之，杀戮阁该亡了，他要成为这个大夏第1杀手组织的送葬人。这个狙击手没什么价值了，叶璇直接一脚送他去了地狱。小璇，怎么了？苏玉妃冲出来，担心地问道。没什么，玉妃姐，就是一个不长眼的杀手罢了。叶璇开口。你没事吧，小璇？苏玉妃关切地查看叶璇的身体。我没事的。叶璇摇头，严肃地说道。不过，玉妃姐，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什么事情？去金陵？苏玉妃有些诧异。对，去金陵。原本叶璇计划是等着高考结束后再去金陵的，可现在他等不及了。那个什么张家竟然敢对他身边的人出手，叶璇绝不会放过他们。叶璇要亲手把金陵张家给灭了。而且现在他知道了那个血色骷髅是杀戮阁的标志，既然金陵也有杀戮阁的分部，那叶璇也要把他揪出来，最好是能够从这个杀戮阁的分部得知杀戮阁的总部在哪里。叶璇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让杀戮阁从整个世界上消失了。除此之外，还有之前叶璇从刘家老家主那里得到的本源石的下落，金陵烟雨楼的遗迹，叶璇要去那里看一看，能不能再得到2个本源石。叶璇还惦记着得到顶级体质原始混沌体呢。
现在自己开启了通天塔，如果能修炼成原始混沌体以及他现在的准仙帝技艺，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后再添翼，完全可以起飞了。到时候三者合一，叶璇的实力会突飞猛进，用不了多久，叶璇就能强势杀回仙界，重回巅峰，甚至更进一步成为仙帝，这才是叶璇最大的目标。小璇，你要注意安全，而且还有5天就高考了，你别忘了早点回来。见叶璇坚持，苏玉飞表示支持他。放心吧，玉飞姐，最多3、4天我就会回来的。叶璇保证，毕竟5天后还要参加高考呢，叶璇肯定要回来。等参加完普通高考，自己再去金陵参加帝都大学组织的那个武道高考，通过后直接去帝都。对了，玉飞姐，你之前说过害怕出现意外，私下悄悄把九鼎集团的大部分资产什么都转移到了帝都是吧？叶璇问道。是啊，怎么了？苏玉飞不解。玉飞姐，我6月中下旬就要去帝都了，你也准备一下，一起去帝都吧。反正九鼎集团的产业大都在帝都，江州这边就不重要了。叶璇建议。苏玉飞刚刚开始修炼藏月古经，实力还有些弱，留在临海可能会有威胁，不如一起帝都，叶璇也好暗中保护他。而且帝都的修炼资源什么的更多，到时候玉飞姐的藏月古经修炼也会更加顺利。好，苏玉飞毫不犹豫地答应。小璇，你一定注意安全。苏玉飞再次温柔地提醒叶璇，等你从金陵回来，我应该已经用完了你修炼的那瓶月华液，到时候实力会再次增加，绝对会给你一个惊喜的。好，我等着回来。玉飞姐让我眼前一亮。叶璇点头。小白，走了。叶璇喊了一声。很快，银狼从另一边跑了出来。这次去金陵，叶璇打算带上他。银狼半步武王的实力还是差一点，叶璇想借着这次的机会帮他一把，助他突破到真正的武王境。最终，在苏玉飞注视下，一人一狼杀向金陵。新的一天早上，金陵张家老家主迫不及待地召集大儿子来。联系到你妹妹了吗？张家老家主再次问道。他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位顶级强者，依仗他们张家的实力，不好对付叶璇。没办法，张家老家主只能依靠这个身为顶级强者的女婿帮他们张家报仇了。杀叶璇身边的人，只能让他出口气，他最希望的还是杀死叶璇。妹妹回复了，说妹夫这2天忙，等忙完，妹夫会立马带人来金陵帮我们去解决那小子。张家老大回答，这位妹夫现在是他们最大的依仗了。好，对了，血爪组的那个杀手有消息了吗？张家老家主好奇地问道。叶璇把他们家的赘婿江凡都给杀了，张老家主一时间拿叶璇没什么办法，但他又咽不下那口气，最终决定拿叶璇的身边人出气，于是他才花了重金请血爪组的杀手出面去刺杀叶璇的身边。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在自己的面前，叶璇一定悲痛欲绝。没有，张家老大摇头。不过父亲你也不必担心，血爪组的杀手很专业的，而且这次还带了特制的专门用来对付武者的子弹前去，杀不了叶璇，但杀他身边的人还是轻轻松松的。张家老大极为自信地说道。您就等着好消息传回来吧，最晚下午一定有消息的。听大儿子这么一说，张家老爷子这才安心下来。敢杀他们张家的人，他绝不会让这个叶璇好过。叶璇现在估计还因为亲人的死痛不欲生吧，哈哈哈，活该。就在张家老家主幸灾乐祸时，一道如雷鸣般的声音响彻整个张家，从今日起，世间再无金陵张家。听到这句话，张家的所有武者全都愣住了。刹那间，张家老家主、张家老大等等张家嫡系成员全部冲向大门前。就在他们以为什么强敌来袭时，出来后他们却看到门口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开什么玩笑？叶璇！张老家主认出了叶璇。刚刚是你说的，世间再无我金陵张家。张老家主捧腹大笑。不仅是他，张家其他人也纷纷大笑。就叶璇一个人，还想灭了他们堂堂的张家？开什么玩笑？这小子是白日做梦吧？父亲，我来拿下这小子。说罢，武灵境后期的张家老大猛地出手，杀向叶璇。然而对付他，甚至不用叶璇出手，小白仰天长啸冲了过来。仅仅过了3招，自信满满的张家老大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没有了呼吸。半步武王级的银狼看到小白的实力后，张家众人惊恐万分。张家老家主同样惊愕，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敢杀我儿子，我杀了你！张家老家主暴怒，他半步武王巅峰的修为猛地展示出来，甚至比小白还高上一些。小白还想出手，却被叶璇拦住。叶璇不想浪费时间了，让金陵张家多存在世上1秒，叶璇都觉得恶心。叶璇上前，从容地面对向他冲来，杀意凛然的张家老家主。10米、5米、3米，眼看着距离叶璇不足1米的距离了，叶璇却依旧没有出手。张家众人还以为叶璇被家主强大的实力给吓到了，不敢出手，于是纷纷叫嚣：“小子，被吓傻了吧？呵呵，家主可是只差半只脚就能迈入武王境的强者，就你一个人还想灭我金陵张家？做梦去吧！”然而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叶璇出手了。只见叶璇猛地一巴掌狠狠拍了过去，啪！清脆的响声传来。下一秒，只见原本气势滔天的张家老家主直接被叶璇一巴掌拍飞了出去。看到这幕，张家所有人被吓傻了。什么情况？他们半步武王巅峰，只差半只脚就能迈入武王境的家主，
被叶璇一巴掌拍飞了。怎么可能啊！张家众人立刻围了过去，想要扶家主起来。可当他们过去后，却惊愕地发现老家主已经没有了呼吸，彻底死了。张家众人被彻底吓傻，半步武王巅峰的家主就这么被叶璇一巴掌给拍死了。他们不是做梦吧？怎么可能？逃啊！快跑！张家众人瞬间慌了，开始逃跑。就在叶璇准备彻底覆灭张家时，意外发生，一道恐怖的气势从张家后院冲天而起。想灭我金陵张家者，死！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势，哪怕连张家人都懵了。金陵城无数强大的武者纷纷朝张家所在地看来，这股气势只有武王境强者才能爆发出来。金陵张家竟然还有武王强者坐镇，所有人立马跑到了高处，远远地注视张家这里的情况。在张家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一个白发老者从张家内部走了出来。这时张家众人诧异地发现，这个白发老者竟然是他们太上家主。不是说太上家主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没想到太上家主还活着，而且还成为了恐怖的武王境初期强者。有了太上家主出面，原本慌张的张家众人瞬间安心下来，请太上家主出手灭了这家伙。太上家主，他把我们家主一巴掌拍死了，请您给我们张家撑腰。太上家主不能就这么杀了他，一定要折磨他，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张家众人纷纷开口。张家太上家主上前，武王境初期的实力全部展现出来。怎么，见到老夫你不怕？张家太上家主背负双手，一副隐世高人的模样，看向叶璇。怕？武王境初期很强吗？又不是没杀过。叶璇淡淡开口。叶璇此言一出，全场寂静。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肯定是他骗人的。就是武王境强者的实力是多么恐怖，这小子怎么可能杀过武王境强者呢？他肯定是吓唬人的。太上家主杀了他。张家众人猜测。小子，我给你一个机会，跪在我们张家面前自裁谢罪，我可以让你以及你的家人痛快的死去，不然的话我会让他们生不如死。张家太上家主面色狠毒的威胁叶璇。叶璇脸上浮现出近惊人的杀意。既然这样，那你先去死吧。叶璇这次没有一丝留手，直接一掌向前拍去。张家太上家主瞬间感觉到了不对劲，他刚想逃，叶璇的一掌已经拍了下来。砰！一道巨响传来，紧接着武王境初期的张家太上家主直接被变成了一团血雾，彻底消失在世上。而张家太上家主刚才站的地方更是留下来一个深深的掌印。看到这里，原本对色的张家众人被吓得甚至忘记了呼吸。什么？堂堂武王境初期的太上家主就被这家伙一掌拍成了血雾，尸骨甚至都没有留下来一点。卧槽！卧槽！卧槽！张家众人被吓傻了，此刻的他们甚至忘记逃跑，一个不留。叶璇看向银狼，银狼正准备行动，就在这时，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手下留人！下一秒，一支足足有上千人、装备精良的卫队从远处疾驰而来。在这个卫队的最前方，是一个身穿黑色蟒袍、不怒自威的中年人。他不是别人，正是金陵的总督高振雄。身为金陵的总督，高振雄是绝对的封疆大吏，手下有数万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高振雄更是一位武王境中期的强者。咦，你们张家的太上家主呢？率领卫队过来后，高振雄诧异地看向四周，没有看到张家那位武王境初期的太上家主。这个关键时刻，他人呢？总督大人，太上家主被他拍成血雾了。张家有人声音颤抖地回答。什么？高振雄人傻了。虽然张家太上家主年事已高，气血衰败，实力大打折扣，远不是同境界武者的对手，但就算张家太上家主再怎么衰老，实力再怎么下降，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武王境初期的武者呀。就这么被他拍成了血雾。我去！当高振雄再次看向叶璇时，眼神深处出现了一丝恐惧。你想阻拦我？叶璇冰冷的声音传来。别人怕什么金陵总督，他可不怕，管他什么总督不总督的，想阻拦他死！不，我只是想提醒你，如果我是你，现在就赶快离开。高振雄开口。你可知道张家老家主的女婿是谁？谁？张家老家主的女婿，那可是威名赫赫的九霄战神林九霄。高振雄声音中带着浓浓的敬畏说道。九霄战神林九霄统御10万大军，实力之恐怖举世闻名，而且据说林九霄的脾气极为火爆，现在他的老丈人被这家伙杀了，林九霄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是九霄战神，那又如何？叶璇平淡回答。什么战神不战神的，想杀他，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叶璇给了银狼一个眼神，下一秒银狼冲向金陵张家的嫡系中。没多久，金陵张家嫡系全灭，鸡犬不留。至此，威震金陵的张家彻底从世间消失。被叶璇这么无视了，高振雄顿时觉得自己这个总督的面子被叶璇狠狠踩在地下，顿时怒了。就在高振雄蠢蠢欲动时，一道声音传来：高总督，你知道张家的女婿是九霄战神，那你知道叶璇是什么身份吗？在高振雄疑惑的目光中，一个英姿飒爽的美女走了出来。这个美女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叶璇认识的刘俊渊。高振雄也认出了刘俊渊的身份，并没有太过惊讶，只是诧异的看了看叶璇，无所谓的说道：他能有什么身份？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武王吗？听到高振雄的这句话，刘俊渊笑了，缓缓提醒道：高总督，他姓叶。叶，
高振雄精神一振，瞬间严肃起来。哪个叶？帝都叶家的叶。高振雄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眼前这个家伙竟然是堂堂帝都叶家之人。高总督现在还觉得叶璇会怕什么九霄战神吗？刘俊渊问道。高振雄没办法回答了，在他们眼中，九霄战神高高在上，不可触及，但在堂堂的帝都叶家面前，九霄战神蝼蚁罢了。难怪眼前这家伙敢对张家下死手，直接让张家从世间消失了，人家有这个底气啊。除此之外，你还知道叶璇的另一重身份吗？就当高振雄还在震惊之中时，刘俊渊再次开口。什么？他还有另一重恐怖的身份吗？高振雄惊愕地问道。当然，叶璇的未婚妻是夏青年。刘俊渊点头。什么？那个咱们大夏第一天骄，帝都夏家千金的夏青年？高振雄直接被吓傻了，这层身份不比是帝都叶家之人的身份低啊。对，刘俊渊点头。高振雄神色顿时僵住了，有这2层身份在，九霄战神算什么东西？旁边听着刘俊渊对自己的介绍，叶璇不太喜欢。什么叫自己是夏青年的未婚夫啊？怎么有一种吃软饭的感觉呢？他是那样的人吗？他希望下次在听人说时，不是介绍自己的未婚妻是夏青年，而是夏青年的未婚夫是叶璇。是高某失敬了。此刻的高振雄面对叶璇不敢再拖大，他主动从马上下来，客气地对叶璇一抱拳。高某为刚才的事情向叶少道歉。最后，为了能改善一下在叶璇这里的印象，高振雄特意提醒叶少，以您的身份背景，的确不需要怕林九霄，可林九霄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您灭了他老丈人一家，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在叶家内，他不敢对您动手，万一您什么时候落单了，他恐怕就会下手了，所以还请叶少小心一点。听到高振雄的话，叶璇随口说道，如果那个什么九霄战神赶来，我不介意让他去和张家家主在地下作伴。见叶璇这么说，高振雄便不再多说了。他还以为身为大家族公子哥的叶璇太过盲目自信，九霄战神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啊。高某就不打扰叶少了。高振雄带人离开。刘俊渊上前感慨地说道，刚才一听见有人说世间再无精灵张家，我就猜到是你。果然，自从张家决定对我身边的人下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灭亡的下场。叶璇开口，上一世他差点被别人称为魔帝，自然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人。张家敢对玉妃姐下手，鸡犬不留已经是仁慈了。如果不是叶璇修为还不太够，张家恐怕已经永世不得超生，魂魄永坠地狱了。什么？张家竟然想对你身边的人下手？那张家该死。刘俊渊表示赞同，如果有人敢对他的亲人动手，他恐怕也会这样。就在这时，银狼从精灵张家内部冲了出来。此刻他的口中叼了2个玉盒，看样子似乎是精灵张家的重宝。来到叶璇身边后，银狼十分温顺地把玉盒放到了叶璇的手上，然后乖巧待在一旁。好可爱的萨摩耶，不对，这是一匹狼。看到银狼如此乖巧懂事，刘俊渊还以为是一只萨摩耶，可仔细一看，竟然发现是一头银狼。等等，他的实力堪比半步武王吗？仔细观察了一下，刘俊渊直接被惊掉了下巴，内心震撼不已。对，我刚收的一个小宠物。叶璇点头，说着他摸了摸银狼的小脑袋，银狼一副享受的模样。小宠物咕噜咕噜。刘俊渊被震惊的说话都不利索了，这是小宠物吗？这明明是大宠物，半步武王啊！别说在临海了，哪怕是在其他地方都是可以横着走的存在。可现在就是这么一头实力堪比半步武王的银狼，居然是叶璇的宠物，而且如此的乖巧，难以置信，太难以置信了。叶璇的手段也太厉害了吧，办得不错。说着，叶璇把第一件玉盒打开，一个丹药香味传来，在这个玉盒之中有着3颗丹药。叶璇摇头，这东西对他来说没什么用，似乎是用来提升武者实力的，而且估计效果也就那样。小白，来。说着，叶璇随手把其中1颗丹药丢进银狼的嘴里，算是对他表现的奖励了。吞下这颗丹药后，小白相当兴奋。在吞下去这颗丹药后，银狼的实力再次增加，距离成为武王境更近了一步。不错，不错。叶璇满意的点头。如果这几天还有别的收获的话，银狼就能再次突破，达到武王境。旁边看着这一幕，刘俊渊人都傻了。刚刚那颗丹药好像是万金难求的李元丹，对武灵境强者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可现在就是这么一颗珍贵的丹药，竟然被叶璇随手丢给了自己的宠物。我去，这是多么豪横，多么视金钱如粪土啊！此刻刘俊渊都有一丝丝羡慕这头银狼了。把剩余2颗丹药收起来，叶璇又打开第2个玉盒。当叶璇看清楚第2个玉盒之中的东西是什么后，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我去，还有意外收获啊！这第2个玉盒之中的东西是一份地图，一幅刘老爷子口中的曾经的江南第1大势力暗雨楼遗址的地图，而且这份地图画得无比详细，上面标记了很多地方，甚至还有几处用红色符号特别标记的地方。这几处地方似乎很不简单。叶璇这次来精灵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去探索暗雨楼的遗迹，寻找一下还有没有其余的本源石。但身为曾经的江南第1大势力，暗雨楼的遗迹无比庞大，普通人就算是走1天都不一定能逛完。如果叶璇一块地区一块地区的找，那可太麻烦了。现在好了，意外得到了这张暗雨楼遗迹的详细地图，
而且地图上甚至把几处特别的地方标记起来。这几个地方肯定不简单，说不定其中就有自己想要的本源石，这可省下叶璇的不少功夫。好东西啊！叶璇满意的把东西收起来。你来精灵，作为半个地主，我请客。刘俊渊开口邀请叶璇吃饭。好，叶璇想了下，点头答应。现在探索暗雨楼的遗迹方便了，可想要寻找大夏第一杀手组织杀戮阁就有些麻烦。叶璇毕竟是第一次来精灵，人生地不熟的，想要找出无比神秘而且善于隐藏的杀戮阁，那无异于大海捞针。刘俊渊好像在精灵待了很多年了，说不定听说过杀戮阁的消息，正好借此打听一下。中午，刘俊渊在精灵的顶级餐厅请叶璇吃饭。叶璇提起了杀戮阁的消息。什么？大夏第一杀手组织？听到这个名字后，刘俊渊也是一脸疑惑。他和之前的叶璇一样，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杀戮阁。不过对方竟然敢号称大夏第一杀手组织，那实力绝对无比强大。我没听说过，不过我师父应该知道。刘俊渊肯定地说道。他师父那样的高人，一定会知道些什么的。你师父在哪里？我师父和其他高人都在山里隐居呢，离精灵有些太远了，想见到他老人家，估计要个10来天吧。刘俊渊无奈地回答。他师父隐居，和外界隔绝，甚至都没有留下任何的现代的联系工具，想见他只能回去。10几天太久了。叶璇摇头。还有4天就要高考了，他可没有这个时间。对了，我师姐白如烟有可能会知道，她可是大夏有名的神医，认识很多大人物以及各种强者，她说不定听说过杀戮阁。刘俊渊突然想到，而且他现在也在精灵。叶璇顿时眼前一亮，询问道：能把他请来吗？当然可以，只不过……刘俊渊饱含深意的上下扫视了叶璇一圈。不过什么？叶璇一脸懵。不过你能不能把你的发型以及衣服什么的弄乱，或者是弄脏一点？刘俊渊开口。啊！叶璇更加懵。见此，刘俊渊只好实话实说：你太帅了，魅力太大了。自从上次在我家见过你，看到你本人以及高超的医术后，我师姐就对你格外的崇拜，不甚至我怀疑师姐都有点喜欢你。刘俊渊解释。啊，这叶璇尬住了。长得这么帅，这么有魅力，也不是他的错啊。长得这么帅，也有苦恼的时候啊。我尽量注意一点，你赶快把你师姐喊来。叶璇开口。10几分钟后，刘俊渊的师姐白如烟就匆忙赶来了。虽然很聪明，但白如烟依旧化了精致的妆容，以及搭配上最美的衣服。白如烟一来，沉鱼落雁般的容颜顿时吸引了餐厅内无数男子的注意，而白如烟则是直接无视这些人，带着一抹微笑来到了叶璇身边。偶像，又见面了。白如烟笑着和叶璇打招呼。你好。叶璇点头回应。师姐，是这样的。刘俊渊把杀戮阁的事情和白如烟说了一下。杀戮阁？你们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白如烟瞬间严肃起来。我也是无意间听精灵的一位大人物说过杀戮阁的恐怖。那你知道杀戮阁精灵的分布在哪里，或者是怎么联系他们的人吗？叶璇询问，并没有把他的真实目的说出来。我不清楚，但我可以去问打听一下。偶像，我现在就去看一看能不能打探出来。说罢，白如烟急匆匆的就去帮忙打听了。白如烟估计需要一点时间，正好先去暗雨楼的遗迹探查一番。刘俊渊去过，在前面给叶璇带路。半个多小时后，两人来到了一处极为庞大的遗迹前，这里便是曾经威震江南的暗雨楼的遗迹。此刻除了叶璇之外，这里还有不少武者在寻宝，其中甚至还有几位半步武王。暗雨楼遗迹太过庞大，而且暗雨楼底蕴雄厚，有不少宝库。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不少武者从遗迹中找到好东西，就比如刘俊渊的爷爷在这里得到了本源石。叶璇根据从张家得到的地图，找到了第一处红色标记的地方，能被特殊标记，而且还是红色，说明这里不仅充满各种机遇，而且还十分危险。见叶璇在步步危机的暗雨楼遗迹上闲庭散步，宛如在自家中一般，刘俊渊忍不住提醒叶璇：你小心一些，听说连武王境后期的强者都曾在暗雨楼的遗迹中受伤过。无妨。叶璇根据地图上标记的，在这片断壁残垣中寻找着。几分钟后，叶璇发现了一堵断了一半的墙，这堵墙上的其中一块砖，根据地图所示很特殊。找到这块砖后，叶璇伸手试探性的一按，这块砖竟然被叶璇按了进去。轰隆隆，下一秒，一道机械般的巨响传来，意外发生了。紧接着，这一片遗迹的地面开始晃动起来，周围其他探索者齐齐朝这边看过来。那个地方他们都曾搜寻过，没什么特别的。怎么，这家伙有什么收获吗？就在众人诧异的时候，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一个漆黑一片、深不见底的神秘通道涌现出来。看到神秘通道的出现，距离那里最近的一个武灵境中期的武者，立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去。其他10几个武者见此，也纷纷朝地下通道内涌去。堂堂暗雨楼的地下通道中绝对有着秘密，就让他们进去吗？刘俊渊着急地问道。没事，让这些冒失鬼先给我们探探路。叶璇反倒无比平静。这份暗雨楼遗迹的地图是从张家得到的，张家之中可是有武王境初期武者坐镇的。可为什么即便这样，张家依旧把这份地图深藏，而没有来探宝呢？很简单，因为张家知道他们没有那个实力探索这几处地方，连拥有武王境初期的张家都不敢探索，
刚才那10几个冲进去的大宗师以及武灵境，那不就是纯送死炮灰吗？正好，他们既然想送死，那叶璇就成全他们，让他们给自己探探路，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说罢，叶璇带头朝地下通道走去，刘俊渊紧随其后。经过一大段漆黑的向下通道后，叶璇和刘俊渊终于来到了一处平地。此刻，在四周也出现了微弱的光亮，映入叶璇眼帘的是一处广阔的通道，通道的尽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走吧，叶璇朝通道最里面走。没多久，他们便看到了几具尸体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几个武者尽到了探路的责任。越往里走，光线越亮，激烈的厮杀声也传来。当叶璇和刘俊渊走到通道的尽头时，原本10几个武者只剩下2、3个人身受重伤，奄奄一息地倒在一旁，似乎快不行了。而且前方有着一个数米大小的小水潭，在水潭的正中间，则是有着一块半人高的奇石。此刻，一把晶莹如玉的利剑正插在这块奇石之上，散发着惊人的寒芒。很显然，这里的至宝便是这把特殊的利剑。当叶璇看到这把利剑时，都是一愣，他感到十分诧异，这竟然是一把属于修仙者的飞剑。属于修仙者的飞剑怎么出现在了这个武道势力的遗迹之中？叶璇感到十分疑惑。不管怎么说，这把飞剑对现在的叶璇来说是绝对的好东西，能让他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这样的好东西，叶璇既然看到了，自然不会放过。修仙吗？讲究的就是一个念头通达，随心所欲。你在这里等着我，以你的实力，前面会有点危险。叶璇对刘俊渊说了一句后，然后独自淡然地向前走去。叶璇一跃来到这块插着飞剑的奇石旁，然后随手一把，叮！下一秒，一道剑吟传来，响彻整个通道。看到这时，原本那几个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武者突然一跃而起，其齐杀向叶璇。原来他们只是在假装受了重伤，刚才他们都尝试了，他们3个人没有一个能成功拔出宝剑，于是便假装受伤，埋伏在这里，伺机而动。在他们看到叶璇竟然成功把宝剑拔出来后，他们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一起动手，想要抢夺叶璇手中的飞剑。在他们行动的同时，周围的石壁上数以百计的飞针暗器铺天盖地的向叶璇所站的水潭正中心爆射而来，速度快得可怕。这些飞针全都携带了可怕的毒药，哪怕是武王境武者，被这么多飞针围攻，也必死无疑。可见暗雨楼遗迹的恐怖。叶璇，小心啊！刘俊渊急忙大喊。反倒是站在那里的叶璇依旧无比从容。下一秒，只见叶璇轻轻一挥手，那些距离他不足及10厘米爆射而来的飞针暗器竟然全部诡异地停在了半空之中。看到这幕，那3个伪装受伤的武者一个个全都愣了一下，什么情况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时，叶璇又一挥手，紧接着那数以百计的飞针暗器突然改变了方向，对准了这3个武者，然后急速冲来。不等这3个武者防御，3个人已经被携带着剧毒的飞针给射成筛子了，死的不能再死。看到这里，刘俊渊震惊的不行，叶璇究竟有多少恐怖的手段啊？也太厉害了吧！解决了这几个碍眼的，叶璇这才真正观察起这把飞剑来。可惜了，是一把断剑。叶璇稍微有点遗憾地说道：“原来这把飞剑只剩下了剑把以及剑把前面的一小段，大概只有原来的1/4。”叶璇观察了一下，这把飞剑应该是实力强大一些的修仙者炼制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断了，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不过即便是断剑，它的威力在这个武者世界依旧恐怖，是绝对的重宝。如果放在外面，不知道会有多少大夏的顶级大势力为了争夺它打得头破血流。难怪这里被这张地图上特殊标记了。这是什么剑啊？看起来和其他的宝剑怎么有些不一样？刘俊渊走过来，好奇地问道。这是一把飞剑，叶璇回答。下一刻，在刘俊渊诧异的目光中，叶璇刺破手指，把一点鲜血滴在了这把飞剑之上。叮！又一道剑吟传来，去！飞剑在叶璇精神力的操控下直接飞出，在整个通道里飞了一圈，然后缓缓停在了叶璇旁边的半空之中。卧槽！刘俊渊惊叹不已地看到这幕，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兵器可以飞起来啊！这把什么飞剑是绝对的至宝啊！恭喜你得到了这样的至宝。刘俊渊感慨地说道。还不错。叶璇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虽然是一把断剑，但飞剑的威力依旧在。有了这把飞剑，他的战斗力再次增强。就算今天没有从暗雨楼的遗迹中找到本源石，能得到这把残缺的飞剑，叶璇也不枉此行。叶璇，你要小心，这把会飞的剑是绝对的至宝，你最好藏好。如果消息泄露出去，恐怕会有顶级强者忍不住出手抢夺的。刘俊渊提醒叶璇，出手抢夺随便来。叶璇平静地回答，谁敢抢夺，杀了便是。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泄露消息的。刘俊渊保证，叶璇对他爷爷有救命之恩，他可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不过既然这里有一把残剑，那暗雨楼遗迹的其他地方会不会还有其余的部分呢？叶璇突然想到，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这里只是地图上标记的一处地点，像这样的地点，地图上还有3、4个呢。如果能把这把残缺的飞剑凑齐，叶璇的战斗力将迈上一个大台阶。没想到这张意外从张家得到的地图还真好用啊！想到这里，叶璇就打算继续在暗雨楼的遗迹探查。只是不等他行动，旁边刘俊渊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白如烟打来的。杀戮阁似乎有消息了，叶璇，我师姐说杀戮阁的事情有眉目了，让我们过去。刘俊渊开口。走。叶璇点头。现在杀戮阁的事情更着急一点，至于暗雨楼遗迹中的其他几处地点，后面再探索也不迟。毕竟暗雨楼的遗迹存在这么久了，要是别人能发现，早就发现了。既然还能存在，就说明没有地图，外人是找不到这几处特殊的地点的。没多久，叶璇他们和白如烟碰面。偶像，我知道怎么和杀戮阁联系了。一上来，白如烟就匆忙地说道。哦，怎么做？叶璇问道。想要联系杀戮阁，只能让他们联系你，你没办法直接联系他们。积10个亿，咕噜，不愧是什么大夏第一杀手组织啊，珍贵啊。刘俊渊感慨。规矩还挺多。叶璇吐槽了一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叶璇先不会打草惊蛇。偶像，你手里有10个亿吗？我这张银行卡里，你拿去用吧。白如烟贴心的把一张存有10个亿的银行卡递给叶璇。多谢，下次还给你。叶璇开口。他这次出来还真没一次性带这么多钱。之后，叶璇一个人来到了关云轩茶楼前。既然杀戮阁把接头的地点放到这里，要不关云轩就是杀戮阁的一个外部产业，要不关云轩内部就有杀戮阁的人。叶璇走进了茶楼，服务员立马迎了上来。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要去4号包厢。叶璇开口。好的，请。服务员在前面带路，把叶璇引到了4号包厢。叶璇走进去，包厢内古色古香，里面摆放了笔墨纸砚以及一把古筝。叶璇观察了一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刚才那个服务员也是普通人，没什么异样。叶璇上前拿起毛笔，写下了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刘俊渊给叶璇安排的一处别墅，这2天叶璇暂时住在这里。写完地址后，叶璇就把那张存有10个亿的银行卡放到了旁边，离开了。当叶璇从茶楼出来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因为不知道杀戮阁的人什么时候来，叶璇就直接回了别墅。晚上，叶璇在房间内查看今天白天得到的残缺飞剑。暗雨楼遗迹地图上还有几个地点，想来应该还会有不小的收获。叶璇猜测，如果后面能从遗迹中得到飞剑的其他残缺部分，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能，那自己就想办法找到一些材料，自己把这把飞剑的残缺部分补齐。一把完整的飞剑威力还是很恐怖的，尤其是在这个武道世界，一把完整的飞剑简直是大杀器。叶璇心念一闪，飞剑消失，被叶璇放到了通天塔中。现在的通天塔已经被叶璇当作临时的储物空间了。叶璇扫视了一旁熟睡的银狼，刚才叶璇又丢给他一颗丹药，银狼昏睡了过去，似乎在炼化丹药的药力。叶璇就让他在这里休息了。叶璇估计等他醒来，实力会更进一步，距离成为真正的武王只差半只脚。时间一点点过去，凌晨时分，一道诡异的黑影出现在叶璇别墅的院子中。杀戮阁的人。突然一道轻飘飘的声音从黑暗之中传来，吓了这个诡异的黑影一跳。你发现我来了？诡异的黑影诧异地问道。他和那么多雇佣他们杀戮阁的人见过，他出现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眼前这家伙是第一个。这家伙的实力不容小觑啊！你在杀戮阁精灵分部是什么地位？叶璇并没有着急出手。我就是最底层的跑腿的。说吧，你想杀什么人？请我们杀戮阁什么级别的杀手出面？杀戮阁的人问道。你们杀戮阁精灵分部最强的杀手是谁？什么实力？叶璇问道。最强的当然是我们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了。我们会长可是武王境后期的强者。杀戮阁的人无比崇敬地说道。那好，那就让你们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来找我详聊，我雇佣他。叶璇开口。这次叶璇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这个杀戮阁在精灵的总负责人给调上来再说。眼前这个人只是杀戮阁最底层的，就算杀了他也没什么用。呵呵，你口气倒不小。你可知道要让我们会长这样的武王境后期的强者出手，最起码要500个亿以上，或者是等值的宝物，你有这个钱吗？杀戮阁的人问道。你说呢？叶璇反问。杀戮阁的人陷入了沉思，这家伙能发现他的身影绝对不简单。好，我可以回去向会长汇报。杀戮阁的人最终答应下来。不过你也要知道，敢戏耍我杀戮阁的人会有什么恐怖的下场。说完，杀戮阁的人转身离开了。叶璇也缓缓从黑暗之中走了出来。叶璇的这招放长线钓大鱼，这个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只是第一条鱼而已。叶璇要用这条鱼线把整个杀戮阁连根拔起。第二天白天，叶璇接到了一封神秘的信。这封信正面是一个血色骷髅标记，这封信正是杀戮阁送来的。叶璇好奇地打开信封，这封信是那个杀戮阁的联系人写给叶璇的。他说已经联系上了杀戮阁在精灵的分部会长，对方也答应了和叶璇见面。可因为会长在外地执行刺杀任务还没有回来，所以暂时来不了。杀戮阁的这个分部会长约定7天后的午夜，双方在关云轩见面详聊。叶璇有点遗憾，他还想这2天就把杀戮阁在精灵的分部彻底解决呢，没想到还要等7天后。不过也好，7天后他正好刚高考完，到时候顺便血洗一个杀戮阁在精灵的分部，活动一下身体。不过既然暂时见不到这个杀戮阁分部会长，那叶璇就打算收点利息。昨晚
见到那个杀戮阁的底层成员后，叶璇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在他的身上做了一点小手段。现在叶璇可以通过精神力确定他的位置，只不过对方在杀戮阁是最底层的，叶璇并不指望他能带自己找到杀戮阁精灵分布地址之类的，能发现一些杀戮阁的秘密据地就可以了。现在是白天，叶璇为了后面能钓大鱼，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收利息的事情要等到晚上再行动。就在叶璇这边正在计划时，暗雨楼遗迹，叶璇获得飞剑的地下通道中聚集了一大批武者，在这些人的最前方是精灵好几个大势力的掌权者。暗雨楼的遗迹存在这么多年了，所有地方是什么样子，这些大势力是都知道的。今天早上有人意外发现了这个突然出现的地下通道，很快这几个时刻关注暗雨楼遗迹的精灵大势力全都在第一时间来人了，而且来的还是这几个大势力的掌权者。此刻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的情况，他们已经推测出了这个地下通道是昨天下午左右出现的。这里被曾经的暗雨楼如此保护，想来里面一定有重宝啊，可惜我们发现的晚了，这个重宝不知道被谁夺走了。几个大势力的掌权者愤怒地议论，有人从他们眼皮子底下，而且还是他们时刻盯着的暗雨楼的遗迹中得到了一件无比珍贵的重宝，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众人中，精灵大家族方家家主一跃来到了水潭中间的那个骑士旁边，仔细观察起来。如果我猜测的不错的话，这里藏的那件重宝应该是一把非常锋利的武器。方家家主判断。听到这里，精灵几个大势力的掌权者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这种级别的重宝，而且还是能增加战斗力的武器，这对任何武者来说都是致命的诱惑啊！是谁得到了这件至宝啊？此刻，这几个平时高高在上、位高权重的掌权者也羡慕的眼红。立刻去给我调查，把昨天出现在暗雨楼遗迹的所有武者全部给我找出来。方家家主急切的命令。你们也去给我调查，一定要把得到这件至宝的家伙给我揪出来。其他几个大势力的掌权者也坐不住了，纷纷命令属下：老方，我们要不要把这里封锁起来，不让其他人进来？一个精灵大势力的掌权者建议。不，千万不能！方家家主连忙否决。我们这么做，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明摆了告诉其他人，暗雨楼的遗迹有宝贝出现吗？现在暗雨楼遗迹出了至宝的消息已经被他们联手封锁了。此刻知道这个消息，只有他们这几个势力。如果我们把这里封锁起来，别说精灵的其他势力了，恐怕就算帝都的那些势力都会派人来。他们来了，还有我们的事情吗？方家家主反问。一旦帝都的大势力卷进来，他们就可以没机会了。暗雨楼的遗迹依旧和以前一样，我们暗中派人留守就行。10几分钟后，这几个大人物才离开。不过在离开前，他们特意在暗雨楼的遗迹留下了心腹，继续观察。一时间，整个精灵动荡起来。帝都，秦家，秦云飞把他的一位心腹于剑池找来。那个不知死活的叶璇，竟然敢打了他的弟弟，甚至还叫嚣让自己请好医生，等他来帝都后准备好挨揍。秦云飞可忍不住这个羞辱，但大夏武道会在即，他要抓紧时间修炼，没时间亲自去教训叶璇那个混蛋，因此只能让自己的心腹出手了。老于，你在武王境中期算是实力很强的是吧？秦云飞问道。是的，少爷。于剑池点头，他甚至还杀过同境界的武王境中期武者。很好，我刚刚得到消息，那个叶璇跑去了精灵，我要你去一趟精灵，把那个叶璇给我狠狠教训一顿。秦云飞命令。少爷，是要杀了他吗？于剑池问道。不，杀了他多没意思，我要你把叶璇的双腿给我打断，我要让夏青年看看他的这个未婚夫有多不堪，多废物。秦云飞命令。给你2天的时间，你能做到吗？请少爷放心，2天后叶璇的双腿必断。于剑池保证。几分钟后，于剑池直接动身杀向精灵。另一边，叶璇白天没事，便带着自己的银狼再次来到了暗雨楼的遗迹。小白昨天又吃了一颗从张家得到的丹药，实力再次增加。此刻他只需要一个奇迹就能突破达到武王境。叶璇这次带他来，想锻炼一下他，助他突破。今天叶璇再次来，发现这里明显比昨天人多了很多，而且这些人实力都还可以，没有低于武灵境的，甚至还有几个半步武王。如果是别人发现这些异常，肯定会第一时间离开，但叶璇却仿佛如入无人之境，无比悠闲地走了进来。每天来暗雨楼遗迹寻宝的武者太多了，叶璇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太多的轰动。张家地图上标记的几个地点，叶璇已经记下来了。就在叶璇准备朝右手边走去探索那边的标记点时，昨天得到的飞剑却发生了异变。叶璇把飞剑放了出来，拿到了手上。飞剑一入手，叶璇就感觉到他似乎在指引叶璇朝左手边的而去。叶璇清楚地记得，从张家得到的地图上，左手边并没有什么标记点啊。飞剑发生异动，会不会是感受到了他残缺的其他部分的存在啊？叶璇惊喜地猜测。如果是这样，那可太好了。想着，根据飞剑的指引，叶璇朝左手边走去。最终在飞剑的带路下，叶璇来到了暗雨楼遗迹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这片地方是一处偌大的湖泊，看上去和普通的湖泊并没有不一样的，可即便是这里，也曾被无数势力探索过，并没有什么发现。来到这里后，飞剑又引导叶璇来到了湖泊北面的一处岸边，这里的水位似乎浅一点。来到这里后，飞剑
又发出了一道剑影。叶璇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后握住剑把一剑劈下，轰隆隆，下一秒，原本平静的湖面被叶璇一分为二，原本屹立在湖泊北面的一块巨石也被叶璇劈成了两半。随着这块巨石的倒下，巨石的下方，一个只容许一人通过的神秘通道出现，和昨天叶璇得到这个飞剑的地下通道非常相似。这里真有东西啊！叶璇眼前一亮，于是身形一闪，率先进入了这个地下通道，银狼紧随其后。叶璇这边的动静闹得非常大，吸引了在暗雨楼遗迹的无数武者，尤其是那几个大势力隐藏在这里的人的注意。快去通知家主，暗雨楼遗迹出事情了，去禀报会长，这里有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回去禀告阁主，暗雨楼遗迹有变，请他速来。一时间，各大势力的人纷纷快速离开，回去通报了。而留在这里的其他武者则是一窝蜂地冲进了这个神秘通道。作为第一个进入通道的人，有了上次的经验，叶璇快速地朝前面走去。越往前，飞剑的反应越是激烈。此刻，叶璇几乎已经肯定了，前面绝对有飞剑的另一块残片。叶璇也十分惊喜。最终，在通道的最深处，叶璇同样也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小水潭。在小水潭的中间，有一个石头制成的平台。此刻，一个10几厘米的飞剑残片正放在上面。叶璇并没有着急上前，而是弯下腰，感受了一下水潭中的水。这两个飞剑残片被同样放在一个水潭的中心，绝对不是意外，一定是有意为之。感受了一下，叶璇有了猜测，这处水潭当年8成有温养武器的功效，所以暗雨楼的人才把飞剑的残片放到这里。只不过这些年过去，水潭的功效已经彻底消散了，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水潭。这个水潭没什么用了，叶璇便一跃上前，来到水潭中心，打算把这第二块飞剑残片拿走。得到这块飞剑残片，叶璇就拥有了整个飞剑的一半。如果把这两个残缺的飞剑融合到一起，它的威力也将会大大增加。没想到今天一来就有了不错的收获，可以啊！想着，叶璇伸手，这件重宝不属于你。突然，一道怒吼声传来，紧接着，一个半步武王冲了过来，紧随后以后是20-30个其他势力的武者，其中单半步武王就有3-4个，这些人加在一起可以轻松横扫一个城市。当这些大势力的强者冲过来，也看到了石质平台上的飞剑残片，感受到上面传来的可怕寒芒后，这些武者心跳骤然加速。至宝，这绝对是一件至宝啊！小子，这件东西是我们方家的，你给我滚一边去！这件东西我们惊鸿阁要了，你想死的话，可以伸手试一试。几个大势力的人纷纷威胁。叶璇懒得听这些人聒噪，正准备出手把他们全灭了的时候，银狼嚎叫一声，朝这些人杀去。看到这幕，叶璇缓缓把手放下，正好可以锻炼一下银狼，他只差一个契机就可以突破，成为武王了。一场厮杀对他有不小的帮助。一头畜生还敢对我们动手！几个半步武王冷笑。然而，当银狼冲了过来，露出他半步武王巅峰的实力后，这几人瞬间慌了，于是开始联手对付银狼。另一边，叶璇也把第二块飞剑残片拿了起来。放下，这样的至宝也是你能碰到吗？方家的半步武王怒吼，说着他就想冲过来，从叶璇的手中抢夺飞剑的第二块残片。可惜银狼一闪，挡在了他前方，他根本前进不了半步。几个大势力的半步武王以及其他武者就这么被银狼一个不是一头狼给全部拦住了。水潭中间，叶璇拿着第二块飞剑残片和第一块飞剑残片对比了一下，正好合适。回去后想办法先把这两块飞剑给融合到一起。叶璇小声嘀咕，两块残片的威力肯定不如融合到一起啊！闹够了没？闹够了就去死吧！突然，恐怖的一击打向银狼，这赫然是一位武王境初期强者的全力一击。这一击，银狼可抵挡不了。银狼速度极快，连忙躲到了一旁。这时，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惊鸿阁阁主，他什么时候来的？看清楚这个瘦削中年人的面孔后，在场所有人呆若木鸡。此人正是那几个精灵大势力之一的惊鸿阁的阁主。其实我压根没走。惊鸿阁阁主笑了笑。惊鸿阁阁主心机极为深沉，表面上和其他几个大势力的掌权者一起离开，半路上他一个人又悄悄回来了。果然，他这么做对了。其他几个大势力掌权者都已经回去了，现在就他一个武王境初期的强者在，眼前这个至宝不就是他的了吗？这个老阴笔太狡猾了。见此，其他几个大势力的人忍不住在心中骂道，但脸上还是要笑嘻嘻的。此刻看着叶璇手中的飞剑残片，惊鸿阁阁主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他脸上的笑容也格外的灿烂，最终直接笑出了声。这件至宝是他的了。至于叶璇，则是直接被惊鸿阁阁主给无视掉了。这个毛还没长齐的小子，配合他争夺吗？你们一边去！惊鸿阁阁主命令。他武王境初期强大的气息在整个通道中横行，虽然不甘心，但这几个半步武王还是不敢直接和惊鸿阁阁主对着干，只能向后退了几步。此刻他们内心纷纷在祈祷，希望他们各自的家主会长快点过来吧，不然这件至宝真的就是惊鸿阁阁主的了。小子，把东西交给我，我可以让你痛快的死去！惊鸿阁阁主威胁叶璇。听到这句话，叶璇十分无奈的说道，为什么你们这些武王境初期的武者都这么自信呢？
啊，还有武王境初期的武者这么和你说过吗？惊鸿阁阁主十分诧异。是谁？金陵张家的那个什么太上家主，当初也是和你一样这么自信，现在嘛，估计他已经投胎了。叶璇淡淡回答。金陵张家太上家主。听到叶璇的这个回答，现场众人一愣。你就是那个灭掉金陵张家，杀死金陵张家武王境初期太上家主的人？现场有人惊呼，猜出了叶璇的身份。什么？灭了金陵张家的人就是他呀？金陵张家的太上家主可是货真价实的武王境初期的强者，就是被他杀的吗？众人议论纷纷。知道了叶璇的身份后，这次不用惊鸿阁阁主驱赶，这些人已经不自主地向后退去。能杀武王境初期强者的人，可不是他们惹得起的。哼，小子，别把我跟张家那个老不死的东西比，我可是武王境初期的巅峰状态，张家那个老不死的早就气血衰败，实力连巅峰时的一半都不如。惊鸿阁阁主依旧自信满满，如果我出手，也能杀死张家那个老不死的。别以为你杀了他，在武王境初期武者中就可以无敌了。惊鸿阁阁主强调自己的强大的实力。你说的很对。叶璇点头。就在惊鸿阁阁主以为叶璇认可了自己的实力后，叶璇的下一句话让他震惊不已。不只是武王境初期，在整个武王境我都无敌。叶璇纠正对方。狂妄！惊鸿阁阁主冷笑一声。既然这样，那你就去死吧。惊鸿阁阁主骤然出手，爆发出自己武王境初期修为最强大的一击，杀向叶璇。叶璇站在那里，甚至不打算动手。面对全力出击的惊鸿阁阁主，叶璇只是心念一动，下一秒，叶璇得到的第一块飞剑残片嗖的一声飞了出去。只见飞剑一闪，惊鸿阁阁主还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他的脖颈处已经出现了一道血痕。紧接着，惊鸿阁阁主突然觉得呼吸变得不畅，然后眼前一片漆黑。没等他反应过来，他意识已经涣散了。咕咚！几秒钟后，惊鸿阁阁主的尸体重重倒下。巅峰时期的武王境初期强者惊鸿阁阁主死。看到这幕，其他那些势力的武者惊恐万状，一个个被吓傻了。什么情况？他们也没有反应过来。刚刚他们只是看到惊鸿阁阁主全力出手，叶璇身边寒光一闪，堂堂武王境初期的惊鸿阁阁主就倒在了地上，死去了。就这么死了？那可是他们金陵赫赫有名的强者，大势力惊鸿阁的掌控者啊，就这么被杀了。他甚至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估计惊鸿阁阁主做梦都没想到，他会这么憋屈的死去。解决了惊鸿阁阁主后，叶璇的飞剑漂浮在半空中，散发着可怕的寒芒。此刻，其余那些武者才看清楚，杀死惊鸿阁阁主的是什么武器。我的天，还有能漂浮在半空中的武器，这果然是一件顶级至宝啊！逃啊，跑啊！稍稍一愣神，这些武者开始发疯一般朝外面冲去。哦，只是不等他们逃出去，叶璇的银狼已经行动了。这些武者哪怕是半步武王，此刻也没有半点抵抗的信心，心中全是惊惧与害怕。最终这些人全部被银狼虐杀，一个也没有逃出去。叶璇拿着第二块飞剑的残片，稍微看了一下，便把它收了起来。走，小白，这里的事情搞定。叶璇带着银狼走出下地通道。叶璇再次放出飞剑，想要看看飞剑还有没有异动。他想知道暗雨楼的遗迹中还有没有剩余的飞剑残片。可惜这次叶璇的飞剑没有半点动静，这从侧面说明暗雨楼遗迹中已经没有了其余的飞剑残片。当然，也有可能曾经有，但早已被人得到带走了。叶璇要回去研究一下，怎么把这两块飞剑融合到一起，就暂时不探索这里了。叶璇和银狼前脚离开，后脚金陵方家等大势力的家主、会长等人就急忙赶了过来。他们来到了湖边那个地下通道的入口处，其中实力最强的达到武王境中期的方家家主第一个人带人冲了进去，其余人紧随其后。当他们来到通道内部，看到了满地的尸体以及最前方早就没有了呼吸的惊鸿阁阁主后，所有人都傻眼了。什么情况啊？惊鸿阁阁主怎么都被杀了？他可是堂堂武王境初期的强者呀，就这么死了？此刻连最强的方家家主都无比惊愕，一位武王境初期的强者，数位半步武王以及20几个武灵境武者，在他们来的路上短短这么一会儿全部被杀。出手之人也太恐怖了吧！方家家主查看了一下惊鸿阁阁主脖颈处的伤口以及不远处那个熟悉的水潭后，肯定的回答：惊鸿阁阁主应该是被那件重宝所杀，那件重宝不是剑就是刀。听到这里，其他大势力掌权者内心惊骇，那把重宝威力也太恐怖了呀！看惊鸿阁阁主死去的样子，他甚至来不及反抗。快，立马去调查，就算是要把整个金陵反过来，也一定要把那个家伙找出来。方家家主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全部留下，隐藏在暗雨楼遗迹的各个角落。我觉得那个杀死惊鸿阁阁主夺走那件重宝的家伙应该还会再来，我们就来一场守株待兔。我就不信了，就算那个家伙拥有重宝，但我们这么多武王境强者一起出手还对付不了他。其余几个大势力掌权者也纷纷表示赞同。刹那间，这几个金陵大势力开始动用所有资源人脉，开始在金陵城内疯狂的寻找，而他们几个掌权者则是悄悄带着精锐在暗雨楼的各个角落隐藏起来，守株待兔。一旦那个得到至宝的人出现，他们立马发射信号弹，然后一起出手拿下对方。时间一点点过去，夜幕降临，
叶璇走出别墅，宛如黑夜中的杀神一般，直奔某处而去。他要开始向杀戮阁收利息了。根据叶璇在那个杀戮阁底层联系人员身上做的标记，叶璇发现他今天一共去了2处地点，而今晚叶璇的目标便是2处地点。如果这2处地点有一处是杀戮阁在精灵的分部，那叶璇就赚了；就算不是，把2处杀戮阁的据点给血洗了，收点利息也不亏。叶璇来到第1处地点，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从外面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当叶璇踏进别墅后，立马感觉到了这座别墅的地下有问题。这座别墅的地下有着数道强横的气息，其中一道比那个惊鸿阁的阁主还强一些，这里8成是杀戮阁的一个据点。确定了后，叶璇便不再隐藏身形，直接大步走进了别墅。你是什么人？这里是私人别墅，谢绝入内。一个高个男子出现，大声阻止叶璇。在他说话时，右手一闪，一根涂抹着剧毒的飞镖出现，猛地射向叶璇。就在他以为叶璇必死时，叶璇精神力一动，飞剑冲出，一个照面就把飞镖击碎。不等这个高个男子缓过神来，飞剑已经刺穿了他的心脏。叶璇继续向里面走去，一路上又有数个隐匿身形的杀手出现，被叶璇的飞剑给轻松解决了。阁下是什么人？这里是杀戮阁的地盘。就在这时，那个实力比惊鸿阁阁主的还强的杀手出现了。这赫然是一位武王境初期巅峰，只差半只脚就能迈进武王境中期的武者。跟在这个杀手的身后，还有20几个杀戮阁的精锐杀手。我是什么人？我是覆灭整个杀戮阁的人。叶璇冰冷的开口。呵呵，覆灭我杀戮阁？哈哈哈哈！整个大夏都没人敢这么说，你算什么东西？还想覆灭我们杀戮阁？狂妄无知啊！杀手狂笑，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就在2人说话的功夫，叶璇身后一个黑影突然闪现。原来这个据点不止一位武王境初期的武者，只可惜还不等他出手，他的身影刚出现，叶璇的飞剑已经从他的脖颈处飞过了。第一个武王境初期武者死！看到这幕，那个半只脚迈入武王境中期的杀手懵了。去！叶璇心念一动，飞剑再次杀出，电光火石之间，除了那个只差半只脚就迈入武王境中期的杀手外，据点内所有杀戮阁的杀手全灭，一个不留。解决了这些人，叶璇的飞剑停在了这个杀手的脖颈处，说：“你们杀戮阁精灵分部在哪里？”叶璇尝试的问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们杀戮阁都是单线联系，只能上线联系下线，我们不能主动联系上线。”这个杀手畏惧的回答。果然没有答案。下一秒，这个杀手也倒在了地上。第一个杀戮阁据点解决。叶璇走了出去，身后杀戮阁的据点燃起了熊熊大火。半个多小时后，叶璇来到了第2处地方。叶璇探查了一下，可惜这里也就是一处据点，并不是杀戮阁分部所在。没一会儿的功夫，叶璇也解决了这里。这里只有一个武王境初期的武者，2个杀戮阁的据点，一个只差半只脚就踏入武王境中期的武者，2个武王境初期，以及几十名杀戮阁的精锐杀手全灭。这个损失对杀戮阁精灵分别来说，绝对是巨大的。要知道，就算很多精灵的大势力，也只有1位武王境坐镇而已。一晚上，杀戮阁精灵分部损失了3个武王境初期，其中1个还快成为武王境中期。杀戮阁精灵分部绝对算是重创，精灵分部的会长估计会背气吐血。对于今晚收的这些利息，叶璇还算比较满意。至于那个不在精灵的分部会长，就暂时让他多活几天，等自己高考完再来解决他。回到别墅后，叶璇开始研究这2个断裂的飞剑是由什么材料炼制而成的，自己想要把这2块飞剑融合到一起，需要什么东西。最终叶璇得出答案，想要把它们融合到一起，自己需要一种特殊的宝物——岩溶晶。这种宝物在修仙界很容易找到，但在这个世界嘛，不好说。就在叶璇以为岩溶晶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得到时，第2天叶璇竟然从白如烟口中得到了岩溶晶的下落。精灵曹家就有岩溶晶，而且偶像你很轻松就能从曹家得到。白如烟神秘地说道。哦，叶璇眼前一亮，还有惊喜。精灵曹家的家主已经躺在病床上昏迷数年之久了，他们一直寻访各大名医，可就是无法把曹家家主唤醒。白如烟解释，我就是当初去给曹家家主看病时知道的这个消息。我对曹家家主的病束手无策，但我觉得以偶像你的医术，曹家家主的病应该是手到擒来，到时候偶像只要开口，曹家一定会双手恭敬地把岩溶晶送上的。白如烟建议，偶像你觉得呢？可以。叶璇点头，现在有机会立马得到岩溶晶，当然是好事情了。快一点，今天自己就能把2把飞剑残片融合到一起，让飞剑威力大增，为什么要拒绝呢？至于治病，小事而已。偶像您跟我来。几十分钟后，白如烟带叶璇来到了精灵曹家。白如烟在精灵的地位不低，发现是白如烟来了，精灵曹家人立马把他们欢迎了进去。白小姐，您怎么来了？曹家家主的大儿子，现在曹家的管事人曹明远激动地问道。难道您有救我父亲的办法了吗？不好意思，曹伯伯，我没有。白如烟有些惭愧地说道。曹家主的这个病，他是真的没有看出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唉，曹明远轻叹一声，声音中充满了无奈。原本依仗父亲武王境中期的修为，他们曹家在精灵
算是顶级的豪门，可现在父亲昏迷不醒这么久，他们曹家在金陵的地位每况愈下，现在是越来越难了。曹伯伯别担心，虽然我救不了曹家主，但我带来了能救曹家主的人。白如烟介绍。哦，曹明远和现场其他曹家人纷纷朝叶璇看去，来人就白如烟和叶璇。既然白如烟这么说，那这个人肯定是叶璇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偶像叶璇，他的医术远在我之上，有着医圣之姿。白如烟隆重开口，曹家众人对叶璇顿时尊敬极了，尤其是听到白如烟说叶璇比他的医术更厉害时，旁边一个和叶璇年纪差不多、身材纤细的女生对此却表示怀疑。她是曹明远的小女儿曹珊珊，眼前这家伙和她差不多，估计也就是高3左右样子，可能有这么厉害的医术吗？叶神医，如果您救了我父亲，您就是我曹家的大恩人，您的恩情我们曹家永生不忘。曹明远表明态度。曹伯伯，叶神医有点事情需要宝物颜容晶，如果叶神医能把曹家主唤醒，那曹伯伯颜容晶。白如烟若有所指地问道。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能把父亲唤醒，别说颜容晶了，就算是我们曹家的其他几件至宝，也供叶神医任意挑选。曹明远无比豪爽地答应。虽然颜容晶是他们曹家最顶级的几件宝物之一，但和唤醒父亲相比不重要。痛快，带我去看一下曹家主吧。叶璇开口。这样最好了，大家都节省时间。请。曹明远带着叶璇来到了曹家主的卧室。此刻曹家主正安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如果不是还有微弱的呼吸，都怀疑曹家主已经离世了。更重要的，曹家主的脸色似乎并无异常，不像是受了重伤或是中毒所致。偶像，你看曹家主的状态很诡异吧？我是真搞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白如烟开口。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曹家主不像是得病了。你说对了，他没有得病。只看了曹家主一眼，叶璇就赞同了白如烟的话。曹家主之所以昏迷不醒，是有别的原因的。叶璇扫视了曹家主一圈，最终目光停在了曹家主心脏之处，顿时明白了。我有办法了。叶璇平静地开口。有办法了？这才刚进来不到1分钟啊，这位叶神医只看了父亲不到30秒吧，就有主意了。曹明远等人无比诧异。叶神医有什么办法？曹明远紧张地问道。我需要划破曹家主左手手臂的血管。叶璇语出惊人。要划破手臂的血管，这是什么治病的方法？放血吗？哪有这样治病救人的？曹家众人顿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觉得叶璇这个神医八成有水分，不太相信叶璇的医术。父亲，他和我年纪差不多，估计就是一个半吊子神医，医术根本不行。爷爷现在很虚弱了，万一划破爷爷手臂的血管，爷爷失血过多，那可就麻烦了。曹珊珊开口，不愿意相信叶璇。一时间，曹明远陷入沉思。曹伯伯，我相信偶像。白如烟开口，为叶璇担保。我相信叶神医，请叶神医出手，只要能把父亲唤醒，我们曹家永世不忘叶神医的大恩。曹明远对叶璇一抱拳，制止了女儿和其他曹家的怀疑。叶璇点头，来到曹家主面前，右手一闪，曹家主的手腕处顿时被划破。下一秒，叶璇对准曹家主心脏位置，一道灵力隔空打了进去。10几秒后，曹家主的左臂突然发生异变，在曹家主左臂最上方皮肤下面，似乎有东西在蠕动，十分瘆人。看到这幕，现场所有人被吓得不轻。这个诡异的东西从左臂的最上方快速移动，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快来到叶璇划破曹家主手腕的地方了。拿个茶杯或者是类似的瓷器来，放到曹家主手臂下方。叶璇开口。曹明远立马按照叶璇所做的，把一个茶杯放到了下方。3秒钟过后，一个无比诡异白色的虫子从曹家主的血管中出来，掉落在下面的茶杯之中。我去，这是什么东西？好瘆人！父亲的血管内怎么有这么一个东西？别说曹家众人，就连白如烟都愣住了。众人议论纷纷。这是蛊虫。叶璇随口回答。蛊虫？那是什么？众人相当不解。就在这时，一道轻微的声音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中，昏迷数年之久，任何神医对此都束手无策的曹家家主醒来了。父亲，你醒了！爷爷！刹那间，曹家众人激动坏了。叶神医真的把家主给唤醒了。白如烟看着叶璇，眼神放光，不愧是他的偶像啊，医术就是高明。白如烟帮曹家主的手臂做了止血。我这是怎么了？刚醒来的曹家主有些懵。曹明远连忙把他得病、昏迷几年的事情告诉父亲。曹家主不是得病了，而是被人下了蛊，因此才昏迷这么久的。叶璇纠正。蛊术，一种无比特别的巫术，通过操控各种毒虫，也就是蛊虫，来危害他人。蛊术相当诡异，有时候更是防不胜防。下了蛊，众人一脸懵，反倒是曹家主看了一眼地上茶碗中的蛊虫，恍然大悟。父亲，这些年我们请了无数神医，都没有唤醒您，多亏了这位叶神医啊！曹明远连忙开口。说罢，曹明远率领曹家全部人员向叶璇鞠躬，表示感谢。多谢叶神医。曹家主也开口。老三，去宝库中把颜容晶以及我们曹家的其他几件至宝全都拿出来，让叶神医随意挑选。曹明远命令。很快，曹家老三就把叶璇想要的颜容晶以及曹家的其他几家至宝全都拿了过来。叶神医，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您想要什么，随便拿。曹家主也开口了。既然如此，
叶璇就不客气了。叶璇上前看了一下曹家的这几件至宝，其中大部分都是叶璇看不上的东西，反倒是其中的一件瞬间吸引住了叶璇的目光。咦，没想到这次还有意外之喜啊！叶璇看上的是一枚鸡蛋大小的黑色种子。叶璇拿起这颗特殊的黑色种子看了一看，彻底确定了它是什么。叶神医看上了这枚神秘种子吗？尽管拿去。曹家主开口，这枚种子是我意外从一位武王境中期武者手中得到的，可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种子。既然叶神医看上，就是他的福气。这是天心花的种子。叶璇开口，天心花？那是什么？现场除了叶璇一个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听说过这个名字。天心花，一种比百年珠果更加珍贵的顶级药材，最重要的，它是炼制可以帮元婴巅峰的修仙者突破化神境的化神丹的主药材。叶璇现在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只要天地灵气足够充足，突破到元婴巅峰不成问题。可更进一步突破化神修为，就不能只依靠天地灵气了，这时化神丹就派上用场了。天心花就是炼制化神丹的重要原料之一啊。天心花不像百年珠果一样需要100年才能成熟，现在叶璇有通天塔这样逆天级的至宝。通天塔第一层的时间流逝可是外面的10倍，叶璇可以把天心花种在通天塔之内，后续再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让天心花生根发芽，然后快速成熟。得到了它，叶璇突破化神境将会更加容易。天心花的种子绝对算是一件宝物。选择了这枚天心花种子后，叶璇又挑了一件特殊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一件特殊的武器，威力还算可以，只不过它最多可以对付武王境中期的武者，再厉害一点就不行了。叶璇选择它是打算带回去送给玉妃姐，自己这2次出来，玉妃姐都特别担心自己，这枚玉簪算是自己的一份礼物吧。正好玉妃姐现在的修为一般，有了它实力会提升不少。好，这2件宝物以及颜容金都送给叶神医，以后如果叶神医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来我曹家，我曹家有的一定奉上。曹家主承诺。叶璇把这3件东西收了起来之后，叶璇的目光看向这枚蛊虫。该死的东西，我弄死他！曹明远看着害父亲昏迷这么久的蛊虫，以半步武王的实力猛地一击打了过去，可最后盛放蛊虫的碗变成了粉末，但蛊虫却安然无恙。怎么会这样？这个蛊虫的防御力这么强吗？曹明远有些傻眼，看着这个恶心的东西，叶璇右手一弹，一道苍白色火焰过去，几秒钟后，这个蛊虫就被叶璇的火焰烧得一点都不剩了。曹家主，你可以想一下，是谁给你下的蛊，以后好注意一些。叶璇提醒。多谢叶神医。颜容金到手，叶璇还得到了更珍贵的药材天心花以及那枚玉簪，收获满满。事情搞定，叶璇就告辞了。他还着急回去把2把飞剑残片融合到一起呢。曹明远亲自送叶璇回去。在叶璇回别墅的路上，远在苗疆的一处寨子中，一个银发老者突然感觉到异常，然后一口血吐了出去。师傅，您怎么了？旁边一个青年关切地问道。他的师傅可是威震苗疆的顶级大蛊师，实力更是堪比武尊境强者，怎么突然吐血了呢？是谁把我的蛊虫给杀了？银发老者愤怒地大吼。他的这些蛊虫和他息息相关，一旦有蛊虫被杀，他也会随之受伤。听到师傅的话，青年一愣，以他武王境后期的修为，都不一定能杀死师傅的蛊虫啊，应该是我在金陵曹家家主身上下的蛊虫被人破坏了。银发老者判断。元德，你忙完手中的事情后，找时间去一下金陵曹家，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银发老者判断。如果你查到是谁破坏了我的蛊虫，给我杀了他。以你武王境后期的修为，加上练习的蛊术，在金陵应该没几人比你强。银发老者命令。是，师傅。青年古元德点头。对了，在杀死破坏我蛊虫的家伙之前，一定要狠狠折磨一下他，让他生不如死。银发老者叮嘱。放心吧，师傅，我不杀他，敢破坏师傅的蛊虫，我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古元德答应下来。金陵别墅中，趁着四下无人，叶璇操控精神力，先把刚刚的意外之喜天心花的种子放进了通天塔的第1层。叶璇把它种在了百年珠果的旁边。当初把百年珠果周围的土壤一起带走了，的确是正确选择呀。现在正好种植天心花的种子，把种子种下，剩下的就是等它生根发芽了。叶璇打算先看看它自己的生长情况如何，如果不行的话，自己再用特殊办法帮它。天心花的事情搞定，叶璇又拿出了颜容金以及2把飞剑的残片。现在是时候把2块飞剑残片融合到一起了。叶璇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开始熔炼起颜容金起来。时间一点点过去，2个小时后，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剑吟传来。此刻1把半米多长的断剑漂浮在空中，叶璇成功把这2块飞剑融合到一起了。只可惜飞剑剩余的一半还没有找到，不然的话自己就可以得到1把完整的飞剑了。不过即便是现在只有飞剑的一半，它的威力依旧恐怖。叶璇正打算试验一下新的飞剑的威力，突然门外传来异响，似乎有人来了。此刻白如烟正带着曹家主以及之前对叶璇医术有点怀疑的孙女曹珊珊站在别墅前。叶璇出来看到他们后有些诧异。叶神医，之前我刚醒来太匆忙了，有点事情忘记问了，所以特意来拜访叶神医。
曹家主客气地说道。刚刚把飞剑修复了，叶璇心情不错，就请他们进来了。曹家主想起是什么时候中的蛊吗？叶璇随口问了一句。我估计是几年前。曹家主猜测道。我意外在金陵的落霞山中发现了一处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就想去那里一探究竟，结果却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身着诡异的银发老者。听曹家主这么说，叶璇瞬间精神起来。曹家主，你说在金陵的落霞山中有一处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说到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叶璇可就不困了。对叶璇来说，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就代表着修为的提升，以及有机会开拓通天塔第1层的空间，是另类的至宝。没想到今天除了修复飞剑成功，得到天心花的种子之外，还有这样的惊喜呢。今天可真是收获巨大啊！叶璇心情更好了。对啊，曹家主点头。曹家主，你具体说一下，那处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在哪里，以及那里的具体情况？叶璇询问。既然碰到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叶璇自然心动，要去那里修炼一番。除去今天，距离高考还有2天的时间，时间还充足。现在知道了金陵附近有这么一处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叶璇想在高考前把修为更进一步。哦，那处地方是在落霞山的深处，那里天地灵气浓郁倒是浓郁，问题是一头实力堪比武王境中期的烈毒蜥盘踞在那里。曹家主介绍，那头烈毒蜥的毒性很恐怖，就算是一些厉害的武王境中期都不是他的对手。就在金陵附近，如果那里什么危险都没有，早就被金陵的大势力给抢占了。正是因为那头实力强悍的烈毒蜥在那里，所以才没有大势力盯着那里。武王境中期的烈毒蜥无妨。叶璇开口，有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别说武王境中期了，就算是实力更强，叶璇也照去不误。曹家主把落霞山那处天地灵气浓郁的具体地址告诉了叶璇。叶神医觉得我这孙女如何？曹家主突然转移话题，看向旁边亭亭玉立的小孙女。啊！曹家主的这句话把在场所有人都给问懵了。什么意思？爷爷，你在说什么啊？曹珊珊问道。曹家主嘿嘿一笑，语出惊人。叶神医医术超凡，而且一表人才，我孙女也是亭亭玉立，天生丽质。我看你们年纪差不多，我把珊珊许配给叶神医如何？如果你们能在一起，将来我金陵曹家就是叶神医的了。原来这才是曹家主突然造访的真正目的。听到爷爷这句话，有一丝刁蛮的曹珊珊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润。爷爷，你说什么呢？曹珊珊娇嗔。虽然嘴上拒绝，但曹珊珊心跳还是不由加快。别的不说，这个叶璇真的好帅啊。旁边白如烟无语至极，原来曹家主是因为这个事情才来的，早知道他就不带路了。曹家主，我已经有未婚妻了。叶璇开口。曹家主，叶神医的未婚妻可是帝都人，天之娇女啊。白如烟若有所指的说道。这样啊，可惜了。曹家主遗憾的开口。哼。曹珊珊觉得面子挂不住了，则是冷哼一声，为自己开口。我又不是嫁不出去。爷爷，你说什么呢？曹珊珊在心中自我安慰，不就是长得帅一点吗？有什么啊？这个叶璇医术高明，想来实力肯定不怎么样，自己只会嫁给那种强者的，才不会嫁给实力不怎么样的人呢。叶璇，给我滚出来！突然一道巨响传来，此刻在叶璇别墅前，曹云飞派来对付叶璇的心腹武王境中期的于剑池大声叫嚣着。武王境中期而已，你当我们这里无人吗？叶璇他们出来，曹家主猛地出手，叶神医救了他，而且这里还是金陵，他的地盘上，他怎么能不管呢？我当是什么强者呢？原来也是武王境中期而已。于剑池相当不屑，同境界的武者，他又不是没有杀过。两人激战起来，曹家主被蛊虫侵害这么久，刚刚苏醒，实力比较弱，只是几招过后就有些抵挡不住了。10几招过后，曹家主连忙后退，他受伤了。看到这幕，曹珊珊傻眼了，什么情况？爷爷也是武王境中期的强者呀。见此，于剑池也没有继续追曹家主，而是看向叶璇。这次他来的目的是对付叶璇。叶璇，我奉了我们家少主秦云飞之命，特意来断你的双腿。于剑池狠毒地说道。秦云飞派来的？叶璇冷笑一声。秦云飞不敢亲自来，就派了你这个废物来。放肆！我们家少主时间是何等宝贵，怎么能浪费在你这样的蝼蚁身上？你算什么东西？于剑池傲慢地开口。他还以为叶璇也就半步武王，或是武王境初期的实力呢。叶璇承受我们少主的怒火吧。于剑池猛地出手，刹那间，于剑池武王境中期巅峰的实力全部展现出来。在这股可怕的威压下，白如烟和曹珊珊俏脸煞白，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叶神医小心，他在武王境中期武者中算是最顶级的。曹家主连忙提醒，别说他现在刚苏醒，就算是巅峰时也打不过这个家伙。这家伙的实力真的很恐怖。叶璇依旧淡然地站在原地，这家伙来的正好，可以试验一下自己刚刚融合到一起的2块飞剑的威力如何。叶璇手中寒芒一闪，啊！下一秒，于剑池的双腿和双臂直接被斩掉啊！于剑池的修为同时也被废掉，成为普通人。于剑池躺在血泊中惨叫不已。此刻的于剑池双眼中满是恐惧与害怕。刚刚他还没有杀到叶璇面前，一个照面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双臂和双腿就被斩掉了。叶璇的实力如此恐怖吗？看到这幕，曹家主以及曹珊珊傻眼了，尤其是曹珊珊，
刚才还在心中嘀咕，觉得叶璇的实力肯定不怎么样呢。结果现在叶璇抬手间就把轻松击败爷爷的神秘武者给解决了。我的天，叶璇不仅医术高超，连实力也那么强吗？一时间，曹珊珊感到自惭形秽。眼前这家伙想断自己双腿，那叶璇就断他的双腿和双臂，废掉他修为。叶璇冰冷开口：“回去后给秦云飞带句话，半个月后我去帝都时，你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当然了，叶璇没杀他，最重要的是为了让他给秦云飞带句话。秦云飞竟然派人来对付自己。等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结束，前往帝都，一定要好好关照一下他。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于剑池惊恐的点头。此刻的叶璇在他的眼中就如同杀神一般。少主啊，少主，你这次是惹到天大的麻烦了。曹家主派人给他止下血，然后送去帝都秦家。叶璇看向曹家主，帝都秦家。听叶璇这么说，曹家主一愣。好，曹家主点头，然后就派手下人把于剑池带走了。叶神医和帝都秦家的事情，曹家主自知不好过问。曹家主带着孙女离开了，白如烟待了一会儿也走了。威力还不错。叶璇对刚刚自己飞剑的威力表示满意。对了，自己要想办法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在暗雨楼的遗迹中得到剩余的飞剑残片，早一点把整个飞剑的残片全部凑齐，它的威力会格外恐怖。时间还早，得知了金陵附近就有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叶璇便直接动身前往金陵郊外的落霞山。今晚就是他再度突破的时候。叶璇出发前，银狼小白也带上了。那里不是有一头什么实力堪比武王境中期的猎毒蜥吗？正好是小白突破武王境的机会。就在叶璇前往落霞山的途中，边境一座巨大的军营中，一个极美的女子在一个身材高大、面色威严、散发着血煞气息的男子面前哭得梨花带泪。九霄，你一定要给我父亲，给我们金陵张家报仇啊！极美女子正是张家家主的小女儿，而这个身材高大、面色威严的男子，则是九霄战神林九霄，竟然敢杀我岳父，灭了我岳父一家！那个叶璇真该死啊！林九霄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杀意，直冲天穹。此刻感受到这股可怕的杀意，周围数百米内的武士们惊恐不已。战神一怒，服尸百里。九霄战神的怒火，那可是相当恐怖的。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竟然敢招惹堂堂的九霄战神？不想活了吗？九霄，你一定要手刃那个叶璇！张家小女儿哀求。放心，我会用那个叶璇的人头去纪念岳父一家。林九霄保证。明明知道张家家主是自己的岳父，叶璇竟然还敢杀了对方，甚至灭了整个金陵张家，这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为了给妻子报仇，叶璇他必杀。叶璇的人头他要了，我答应你，等我这2天把事情处理完，3天后我就带上我的卫队，我们一起杀向金陵，去取叶璇的项上人头。林九霄承诺。好，3日后我们出发，到时候我要亲自把叶璇的项上人头摆在我父亲的坟前。另一边，叶璇也来到了目的地，远远的叶璇就感受到了浓郁的天地灵气，心情大振。与此同时，叶璇还闻到了一股腥臭的气息，这股气息8成就是曹家主口中的那头猎毒蜥的原因。叶璇和小白继续上前，最终发现了那头体型足足有3-4米长，体重达到1吨以上，实力堪比武王境中期的猎毒蜥。发现了自己的领地里有外人闯入，猎毒蜥远远的朝叶璇喷了一口毒液。叶璇右手一弹，苍白色的火焰冲去，迎了上去。下一秒，两者相撞，毒液被火焰燃烧殆尽。凭借毒液以及武王境中期的实力，这头猎毒蜥堪称武王境中期无敌的存在。只可惜这次他遇到了自己，叶璇管他什么无敌不无敌。见毒液不管用，猎毒蜥暴怒，然后猛地朝叶璇冲来，一时间地面都略微颤动起来。叶璇手中飞剑出现。之前在金陵城中，周围都是建筑，对付秦云飞派来的手下，叶璇并没有动用飞剑的全部实力。现在周围空旷，这头猎毒蜥的实力还可以，叶璇可以放开手来了，是一下飞剑的全部实力了。面对体型硕大的猎毒蜥，叶璇一剑斩出，刹那间堪称武王境中期无敌的猎毒蜥直接被叶璇一剑劈成了2半。不仅如此，叶璇这一剑在猎毒蜥身后的上百米的地面上还形成了一道恐怖的剑痕，地面上留下深不见底的裂痕。这还是叶璇没有动用自身实力，完全靠飞剑的威力，哪怕是只有1半的飞剑，依旧恐怖如斯。在猎毒蜥死去的瞬间，诡异发生，一道小拇指般大小的白色虫子突然飞出，直奔叶璇心脏而来。如果一不小心，就算是武王境后期的武者都会被这个神秘虫子袭击成功。叶璇出手，直接把这个白色虫子控制在了空中。又是一个蛊虫，叶璇眉头一皱，怎么这里这么多蛊虫呢？叶璇把这只蛊虫再次烧死。蛊虫什么的一会儿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吸收天地灵气，提升修为。猎毒蜥搞定，叶璇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盘坐下来，开始吸纳天地灵气。刹那间，周围的天地灵气风一般朝叶璇的体内涌去。旁边银狼向前几口就把武王境中期的猎毒蜥的心脏给吞了下来。猎毒蜥的心脏蕴含着的强大能量对小白很有益处，吞下后，小白就趴在叶璇的身边沉睡了过去。1个多小时后，叶璇身上的气势猛地提升，叶璇突破了。
叶璇顺利从金丹境初期突破到了金丹境中期，终于又升级了。叶璇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只可惜这里的天地灵气用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一点点，剩余的这点，想要再次突破到金丹后期已经不够了。不过这次突然来精灵，能让修为更进一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叶璇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剩余的这点天地灵气，叶璇也不会浪费。叶璇准备让通天塔把剩余的这点天地灵气给吸收了，能把通天塔第一层的空间增大一点是一点吗？就在叶璇准备行动时，余光突然注意到旁边的银狼。此刻的银狼身上能量不停地涌动着，似乎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咦，马上就要突破到武王境了。叶璇嘀咕。叶璇扫视了一眼被劈成两半的烈毒蜥的尸体，以及尸体消失的心脏，顿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可以不枉他特意把小白带来。注意到小白没有什么问题，叶璇开启通天塔，把剩余的天地灵气吸收进去。下一秒，通天塔开始疯狂的运转，开始吸收周围剩余的天地灵气。叶璇时刻关注通天塔里面，尤其是通天塔还没有开启的漆黑一片的混沌虚无处，与通天塔已经开启空间的边界，那是只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石碑。这座石碑能出现在通天塔的内部，上面刻的东西绝对不简单。叶璇希望这次通天塔第一层内部空间能增加一点，好让自己看清楚，哪怕只看到石碑上部分雕刻的文字或是图案都好。在叶璇的期待下，通天塔第一层内部的空间逐渐增加，石碑展露出来的地方也慢慢越来越大。一支香的功夫过去，周围剩余的天地灵气被通天塔全部吸收过去，通天塔内部的空间增加了1平米左右。目前通天塔第一层的空间已经接近6平米左右了。值得高兴的是，叶璇期待的那块古老的石碑显现的部分也增加了不少。目前石碑显露的部分已经占到了整个石碑的1/4了，石碑上面的文字也显现出一些来，只可惜不太连贯，不过这也够了。叶璇迫不及待地查看显现出来的几十个古老的文字。当叶璇看完后，他有些懵了，这些文字的内容竟然和自己想要通过后天修炼的混沌体有些关系，而且似乎更为高深。我去，这块石碑上不会是记录了和混沌体类似，但比混沌体还要厉害的特殊体质的修炼办法吧？叶璇惊喜地猜测。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太好了。毕竟混沌体虽然厉害，但不是最顶级的，比夏青岩的先天道体还差一级。如果能有更厉害的特殊体质，对叶璇来说是绝对的喜事。碑文上的和混沌体类似的体质，就比混沌体更厉害。毕竟通天塔是先帝拼命争夺的天外至宝，这里面存在的东西怎么可能普通呢？可惜这里的天地灵气不够啊。叶璇遗憾地说道。如果这里的天地灵气足够，他就能看到石碑上的全部文字了。现在距离高考还有2天，再找其他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有点来不及了。叶璇此刻更加期待高考完顺利进入帝都大学，从帝都大学的修炼资源那里薅羊毛了。到时候自己争取薅羊毛，把自己修为提升到元婴境巅峰，把通天塔的第一层全部的空间给全部开启。嘿嘿，薅羊毛嘛，叶璇可不会手下留情。叶璇看了一眼旁边的银狼，银狼身上的气势不断增强，估计马上就要突破了。半个小时后没有让叶璇失望，银狼身上的气势骤然增加。嗷！银狼仰天长啸，此刻的他已经堪比武王境初期的武者了，而且还是武王境初期武者中很厉害的那种。在银狼的狼啸之下，周围数十公里内的有些实力的武者和动物全都瑟瑟发抖。走了，叶璇起身带着小白离开。时间不早了，叶璇打算明后天回临海了。不过在回临海前，叶璇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在探暗雨楼的遗迹。虽然得到了这把威力不俗的残缺飞剑，但叶璇可没有忘记自己来暗雨楼的遗迹是做什么的。本源识他势在必得。新的一天到来，今日江南王向金陵的各大势力、各大家族发去请柬，邀请各大势力前去议事。江南王，金陵权力最高的人，哪怕是金陵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见到江南王都要跪下行礼。同时，江南王还是一位武王境巅峰的强者，算是站在整个金陵武道之巅的强者了。整个金陵没有几个人敢不给他面子。这次江南王召集金陵这么多大势力议事的目的，是为了商议过些日子帝都大学武道高考在金陵布置考点的事情。帝都大学作为大夏第一高校，是无数年轻学子做梦都想进入的学府。尤其是今年帝都大学突然增设了武道学院，开始面向全国的20岁以下的武者招生，这更是引起大夏不少大势力的注意。这些大势力都想把自己的年轻一辈送进帝都大学的武道学院深造。普通人或许不知道，但他们却清楚地了解帝都大学究竟多么强大。帝都大学之中可是有武皇级的超级强者坐镇啊，而且还是武皇境巅峰的那种超级存在。更重要的是，帝都大学之中的武皇级强者不止一位，更有传言帝都大学甚至还有站在武道巅峰的武帝级恐怖存在。当然了，这是传言，真假不好说，但帝都大学中的确有武皇级强者，而且不少，这是肯定的。能进入帝都大学，先别说帝都大学恐怖的修炼资源了，就算是能被这几位武皇级的超级强者指点记下，也会受益颇深啊。昨天帝都大学来人特意拜访了这位坐镇金陵的江南王，江南王主动提出要帮帝都大学建造考点的想法。帝都大学金陵考点
是东南这几个省唯一的考点，必须重视。就在金陵无数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前往江南王府的时候，叶璇则是一个人轻松地朝暗雨楼的遗迹而去的。对了，叶璇还带上了已经到达武王境初期的小白。今天叶璇打算把张家的地图上剩余几个特殊标记地点全部探查一遍，他就不信了，还找不到关于本源石的下落。暗雨楼遗迹，那几个暗中埋伏在这里的金陵大势力的掌权者悄悄聚集在一起。老方，江南王今天召集金陵的各大势力前去议事，别人都去了，我们几个不去，是不是不好啊？其中有人担忧，不给江南王的面子，这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听到这里，几人中实力最强的方家家主陷入沉思之中。就在他们讨论时，在暗雨楼的遗迹前突然出现了一行人，这一行人共10几个，以一个年轻男子为首，其他人明显是护卫之类的。更离谱的是，这一行人中单是武王境就有5个，一个武王境中期，4个武王境初期，而这些护卫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半步武王。发现了这么一股庞大的势力出现，原本讨论的方家家主众人顿时愣住了。方家家主，出来一叙吧！这股神秘势力中的武王境中期男子喊了一声。见此，方家家主几人不好继续隐藏下去，便纷纷现身，带人来到了这一小队人面前。方家家主拱手客气地问道：“请问阁下是哪方势力？”帝都赵家为首的年轻男子无比自豪地开口：“帝都赵家。”听到这4个字，方家家主等人大惊失色，怎么帝都赵家的人突然出现在这里了？难道也是知道了前不久暗雨楼的遗迹出现重宝的事情吗？不愧是帝都的大势力啊，消息太灵通了。帝都的大家族随便来一个都可以横扫他们金陵的所有大势力，更何况眼前的帝都赵家实力更是强悍。这位是我们帝都赵家的嫡系小少爷赵光远，听说暗雨楼的遗迹中出现好东西了，小少爷特意来查看一番。赵家武王境中期的护卫介绍：“怎么，你们想阻拦我们吗？”赵家武王境中期问道。“不敢，不敢。”方家家主连忙摇头：“我们正好要去参加江南王的邀请，这里就交给赵公子了。”方家家主可不敢和堂堂的帝都赵家对抗，于是这几大势力连忙带人离开，正好去参加江南王的聚会。不过在路上，方家家主特意让他们方家另一位武王境初期的武者悄悄潜伏在暗雨楼的周围，以防万一。暗雨楼的遗迹，今日我帝都赵家接手了，其他人都给我滚！赵光远大声喊道。说罢，他一个眼神，赵家的那些强大护卫们开始赶人。没一会儿，他们就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把暗雨楼的遗迹全部封锁了，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那个武王境中期的武者则是跟着赵光远深入暗雨楼的遗迹，开始探索。没一会儿，叶璇带着银狼来到了暗雨楼遗迹的东面，打算从这里进入。这里被我们帝都赵家封锁了，滚！看到叶璇过来，赵家在东面封锁的那个武王境初期的护卫大声呵斥：“呵呵，帝都赵家，你们的手伸得很远啊！”叶璇冷笑一声，帝都赵家和他们帝都叶家算是死对头，差不多算是不死不休的那种状态。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2个家族的成员死在了对方的手中。最开始叶璇父母出事时，叶璇还怀疑过帝都赵家，不过没什么证据。虽然现在和杀戮阁有关，但也不排除帝都赵家的嫌疑。死！面对帝都赵家这个武王的挑衅，叶璇直接一掌。刹那间，帝都赵家武王境初期以及数个半步武王境的护卫全部被叶璇拍成了血雾。如果是曾经没有觉醒上一世记忆，叶璇只是一个学生时，可能还需要证据。可现在觉醒了上一世记忆，叶璇管他有没有证据，只要有嫌疑，叶璇就一个字：杀。叶璇修仙讲究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既然这里有帝都赵家的人拦路，那暗雨楼的遗迹中估计还有。很好，既然帝都赵家人在他面前出现了，就一个也别想活。解决了这几个碍事的，叶璇和银狼大步走进暗雨楼的遗迹。叶璇打算探索暗雨楼的遗迹，先寻找本源石的下落再说。反正只要有什么动静，帝都赵家的人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全部赶过来，到时候自己正好一网打尽，省得一个个去找了，省得自己麻烦。叶璇按照从张家得到地图上标记地点开始探索。很不巧，叶璇探索的第一个地方，那里是空空如也，里面只剩下灰尘了。叶璇没有泄气，继续寻找。最终在叶璇找到第2个标记地点时，叶璇察觉到了异常。这个第2处标记地点是一处特殊的密室。叶璇按照标记打开，足以击杀武王境中期武者的机关开启。叶璇一招就把机关给毁掉了。叶璇上前查看，这个密室需要特制的钥匙开启，叶璇没有。就在叶璇打算一招直接把门给毁掉时，却意外发现这处密室被暗雨楼布置了特别的机关，只要有人用外力强行开启，整个密室就会爆炸，里面的所有东西都会被毁掉。想要进入其中，只能老老实实的用钥匙开启。叶璇没有用蛮力，而是使用金丹境强大的精神力开始探索密室内部。没一会儿，叶璇大喜，刚刚他用精神力搜过密室内部，果然在其中的一个角落发现了第2块本源石。太好了，自己没有白来，暗雨楼的遗迹中真有第2块本源石啊！自己修炼混沌体的前期准备又增加了一份。密室中有本源石，叶璇便不打算用蛮力开启了，万一把本源石毁掉，可就得不偿失。可要是叶璇暂时又没有，就在叶璇思考如何顺利得到本源石的时候，远处
十几道人影朝这里疾驰而来。叶璇这里的动静有点大，把在其他地方搜寻的帝都赵家所有人都给吸引了过来。哪怕距离隔着数百米，赵光远已经无比猖狂的大喊，命令道：“小子，滚开！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帝都赵家的。”眨眼间的功夫，帝都赵家的10几个护卫就冲了过来，把赵光远护在中间。叶璇，你不是重伤了吗？什么时候醒的？认出叶璇后，赵光远无比诧异。叶璇在帝都那可不是一般的出名，只不过叶璇出名并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有一个被誉为大夏第一天骄的未婚妻而已。帝都的这些公子哥对叶璇羡慕的牙痒痒。不对，整个暗雨楼的遗迹都被我们赵家封锁起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突然，赵光远想到了什么，诧异的问道：“赵九任和其他几人呢？”赵光远扫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守在暗雨楼遗迹东面的那几个赵家护卫。他们已经下地狱了。叶璇冰冷的声音传来。听叶璇这么说，赵光远目光一凝：“你把赵九任他们杀了？”叶璇，我要给你我一个解释。赵光远杀气腾腾的说道：“解释？我叶璇做事何须向你解释？”叶璇淡淡开口。叶璇此言一出，赵光远等人瞬间愣住了，尤其是赵光远脸上更是浮现出讥讽的笑容。我没有听错吧？你叶璇竟然敢对我这么说话？赵光远气急反笑。在他的印象中，叶璇的实力相当差，当年离开帝都时似乎才是外境而已。这几年过去，叶璇就算再厉害，最多武道宗师或是大宗师之类的，可这点修为在他们眼中简直是笑话。少爷，别和他废话了，我来解决他。敢杀我帝都赵家之人，死！突然，赵光远护卫中一个半步武王巅峰，只差半只脚就可以迈入武王境的武者突然出手，杀向叶璇。然而完全不用叶璇出手，旁边的银狼猛地一跃，直接一口咬断了这个赵家护卫的脖子。半步武王境的赵家护卫倒在地上，再也没了呼吸。看到这幕，在场所有人目光一凝，刚才被他们忽略的这头银狼实力竟然堪比武王境初期的武者。叶璇，这就是你的依仗吗？你不会以为有了一头武王境初期的银狼保护，你就能活着从我的手中逃走吧？赵光远冷笑：“你现在把这件密事交给我，然后跪在我面前求饶，我或许可以大方的饶你一命，不然的话，我让你生不如死。”赵光远狠毒的开口：“跪在你面前？我觉得现在该下跪的应该是你。”叶璇一个眼神扫视过去，下一秒，赵光远突然感觉到了仿佛有万斤巨力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膝盖不受控制，咕咚一声，最终赵光远径直跪在了叶璇的面前。怎么会这样？赵光远一脸懵，赵家的护卫们也愣住了，一定是叶璇搞的鬼，杀了他，给我杀了他！赵光远指着叶璇，愤怒的大吼：“他是什么人？他可是帝都赵家的嫡系，叶璇算什么东西？竟然让自己跪在了他的面前，奇耻大辱，真是奇耻大辱啊！”听到赵光远的命令，赵家的10几个护卫一起出手，径直杀向叶璇。一个武王境中期，3个武王境初期，以及10几个半步武王同时一起出手，那场面简直是摧枯拉朽的恐怖。看到这幕，赵光远激动的笑了。此刻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叶璇的尸体倒在他的面前的场景了。叶璇，今日必死！去！叶璇右手一挥，一道寒芒浮现。赵光远只是眨个眼的功夫，他信心满满的10几个实力强大的护卫全部倒在了地上，没有了呼吸。啊，什么情况？赵光远彻底懵了。怎么他眨个眼的时间，刚才还气势恢宏杀向叶璇的护卫们，此刻已经全部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呢？不对啊，难道是叶璇杀了他们吗？1秒钟不到的时间，解决一个武王中期，3个武王初期，10几个半步武王，哪怕连武王境后期都做不到啊！难道叶璇是武王境巅峰的超级强者吗？想到这里，赵光远的脸色瞬间变白了。武王境巅峰，哪怕在他们帝都都是年轻一辈中顶级的佼佼者了。叶璇的实力什么时候这么恐怖了？当赵光远再次看向叶璇时，眼神中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狂妄、嚣张，只剩下了深深的畏惧和害怕。叶璇，我警告你，你别杀我，杀了我，我帝都赵家死也不会放过你的。赵光远拿出他们家族来威胁叶璇。呵呵，你们帝都赵家不会放过我，我还不会放过你帝都赵家呢。叶璇冷笑一声，父母之死，帝都赵家可是有重大嫌疑，叶璇怎么可能饶过帝都赵家呢？下一秒，赵光远人头落地，再次看向这间密室时，叶璇大体有了主意了。他要先去打探一下，看有没有人从暗雨楼的遗迹中得到神秘钥匙，有的话就好说，如果没有，叶璇就打算动用第2个方案，自己造一把特殊的钥匙。刚才叶璇已经用精神力探查过密室的锁了，造一把新的钥匙不麻烦，只不过这点费时间。至于这个暴露的密室，叶璇并没有打算隐藏它，但整个精灵除了叶璇之外，其他人根本没有破坏他的那个强大实力。叶璇转身离开，去寻找白如烟，打探一下消息。另一边，直到叶璇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不见，一个身影这才敢进入暗雨楼的遗迹。此人正是精灵方家的另一个武王，是方家家主特意派来以防万一的。刚刚他感受到暗雨楼的遗迹出事情了，但他没敢进去，一直等叶璇离开后，他这才好奇的进来。当这个方家的武者来到那个密室前，看着一地帝都赵家，尤其是赵家的嫡系赵光远的尸体后，顿时大惊失色。死了！帝都赵家的公子以及那几个武王境的护卫
全部被杀了。刚刚整个暗雨楼的遗迹，似乎只有那个无比帅的男子离开，难不成这里是那个英俊男子干的？精灵方家的武者立马离开，去汇报了。在半路上，他正好遇到了从江南王府议事完毕回来的方家家主等人。方家武者连忙向家主汇报：什么？帝都赵家公子以及所有护卫全部被杀了？方家家主等人懵了，这绝对是震动整个精灵的大事啊！帝都赵家的嫡系就这么死在他们精灵了？精灵的天快塌了！走去看看。方家家主众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暗雨楼的遗迹，看到了赵光远以及其他赵家护卫的尸体，他们和惊鸿阁阁主的死法是一样的。那个杀死帝都赵家公子的人，也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得到了那件重宝的神秘人。方家家主做出了判断，怎么办啊？老方，就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其他几大势力的掌权者顿时慌了。现在堂堂帝都赵家的嫡系死在了他们精灵，而且还是死在了他们面前。如果帝都赵家追究下来，他们逃不了干系。一时间，这几人害怕极了。听我安排，我们现在立马派人收尸，然后快马加鞭，直接送到帝都赵家，并且向赵家之人汇报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派人来。方家家主安排，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召集我们几大势力的所有精锐武者，前去围杀那个杀死赵公子的英俊男子。我们要给赵公子报仇，而且大家别忘了，那件重宝就在那小子的身上。方家家主建议，给赵公子报仇只是他打的旗号罢了，他真正的目的自然是抢夺那件重宝。方家主，我们几个都是武王境初期，就您和于会长两人是武王境中期的武者，于会长还是才突破不久。有人担忧地问道：赵家的这几个护卫加起来就比我们弱一点，哪怕我们联手，会是那小子的对手吗？听到这里，方家家主一咬牙，我回去拿出我们方家的镇族之宝暗羽刀，到时候大家助我一臂之力，就算那小子是武王境后期，也必死。方家家主这次是真的拼了。暗羽刀是他们方家从暗雨楼的遗迹中得到的至宝，凭借暗羽刀，他可以越级而战。好，我现在就去召集人手。我也去。刹那间，这五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行动起来，前去召集手下精锐，准备一起围猎叶璇。而方家家主在回去取宝的时候，同时还派人去寻找叶璇的下落。另一边，叶璇和白如烟碰面，叶璇问了一下，白如烟摇头表示并没有听说过有人从暗雨楼的遗迹中得到了什么钥匙。为此，他还动用了自己的人脉网调查了一下，也没有消息。见此，叶璇便打算动用第二个方法，自己造一把特殊的一次性钥匙，用来开启暗雨楼遗迹的密室，得到第二块本源石。得到第二块本源石，叶璇修炼混沌体的可能性就增加了1成。至于通天塔第1层中那个石碑上的文字，毕竟还没有看到全部，叶璇也不敢保证。至于制造这把特殊的钥匙，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原材料好一点就行。这好办，偶像，我们精灵的青云街便是武者们用来买卖药材、各种材料、宝物的地方，那里应该就能找到偶像你需要的东西。白如烟介绍。叶璇点头，制作这把钥匙并不需要多么珍贵的材料，差不多就可以了。说罢，白如烟带路和叶璇直奔青云街而去。半个多小时后，两人来到了青云街。整个一条街数10家店铺，都是专门做武者生意的。叶璇开始在青云街里逛着，寻找合适的材料。当叶璇和白如烟从第3家店里出来时，情况不对了。原本热闹的街道突然变得极为安静，整个街道上见不到一个人影，空气中都弥漫着肃杀气息。而街道上的店铺则是纷纷关门。偶像，这怎么了？白如烟诧异地问道。没事，只不过有人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叶璇淡淡回答。其实叶璇早就发现了异常，只不过并没有揭穿罢了。他倒是要看看这些人要搞什么。随着叶璇话音的落下，青云街的前方出现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实力强悍的武者，气势恐怖，震撼人心。放眼望去，最起码有数百人之众，而且这些人实力最差的都是大宗师，其中武灵境、半步武王也不少。紧接着5个武王境强者从人群中走出，而5人中又以拿着暗羽刀的方家家主为首。注意到这幕，青云街店铺中那些偷看的人瑟瑟发抖。这5大势力精英集体出动啊，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咦，我似乎找到了制作钥匙的合适材料了。叶璇注意到方家家主的刀，开口道：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是来主动给自己送制作钥匙的原材料的好人啊。叶璇，暗鱼楼2处神秘通道中的重宝是被你拿了吧？帝都赵家的公子也是被你杀了吧？方家家主指着叶璇大声说道。那又如何？叶璇淡淡开口。那又如何？方家家主冷笑。是的话，那我们就替赵家的公子报仇。赵公子是什么人？是你能杀的吗？别以为你是武王境后期的武者，我们的修为比不上你，你就有恃无恐。方家家主自信满满的说道。我这把暗羽刀可是引过武王境后期强者的血的。方家家主下意识的以为叶璇是武王境后期的武者，除非你是武王境巅峰的强者，不然的话，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武王境巅峰？蝼蚁耳！叶璇冷漠的开口。别说眼前这几人连武王境后期的武者都没有，就算他们中有武王境巅峰的，叶璇也丝毫不放在眼里。什么武王境后期、巅峰的，在叶璇眼中都是一样的，蝼蚁罢了。听到叶璇竟然敢说武王境巅峰的强者是蝼蚁，
方家家主等人捧腹大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武王境巅峰，那几乎已经是站在他们精灵武道之巅的最强者了。远的不说，就说他们刚才见过的江南王，便是一位武王境巅峰的强者。他一声令下，精灵的所有大势力的掌权者都要去拜见，没人敢违抗江南王的命令。就是这样，武王境巅峰的强者，结果在这小子口中却是蝼蚁。这小子真敢说啊，还武王境巅峰是蝼蚁呢？你怎么不说武尊敬也是蝼蚁啊？方家家主冷笑，武尊敬和蝼蚁也差不多。叶璇淡淡开口，呵呵，这些强者都是蝼蚁，就你厉害是吧？今日我就用武王境中期的实力，加上这把暗羽刀，斩你这个蝼蚁！方家家主身上爆发出凌冽的杀意，然后迅速的将身体内的武者之力输入进暗羽刀之中。可惜，只凭他武王境中期的实力，只能发挥出暗羽刀一半的实力。诸位，助我一臂之力！方家家主看向周围其他几个大势力的武者，方家家主清楚的知道，单凭他武王境中期的实力，想要杀叶璇是不可能的。他的最大依仗自然是手中威力强大的暗羽刀了。好，几大势力的掌权者点头，然后纷纷把手放到了方家家主的身后，把自身的武者之力输送进方家家主的体内。一个武王境中期，3个武王境初期的庞大能量输送进方家家主的体内，方家家主顿时感觉整个人快要爆炸了。于是他连忙催动暗羽刀，暗羽刀疯狂地吸收着方家家主体内的武者之一，直到把这些武者之力全部吸收，暗羽刀才绽放出恐怖的血芒，一股血腥的气息席卷天地。此刻的暗羽刀仿佛沾满了无数鲜血，真正的威力终于全部释放出来了。此刻，那些藏着青云街其他店铺的武者立马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压力，让他们心脏很不舒服。不愧是堂堂方家的镇族之宝啊，他们的这把暗羽刀威力当真可怕。据说方家上一任家主曾经凭借这把暗羽刀斩杀过不止一位武王境后期的强者。你说这把暗羽刀厉不厉害？方家家主都动用暗羽刀了，这小子死定了。这些武者小声议论，没有一个人觉得叶璇有任何一丝活下来的可能。方家家主的这一招，整个精灵估计也就江南王这有几个武王境巅峰的强者可以承受住，其他人必死。现场就属叶璇最为淡定，这把刀的材质倒还说得过去，正好容了仿糟糟一把钥匙。叶璇小声嘀咕，此刻的他已经研究了这把暗羽刀的材质，压根没有把方家家主这些人放在眼里。叶璇，受死吧！方家家主骤然挥动暗羽刀向叶璇劈去。去！叶璇精神力一动，飞剑冲天而起，迎了过去。平！金属碰撞的声音传来。方家家主冷笑，他们方家的这把暗羽刀可是从暗羽楼的遗迹中得到的，无论是威力还是防御力都是惊人的。这把特殊的剑估计就是叶璇从暗羽楼遗迹中得到的重宝，不过看样子似乎还是一把断的。叶璇想凭借一把短剑和他完整的暗羽刀抗衡，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方家家主信心十足。然而在叶璇的飞剑和暗羽刀碰撞的瞬间，原本坚硬无比的暗羽刀直接咔嚓一声碎成了无数片。看到这幕，方家家主顿时傻眼了。不等他反应过来，飞剑寒芒一闪，刹那间方家家主以及站在他身后的剩余4大势力的掌权者全都失手分离。瞬间天地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所有人呆若木鸡，他们简直不敢想象眼前的一切。5大势力的掌权者，2个武王境中期，3个武王境初期，5大强者，而且方家家主甚至把他们方家的镇族至宝给动用了，结果就一个照面被人家一剑就给全部解决了，连方家的镇族至宝都变成了无数碎片。我的天，眼前这个男子的实力那么恐怖吗？此刻再也没有人敢怀疑叶璇刚才说的话了。或许武王境巅峰武者在人家这里的确是蝼蚁啊。家主，会长，5大势力数百精英武者看着倒在地上的家主，会长悲痛欲绝。杀了他，我们一起动手。我们数百人，就算这家伙实力再强，我们用人海战术熬也熬死他。杀！为会长报仇！5大势力的数百位武者各自动用最强大的招数，径直朝叶璇杀来。既然这群人找死，叶璇就成全他们。叶璇握住飞剑的剑把，将自身灵力输入进飞剑，灭！叶璇一剑斩出，紧接着长达数10米恐怖的剑气冲出。5大势力数百位武者在这股庞大的剑气下，一个不剩，全灭。看到前面泰然自若的叶璇，那些店铺中的武者们是彻底被吓傻了。一剑灭了数百位实力强大的武者。卧槽！卧槽！卧槽！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啊？眼前这个年轻人怕不是武尊境的强者吧？实力太可怕了！解决了这些自寻死路的人，叶璇精神力一动，方家的那把碎成无数片的暗羽刀碎片被叶璇收到囊中。叶璇本来就是来找制作特殊钥匙的原材料的，没想到这些人主动给自己送来了，省得自己费精力再去找了。现在这把暗羽刀碎成了无数片，把它融了就更方便了。旁边白如烟看着这一切，内心一片惊骇。此刻的他终于知道叶璇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了。这几天谢谢你了，这5大势力的所有产业送你了。叶璇看向白如烟，这5大势力的精锐全灭，剩下的都是一些小鱼小虾了。5大势力算是彻底完蛋了。这5大势力的产业一时间也成了无主的蛋糕，与其便宜别人，不如送给白如烟。白如烟正巧就在精灵嘛。
白如烟这2天忙前忙后给自己帮忙，叶璇自然看在眼里了。啊，不用，白如烟连连摆手。这样吧，偶像，这5大势力的所有产业，我帮你整理一下。白如烟建议，这5大势力在精灵都是很厉害的，5大势力的所有资产加起来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偶像，你不是要回临海参加高考吗？等你高考完回来，我把这5大势力的所有产业一起交给你。就算再厉害的武者，也需要钱啊，武者也需要买各种东西。这5大势力的产业加在一起，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你看着办吧。叶璇没有时间纠结这个，随白如烟的心意吧。他现在有别的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做。叶璇要去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报名点报名，参加13号的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等回临海了，报名就不方便了。叶璇和白如烟离开青云界。至于这一地的尸体，白如烟已经联系师妹刘俊渊帮忙处理了。至于刚才发生的事情，白如烟也动用自己的关系开始封锁消息，省得给偶像造成什么麻烦。千万不要小看白如烟这个医圣徒弟的能量。半小时后，叶璇来到了帝都大学精灵地区的报名点。姓名、年龄，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叶璇的基本信息。统计完毕后，工作人员就打算让叶璇展示一下修为，只有大宗师境以及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下的武者才有资格参与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帝都大学只招收大夏的天才，他不用了。只是工作人员刚说完，旁边的负责人突然说道：啊！帝都大学的工作人员无比诧异，他不明白刘主任这是什么意思。连武王境初期的张家家主都死在这位公子的手中，你说他还用展示吗？刘主任问道。啊！工作人员人傻了。叶公子，这是你的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准考证，请收好，请在13号上午9点准时前来参加武道高考。刘主任亲自把武道高考的准考证递给叶璇。叶璇报名成功后便离开了。看着叶璇远去的背影，工作人员精神有点恍惚。杀过武王境初期的武者，刘主任，你说这位叶公子会不会是这次我们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精灵考点的第1名呢？工作人员猜测，不好说，只能说他是我们精灵考点第1名的有力竞争者。刘主任看着叶璇的身影，感慨地说道：他可是听说东南这几省的顶级大势力都派了他们精心培养的继承人来参与武道高考，他们的那些继承人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啊。叶璇只能算是争夺第1的有力竞争者，至于能不能夺得第1还不好说，让我们拭目以待13号的武道高考吧。我反正很看好他。刘主任感叹，他总觉得这位叶公子和那些在温室里培养的继承人不一样。一时间，周围帝都大学的工作人员们也无比期盼起了1星期后的武道高考了。那天天才争锋一定会无比精彩的。武道高考报名成功，后天就是普通高考的日子了。叶璇要回去收拾东西回临海了。至于融了暗语刀制作开启那个密室的钥匙，消耗的时间有点长，如果叶璇继续留在精灵，忙完了估计就赶不上高考了。所以叶璇打算在高考那几天的晚上，在临海把这把特殊的钥匙制作出来。偶像，祝你高考顺利，成为临海市不成为临海省的高考状元。白如烟祝福。谢谢。叶璇点头。不过只成为江北省的高考状元，这目标是不是有点低啊？叶璇回去收拾行李了，白如烟则是兴奋地去帮叶璇处理这5大势力的后续问题了。能帮偶像做事，白如烟很是高兴。她想等叶璇高考完从临海回来，给他一个惊喜。叶璇回到别墅，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准备离开了。这次意外的精灵之行，叶璇可是收获满满。首先是修为更进一步，达到了金丹境中期，通天塔的第1层面积也增加了1平米左右。其次是得到了这把1半残缺飞剑，让自己的战斗力增加了不少。叶璇推测，在自己修炼到化神境之前，这把飞剑的用处都是很大的。再者，叶璇发现了第2块本源石的下落，并且只差最后一步，仿造一把开启密室的钥匙，就能得到第2块本源石。叶璇修炼混沌体的成功率再次增加。最后，叶璇也已经和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联系上了，双方约定在7天，不，更准确来说，应该是4天后，也就是高考最后1天的午夜见面。那时，叶璇将顺藤摸瓜，直接把杀戮阁的精灵分部一网打尽。如果顺利能知道杀戮阁总部的下落，那个更好了。叶璇期待高考结束再回精灵，踏平整个杀戮阁精灵分部的那一刻。拿上行李，叶璇准备喝口水就走了。结果他刚拿起水杯还没喝，突然发现了异样。叶璇目光一凝，顿时发现了水中一个极其细小、全身透明特殊蛊虫。这个蛊虫比叶璇从曹家家主以及那头猎毒蜥身上发现的蛊虫更为高级，也更为诡异。叶璇心念一动，飞剑嗖的一声飞出，朝别墅外的300-400米的地区而去。有一个武王境中期的武者神秘的潜伏在这里。这个神秘武者在悄悄观察叶璇别墅里面的情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叶璇飞剑已经抵在他的脖颈处了。这个武王境中期武者顿时不敢动了。当他再次一愣时，叶璇也已经拿着放有特殊蛊虫的水杯来到了他的前方。这个蛊虫是之前你放的？叶璇询问。哼！武王境中期武者冷哼一声，并不回答。去死吧！下一秒，这个武王境中期武者不顾抵在脖子上的飞剑威胁，突然出手，一掌拍向叶璇，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只是他刚打算行动，
叶璇的飞剑就彻底解决了他。叶璇看着这个亡尽中期的武者，觉得有点异常。这个武者不像是那种死士，最后尸体上的表情似乎有一丝的无奈，以及悲哀，以及对死亡的深深畏惧，很不对劲。叶璇扫视了一圈，最终发现了他的异常。下一秒，叶璇出手，也从这个亡尽中期武者身上发现了一个蛊虫。这枚蛊虫是专门控制他人的，显然这个亡尽中期的武者就是一个傀儡，幕后还有别人控制，而幕后之人才是真凶。自己都打算离开精灵了，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下蛊，叶璇怎么可能放过对方？对方以为控制着这个亡尽中期的武者来，自己就能隐藏起来，不暴露，叶璇就找不到他呢。呵呵，真当修仙者就这点手段吗？地狱路远，那自己就送他一程。至于怎么找到对方，也很简单，自然落在这2个蛊虫的身上了。蛊虫可是和那个下蛊之人息息相关啊！叶璇一挥手，亡尽中期武者身上的蛊虫以及水杯中的透明蛊虫全部漂浮在了半空之中。叶璇以这2只蛊虫为引，开始动用秘术。1分钟后，叶璇的目光看向精灵的西南角，确定了那个幕后下蛊之人的位置后，叶璇直奔那里而去。另一边，精灵西南边一处密林之中，一个瘦削男子盘腿而坐。此人并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武尊境的苗疆大蛊师的弟子古元德，武王境后期的强者。古元德，武王境后期，你是那个破坏了曹家主身上蛊虫的叶璇？古元德惊讶地说道。他的确是在等叶璇过来，只不过他期待中叶璇的样子和现在叶璇的样子大不一样啊。他期待中叶璇到来时已经被他的蛊虫给控制，是面色惨白痛苦至极的。可现在看着叶璇云淡风轻的模样，这可不像是被蛊虫控制了的样子啊。你发现了我的蛊虫？古元德开口。你说的是他吗？叶璇右手一闪，那个透明的蛊虫和控制那个亡尽中期的蛊虫全都漂浮在了叶璇手心的上方。当着古元德的面，叶璇稍稍一用力，这2个蛊虫直接变成了一小团血雾。可古元德猛地吐出一口鲜血，2个蛊虫的被杀让他也受了一些暗伤。你竟敢杀我的蛊虫，找死！古元德怒火中烧，更加怨恨叶璇了。你是苗疆人吧？是谁派你来的？叶璇问道。我的确是苗疆人，而且我师父还是苗疆赫赫有名的大蛊师万重真人。古元德无比自豪地介绍，能成为大蛊师万重真人的弟子，那是一件多值得炫耀的事情。万重真人，什么垃圾名字，真难听。叶璇摇头，放肆！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对我师父不尊？古元德大怒，对我师父不敬，去死吧！古元德突然动手向叶璇杀来。刚刚叶璇没有直接动手灭了这个小子，为的就是套这小子的话，看看他背后是谁。没想到这小子有点愣，直接把他师父万重真人给说了出来。既然叶璇得到了自己想知道的，那就没必要留着他了。叶璇一脚将地上的一块小石子踢了出去，下一秒携带着恐怖的威力，小石子直接冲破古元德的防御，击中了古元德的心脏。古元德身体顿时一僵，然后径直倒下，没有了呼吸。叶璇刚准备走，突然目光一凝，再次看向古元德的尸体。起来吧，还演呢？叶璇冷声说道。然而叶璇说完，古元德的尸体依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叶璇准备出手，直接让古元德尸骨无存。别动手！古元德这才连忙起来。有一说一，蛊术的确诡异，刚才古元德是必死的，结果他动用了最后的底牌，用自己的本命蛊虫转移了那恐怖的一击。虽然他的本命蛊虫死了，他也受了重伤，也活不过1年了，但好歹现在保住命了。你的确有点手段，如果遇到别人，说不定真的被你骗过去了。可惜你遇到了我。叶璇准备出手，彻底送他上路。别杀我！古元德再次开口。我师父万重真人威震苗疆，你敢杀我，我师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到时候以我师父的手段把你剥皮抽筋，让你生不如死。你实力的确很强，但在我师父面前却不堪一击。如果我是你，一定会考虑清楚的。古元德拿出师父万重真人来威胁叶璇，扩造。只是不等他说完，叶璇已经一招下来，瞬间古元德的尸体直接变成了一团血雾，一点都没留下。这次古元德死得彻底了。你师父来了，正好陪你一起上路。叶璇冷哼一声。就在叶璇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旁边古元德的行李中有一块无比特殊的古玉。叶璇右手一挥，这枚特殊的古玉飘到了叶璇的手中。这枚古玉上雕刻了几个特殊的符文，叶璇一时间也认不出来这是什么。不过这枚古玉散发着沧桑的气息，不像是凡物。这枚古玉有可能和神秘的苗疆有关。叶璇观察了一下，确定这枚古玉是一整个玉佩的一半，应该还有另一半的存在，2块古玉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个。不过它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叶璇暂时不得而知。不过既然不是凡物，叶璇就收下了。不过这个家伙不仅主动把自己幕后的万重真人说了出来，还送了自己一枚奇特的古玉，真是一个大好人啊！叶璇把古玉收了起来，转身离开，返回灵海了。就在叶璇返回灵海的路上，苗疆武尊境的万重真人突然感觉到了异常。是谁？是谁杀了我的弟子？万重真人暴怒，武尊境的强大气势爆发出来，周围1000米内的所有物品，无论是巨石、古树还是房屋，
刹那间全都变成尘埃。这便是武尊境的强大。原本他以为以弟子武王境后期的修为，加上还算可以的蛊术，在精灵就算不能横着走自保，完成他的任务应该是手到擒来的。没想到最后自己的弟子竟然死在了精灵。万重真人是真的愤怒了。他为了培养弟子，可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现在他精心培养的弟子竟然被杀了。敢杀的弟子，他一定要让对方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他要把这个杀死他弟子的人抽筋扒皮，挫骨扬灰。此刻的万重真人是真的待不住了，于是当天万重真人便出山向精灵杀去。另一边，帝都叶家，叶璇二爷爷叶天雄那一派，上次派去要强行接手叶璇的九鼎集团，却被叶璇狠狠教训，仿佛丧家之犬一般回来的叶志文一直在撺掇叶天雄再次派强者去临海，强行把九鼎集团拿下。不着急，叶天雄摆了摆手，冷笑着说道：“后天似乎就高考了，老三那一脉似乎对叶璇的高考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还期待叶璇考进江北省前20，进入帝都大学呢。呵呵，我们就等着叶璇高考结束出成绩，到那时叶璇名落孙山，看看老三那一脉还有什么说的。到时候九鼎集团根本不算什么，我要直接把叶璇逐出家族。”其实什么九鼎集团，身为叶家的二爷，叶天雄根本看不上，他是要借着这个机会狠狠打压老三这一脉，把老三的亲孙子踢出他们叶家，让老三在他们叶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名声扫地。毕竟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保不住，叶家还会有谁服你呢？呵呵，还期待叶璇高考呢。叶志文满是讥笑，听说之前叶璇学习很厉害，考进江北省前20，进入帝都大学的确不成问题，可现在叶璇昏迷了整整1年才苏醒没多久，浪费了1年时间，还想着考省前20，进入帝都大学呢，这不是白日做梦吗？叶志文笃信地说道：“如果叶璇能考进江北省前20，进入帝都大学，我把我的脑袋拧下来给叶璇当球踢。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就等着叶璇高考完出成绩后再狠狠羞辱打压老三那一脉。”叶天雄点头：“还是您考虑的多呀，佩服佩服。”叶志文对叶天雄佩服极了。等着叶璇高考结束出成绩名落孙山时，他们如何把叶璇逐出叶家，如何羞辱叶璇那一脉吧。当天晚上，叶璇就回到了临海，见到了苏玉飞。“小璇，你可回来了，我好担心啊。”苏玉飞激动地说道。“你没事吧？”“没事啊。”苏玉飞仔细看了叶璇一圈，这才放下心来。“玉飞姐，这是我从精灵给你带来的礼物。”叶璇拿出了从精灵曹家得到了那枚玉簪，这枚玉簪很适合现在实力有些低的玉飞姐。见叶璇还给自己带礼物来了，苏玉飞格外感动。“对了，小璇，我也给你一个惊喜。”说罢，苏玉飞猛地把自己武灵境初期的修为展示了出来。见此，叶璇也十分惊喜。“玉飞姐，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已经是武灵境初期了，进步有些快啊。”最开始苏玉飞还只是内境武者，现在已经是武灵境初期的武者了，这个提升速度堪称飞快啊。当然了，比叶璇还是差得很远，不过在武者中相当厉害了。“那还不是小璇你配置的月华液厉害啊。”苏玉飞感慨地说道。“如果不是小璇配置的月华液很厉害，他把月华液全部使用后，借助月华液洗精法水后剩余的药力，也不可能这么快提升到了武灵境初期。除了修为提升后，经过3次洗精法水，他的潜力提升了不少，体质也更强了，当然了，身体也变得更白了。按照这个速度，玉飞姐你用不了多久就能成为武王、武尊啊。”叶璇开口：“武王、武尊，哪有这么容易啊？”苏玉飞笑了笑，虽然他也很期待成为武王甚至武尊的那一天，但想成为武王、武尊可不是那么轻松的。“玉飞姐，只要你按照我说的修炼我给你的那篇藏月古经功法，成为武王、武尊用不了太久的，而且我也会帮你的。”叶璇安慰道。“藏月古经这可是顶级功法呀，修炼起来奇妙无比，对武者简直是降维打击。”苏玉飞点头，他的要求不高，只希望能追上小璇，有朝一日能继续保护小璇就行，这是他承诺苏总的，他会用一生来完成。“对了，小璇，你班主任这几天天天给我来电话，让你去学校学习。”苏玉飞再次说道，而且之前还特别叮嘱，明天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了，班里有很多事情要说一下，一定要让你去。明天是应该去学校看看。叶璇点头，明天是高考前最后一天了，是该去一下学校，了解一下正常高考的流程什么的了。晚上，苏玉飞给叶璇做了丰盛的晚餐。第二天早上，高考最后一天，叶璇重新回到了临海高中。随着叶璇的出现，临海中学引发了一场地震。10几天前，重伤昏迷1年的叶璇突然回到了学校，引起了无数学生的注意。无论是高1还是高3学生，都对这位神秘的全校第一，不是曾经的全校第一好奇极了。然后叶璇在学校待了2天，又神秘消失了，再次引发学生们的热议。直到今天，高考的前一天，叶璇回来了。叶学长，加油！叶学长，高考你一定还是第一。叶学长，你成了高考状元，别忘了给我签个名啊！不少漂亮学妹涌了过来，热情地鼓励叶璇。可恶，还考第一呢，不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就是竟然还做梦成为高考状元，可能吗？见此，不少男生嫉妒地说道，纷纷不看好叶璇。
叶璇感谢了一下这些学妹的鼓励，这才毫不犹豫脱身来到了班里。班里随着叶璇的出现，顿时喧闹起来。没一会儿，校花赵初晴、现在的高三第一郑飞宇以及高三第二、第三等都好奇地来到了叶璇所在的班级。叶璇，你复习的怎么样了？明天可就要高考了。见到叶璇后，赵初晴关切地问道。复习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开始复习呢。叶璇耸了耸肩，昨晚刚回来，叶璇美美的睡了一觉，还没有开始复习。拥有过目不忘能力的她，别说今天了，就算是今晚复习也不晚。听叶璇说没有复习，无论是赵初晴还是郑飞宇等人，全都傻眼了。你怎么能不复习啊？赵初晴稍微有点气愤地说道。不复习，8成就是放弃了呗。郑飞宇开口。我们也能理解，毕竟1年没有学习嘛。听说叶璇回来了，郑飞宇还有点担心叶璇可能会强势归来，结果现在都高考前最后一天了，叶璇竟然还没有复习，果然是自暴自弃了。他竟然还担心叶璇会成为自己的竞争者，真是高估叶璇啊。其他几个年级前几也有些感慨，曾经的全校第一，真正的学霸叶璇就这么陨落了呀，甚至开始自暴自弃了，悲哀啊。10几天不见，你去哪里了？赵初晴忍不住开口。哦，我有点事情去了金陵一趟。叶璇回答。去了金陵一趟？马上就要高考了，叶璇还有时间去金陵？赵初晴有点恨铁不成钢，他也觉得叶璇放弃了。郑飞宇等人更是确定叶璇是彻底放弃高考了。叶璇，实在不行你就复读吧，再读1年应该会好一些。赵初晴认真建议。复读？那不用，我还着急进帝都大学呢。叶璇摇头。为了保护夏青言以及得到修炼资源，提升修为，他很着急进入帝都大学，怎么可能复读1年呢？进入帝都大学？听叶璇这么说，郑飞宇等人摇头。叶璇的梦还没有醒啊，竟然还想进入帝都大学。别说叶璇现在已经不是第一，学习彻底废掉了，就算还是他们的年级第一、全校第一，能不能考上全国最好的帝都大学都不好说。都现在了，叶璇还想进入帝都大学，痴人说梦呢。就在这时，老师来了，赵初晴他们离开。听班主任讲完了高考的各种事项后，叶璇就干脆的离开了。刚回到家，叶璇收到了夏青言的电话。夏青言告诉了叶璇一个重磅消息：小叶璇，刚刚帝都大学对外发布了消息，为了鼓励今年的新生，帝都大学会答应今年正常高考进入帝都大学的第1名，以及5道高考的第1个，各一个要求。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叶璇回复：按照帝都大学的说法，就是只要在帝都大学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任意一个要求，帝都大学都答应。当然了，不能太过分，比如直接变成武尊、武皇，这样是不行的。夏青言解释，可以向帝都大学要修炼资源、钱、顶级药材等等，这些都没问题。看到这里，叶璇眼前一亮，有点意思啊。如果自己拿下正常高考的第1，以及帝都大学5道高考的第1，那岂不是能向帝都大学提2个要求了？自己向他们要2个天地灵气极为浓郁的地方，到时候修为突破元婴境，或者是开启通天塔的第1层更多的地方，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好了，这次正常高考的第1名，以及5道高考的第1名，叶璇都要了。下午，白如烟、刘俊渊等叶璇认识的人给叶璇发来消息，给叶璇加油。晚上，叶璇的爷爷还亲自打电话来鼓励叶璇。这段时间帝都叶家的事情太多了，他们这一脉备受打击，他根本抽不了身，没办法亲自来临，还给叶璇加油，只能打电话鼓励了。晚上10点左右，叶璇放下了最后一本书。高考最后一天，叶璇把高中所有的书，以及夏青言送来的高考状元笔记，以及历年的高考真题，全都翻阅了一遍。拥有过目不忘能力的他，已经把这些书籍、知识全部复印在了脑海之中。第2天上午，高考正式开始。今天，苏玉飞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把凹凸有致的身材完全显现了出来，祝福叶璇旗开得胜。苏玉飞亲自送叶璇来到了考场，叮嘱了几句之后，叶璇和其他考生一样，正常进入考场。上午9点，语文正式开考。叶璇拿起笔，开始奋笔疾书。考场内，学生们正在认真答题，而考场外，无数学生家长以及无数的媒体全都在焦急的等待。媒体的记者都想采访到今年第1个走出考场的人。叶璇只用了10几分钟就把试卷全部写完了，但江北省规定，高考提前交卷不能早于高考结束前30分钟，叶璇只能闭目在那里修炼着。讲台上看着叶璇早早的就不答题，闭目养神，似乎睡着了。监考老师无奈的摇头，估计又是一个放弃的学生。11点，距离考试结束还剩下30分钟，叶璇第1个起身交卷。提起交卷，也不能离开考场，只能在规定的地方休息。11点半一到，考试结束，考场外无数媒体瞬间精神起来。下一秒，在他们的期待当中，叶璇第1个走出了考场。一瞬间，无数媒体涌了上来，想要采访叶璇，但却被苏玉飞安排的保镖给拦住了。叶璇轻松离开。见此，那些媒体记者十分遗憾，没有采访到第1个走出考场的人。当天下午，考数学，这次叶璇只用了8、9分钟就答完题了。毕竟数学写得少，语文要写作文，和上午一样，考试结束前30分钟，叶璇还是第1个交卷。数学考试时间结束，
叶璇依旧是第一个走出考场的人。考场外的那些媒体注意到依旧是叶璇第一个走出来的后，迅速蜂拥上来采访叶璇。请问同学，你觉得今天的数学考试最难的题目是什么？有媒体抢先问道。难题？这次高考有难题吗？我几分钟就做完了。叶璇随口回答。刹那间，媒体记者们被叶璇的回答给惊到了。啊，今年的数学题目这么简单吗？在记者们诧异的目光中，叶璇轻松离开。之后，媒体记者们又采访了其他考生，结果那些考生们一个个脸色难看极了。今年的高考数学绝对是最近5年，不是10年内最难的一次。对啊，今年的数学题可太难了，我估计最起码有1/3的题目相当有难度，我考砸了。考生们纷纷抱怨，考砸了，这次数学完蛋了。采访视频一公布，立马在网上引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我当第一个走出考场的那个帅气男生是什么顶级学霸呢？原来是学渣，直接放弃了。8成是一个注定名落孙山的学渣，答案都是猜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说题目简单，几分钟就做完了呢？等高考成绩出来，就是这家伙哭的时候。网上全都是对叶璇的质疑声，没一个看好叶璇的。很多网友都在期待着后面高考成绩出来，看叶璇的笑话。第一天高考结束，晚上叶璇一个人待在房间之中。今晚他要做点重要的事情。叶璇昨晚已经把全部的功课全部复习完了，今晚他要开始仿制开启暗语楼遗迹密室的钥匙了。等高考一结束，他立马前往精灵。他先和之前约定好的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见面，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知道杀戮阁总部或是其他分部的位置，然后血洗杀戮阁的精灵分部，将杀戮阁从精灵彻底铲除。之后叶璇就可以前往暗语楼取宝了。想到这里，叶璇右手一闪，之前从精灵方家家主那里得到的暗语刀的碎片出现在了叶璇的桌子上。之后叶璇又把提前让玉菲姐准备好的其他工具检查了一遍，便开始仿制开启密室的特殊钥匙了。帝都叶家，叶天雄和他们这一脉几个重要成员看到了叶璇走出考场的采访，呵呵，老三还对这个孙子信心满满，真是笑死我了，几分钟就做完题目了。叶天雄讥笑不已，就是我看采访专家都说今年的高考题对考生来说难度太大了，结果这小子竟然说没难题，三脉完蛋了，注定成为笑柄啊！父亲，这可是我们的好机会啊！其他几人看向叶天雄，那是，我们也做一下准备，等叶璇高考成绩一出来，名落孙山时，我们立马发起把叶璇逐出家族的建议。叶天雄点头，没看到这个采访时，叶天雄还不是那么有信心呢，现在好了，他有100%的信心了。叶璇高考注定完蛋，到时候他要借着这个机会狠狠羞辱打压一下老三那一脉。对了，叶璇采访的这个视频你们发给老三那一脉的人了吗？叶天雄幸灾乐祸地问道。发了，当然发了，这样的热闹怎么能不让他们看看呢？几人纷纷点头。他们是怎么说的？叶天雄好奇地问道。他们全都沉默了，没有回消息。几人讽刺地笑着。二脉这里欢声笑语，叶璇爷爷那一脉中，叶璇的几个叔伯亲戚们脸色都不怎么好看。父亲，您怎么看小璇的那个视频？有人问道。我相信小璇，他不会说谎的。叶璇爷爷点头。哎，见老爷子这么说，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了。此刻就连他们都对叶璇表示怀疑，或许整个帝都叶家中只有老爷子还那么相信叶璇了。帝都夏青言他们也看到了视频，夏青言妹妹等人也表示怀疑。我相信叶璇这次考的不仅很好，而且还有成为江北省高考状元的可能。反倒是夏青言看完视频后，俏脸上露出倾国倾城的笑容。他了解叶璇，知道叶璇绝不会说谎，正常高考应该没问题了，5道高考8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夏青言十分期待之后他和叶璇在帝都见面的那一刻。另一边，精灵杀戮阁分部的会长孙海平也停下来之前的任务，匆忙赶了回来。在手下的带领下，孙海平看了那2处被摧毁的据点，尤其是知道他们的损失后，孙海平更是快气炸了。是谁？谁敢和我们杀戮阁作对？孙海平身上杀意凛然。会长，我们没有查清楚，对方很厉害，没有留下半点痕迹。一个精灵分部的高层无奈地回答。砰！然而他还没说完，就被孙海平一招拍死了。废物，这样的废物还留着干什么？孙海平冷声说道。见此，杀戮阁精灵分部的其他成员更是瑟瑟发抖。会长的实力似乎又更强了几分，性格也更加狂暴了一些啊！你们继续去给我调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就算是把整个精灵翻个底朝天也无所谓。敢和我们杀戮阁作对，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孙海平大吼。3天之内，如果你们还查不出来，你们就和他一样。孙海平指了指地上的那具高层尸体，命令道。是，我们现在调查。精灵分部的人立马行动。孙海平则是在这处被摧毁的据点内再次仔细检查了起来，他想要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他一定要找到那个凶手。数个小时后，叶璇仿造的钥匙已经初步成型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最终的模样，明天晚上叶璇还要精修一下，弄完后叶璇就去休息了。第二天，叶璇照样是第一个走出考场的考生。当天晚上，
叶璇就把那个仿制的钥匙全部搞完了，剩下的就是等高考结束，前去金陵开启暗雨楼的密室宝库了。当天晚上，叶璇爷爷给叶璇打来视频电话，在叶璇爷爷旁边还有这一脉的不少亲戚。小璇，高考2天了，你觉得考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啊？爷爷好奇地问道。听到这句话，其他人也竖起耳朵，十分好奇。多少分？叶璇想了一下，十分保守地回答，不多，也就考一个749分吧。其实叶璇想说750分，满分的，但万一出了什么小问题呢？所以他就保守估计749分。叶璇此言一出，全场惊骇。什么？叶璇刚才说要考多少分？他们的耳朵没有出问题吧？749分，这是什么逆天分数啊？高考历史上好像也就一个人得到过这个分数，而且其中还是有20分的竞赛加分，没有加分也就是729分。结果叶璇此刻却和他们说，他可以单纯在高考上考749分，这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呀！叶璇是真敢说啊！我原本对叶璇还抱有一丝希望，但现在嘛，哎，见过年少轻狂的，没见过这么轻狂的。这哪里是轻狂啊，明明是狂妄。叶璇的一些亲戚忍不住开口，如果叶璇说能考个600多分，哪怕是考700分，他们还觉得有那么一丝丝可能。可是考749分，只差1分就能满分，那是绝无可能的。放眼高考这么多年的历史上，你能找到第二个不算特别的加分，单纯在高考上考749分的人吗？好，小璇，等你回帝都，我给你庆祝。爷爷反倒是相信叶璇。时间飞快，高考最后一天的凌晨10分，叶璇正在熟睡，突然叶璇感觉到了异常，猛地张开了眼界。几秒钟后，银狼小白跳进了叶璇的卧室，发出了警报。他也感觉到了异常。自从实力突破到武王境后，小白的感知力变得异常灵敏。叶璇猛地冲了出去。此刻，在叶璇别墅的背面，正有20几个人秘密行动。这群人为首的是一个武王境后期的武者，名叫秦玉山，正是帝都秦家之人。在金陵时，秦云飞派心腹来报复叶璇，却被叶璇废掉修为，断掉4肢，送了回去。看到心腹的凄惨模样，尤其是听心腹说叶璇让他带话，半个月后叶璇来帝都，心腹的下场就是秦云飞的下场。秦云飞立马暴跳如雷，当天他就想杀向金陵，取叶璇的性命。可惜在他行动前却被父亲给拦住了。父亲，那个叶璇竟然威胁到我的头上了，还把我的手下给废掉了，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秦云飞心中对叶璇的杀意达到了极点。我理解你的心情，那个叶璇感动我们帝都秦家之人，的确该死。但你别忘了，你最重要的是3个月后的大夏武道会。和大夏武道会相比，其他的都不重要。那个叶璇算什么东西，也配影响到你？秦云飞的父亲厉声说道。可是秦云飞还是不甘心，不杀了叶璇，解不了他心头之恨。别说了，那个叶璇的事情交给我，敢和我们帝都秦家作对，我会让叶璇尸骨无存的。于是秦云飞的父亲就派了秦玉山赶去了金陵，结果金陵那里没有人。秦玉山打听后才知道叶璇返回了临海，直到昨晚秦玉山才带人追杀了过来。至于秦云飞父亲说的要让叶璇尸骨无存，也是真的。为此，秦云飞父亲特意让秦玉山带来了10件大杀器，拿出来吧。看着10个手下已经就位了，秦玉山命令。下一秒，10个手下便把大杀器拿了出来。这个大杀器赫然是杀伤力巨大的火箭筒，而且秦家的这10个火箭筒和普通的火箭筒还不同，是经过特别改造的。一枚火箭弹的威力抵得上10个普通火箭弹的威力，是专门用来对付实力强悍的武者的。眼前这个10个火箭筒发射效果比得上100个普通火箭弹的威力。普通的火箭弹一发的威力就很恐怖了，现在这相当于100发威力的10个特制火箭弹，简直惊悚。这10发特制的火箭弹下去，叶璇他们家偌大的别墅都会被夷为平地。叶璇就算实力再强，也会尸骨无存。估计就算是修为低一点武尊境的强者，比如1、2品的武尊境，在这10发特制的火箭弹下也必死无疑。算是实力再高一点的武尊境强者，8成也会受重伤。武王境之后的武者，比如武尊、武皇等的境界，不再分初期、中期了，而是分1到9品，1品最低，9品最高。这便是秦云飞父亲让叶璇尸骨无存的办法。派什么更厉害的武者，那多没意思啊！还是威力强大的热武器爽啊！秦云飞父亲是忠实的热武器追捧者，拿出火箭筒后，在秦玉山的安排下，他们纷纷把火箭筒扛在肩膀上，对准叶璇家的别墅，只等秦玉山一声令下，他们会在同一时间发射，直接把叶璇家从世间抹除。而秦玉山则是特别拿出摄像机，对准叶璇家，准备把叶璇家爆炸、叶璇尸骨无存的场景给录下来。这是秦云飞特别命令的。秦云飞虽然来不了这里，但他依旧要亲眼看着叶璇下地狱。准备，3、2、1，发射！随着秦玉山一声令下，10枚火箭弹齐齐发射，直奔叶璇家的别墅而去。就在这些人期待爆炸传来时，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原本急速冲向叶璇家别墅的10枚特制火箭弹，突然诡异地停在了半空之中，一动不动。什么情况？秦玉山傻眼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带来的20几个手下纷纷倒在了地上，
没有了呼吸。一瞬间的功夫，他的20几个手下全灭，一个不剩。是谁？是人是鬼？出来，给我出来！秦玉山被吓坏了，连连呵斥。就在这时，一个如同死神一般的男子出现在了秦玉山的面前。10枚专门对付高阶武者的特制火箭弹，你们好大的手笔啊！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叶璇认出了这10枚火箭弹的不简单。这种特制的火箭弹，只有帝都的大势力才会拥有。很早之前，叶璇就曾在叶家的仓库中见到过。此刻的叶璇内心涌起一股可怕的怒火。这10枚特制火箭弹下去，他的别墅不得灰飞烟灭啊！如果他没有觉醒上一世的记忆，还是那个普通的叶璇时，此刻估计已经和玉妃姐一起离开人世了，而且还是尸骨无存的那种。该死！叶璇！秦玉山认出了叶璇的身份，无比惊愕。叶璇直接动手，一下子就把眼前这个男子给打昏过去，开始搜寻他的记忆。叶璇明白，眼前这家伙只是一个小角色，是谁派他来的才是最重要的。秦家、秦云飞、秦承业。很快，叶璇得到了答案，秦承业便是秦云飞父亲的名字。原来是帝都秦家下的手啊！如果不是此刻的叶璇高考还没结束，还有别的事情，他已经恨不得立刻杀向帝都，解决了这对畜生父子了。虽然没办法现在亲自去帝都，但叶璇依旧有杀死秦承业以及秦云飞父子的方法。隔空杀人。叶璇的目光放到了那10个被他用秘法控制在半空之中的特制火箭弹身上。下一刻，叶璇开始操控起这10枚特制火箭弹来。1个小时过后，这10枚特制的火箭弹已经变成了废铁，倒在了地上。而这10个火箭弹蕴含的恐怖能量，则是被叶璇聚集，然后精炼了。此刻，这10枚特制火箭弹的全部威力都被叶璇用秘术封印在了手中这个巴掌大小的银河之中。只要有人把银河的盖子打开，叶璇的封印会立马消失，里面聚集的10个火箭弹的能量会立刻爆炸，效果不会弱于正常发射火箭弹。这便是叶璇给秦家父子的大惊喜。虽然他暂时不能亲自去帝都，但远程解决这对父子，送他们上西天，叶璇还是能轻松办到的。秦承业不是要让自己尸骨无存，炸平自己家吗？那好，叶璇就让他和秦云飞以及他们的亲人尸骨无存。至于怎么把这个大惊喜交给秦承业手中，并且让秦承业亲自打开，叶璇也有主意了。叶璇把眼前这个秦玉山的记忆给篡改了，改成事情办成。这个银河是从他们家得到的宝物，需要秦承业亲自打开。到时候，秦承业和他们秦承业家的别墅会一起上天的。秦承业不是喜欢热武器吗？那叶璇就让他喜欢死了。解决完这些后，叶璇离开。没一会儿的功夫，秦玉山醒了。此刻的他迷迷糊糊的起身，手中拿着叶璇的银河，朝帝都的方向而去。见此，叶璇满意的点头。明天或是后天，就是秦承业、秦云飞父子上路的好日子。新的一天早上，叶璇起床，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了。今天和之前一样，叶璇依旧是第一个交卷，第一个走出考场。至此，普通的高考正式结束。至于考上帝都大学，拿下高考状元，简直是小菜一碟。高考结束后，叶璇便准备开始行动起来。他的事情还不少呢。回到别墅后，叶璇问向苏玉飞：“玉飞姐，我之前和你说的，你去帝都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叶璇询问：“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如果快的话，过几天就可以搞定了。”苏玉飞点头：“好，等事情一结束，玉飞姐你直接去帝都叶家，到时候我们在帝都相会。”叶璇开口：“好，等在帝都见面时，我说不定已经修炼到武灵境巅峰了。”苏玉飞已经开始修炼藏月古经了，他感受到了叶璇给他这篇功法的恐怖之处了。此时的苏玉飞又恢复了自信。苏玉飞给了叶璇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知道叶璇又要离开了，关切地说道：“小璇，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玉飞姐。简单收拾了一下，叶璇启程，直奔金陵而去。今晚他还要和金陵杀戮阁分部的会长见面呢。至于银狼小白，则是被叶璇留给了苏玉飞。有感知力惊人的小白在，玉飞姐的安全也有所保证。另一边，九霄战神林九霄也带着夫人，率领着他的卫队，浩浩荡荡的在前往金陵的路上。虽然前天他们就动身了，但因为身在边疆，距离金陵太远了，又有卫队要带，所以他们距离金陵还要1-2天的路程。夫人你放心，我已经派人打听了，那个叶璇依旧在金陵，似乎几天前还闹出来不小的动静。看着夫人着急的模样，林九霄安慰：“我们一到金陵，我率领卫队立马去解决那个叶璇，用叶璇的项上人头纪念岳父。”林九霄保证，对于解决叶璇，林九霄有着十足的信心。晚上10点左右，叶璇顺利赶到了金陵。午夜12点，叶璇来到了之前和杀戮阁金陵分部会长约定的关云轩茶楼。午夜的关云轩茶楼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过了一会儿，一个神秘男子出现在了关云轩茶楼前，此人正是金陵杀戮阁分部的会长孙海平。孙海平观察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人。此刻的他内心有些怀疑，他被人放鸽子了。杀戮阁金陵的负责人。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紧接着叶璇缓缓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看到叶璇后，孙海平顿时充满了警惕。刚才他观察一圈，没有发现这里有人啊，眼前这个人隐藏的手段竟然比他这个专业杀手还厉害。负责人也算是吧，
我是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孙海平，就是你想雇佣我？孙海平询问。对，叶璇点头。说吧，你要雇佣我做什么？孙海平询问。就在孙海平以为叶璇的回答会是刺杀什么人之类的时，下一秒叶璇语出惊人，我雇佣你屠灭整个杀戮阁精灵分部。叶璇微笑着说道。刹那间，孙海平瞪大了双眼。你说什么？孙海平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这家伙要让自己屠灭杀戮阁精灵分部，开什么玩笑？我杀我自己？你敢说这句话，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孙海平可没有什么好脾气，他们杀戮阁的威严不可辱，看样子你不打算接这个任务了。既然如此，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说罢，叶璇身上气势陡然变化，准备出手。不远处，清楚地感受到了叶璇身上传来的恐怖气势，孙海平脸色大变，神情也紧绷起来。这股可怕的气势，孙海平只在之前见过的一位武尊境的强者那里感受到过。更重要的是，眼前这家伙的气势似乎比那位武尊更可怕。咕咚！下一秒，不等叶璇反应过来，孙海平突然双膝一软，直接跪在了叶璇的面前。大人，请饶我一命吧！说罢，孙海平重重地给叶璇磕了一个头。虽然他们杀戮阁的威严不可辱，但他又不傻，面对一位疑似武尊境强者，他还想保住小命呢。看到这一幕，叶璇都是一愣啊，这家伙滑跪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吧？只要大人能饶小人一命，我愿意听从大人的任何吩咐。而且关于我知道的杀戮阁的一切，我都可以向大人汇报。孙海平为了表示自己求饶的诚意，毫不犹豫地把杀戮阁给卖了。好家伙，真是杀戮阁的好员工啊！他还以为杀戮阁的人都是硬骨头呢，原来也就这样。既然这样，叶璇便不打算出手了。反正刚才叶璇也没打算直接杀了他，叶璇要问他一些关于杀戮阁的事情。杀戮阁的总部在哪里？叶璇询问。大人，我不知道啊，有什么事情从来都是总部联系我们，我们不能联系总部。孙海平实话实说。别说总部的具体位置了，我甚至都没有去过杀戮阁总部。你都没去过，你不是杀戮阁在精灵的负责人吗？叶璇问道。大人，我是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会长，但不是杀戮阁在精灵的负责人。孙海平解释。我算是杀戮阁在精灵分部名义上的掌控者，可实际上真正的控制者另有其人。听孙海平这么说，叶璇突然想到了最开始见到孙海平后，自己问他是不是杀戮阁的负责人，他勉强地说算是吧。那负责人是谁？杀戮阁在精灵分部的负责人是赤血会的会长黄长远，武王境巅峰的强者。孙海平说了实话，赤血会是黄长远用来掩饰真实身份的势力，他才是真正掌控杀戮阁精灵分部的人，而且不仅是精灵，他也是整个杀戮阁在苏省的总负责人。孙海平把他知道的告诉了叶璇。黄长远，叶璇小声嘀咕一句，之前在精灵，他的确听说过对方，据说这个黄长远是和江南王并列的精灵超级强者，原来他才是杀戮阁在精灵的负责人，而且还是苏省的总负责人啊！意外之喜啊！没想到找到一条大鱼。杀戮阁苏省总负责人这个身份明显更厉害一些。那黄长远知道杀戮阁总部的位置吗？叶璇再次问道。这就不确定了，不过就算黄长远不知道杀戮阁总部的位置，但杀戮阁在苏省的所有据点分部的位置他肯定都知道。除此之外，黄长远还和杀戮阁东南几省的几个总负责人都有联系，只要您能抓住他，就能找到剩余几省杀戮阁的总负责人了。孙海平继续说道。咦，叶璇眼前一亮，这个消息很可以啊。那杀戮阁在精灵的分部具体位置你应该知道吧？叶璇开口。知道，这个知道。孙海平连连点头。带我去杀戮阁的精灵分部。叶璇开口。今晚叶璇要先把杀戮阁的精灵分部给血洗了，向杀戮阁收点利息。是，您跟我来。孙海平在前面带路。没多久，他们来到了目的地。这里是一座游乐场，是杀戮阁精灵分部用来隐藏的特殊手段，任何人都想不到堂堂杀戮阁的精灵分部会藏在一座现代的游乐场之中。孙海平在后面对付黄长远时还有用，叶璇就没让他一起进来。叶璇刚踏入杀戮阁精灵分部，立马被数十个杀手给包围住了。几秒钟后，数位武王境武者在一个武王境后期武者的带领下过来。你是谁？为首的武王境后期厉声问道。我是谁？我是给杀戮阁送终之人。叶璇冰冷的回答。哈哈，真是天大的笑话，小子，你算什么东西？我杀戮阁可是大夏第一杀手组织，你也配接我们送终？想给我杀戮阁送终的人可太多了，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杀戮阁的这几个武王对叶璇讽刺不已，别人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说着，飞剑出现在叶璇的手中，杀了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数位武王杀手一起动手，杀向叶璇。同一时间，叶璇也出手了。这些杀手一向以身手灵敏、善于隐藏著称，可惜这次他们遇到了叶璇，还没等他们找到叶璇的位置，就已经没命了。眨眼间的功夫，这数位武王以及几十个杀手全被叶璇解决。这只是刚开始。根据孙海平所说的，整个杀戮阁精灵分部有数百位杀手，10余个武王。解决了这些人后，叶璇仿佛死神一般向深处走去。没多久，叶璇血洗了整个杀戮阁。杀戮阁精灵分部的杀手除了孙海平之外，
一个不留。进来吧。叶璇开口。10几秒后，孙海平瑟瑟发抖的进来了。刚才他在远处清楚的看到了宛如死神一般恐怖至极的叶璇，太吓人了。他幸好求饶的快啊。对了，大人，我有一个消息要向您汇报，您一定感兴趣。孙海平突然开口。哦，什么消息？叶璇随口问了一句。孙海平严肃的回答，是关于您手中这把断剑的消息。原本叶璇没太在意孙海平的话，可当他得知孙海平要说的事情和自己手中的残缺飞剑有关时，瞬间来了兴趣。什么消息？是这样的，我们之前一个武王境中期的杀手去执行任务时，意外得到了一块和大人您手中这个断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块残片，他上交了给我，我研究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用，但一看它就不是凡物，我就把它又上交给了黄长远。目前那个残片应该还在黄长远那里。孙海平解释起来。听孙海平这么说，叶璇确定了黄长远手中的应该是飞剑的第3块残片，没想到这么快自己就找到第3块残片了。带我去赤血会。叶璇命令。叶璇要去解决那个黄长远，顺便把第3块飞剑残片拿到手。是。孙海平点头。虽然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但赤血会的客厅之中依旧是人声鼎沸。会长，那个叫白如烟的小丫头这几天把方家、金鸿阁等几大势力的资产全部给收编了。对啊，这几大势力的所有资产加起来，保守估计也有1、2千亿吧，这可是一笔无比庞大的数目啊！我们就看着这么一大笔钱被白如烟那个小丫头一个人给独吞了。赤血会的人不甘地说道。可问题是，白如烟的背景很神秘，而且她还是有名的神医，不少人欠了她的人情。如果我们对她下手，会不会出事情啊？也有人担忧。那有什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为了1、2千亿，有风险也够了。会长，您说呢？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放到了坐在最前面的黄长远身上。动手！黄长远干脆地回答。一个小丫头也配拥有这么多财富？别人怕白如烟的背景，可我不怕。黄长远无比猖狂地说道。他的背后可是堂堂杀戮阁，大夏第一杀手组织，他岂会怕一个小丫头？既然现在大家都在，那我们立刻出手，省得夜长梦多。而且现在是半夜，我们行动也更方便一点。黄长远猛地起身，准备动手了。走，现在就行动。很快，在黄长远的号令下，近100位赤血会的武者聚集在大院之中，随时准备出发。黄会长，你准备去哪里啊？只是还没等黄长远行动，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紧接着，在黄长远等人惊诧的目光中，叶璇闲谈散步般走了进来。孙海平紧随其后，注意到叶璇和孙海平，黄长远一脸疑惑，什么情况？没有他的命令，孙海平这个家伙怎么敢来找他？那个飞剑残片呢？叶璇直接问道。飞剑残片？黄长远一愣，想了一下才明白叶璇说的是什么东西。你是为了那件东西来的？不，我是为了杀戮阁而来。叶璇开口，告诉我杀戮阁的总部在哪里，以及如何联系到杀戮阁在东南几省的各个总负责人。哼，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黄长远冷哼一声，既然你不告诉我，那我就自己来找。黄长远准备动手解决叶璇，然而下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动不了了。黄长远瞬间傻眼，怎么一回事？他可是堂堂武王境巅峰的强者呀，怎么动不了呢？黄长远用余光看向他其他的手下，也疑惑地发现他们竟然也动不了了。此刻面对缓缓朝他们走来的叶璇，黄长远内心产生了一股可怕的惧意。走过来后，叶璇直接动用秘法搜寻黄长远的记忆。几分钟后，叶璇有了收获。黄长远存放飞剑的第3块残片的位置，以及东南几省其他几个杀戮阁总负责人的联络方式，叶璇都知道了。可惜杀戮阁总部的位置他依旧没有探查出来。去书房右侧的暗格中，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取出来。叶璇看了眼孙海平。是。孙海平立马行动。该死的叛徒！黄长远此刻恨不得杀了孙海平。咦？突然黄长远意识到自己似乎能移动了，于是便动用自己作为武王境巅峰武者的最强一击，杀向叶璇。滚！叶璇只是一挥手，一道寒芒袭来，黄长远直接变成2半。眨眼间的功夫，黄长远身后的赤血会那些打白如烟主意的武者也全部被灭，一个不剩。找到了，我找到了。又过了一会儿，孙海平拿着一个玉盒，激动地回来，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尤其是变成2个的黄长远，孙海平感到无比庆幸。幸亏他机灵啊，知道了这位大人不简单，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啊。大人，给。孙海平半跪着，把玉盒递给叶璇。叶璇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飞剑的第3个残片，第3块飞剑残片到手。叶璇满意的收下。现在就差飞剑剑尖部分的最后1块残片，叶璇就可以把飞剑全部凑齐，发挥出飞剑真正的可怕威力了。对了，大人，这是我从黄长远书房暗格中得到了另一件东西。紧接着，孙海平又把一份薄薄的记录表交给叶璇。叶璇打开一看，里面正是杀戮阁苏省所有分部据点的地址，以及每个分部有多少武王、多少普通武者等等，全都详细的记录在这里。拿到了它，就相当于掌控了杀戮阁在苏省的一切。看着这个记录表，想到刚刚搜寻记忆，
从黄长远那里得到的杀戮阁其他几省总负责人的联络方式。突然，叶璇脑海中浮现了一个针对杀戮阁的大计划。既然得知了苏省杀戮阁剩余分部和据点的地址，以及东南其他几个省杀戮阁的总负责人的联络方式，那叶璇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但如果叶璇一个个去解决，那可太麻烦，也太费时间了。毕竟有好几个省呢，范围太大。因此，叶璇想到了一个以逸待劳，可以把这些杀戮阁的人一网打尽的办法。自己不想去一一解决他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全部来金陵呢？如果把这些人全部聚集到金陵来，叶璇可以直接解决他们，多简单方便啊！想到这里，叶璇看向旁边的孙海平，现在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叶璇为什么没有杀他？就是因为此刻，我一会儿把杀戮阁东南地区其他几个省总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你，你代表黄长远向他们发出邀请，说杀戮阁总部来了使者，命令他们率领麾下所有杀手前来金陵的落霞山集合，就说杀戮阁总部有重大行动。叶璇命令啊！孙海平愣了一会儿，这才明白叶璇的真实目的。清楚后，孙海平一脸的惊骇，他被叶璇的大手笔给吓到了。他是万万没想到，叶璇竟然想一口气解决杀戮阁在东南几省的所有杀手。大人，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别的不说，万一他们向总部核实怎么办？那我们的行动绝对会被拆穿的。孙海平担忧地问道。向杀戮阁总部核实，那更好了。叶璇神秘一笑，他巴不得这些人有能和杀戮阁总部联系的呢。如果杀戮阁总部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会派人前来调查，对叶璇来说更好了。毕竟杀戮阁在东南几省的杀手只是小鱼小虾，杀戮阁总部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如果杀戮阁总部来人，他就可以顺藤摸瓜，查到杀戮阁总部的位置，将杀戮阁一网打尽。退一步，他们没有联系杀戮阁总部，叶璇也能把杀戮阁在东南几省的所有势力连根解决，也能让杀戮阁元气大伤。无论怎样，叶璇肯定是稳赚不赔的。是，孙海平只好答应。大人，您就不怕我趁这个机会逃跑了，或者是背叛您？孙海平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叶璇没有回应，而是轻轻打了一个响指，紧接着一个指甲盖般大小的火焰猛地飞向孙海平，然后直接进入了孙海平的身体之中。孙海平顿时慌了，连忙查看起自己的身体，然而查看了半天，他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大人，这是？孙海平不解地问道。没什么，只是一点小手段罢了。如果你想逃走，可以试一试。不管你逃到那里，就算是逃出大夏，去这颗星球的另外一边，只要我念头一动，你依旧会被活活烧死。叶璇和善的开口，就算自己逃出了大夏，都活不了。孙海平惊慌万分，于是他连忙跪下。大人，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我绝不会逃跑，一定会帮您把事情完美的办成，把杀戮阁其他几省的所有人都给忽悠到落霞山。孙海平表忠心，为了自己的小命，他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去吧，把杀戮阁几省总负责人的联络方式告诉了孙海平。叶璇挥了挥手，孙海平先去黄长远的尸体那里找到了黄长远的身份令牌，然后这才去行动。看着远去的孙海平，叶璇思考着，等明后天有时间，自己要去落霞山布置一下，到时候杀戮阁东南几省的所有杀手汇聚，估计最起码有上千人。叶璇可是要给杀戮阁的那些人选一个风水宝地啊！今晚自己不仅按照计划血洗了杀戮阁金陵分部，甚至还得到了飞剑的第3块残片，收获可以啊！叶璇满意的离开。回到别墅后，叶璇拿出了刚刚得到的第3块飞剑残片，以及上次从曹家得到的特殊材料岩溶晶。上次用完后，岩溶晶还剩余了一点，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叶璇要趁热把这第3块飞剑残片融合进飞剑之中。1-2个小时过去，第3块飞剑成功融合进飞剑，叶璇飞剑的长度又增加了不少，威力也增加了很多。现在整个飞剑就差件煎出那最后1块残片就能凑齐了。叶璇很好奇，凑齐飞剑所有残片，这把飞剑的威力究竟会强到什么程度？有机会自己要想办法打探一下这最后1块飞剑残片的下落了。时间飞快，第2天上午，帝都秦云飞他们家的别墅，秦玉山拿着叶璇特别准备的惊喜回来了。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看到秦玉山后，秦云飞的父亲秦承业激动地问道。大人，事情已经办妥了，那个叶璇已经变成了灰烬。因为叶璇修改了秦玉山的记忆，秦玉山毫不犹豫地说道。太好了！秦承业猛地一拍手，欣喜不已。我就说嘛，还是热武器最好用，我真是太喜欢热武器了。那个叶璇竟然敢威胁云飞，只是尸骨无存，便宜他了。秦承业阴毒地说道。只杀了叶璇不解气，要调查一下和叶璇有关的人，到时候让他们去地狱一起陪叶璇。秦承业甚至开始计划对叶璇身边的人下手了。大人，这是我从叶家别墅爆炸后的废墟之中找到的，似乎是一件宝物。秦玉山按照叶璇计划，恭恭敬敬地把那个银盒递给了秦承业。在叶璇家别墅的废墟中找到的。秦承业眼前一亮，能在10枚特制的火箭弹之下还能完整的保存下来，这个银盒绝对是个宝物啊！办得不错。秦承业笑着接过银盒，没想到杀个叶璇还能得到宝物，真好啊！秦承业得意洋洋地把手放到了银盒之中，紧接着稍微一用力，
把银盒的盖子打开，一刹间，叶璇的封印解除，相当于100枚普通火箭弹威力的爆炸传来。砰！帝都秦家的嫡系秦云飞的父亲，堂堂5尊境的秦承业，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根本没有半点逃脱的可能。喜欢热武器的秦承业，这次是真的喜欢死了。不仅是秦承业，还有这个别墅内秦家的其他人，同样尸骨无存。秦承业家的1000多平的奢华别墅也被炸成了粉末，一朵小小的蘑菇云升起。秦承业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秦云飞在秦家大院中，不在他们家的别墅，躲过了一劫。10几分钟后，秦云飞知道了家里的消息，悲痛欲绝，直接昏倒在地。另一边，叶璇在精灵的住所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这个特殊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白如烟。偶像，高考考得怎么样？见到叶璇后，白如烟好奇地问道。还可以吧，也就考个满分罢了。叶璇谦虚地回答。考个满分？听叶璇这么说，白如烟一愣。要是别人听叶璇这么说，100%会觉得叶璇是吹牛。可白如烟不一样，她真的相信叶璇。如果偶像高考能考满分，那绝对是有史以来第1人啊！那时，偶像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夏高考状元，绝对会轰动全国。我就先提前恭喜偶像了。白如烟开口。偶像，今天我来是为了你离开金陵前，我和你说的郑和方家、金鸿阁那几个和偶像你作对的大势力资产的事情。这几天我已经把他们的大部分资产都整合起来，初步估计几大势力的资产估计有1500-600亿左右。白如烟解释。可惜这几大势力的所有资产太多，我在整理的同时，不少利益被金陵的其他大势力或是这几大势力内部的人瓜分了一点，不然的话会更多一点。我打算把这几大势力的资产整合成一个大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金陵叶氏资产集团。明天公司正式成立。偶像，到时候你这个大老板可要来出席剪彩仪式哦。白如烟邀请。明天出席剪彩仪式？可以。叶璇答应下来。估计明天的剪彩仪式不会平静，肯定会有金陵的其他势力捣乱的。远的不说，就说昨晚的赤血会吧，如果不是叶璇过去解决了他们，估计他们已经对白如烟、对即将成立的金陵叶氏资本集团动手了。赤血会这样，金陵其他势力肯定也会蠢蠢欲动。白如烟实力不够，到时候就需要自己这个幕后大老板出面镇场子了。白如烟离开，去准备明天的剪彩仪式了。叶璇也出门了，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趁着高考晚上空余的时间，叶璇已经成功伪造好了开启暗语楼那个密室的钥匙。现在叶璇就要去开启那个密室，得到第2块本源石。只要得到了它，叶璇修炼特殊体质的可能性又会增加几分。叶璇刚来到了暗语楼的遗迹前，突然诡异地停了下来。叶璇扫视了暗语楼的遗迹一圈，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之后，叶璇毫不犹豫地踏入其中。叶璇直奔自己发现的那处密室而去。几分钟后，叶璇来到了目的地。滚出来吧，鬼鬼祟祟的，无聊。叶璇冰冷地开口。叶璇话音落下没一会儿，近100位实力强悍的武者冲了出来，把叶璇给团团围住。这些武者最弱的都是半步武王。大人，8成就是他杀的赵少。这时，一个金陵方家之人对这群位置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说道。而这群武者便是来自帝都赵家。之前，帝都赵家的小少爷在暗语楼的遗迹想要抢夺叶璇发现的这个密室，被叶璇直接杀了。而且叶璇有点怀疑，身为叶家不死不休敌人的帝都赵家和自己父母的死可能有关系。叶璇杀了赵家小少爷后，方家家主他们赶过来，方家家主就派了这个武者把赵家小少爷的尸体送回了帝都。帝都赵家当即暴怒，于是就派遣武王境巅峰的赵英怀率领着一部分赵家的顶级卫队黑灵卫来到了金陵。当他们赶到金陵后，发现方家家主等人已经被叶璇杀了，线索断了。方家家主等知道详情的人全都死了，赵英怀查不到是谁杀的小少爷，没办法，只能埋伏在暗语楼的遗迹守株待兔。最终他们等来了叶璇。是你杀了我们少爷？赵英怀冷声问道。你们那个废物少爷的确是我杀的。叶璇毫不在乎地回答。别说一个赵家的小少爷了，就算是帝都赵家，叶璇都想彻底解决。和父母之死可能有关的任何人，叶璇都不会放过。真的是你，你终于来送死了。赵英怀气急反笑。统领，这家伙好像是帝都叶家三脉的小少爷叶璇，夏青年的未婚夫，黑灵卫中的一个武王境后期的武者，认出了叶璇的身份。什么？他是帝都叶家之人？赵英怀一愣，脸上杀意更甚。那我们更不能放过这小子了。赵英怀怒吼一声，结阵。下一秒，赵家黑灵卫的近100人以赵英怀为中心聚集在一起，组成阵法黑灵阵，这是他们黑灵卫的杀招之一。刹那间，一股恐怖的威压以赵英怀为中心释放出来。小子，虽然我们这是简化版的黑灵阵，但却有着匹敌半步武尊的强大实力。赵英怀无比猖狂地说道。半步武尊之下，遇到我们必死无疑。就算是面对真正半步武尊，我们也有5-6成的胜算。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慢慢的，黑灵阵的威压越来越恐怖，周围的一些残缺的断壁残垣在这股恐怖的威压下直接变成了粉末。而那个方家武者更是受不了这个股威严，直接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就在赵英怀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呵呵，半步武尊，我杀之如杀鸡，你不会以为半步武尊很强吧？
听到叶璇口出狂言，赵英怀等赵家武者被逗笑了。半步武尊还不强吗？还半步武尊，杀之如杀鸡呢？你以为你是武尊境的强者吗？小子，你是我见过最狂妄自大、最井底之蛙，哪怕是他们都不敢小觑半步武尊境的强者。结果眼前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竟敢说自己杀半步武尊，如同杀鸡一样，这也太狂妄了吧！别和他废话了，动手，为小少爷报仇！赵英怀一声令下，黑灵阵猛地启动，紧接着在赵家黑灵卫的头上，一只巨大的黑色兽爪出现，兽爪闪着寒光，恐怖极了！去死吧，小子！赵英怀大吼一声，一起出手。随着他们的行动，那只巨大的黑色兽爪带着摧枯拉朽般的恐怖能量朝叶璇拍来。赵英怀没有吹嘘，他们黑灵阵的威力确实很强，哪怕是武王境巅峰的武者，在这一爪之下也必死无疑。那种实力低的半步武尊，恐怕都不一定能接下这一招。这还是简化版的黑灵阵，完整的黑灵大阵，威力更加恐怖，可以镇压真正的武尊境强者。遇到别人，赵英怀他们赢定了。只可惜他们这次遇到的是叶璇。刚刚又补齐了一块残片的飞剑出现在叶璇的手中，面对摧枯拉朽般的黑色兽爪，叶璇一剑斩出，巨大的黑色兽爪和叶璇的剑芒相遇，下一秒，黑色兽爪直接被斩成了两半，瞬间就在半空中消散了。而叶璇的剑芒则是依旧带着可怕的气势，狠狠劈在了赵英怀等赵家武者的头上。一瞬间的功夫，从赵英怀到普通的赵家武者，一个不剩，全被叶璇的剑芒斩灭。旁边那个方家的武者呆若木鸡，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般，被吓傻了。我的天，堂堂帝都赵家的武者，而且还是施展了黑灵阵的黑灵卫，就这么被叶璇一剑轻松全灭。叶璇刚才说的半步武尊，他杀之如杀鸡，是真的，他没有吹嘘，更没有夸大其词啊。帝都赵家来的人就这几个吗？叶璇目光扫向方家仅剩的这个武者，是方家武者声音颤抖地问道。回答完后，这个方家武者突然感觉到一股剧痛，紧接着他便眼前一黑，永远地倒在了地上。讨厌的帝都赵家！叶璇瞥了帝都赵家黑灵卫的失意掩体，等自己去了帝都，一定找时机灭了帝都赵家，解决了这些苍蝇，叶璇可以专心去开启密室了。叶璇来到密室前，拿出了那边仿造的钥匙，用钥匙成功开启了密室。密室刚打开，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鼻而来，这里似乎是曾经暗雨楼存放丹药、药材之类的地方。叶璇刚踏入进去，立马注意到密室右侧似乎有一个机关，如果一不小心踩到，估计就算武王境巅峰都必死。叶璇没有探索别的地方，而是径直朝密室的一角走去。最终，叶璇的目光放在一个木盒之上，叶璇打开，又一块本源石正躺在其中。第二块本源石到手，叶璇的目的达到。叶璇满意的把这第二块本源石收下。此刻，叶璇的目光才放到了密室的其他地方。叶璇走到一旁，那里有着一小堆各色各样的小瓷瓶，似乎是专门存放丹药的地方。叶璇打开一个，因为隔的时间太久，里面的丹药早就变成灰烬了。密室中其他的丹药和药材也是如此，就算还剩下的一小部分，也是药力流失了80%-90%，没什么大用了。对了，可以当做养分啊。突然，叶璇有了一个想法，自己之前可是在通天塔的第一层种了一颗对突破化神境有用的天心花的种子，可惜到现在这颗种子一直没有发芽。而这里那些剩余一点药力的丹药以及药材，服用已经没什么效果了，但把它们当作肥料用来滋养那颗天心花的种子，倒是很不错的选择。物尽其用吗？想到这里，叶璇把还剩余一点点药力的药材以及丹药全部收集起来，然后放进了通天塔的第一层。叶璇找到了种下天心花种子的地方，把这些特殊的肥料埋在了它的四周。这次有了肥料，天心花的种子总能发芽了吧？就在叶璇以为密室中没什么好东西，打算离开时，突然发现在密室右下角的一个架子上有着一个被灰烬掩盖住的东西。叶璇上前把上面的灰烬清扫干净，下一秒，一个不大不小的铜炉映入叶璇的眼帘。咦，这个东西可以啊！叶璇眼前一亮，这个东西正好可以暂时作为炼丹炉使用。上次叶璇帮玉妃姐炼制月华液的时候，因为没有炼丹炉，炼制起来十分麻烦。现在这个铜炉的大小以及材质，正好可以暂时充当炼丹炉的角色。如果这个铜炉放在外界，又会是一件顶级的宝物。可惜在叶璇这里，他也就能当一下炼丹炉了。没想到这次还有这样的意外收获，有了它，下次自己再炼制什么特殊的药液或是丹药，就有了容器了。不错，不错。叶璇满意的把铜炉收了起来，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当天晚上，吸收了不少肥料养分的天心花的种子就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天心花种子的果皮开裂，似乎有嫩芽即将从里面出来。今天是11号了，后天13号就是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日子了。和普通高考不同，武道高考只有一天，而且当时就可以出成绩，决定你能不能进入帝都大学的武道学院，比普通高考方便简单多了。之前夏青言告诉他，只要拿下武道高考的第1名，就能向帝都大学提一个任意要求。所以这次叶璇的目的便是武道高考的第1名，到时候向帝都大学要一个灵气无比充沛的地方，他修为更进几步，接连突破到金丹境巅峰，
或是元英进，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等普通高考的成绩一出来，自己还是第一，那就能再次向帝都大学要第2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那时再把自己通天塔的第1层开启一大部分，甚至是彻底开启，就完美了。第2天，因为白如烟的邀请，叶璇去参加金陵叶氏资产集团成立的剪彩仪式。另一边，金陵很多大势力也是蠢蠢欲动，这些大势力的掌权者也纷纷带着精锐、心怀不轨的前往金陵叶氏资产集团。今天的剪彩仪式注定不会平静。当叶璇来到金陵叶氏资产集团的时候，大部分的宾客都已经来了。毕竟公司是建立在吞并了方家、金鸿阁等金陵几大势力的基础上的，很多金陵剩余的大势力都好奇，于是便纷纷过来。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号称金陵3大顶级豪门之一的崔家。这次崔家武王境后期的家主更是亲自来了，因为崔家家主很多年前便是武王境后期的武者了，实力很强。崔家家主隐约间成了在场宾客中的第一人。叶璇到来后，白如烟亲自过来欢迎。又过了几分钟，白如烟觉得差不多，剪彩仪式正式开始。主持人上台走了一番流程，很快便进入最重要的剪彩环节。下面有请我们金陵叶氏资产集团的老板叶璇先生上台，大家欢迎。白如烟亲自邀请叶璇上来。而然白如烟说完，台下只有零星几个人鼓掌。然而即便是这样，这几个人还是被其他8、9个金陵大势力的武者威胁，纷纷停止了鼓掌。叶璇上台时，台下已经是鸦雀无声了。叶老板，你一个外人，一来我们金陵就强势把方家、金鸿阁给吞并了，现在又独自占有这几大势力的资产，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就在这时，金陵崔家的家主第一个站了出来，询问叶璇。其他8、9个不怀好意的金陵大势力的掌权者也纷纷站出来，他们都是武王境中期、武王境初期的武者，现在有武王境后期的崔家家主带头，他们也不怕了，于是纷纷质疑叶璇。对啊，叶老板太霸道了，你吃肉没问题，但怎么也要给我们点汤喝啊？叶老板自己一个人霸占了方家几大势力的所有产业，是不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听到这些质疑声，叶璇忍不住笑了。你说对了，我的确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那又如何？站在台上，叶璇负手而立，俯视众人，真的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得到了叶璇肯定的回答，这8、9个势力的掌权者一个个义愤填膺。叶璇这是公然挑衅他们，打他们的脸啊！加上崔家，他们这里差不多有10个金陵大势力，他们就不信了，他们这多人，叶璇一个人能和他们所有人抗衡？尤其是崔家家主还是堂堂武王境后期的强者呀！叶老板，你8成是武王境后期吧？因此才如此的有恃无恐。崔家家主代表他们站了出来。之前方家家主是武王境中期，叶璇能解决他，崔家家主便猜测叶璇是武王境后期的武者，而且算是那种很强的。崔家家主建议，只要叶老板把得到的利益和我们分一分，我们可以和平相处的。难道叶老板打算一个人和我们所有人抗衡吗？和你们所有人抗衡又有何妨？叶璇平静地开口。见叶璇如此有信心，那8、9个大势力的掌权者顿时有点怂了。他们这边只有崔家家主一个武王境后期，能是叶璇的对手吗？叶老板，其实武王境后期真的不算什么。崔家家主说着，猛地将自己压制的气势全部释放出来。武王境巅峰，崔家主突破了！卧槽，崔家家主已经是武王境巅峰的强者了。众人震惊不已，难怪崔家家主如此自信了，原来人家突破了，成为武王境巅峰的强者了。这下那8、9个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吃了定心丸。叶老板，我再问你一次，真的打算一个人独吞所有利益吗？崔家家主带头质问。其他那8、9个大势力的掌权者也纷纷是放了自己的气势，一起向叶璇施压。哼，土鸡瓦狗！叶璇冷哼一声，和自己比气势吗？说罢，叶璇也猛的是放了自己的恐怖气势，刹那间向武王境巅峰以及其他那些武王境的大势力掌权者压过去。下一秒，无论是崔家家主还是其他那些大势力的掌权者，顿时觉得呼吸不畅。此刻，他们仿佛感觉到有一只大手在掐着他们的脖子，慢慢的，他们甚至感觉到了濒临死亡的气息。叶老板，我们服了，我崔家愿意献出金陵最大酒店作为贺礼，恭祝叶老板的公司开业。崔家家主率先认怂，为此他特意拿出了一份厚礼。我碧云会也愿意拿出20栋楼作为贺礼，我钱家也愿意。为了保证小命，这8、9个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认怂，各自拿出了丰厚的贺礼。然而叶璇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见此，崔家家主轻叹一声，最终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从今以后，我金陵崔家以叶先生马首是瞻。崔家家主向叶璇低头，表示以后他们崔家投靠叶璇，听从叶璇的任何吩咐。其他8、9大势力的掌权者稍稍犹豫了一下，也纷纷表示，从今以后，我金陵冯家以叶先生马首是瞻。从今以后，我金陵碧云会以叶先生马首是瞻。最终，这些人纷纷发誓以叶璇马首是瞻，听从叶璇的命令。叶璇这才把气势收起来，拜见叶先生，拜见叶先生，拜见叶先生。众人松了一口气后，在武王境巅峰武者崔家家主的带领下，一起抱拳对叶璇鞠躬拜见。看到这幕，旁边的白如烟美目连连，
不愧是他的偶像啊，真帅啊！一个人就镇压了精灵无数大势力。之后剪彩仪式顺利进行，剪彩仪式完毕后，白如图特意把叶璇拉到了一旁。偶像，我注意到你似乎对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很感兴趣。白如烟认真说道，我这几天在整理方家等大势力的秘密时，意外查到了一个无比诡异但天地灵气非常浓郁的地方。叶璇瞬间来了兴趣。无比诡异，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有什么诡异的？叶璇好奇地问了一句。偶像，这个地方的确诡异，这个特殊的地方不仅在方家的秘密文件之中，在其他几个大势力的密室之中，我也查到了这个地方。白如烟回答，这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被这么多大势力知道，如果很普通的话，这样的修炼宝地早就被人抢占了，但现在这几个大势力提到那里，却是讳莫如深。哦，这个地方究竟怎么了？叶璇更加好奇了。根据方家的资料上显示的，这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他闹鬼啊！白如烟语出惊人。闹鬼？叶璇眉头一挑，在修仙界闹鬼这很正常，可在这个世界闹鬼确实诡异。不过这个地方越是诡异，叶璇越是感兴趣。方家家主资料说的那个地方甚至死过武王榜上的强者。白如烟谨慎地回答，武王榜是大夏武道界对武王境武者实力的排行榜，无数武王境的武者做梦都想登上武王榜。要知道，武王境中修为最低的都是武王境巅峰，而排名最前面的还有不少顶尖的半步武尊。武尊境之下的武者都可以登上武王榜，只要你实力够强，哪怕你是武灵境武者都可以。可一旦突破成为武尊境武者，就自动下榜了。可现在那个闹鬼的地方，甚至连武王榜上的强者都陨落过，的确不简单。只不过叶璇听完后反而更感兴趣了。俗话说，风浪越大鱼越贵，那个地方越是危险，天地灵气就有可能越是浓郁，自己突破修为的几率也会更大。那个地方在哪里？叶璇最终问道。在隔壁省海州市的阴风谷。白如烟说了一个名字，海州阴风谷。叶璇记下这个名字了，等明天武道高考一结束，他就立马去海州寻找这个阴风谷，争取在前往帝都前把修为提升到金丹境后期或是金丹境巅峰。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命令崔家这些势力就行，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告诉我。叶璇开口。好。白如烟点头。事情搞定，叶璇就离开了。时间飞快，第二天帝都大学武道高考正式开始。武道高考精灵考点前，人山人海，周围几个省的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带着后辈前来。这些大势力对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相当重视，而作为东道主威震精灵的江南王亲自过来控制局面。一品武尊境强者苏省董家家主到。这时一道通报声传来，有武尊境强者到场了。江南王连忙亲自去迎接。三品武尊境强者雷鸣阁阁主到。后面又有几位武尊境强者到场，其中最厉害的便是雷鸣阁阁主，一位三品武尊境强者。这几大强者都带来了他们最看重的后辈。几位武尊境强者聚集，顿时吸引住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与他们相反的，只有白如烟陪着来的叶璇，则是显得很普通。在众人的热议声中，帝都大学的代表到场了。为首的那位老者赫然是一位四品武尊境强者，在他的身后还有2位一品武尊境强者。一个精灵考点，帝都大学就来了3位武尊境，而且其中还有一位4品武尊。那全国所有考点加起来，帝都大学派出了多少武尊啊？帝都大学的实力可见恐怖。这位4品武尊一出场，现场立马鸦雀无声。帝都大学的4品武尊简单说了几句后，便让考生入场。数百位考生依次入场。进来后，在这个监考老师的要求下，每个人先抽签。抽签箱子里共有1到6个数字，按照抽到的数字组成6队，然后从1到6的顺序，每一组开始考试。叶璇抽到了一个3，在最中间。抽签分组完毕后，考生们按照分组依次朝考场深处走去。最终，在那位4品武尊的带领下，所有考生来到了一处长长的台阶前。这里是登天阶，是我们武道高考的第一关。登天阶共有133个台阶，踏上的台阶越多，你的成绩就越高。考生们，只要你们能登上第65个台阶，武道高考第一关就算通过。没有成功踏上的考生就可以离开了。4品武尊大声宣布，这个登天阶是他们用秘术修建的，每登上一重，压力便会增加几分，越往上难度就越大。这些20岁以下的武者能登上第65层台阶就很优秀了。登天阶考验的不只是修为，还有自身肉体的强度、毅力、智慧等等，因此来说相对公平一些。考生们都明白了。第一组开始。随着4品武尊的一声令下，第一组80多名考生开始踏上登天阶。他们的脚刚上来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身上仿佛压了近100斤的压力，越往上压力就越大。不过有资格参加武道高考的都是各地的天之骄子，登天阶的前面很容易就通过，尤其是第一组的3个人更是健步如飞。老教授，现在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雷鸣阁阁主的徒弟，今年刚好20岁，武王境初期的武者，也是这次武道高考精灵考点第一的有力争夺者。旁边有人介绍，20岁刚好是武道高考的卡点，再大1岁就不能参加了。还不错。看着已经快登上第40层台阶的雷鸣阁阁主的徒弟，4品武尊点头。时间飞快，
最终，第一组只有10几个人成功踏上了第65层台阶，其他人全部淘汰。而雷鸣阁阁主的徒弟则是已经来到了第73层台阶处。此刻的他额头满是泪珠，脸色红肿，仿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最终，雷鸣阁阁主的弟子在第74层台阶处止步，这也是第一组最好的成绩。紧接着是第二组，第二组的种子选手只踏上了第69层台阶，一个黑马却脱颖而出，踏上了第75层台阶，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成绩了。很快，轮到叶璇所在的第二组登场了。叶璇这一组除了叶璇之外，还有2名种子选手，其中一个是苏省董家家主的孙子董阳明。董阳明更是号称最有可能成为精灵考点第一的考生。随着监考老师宣布开始，所有考生开始踏上第一层的台阶。有了上2组探路，他们已经明白登天阶是什么了，因此一上来，董阳明和另一位种子选手便健步如飞，快速朝最上面而去。尤其是董阳明，目标更是登上第90阶，成为精灵考点的第一。反倒是叶璇则是闲庭信步般慢慢的走着，反正都要走到最顶端，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区别呢？与其大汗淋漓的快速跑着，一边散步一边看看周围的景色，不更惬意吗？这次叶璇的目标可不是精灵第一，而是帝都大学武道高考所有考点的第一。因为董阳明2人速度极快，吸引了在场无数人的注意，因此叶璇那边关注寥寥。你们猜3组的第一会是谁？那还用说吗？肯定是董阳明啊！我觉得也是他有机会冲击精灵考点第一。无数考生小声议论，甚至连不少帝都大学的老师都在小声讨论着董阳明最终的成就会是多少阶台阶。老教授，你觉得董阳明能不能踏上第90层台阶？一个一品武尊好奇的开口。董阳明能不能踏上第90层台阶我不好说，但那个年轻人绝对能踏上。此刻和其他人不同，这名4品武尊的目光并没有放在董阳明身上，而是放在稍稍靠后一点的位置上。这位4品武尊看的人正是叶璇。顺着老教授的目光看去，这位1品武尊也发现了异常。和其他每登上一阶台阶就气喘吁吁、呼吸急促考生相比，老教授看的这个考生在登台阶的时候，就如同在家里闲庭散步一般悠闲，仿佛没有一丝一毫的压力一般。什么情况啊？在他们观看的时候，悠然走着的叶璇已经成为第3组的第3名了。又过了一会儿，叶璇轻松超过第2个种子选手，依旧轻松地朝上走着。此刻，叶璇的异常也被其他人注意。卧槽，还有神人啊！这兄弟登台阶仿佛散步一样，这也太悠闲了吧！众人傻眼了。此刻的叶璇已经登上第75层台阶的，依旧惬意地向前走去，而董阳明则是来到了第85层台阶，但此刻的他已经快承受不住压力，汗流浃背了。最终，董阳明咬着牙登上了第86层台阶。至此，董阳明放弃了，他觉得自己登上第86层台阶，这下是稳稳的第一了，不可能有人能超过自己吧。就在董阳明在心中庆祝时，旁边一个悠闲的身影闪过，朝上而去。注意到这幕，董阳明仿佛被雷劈了一般，人傻了。他看到了什么？董阳明还以为自己太累了，出现幻觉了，于是连忙揉了揉眼睛，再次向上看去。此刻，只见一个英俊的身影已经登上了第90层台阶了，而且还在继续朝上。什么情况？董阳明人傻了，这是哪里出现的神仙啊？他还以为自己能登上第86层台阶就已经够牛逼了，结果天降猛人啊！人家已经快走到第100层台阶那里了。更重要的是，自己走到这里，已经感觉到身体快要撕裂，承受不住了。而前面那个男生却仿佛在平地上散步一般，仿佛没有半点压力。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也就是这是帝都大学组织的，帝都大学足够权威，不然的话，董阳明甚至怀疑前面的人贿赂了监考老师，作弊了。就在董阳明愣神时，叶璇已经登上了第101层台阶，而且继续向前。我去，厉害啊！他这个成绩是妥妥的精灵第一了。我很好奇，他最终能在第多少层台阶前停下？我猜111层，我觉得应该是115层。众人小声议论着，而那些帝都大学的老师们更加激动。出现了这个一个神人，他们精灵考点有机会冲击所有考点的第2名啊！至于第1名，那肯定不用想了，绝对是帝都考点的。据说帝都考点有一个逆天的学生，来自帝都赵家，被誉为赵家麒麟子，有登上第120层台阶的可能性。在众人注视下，叶璇超过第115层台阶，继续向上而去。我的天，他还没有停下！第116层、第117层，所有人惊叹地给叶璇数着。老教授，会不会是最上面的台阶出问题了？我怎么觉得这个男生似乎没有感受到半点压力啊？一个1品武尊忍不住怀疑，这个男生眼看着就要登上第120层台阶了，这样一来，他们精灵考点真的有机会超过帝都考点，成为第一呀！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那么轻松。此刻，就连4品武尊都忍不住摇头，哪怕是他都看不透这个男生。在众人的惊叹下，叶璇超过第120层，依旧没有停下。眨眼间的功夫，叶璇已经来到了第128层。我的天，这个男生不会通过所有台阶到达第133层之上吧？1品武尊惊愕地说道。要知道，就算是他去登台阶，都不一定能踏上第133层台阶之上啊！这个台阶
是由数位顶级的武尊强者研究的呀。在制作登天阶时，就没有人想过会有考生能彻底通过，达到133层之上的。可现在，他们似乎要见证奇迹了。所有人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看着叶璇超过第130层台阶，131、132，最终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叶璇超过第133层台阶，到达了最高层。这一刻，全场沸腾，兄弟牛逼呀！我的天，这是什么神仙？太强了！无数考生佩服的大喊。别说这些考生了，就连帝都大学的那3位武尊强者都是呆若木鸡，不可思议地看着站在巅峰的那个身影。他们是真没想到，第一届的考生竟然能有人可以通关133层台阶，难以置信，太难以置信了！他们不是在做梦吧？通关登天阶的第133层台阶，叶璇绝对是他们精灵，不应该说是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第一关的全国第1名。就在这几个武尊境强者感慨时，他们的通讯设备上传来了帝都大学其他几个考点第1关考生的目前成绩。其中，天府考点一个考生登上了第100阶台阶，成为无数帝都大学老师关注的重点。切，这算什么？刚才帝都赵家的麒麟子登上了第121层，是目前帝都大学的新生第1。这时，帝都大学的武尊得意洋洋地炫耀：“什么？登上了第121层台阶？我的天，不愧是帝都赵家的麒麟子啊，牛逼啊！没想到第1届武道高考就有登上121层台阶的天才，这估计会成为记录吧？”其他考点的老师惊叹连连。见此，那个4品武者忍不住开口了：“121层也就那样吧，我们金陵考点的考生叶璇已经通关登天阶全部133层台阶了。”此言一出，全场立马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帝都大学的所有老师以及武尊境的强者们，一个个全都傻眼了。什么？走完了登天阶全部的133层？我的天，这怎么可能？这个叶璇是什么神仙啊？这也太牛逼了呀！此刻，就连那些4、5品的武尊境强者都被叶璇的成绩给深深震惊到了。你别吹牛啊！我不信能有考生可以通关全部133层的登天阶。帝都考点的武尊一副怀疑的模样。见此，金陵考点的那位4品武尊直接把刚才特意派人拍摄下来叶璇轻松踏上第133层登天阶的视频发给了其他人。当其他人看完视频后，一个个被惊得瞠目结舌。瞬间，帝都考点的武尊不敢再炫耀什么赵家的麒麟子了，还号称什么麒麟子呢？跟这个通关133层登天阶的叶璇相比，简直太平庸了。第1关登天阶，金陵考点是无可争议的第1了。哼，这有什么？我们第2关走着瞧。第2关，这个叶璇就不一定能有这样逆天的成绩了。帝都考点的武尊死要面子的说道：“那不一定，我们打个赌如何？”金陵考点的武尊立马反驳：“赌什么？就赌第2关，看是你们帝都考点的考生成绩更好，还是我们这边叶璇的成就更好，如何？”没问题，双方约定好。就在金陵考点的武尊因为叶璇而炫耀时，站在最巅峰，叶璇无奈地说道：“你们才弄了133阶台阶，也太少了吧，没有意思。”他刚起了运动的兴趣，结果台阶就没了，无聊。现场的人修为最低的都是武灵境的武者，听力远高于平常人。叶璇的话，现场所有人都听到了。见叶璇这么说，现场无数考生，尤其是还在盯着巨大的压力站在台阶上的董阳明等人，更是欲哭无泪。133层台阶，他们已经觉得太多了，结果在人家叶璇这里却还嫌少。果然，人比人气死人啊！不带这样打击他们的。至于其他考生，则是对叶璇佩服至极啊！原来这133层台阶只是第1天登天阶的极限，而不是叶璇的极限。如果有更高的台阶，说不定叶璇能走得更远。远处那几个帝都大学的武尊境强者，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了。尤其是那2个1品武尊境，更是有些郁闷。就连他们都没有信心一定能登上第133层啊！我们帝都大学有一个999层台阶的完整登天阶，等你到了帝都大学，你可以尝试一下。只要能走到666层台阶，帝都大学会有丰厚的奖励。如果能通关，走到第999层台阶，帝都大学会聘请你成为特聘教授以及高级供奉，享受无数特权。4品武尊开口，帝都大学的供奉那都是8品、9品武尊或是武尊境之上的强者才有可能成为的。高级供奉在帝都大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当巨大。哦，999层台阶有点意思啊。叶璇开口，等自己修为更进一步，达到金丹境后期或是巅峰，到了帝都大学可以去顺便走一走，弄个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玩一玩，在帝都大学拥有各种特权，应该很有用。第1关考完后，叶璇走下来登天阶，瞬间有无数考生崇拜的围了过来。没一会儿，一个帝都大学的老师过来，请叶璇过去一趟，有事情要聊。叶璇带着好奇一起过去。很快，叶璇见到了坐镇这里的4品武尊老教授。叶同学，你真的很厉害，根据你第1关的成绩，甚至可以直接把你录取进帝都大学了。4品武尊开口，不过想来你应该也听说过，因为这是第1届武道高考，学校很重视，所以承诺给武道高考的第1名一个条件。你的目标应该也是武道高考的第1名吧？正是。叶璇点头。那第2关，我希望你能努力，拿到堪比登天阶的满分成绩。只要你第2关能拿到满分，
我可以代表我个人送你一件宝物，或者是帮你出手一次。四品武尊为了赢得和帝都考典武尊的赌约，因此特意鼓励叶璇。听到老教授的这个承诺，旁边的2个一品武尊震惊极了。一件四品武尊给的宝物，或是让堂堂四品武尊出手一次，老教授的整个承诺可太重了。可以，叶璇点头，反正他的目标是武道高考第一，肯定要拿满分的。现在答应这个四品武尊只不过是顺手的事情，他说的一件宝物，或是让他出手一次，简直是白送的。这叶璇能不要吗？加油，叶同学，我看好你。之后叶璇就离开了。有了刚才叶璇一鸣惊人的成绩，后面的考生就显得那么平平无奇了。最终帝都大学的所有考生第一关全部考完，第一叶璇133层通关，第二董阳明86层，第三叶璇以绝对碾压的成绩成为金陵考典的第1名。不仅如此，叶璇还理所应当的成为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第一关的全国第一。紧接着武道高考第2关考试正式开始。相比第1天的登天阶，这第2关考试更为特殊。看着所有考生，最前面的四品武尊介绍起来，第2关名为汉地钟，每个考生都要去敲钟，只要能敲响1声就算通关了，能敲3声便是优秀，能敲6声成绩就是满分了。这个汉地钟是由帝都大学的一位顶尖的武尊强者炼制的，想要成功敲响无比困难，因此只要能敲响1声便算是合格了。介绍完毕后，这位四品武尊特意看了叶璇一眼，他很期待叶璇能敲响几声，多了不说，7、8声应该不成问题吧。如果叶璇能敲响10声以上，那就更完美了。考试的顺序依旧是和第1关一样，只不过因为第1关淘汰了1多半人，这第2关考试快多了。第一组的前4个考生没有一个能成功敲响汉地钟的，直到第5个人才好不容易敲响了1声。最终第一组10几个考生只有3个人敲响，其中最好的成绩是2声。第2组的情况好一点，成绩最好的一个咬牙坚持，才勉强算是敲响了第3声。很快便落到了叶璇所在的第3组了。这次没有人敢抢在叶璇面前，第3组的所有人乖乖退后，主动给叶璇让出一条路来。现场的其他考生、监考老师等也纷纷万分期待地看着叶璇。既然如此，叶璇就当仁不让了。叶璇上台，走到那个特殊的汉地钟面前，和普通的敲钟不一样，汉地钟并没有敲钟的那个钟杵，想敲响它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就当在场所有人觉得即将能看到叶璇的全力一击是什么样时，只见叶璇并没有动用全力一击，只是缓缓地举起了手，然后对着汉地钟无比随意的轻轻一拍。这一拍就仿佛熟人见面轻轻拍了拍肩膀一般，没用半点力气。叶璇的这个举动把在场所有人弄懵逼了。什么情况啊？这个汉地钟的难度比上一个登天阶的难度更大呀，绝对要重视的。尤其是刚才考完的考生们更是不解，他们拼尽全力才好不容易敲响了1声，叶璇就这么随手一拍，怎么可能敲响汉的钟呢？难道是因为第1关的成绩太过逆天，叶璇飘了吗？这样的话那就完蛋了。第1下敲不响，就代表着第2关汉地钟失败了。不仅是考生们，就连监考老师那2位一品武尊都一脸懵圈，叶璇这是什么操作？他们看不明白了。至于那位4品武尊，心同样悬了起来，他可是和帝都考典的那个老家伙打了赌，叶璇不会让自己失望吧？咚！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只听到一声巨响传来，汉地钟响了，而且这一次的响声格外的洪亮啊！众人内心满是惊骇。叶璇没有用力的随手轻轻一拍，就把汉地钟给敲响了。卧槽！卧槽！卧槽！这是什么逆天的手段啊？没难度啊！站在汉地钟前，叶璇忍不住吐槽，刚刚他来到汉的钟前拍的那一下还用了一点点力气，结果汉的钟响的就如此洪亮了。刚才帝都大学的人还渲染的这个汉地钟难度多么大，想敲响多么困难，他还以为遇到有难度的项目，结果就这个呀。既然这样，那就没必要用什么力气了。想到这里，叶璇直接用1根手指头仿佛敲门一般，在汉地钟上快速敲了起来。咚咚咚，1声、2声、3声，一道又一道的钟鸣声传来。不到1秒钟的功夫，叶璇就敲满6下了。叶璇没有停下来，接着敲着7声、8声，10几秒的功夫，叶璇已经敲了几10下了。此刻汉地钟的响声已经完全跟不上叶璇敲打的声音了。看到这幕，现场所有人包括那位4品武尊都傻眼了，这是在敲汉的钟啊，还是在敲门啊？叶璇怎么比第1关还轻松啊？敲了30几秒，估计敲了100多下后，叶璇觉得无聊了，但为了第一，叶璇又敲了几10下，差不多凑齐200下，这才收手。如果不是实在无聊，就算敲2000下，对叶璇来说也没什么问题。台下无数人仿佛见鬼一般看着叶璇，他们不敢相信刚才那一幕是真的。此刻帝都大学的一位一品武尊实在受不了，他一跃上台，也来到了汉的钟前。他猜是不是汉的钟坏了，叶璇敲起来才这么轻松的。于是这个一品武尊学着叶璇的样子，也拍了拍汉地钟。然而这位堂堂一品武尊的一拍，汉地钟没有发出半点声音，纹丝未动。现场所有人骇然，汉地钟没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叶璇刚才如此轻松地敲响了汉地钟，
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啊！我的天，叶璇也恐怖了吧？这时，帝都考典的武尊又在通讯设备上炫耀了：离谱！我们帝都考典，赵家麒麟子敲响了汉地中足11胜，厉害吧？刚才帝都考典的武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赵家的麒麟子出场前，他们帝都这边成绩最好的也不过是5胜而已。结果到了赵家麒麟子一出场，直接敲响了汉地中足11声，震撼了整个帝都考场。要知道，按照规定，敲响汉的中6声，这第2关就算是满分了。结果到了赵家麒麟子这边，直接敲响了11声，几乎都快是满分的2倍了。什么？敲响了11声？我的天，这是什么天骄啊！如果给赵家麒麟子一点时间成长起来，不可想象。我们这边最厉害的才敲响了5声，结果帝都那边竟然敲响了11声，这下第2关的第一肯定是赵家的麒麟子了，太厉害了！听帝都考典的武尊说完后，其他考典的武尊震撼无比。你们精灵那边怎么样？认输了吗？听着这些议论声，帝都考典的武尊得意洋洋地询问精灵考典武尊的情况。此刻，精灵考典的4品武尊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你帝都那边的什么赵家麒麟子的确厉害，不过不好意思，遇到了我们精灵考典的叶璇，他这点成绩连给叶璇提鞋的都不够。赵家麒麟子的11声，连叶璇成绩的零头都不到。4品武尊的话，把其他那些考典的武尊给震惊到了。什么？你说什么？赵家麒麟子敲响了汉地中足11声，连那个叶璇成绩的零头都不够，这怎么可能呢？帝都考典的武尊立马质问：那个叶璇敲响了汉地中多少声啊？叶璇敲响了汉地中225声。下一秒，精灵考典的武尊语出惊人，一刹间，现场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老冯啊，你没有说错吧？你说的应该是25声，而不是225声吧？天府考典的武尊谨慎的质问，他怀疑精灵考典的武尊说错了数字，多说了一个2。不仅是他，帝都大学其他考典的武尊们同样觉得是这位4品武尊说错了。225声，这怎么可能？应该是25声吧？我没有说错，的确是225声。4品武尊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听到这句话，所有人再次陷入了可怕的寂静之中，尤其是帝都考典的那位武尊，整个人更是站在原地僵住了。而且叶璇敲响汉的中这225声，还是在1分钟左右。4品武尊补充，为了防止你们说是假的，叶璇敲响汉地中的视频我已经给你们发过去了。收到视频后，这些其他考典的武尊全都在第一时间打开视频观看起来。当这些堂堂的武尊境强者看完视频后，都不由怀疑人生了。叶璇已经不能算是天才，而算是妖孽了。1分钟左右，足足敲响汉的钟225声，这是什么惊天成绩啊？这比通关133层的登天阶更恐怖啊！刚才还在炫耀赵家麒麟子的帝都考典武尊，更是被惊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那个冯老，你们精灵的汉地中有没有出问题啊？最终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武尊问出了其他人都想问的问题。没有出问题，我刚才上去试了，第一下竟然没敲响。这时叶璇考完后上去尝试的那位1品武尊开口，此刻的他也顾不上什么自己的面子了。我发誓，我们这里的汉地中没有半点问题，如果是假的，我修为尽废。听到这位1品武尊的发誓，其他的那些武尊瞬间坐不住了。老冯，你们精灵那边的这个叶璇绝对是今年武道高考的第1，这不是什么天才，而是妖孽啊！老冯，快把那个叶璇请过来，我们要和他聊一聊。其他那些武尊纷纷开口，无奈之下，精灵考典的武尊直接把叶璇请了过来。这些武尊通过通讯设备祝贺叶璇，有的甚至主动拉拢叶璇。这样的妖孽前途不可限量，超越他们只需要一点或者是一点点时间罢了。我觉得你以后有撼动下青年大夏第1天骄的机会，甚至还有武尊开口，你加油啊！撼动下青年大夏第1天骄的机会，那不用。只是让其他人没想到的是，叶璇竟然一口否决了。为什么啊？其他武尊十分不解。夏青言是我未婚妻，哪有当未婚夫的抢未婚妻位置的？叶璇缓缓回了一句。而且叶璇对什么大夏第1天骄不第1天骄的不感兴趣，不过对成为大夏第1强者，这个叶璇还是感兴趣的。叶璇此言一出，所有武尊呆若木鸡。什么？夏青言是你的未婚妻？这是什么逆天夫妻啊？诸位武尊们纷纷感慨，被这对未婚夫妻再次惊骇到了。原本他们觉得夏青言就已经够厉害了，现在又冒出了一个更逆天更妖孽的未婚夫叶璇，这对夫妻将来说不定有机会成为他们大夏的最强者呀。叶璇，你身为夏青言的未婚夫，等来帝都后最好低调一点，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旁边的4品武尊忍不住提醒。啊！叶璇一愣，夏青言在帝都的追求者太多了，甚至连我们帝都大学的某几个年轻供奉都降低身份去追夏青言。你说你这个正牌未婚夫去了帝都，那些人会不会找你麻烦？自己这个未婚妻的魅力有点大呀，连帝都大学的供奉都去追了。没事，等到了帝都，谁敢找我麻烦，我把他的狗头都给他打掉。叶璇平静的回应。随着叶璇取得今天成绩，后面的考生就没什么意思了。最终武道高考结束，精灵考典只有20多人成功被帝都大学录取，而叶璇则是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帝都大学第1届武道高考的全国高考状元。那位4品武尊直接向所有人发布录取通知书，并且让所有人记住，这个月20号
上午去帝都大学报答。其他那些考生陆续离开了。那位四品武尊特意把叶璇留下来。叶璇，这几天你可以想一想，等20号到了帝都大学，想对学校提什么要求？对了，还有我答应你的，可以给你一件宝物，或是帮你出手一次，你想选哪一个？叶璇思考了一下，他还真有一件东西很想要，我需要寻找一个宝剑的剑尖残片。说着，叶璇就把自己的飞剑取了出去。眼前这个老教授是帝都大学之人，而且还是四品武尊，想找一件东西应该比较容易吧，就是他的残片。当这位四品武尊看到叶璇手中的飞剑后，表情明显凝重了起来。四品武尊仔细看了一下叶璇飞剑间残缺的部位，点头道：好，我记下了，残缺的部分我一定帮你找到。四品武尊点头，信守承诺，等找到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你。对了，这可是一件重宝，即便是顶级的武尊都会心动的。四品武尊最后好心的提醒了一句，你以后可要把它收好了，不要轻易示人。事情搞定，帝都大学的这些武尊以及老师们就在第一时间离开，返回帝都了。他们精灵考点出了叶璇这个妖孽，这位四品武尊着急赶快回去向学校的高层汇报，叶璇这样的超级妖孽值得他们帝都大学不遗余力的培养。如果能快速把叶璇培养起来，说不定能应对半年后的大劫，成功拿下了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第一，还得到了那个四品武尊的承诺。叶璇的目的完成。叶璇朝外面走去，见到叶璇出来后，白如烟以及昨晚选择臣服于叶璇的精灵崔家以及其他一些精灵大势力的掌权者特意来祝贺叶璇。不仅是他们，江南王等在精灵的大人物也全都等在这里。刚才他们可是听说了叶璇的今天成绩。就在江南王想要过来和叶璇说几句时，远处如雷鸣般的马蹄声传来，一时间整个地面甚至都颤抖起来。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情了？地震了？一时间还没有离开的众人无比疑惑。几个呼吸过后，远处一只庞大的铁骑出现。这只铁骑最起码有数百人，每个人成员都身穿重甲，身上散发着可怕的血煞之气，一看就是因为常年在战场上厮杀而形成的。而在这只铁骑的最前面是一个身穿银色铠甲，整个人仿佛长枪一般锐利的男子，是九霄战神林九霄。很快现场就有人认出了这个男子的身份，他赫然是大名鼎鼎的九霄战神林九霄。知道了林九霄的身份后，现场有不少人目光悄悄看向叶璇。要知道林九霄可是被叶璇灭掉的精灵张家家主的女婿啊，这次林九霄带着可怕的杀气前来，会为了什么呢？没一会儿功夫，林九霄便率领着铁骑冲了过来。谁是叶璇？给我滚出来受死！骑在高大的黑色战马之上，林九霄挥动着手中的银枪，大声吼道。刹那间，全场所有人的目光放到了叶璇的身上。看到这幕，林九霄瞬间明白了叶璇的身份。那个灵战神叶璇已经被帝都大学录取了。这时江南王想了一下，便站了出来，充当和事佬。你们的事情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吗？见江南王都站出来了，其他大势力的人还以为林九霄会给江南王这个面子，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面对江南王的说和，林九霄突然挥动银枪一招打去。江南王连忙应对，然而即便是武王境巅峰修为的江南王，也是好不容易才躲过了这一击。显然江南王的实力不如九霄战神，难怪九霄战神不把他放在眼里。虽然江南王躲开了这一击，但地面上却留下来一道10余米深、数十米长的巨大裂缝。九霄战神实力的确恐怖。哼，够霸道啊！被林九霄这么一攻击，江南王愤怒地开口，但因为实力不如林九霄强，这口气江南王只能自己咽下去了。大人，杀了他，给我父亲报仇！这时林九霄的妻子精灵张家家主的小女儿忍不住开口：叶璇，出来受死！林九霄大喝一声：叶璇，出来受死！叶璇，出来受死！紧接着林九霄身后的数百铁骑纷纷开口，一时间声音震天。面对着林九霄以及他身后实力强悍的铁骑，现场无数人脸色泛白。林九霄的威名传遍大夏是有原因的，想对大人出手，先问问我们同不同意。突然崔家家主带头站了出来，其他那些宣布臣服于叶璇的精灵大势力纷纷站在了叶璇身后，和林九霄他们对峙。看到这幕，那些围观的人一愣，没想到叶璇这边的实力也很强啊，这么多大势力竟然站在了叶璇这边。可惜即便是这样，叶璇也赢不了。这些精灵大势力加起来倒是可以和林九霄的铁骑硬碰硬了，但那是在林九霄不出手的情况下，一旦林九霄出手，叶璇绝对撑不住啊！现场无数人都不看好叶璇，毕竟叶璇太年轻了，就算是天赋再强也没用。林九霄真是会找时机啊，趁着帝都大学的3位武尊走了，这才杀了过来。如果帝都大学的那3位武尊还在，借给林九霄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动手啊。现在此刻没有武尊境强者，林九霄这个半步武尊堪称无敌。可惜了叶璇这个天才，今天恐怕要命丧于此了。现场不少人替叶璇惋惜。叶璇，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去纪念我的岳父。林九霄身上杀意浮现，盯着叶璇横扫寰宇。突然林九霄从马上一跃，猛地出手，动用最强杀招，杀向叶璇。
刚才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九霄战神随手一击是多么恐怖，这次九霄战神更是动用全力，想要一招解决叶璇。林九霄的这一招的威力恐怖到了极点，此刻的林九霄势不可挡，宛如战神下凡一般。看到了刚才林九霄那恐怖的一击，现在见林九霄出手，叶璇周围的人全部在第一时间朝四周逃去。叶璇身边只剩下了一个白如烟。刚才林九霄只是随手的一击，威力就那么恐怖了，现在林九霄全力一击，威力估计是刚才的1倍甚至数倍啊！其他围观者心中纷纷叹息，叶璇这么一个顶级的天才就要陨落了。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叶璇时，叶璇也准备出手了。叶璇的飞剑符现在手中，面对宛如战神下凡一般的林九霄，叶璇不仅没有半步退让，反而同样手握飞剑一跃而起。叶璇、林九霄在半空中碰撞，一时间剑芒枪影激荡，一个呼吸过后，叶璇平稳地落到了前方，手中飞剑的最前端，一滴嫣红的鲜血滴落在地上，咔嚓，林九霄落在了后面。刚落地的瞬间，他手中的银枪直接碎成了无数片。啊！林九霄的武器碎了，什么情况？看到这幕，无数围观者傻眼了。武器碎了，林九霄的战力将会大打折扣了。咕咚！就当他们还在讨论林九霄后面的战斗力如何时，只听见咕咚一声，林九霄直挺挺地朝前倒去。下一刻，无数鲜血从倒下的林九霄的脖子处流了下来。至此，九霄战神林九霄死！刹那间，现场所有人仿佛见了鬼一般，满脸的不可置疑。死了！堂堂的九霄战神林九霄就这么死了？他只和叶璇碰撞了一个照面，只对了一招啊，就死了。这么说来，林九霄连叶璇的一招都没有接下来。林九霄的实力那么强，结果连叶璇的一招都没有接下来，那叶璇的实力……众人细思极恐，内心忍不住猜测：难道叶璇已经是5尊境的强者了？如果是真的，这么年轻的5尊境强者，绝对是震动整个大夏的。不，张家家主的小女儿大吼，她还指望丈夫来给她报仇呢，结果却变成了这样。杀！解决他们！崔家家主等人反应过来了，于是率先出手，杀向林九霄的那些手下。现在林九霄已经死了，他的这些手下根本不是这家几大势力的对手。最终，林九霄的手下铁骑以及张家家主的小女儿全灭。事情解决，叶璇从这里离开之后，叶璇从白如烟那里要了一份那个闹鬼的天地灵气浓郁之地的具体地址，立马动身。修为是时候更进一步，达到金丹境后期了。就在叶璇启程的时候，帝都大学的高层也收到了叶璇今天成绩的消息，轻松通关133层登天阶，敲响汉的钟225声。这种逆天成绩震惊到了帝都大学武道学院的无数高层。他们举办这次武道高考，为的就是吸引大夏的天才们。没想到最终他们竟然吸引了一个惊天妖孽来啊！这个成绩太逆天了，发现这样的妖孽，真是我帝都大学之幸啊！如果这样的新生能成长起来，那应对后面的大劫将会无比轻松。帝都大学的高层们讨论。对了，听说这个叶璇还是夏青年的未婚夫。有人补充道：什么？叶璇还是夏青年的未婚夫？这更离谱了。我原以为夏青年天赋已经够强了，没想到他未婚夫的天赋更离谱，这对准夫妻简直了。帝都大学的高层们感叹。对了，话说要不要等20号开学后，让这个叶璇当教官军训新生呢？有一位高层建议。虽然武道学院比较特殊，但大一新生军训环节不能少。这些新生都是来自大夏各地的天才，其中不少还是大夏各个势力培养的接班人，肯定都有着自己的傲气，尤其是帝都的不少人。武道学院的这些高层们想趁着军训的机会杀一杀这些新生的傲气，这样一来，不仅能杀那些新生的傲气，还能培养一下叶璇。这个方法好，这个想法有意思，我赞同。到时候直接聘请叶璇，省得再请别人了。帝都大学武道学院的高层们开始议论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另一边，大半天后，叶璇到达了这处闹鬼的天地灵气浓郁之地阴风谷。叶璇还没有踏入进去，就感觉到阵阵阴风与寒气传来，这里的确有点诡异，有意思。叶璇嘀咕了一句，没有丝毫犹豫，立马踏入了阴风谷的反问内。根据白如烟的资料所说，那处天地灵气浓郁之地就在阴风谷的最深处。叶璇继续向前走着，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了一阵打斗声传来。继续向前，远处有7、8个年轻武者正在和一只武灵境后期的毒蛇激战，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杀了这头毒蛇。阴风谷的这些外围地区经常有一些实力不俗的兽类，这些兽类身上的很多部位都价值不菲，就比如说这只毒蛇的蛇胆就能卖一个大价钱。叶璇没有搭理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当这几个年轻武者发现叶璇，全都下意识地保护住了那具毒蛇的尸体，担心叶璇抢夺。结果叶璇根本没有搭理他们，而是从他们身边过去，朝里面走去。慢，前面就是闹鬼的地方了，你最好别进去。一个女性武者忍不住提醒，他们是本地人，对这里知道的更多。据说连武王境巅峰的强者都死在了里面，普通武者进去绝对是必死无疑。这位女性武者刚说完，阴风谷的深处一股白色烟雾突然涌出，闹鬼了，快逃啊，逃命啊！见此，这几个有经验的武者连忙朝外面跑去。
那个女性武者还想劝说叶璇，可下一秒，她惊愕地发现叶璇不仅没有逃，反而主动走进了那股诡异的白雾之中。这是自己找死吗？没办法，这个女性武者和几个同伴冲出了阴风谷，来到了外面安全地区。你们说，刚才那个男生怎么一回事？怎么主动去阴风谷深处了？有人忍不住问道。这么回事，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想去寻宝贝，自寻死路罢了。这些人中最强的那个武灵境巅峰的男子冷笑着回答。信不信，一会儿惨叫声就传来了，咱们等一等，反正这里够安全。就在这几个人幸灾乐祸时，叶璇走到了白色雾气的最里面。就在这时，叶璇的右边一道苍白无血的身影一闪而过，似乎真的闹鬼了。叶璇用感知力感受了一下，那个神秘的苍白身影身上的确没有半点活人的气息，完全和死尸一模一样。难道这里真的闹鬼了？好！突然，从白色雾气中，那个苍白色的身影猛地张着血盆大口冲了过来。叶璇一挥手，一道劲风冲去，直接击中了这个苍白色的身影。咕咚！苍白色的身影重重倒在地上。叶璇这次只用了不到1%的实力，想留他一命，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东西。叶璇上前，只见那个苍白色的身影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战斗力。叶璇观察了一下，这个苍白色的身影是一位死去的武王境初期武者的尸体，只不过这具尸体似乎被人用了一些手段，变成了现在的傀儡。一瞬间，叶璇的脑海中想到了一个词：赶尸术。这个手段在修仙界普通至极，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也有。叶璇继续向前走去，越往里面走，诡异的白色雾气就越多，更多的阴风传来。装神弄鬼！叶璇冷哼一声，后面被赶尸术控制的武王尸体也变得更多。这次叶璇没有直接出手，赶尸术对叶璇来说可太幼稚了。叶璇只是稍稍动用了一点点手段，这些尸体就没有一个在攻击叶璇，仿佛没看到他一样。没多久，叶璇成功来到了阴风谷的最深处。此刻，只见阴风谷深处的一角，一具没有盖住的黑色棺材躺在那里。咦，你怎么进来的？一句苍老的声音从里面传来。紧接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者从棺材中坐了起来。是你在这里装神弄鬼是吧？叶璇看向他。此刻，叶璇已经明白这里为什么说闹鬼了，八成是这个老头学会了一种赶尸术，然后找到了一些武王境的尸体，他用赶尸术控制了这些武王境的尸体，为他所用。而这些武王境的尸体因为丧失了痛觉等等，他们的实力比活着时更强大，他们完全成了杀戮机器。为了能独占这个天地灵气浓郁之地，这个老头就搞出来闹鬼这一幕。如此一来，就不怕其他大势力打这里的主意了。好几年了，你是第一个发现我秘密的人。干瘦老者冷笑，既然这样，那让你永远的留下来吧。他的这个秘密绝对不允许泄露，不然的话，这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他就不一定能保得住了。说罢，干瘦老者突然拿出了一件神秘的铃铛，然后用力摇了摇，叮铃铃，叮铃铃。一时间，10余具武王境各个阶段的尸体纷纷嘶吼着朝叶璇冲了过来。你就等着被撕成碎片吧。干瘦老者冷笑着。就在他以为叶璇绝无逃脱的可能时，叶璇却轻轻一跺脚，下一秒，一道神奇的波动以叶璇为中心朝四面冲去。那些原本朝叶璇冲过来的武王尸体，在感受到这股神奇的波动后，纷纷停了下来。这是什么情况？干瘦老者傻眼了。去，杀了他！叶璇突然指着干瘦老者命令道。哼，还想命令他们杀我？呵呵，你不看看他们听谁的？干瘦老者冷笑。这10几具武王境武者的尸体，可是他用赶尸术控制的，完全听命于自己手中的铃铛。这小子的命令，他们会听吗？可下一秒，干瘦老者脸上的笑容直接僵住了。只见叶璇说完，那10几具武王境的尸体纷纷张开血盆大口，朝干瘦老者冲去。这小子真的一句话控制住了这些尸体，这是什么情况啊？干瘦老者人傻了。叮铃铃，叮铃铃。慌忙之中，干瘦老者连忙轰动手中的铃铛，想要控制住这些武王境的尸体。然而这一次，无论干瘦老者再怎么晃动手中的铃铛，这些武王境的尸体就是不听他的命令，还是向他杀来，而且距离越来越近，10米、5米、3米。很快，这10几具武王境的尸体距离干瘦老者已经不足1米了。干瘦老者连忙抵挡，可惜已经太晚了。不啊！惨叫声传来，这个干瘦老者最终死在了自己控制的武王境尸体之下，被撕成了碎片。用赶尸术控制他们的人死了，这些武王境的尸体也纷纷倒在地上。叶璇右手一弹，一道火苗冲了过来。没多久，现场所有的尸体全部化为灰烬，消散在天地之中了。阴风谷中的白雾也在第一时间消散得干净，阳光照进阴风谷之中，令人舒服多了。解决了这些后，叶璇找了一个地方盘腿而坐，开始吸收这里的天地灵气。很快，无数天地灵气迅速朝叶璇的体内涌去，叶璇身上的气势慢慢上升。不知道过去多久，叶璇身上的气势猛地提升了一大截。叶璇的修为从金丹境中期顺利突破到了金丹境后期，实力更强了。叶璇睁开双眼，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天地灵气已经被他用了一大半了，剩下的那一点不足以他修为提升到金丹境巅峰。见此，叶璇直接启动通天塔，开始吸收剩余的天地灵气。慢慢的，
通天塔内部的空间逐渐增加，通天塔第一层的那个神秘石碑也一点点显现出来。等这里的天地灵气全部吸收完毕，通天塔第一层的那个神秘石碑终于显现出了真实面目。见此，叶璇立马迫不及待地看了过去，他真的很好奇，通天塔第一层的石碑上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和混沌体究竟有什么关系？下一秒，石碑上面几个大字让叶璇忍不住心脏狂跳：混沌吞噬体修炼法诀。混沌吞噬体这种绝顶体质还能后天修炼的吗？叶璇忍不住惊叹。混沌吞噬体，修仙界最顶级的体质之一，堪比夏青年的先天道体，比叶璇之前想要修炼的混沌体更为高级。叶璇一个字一个字研究着这篇混沌吞噬体的修炼法诀，越看叶璇越是感到混沌吞噬体的恐怖。一旦修炼成功，拥有了真正的混沌吞噬体，那对叶璇的帮助将会是巨大的。修炼混沌吞噬体到大成，威力远远不是混沌体可以相比的。当然了，相比混沌体，这个混沌吞噬体修炼起来也更为困难，更为苛刻，也很费时间。不过现在叶璇并不缺时间，看完这篇修炼法诀后，叶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种级别的修炼法诀，哪怕放到修仙界，也绝对能让仙帝级强者抢夺。结果现在他却只是出现在了通天塔最底层的第一层。要知道，通天塔足足有着9层呢，第一层就出现了这种最顶级体质的修炼方法，那第2层、第3层，甚至是通天塔的第9层之中，会有着什么重宝呢？越想，叶璇越是期待开启通天塔的其他层。上一世自己拼了命从那些仙帝级手中抢走了通天塔，真是太值了。叶璇开始认真研究起了混沌吞噬体修炼方法。就在这时，阴风谷周围数个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带着自己麾下的精锐，径直地杀进了阴风谷。几个小时前，阴风谷大变，引起了这些大势力的注意。以前阴风谷闹鬼，甚至连武王境巅峰的武者都陨落过，周围的几大势力不敢妄动，更不敢进入阴风谷之中。可现在阴风谷大变，诡异的雾气全部消失，这些大势力立马蠢蠢欲动。他们都听说阴风谷之中有着至宝，这下几大势力不约而同地倾巢而出，杀向阴风谷深处而来。当他们冲到阴风谷深处时，只看到了叶璇闭目盘腿而坐。他还活着，他竟然没死。之前在阴风谷的外围猎杀毒蛇的那几个武灵境武者惊愕不已。你是谁？其中一个大势力掌控者厉声询问叶璇。见叶璇没有说话，这个大势力的掌控者有些不耐烦。阴风谷的变化是不是和你有关？阴风谷中的宝物是不是落到了地点手中？小子，快点回答！其他几个大势力的掌控者也纷纷质问。可叶璇依旧盘坐在那里，甚至没有睁开眼睛。看到这幕，这几大势力的掌权者有些怒了，这小子是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啊。见此，这几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派出了他们麾下的强者。4大势力中走出了3位武王境中期，1位武王境初期，4人对视一眼，拔出了手中的武器，然后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方向朝叶璇杀去。就在这时，叶璇猛地睁开了眼睛。哼！叶璇冷哼一声，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巨浪以叶璇为中心向四周席卷而去。那4位武王境武者还没有靠近叶璇，就被这股恐怖的气浪给直接打飞出去。4人落到了地上，再也没有起来。这4大势力的人纷纷上前查看，死了，钱长老死了，赵供奉也死了。这4大势力的人一探查，3位武王境中期，1位武王境初期，已经全部没有了气息，死的不能再死。死！看着依旧淡然地坐在那里的叶璇，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眼前这家伙的实力也太恐怖了。他甚至没有出手，只是冷哼一声，隔空就杀死了3位武王境中期、1位武王境初期的武者。一时间，4大势力的人感到深深的畏惧，想要退走了。小子，你有点实力啊！就在这时，一道狂妄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30多岁、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过来。余华信，余华信，他是武王榜排名第73的余华信。他什么时候来的？有人认出了这个高大男子的身份，他竟然是武王榜排名第73的强者余华信。小子，宝物有能者居之，把东西交出来吧！余华信高高在上的看着叶璇，命令道。他也是正巧从海州经过，意外听说了阴风谷的异常，于是便急匆匆的过来。果然，他没有来错。这下完蛋了！余华信出手，别说那小子了，就算是我们4大势力联手，也不是余华信的对手啊！那件宝贝要落到余华信的手中了。几大势力的掌权者遗憾的开口。身为堂堂武王境第73的强者，余华信的实力恐怖至极。现在他出手抢夺，除非是武王榜排名更靠前，或是真正的武尊境强者出手，不然的话，谁也争不过余华信。东西！叶璇眉头一挑，这家伙提醒了自己，刚才自己的所有注意力全都在天地灵气之上，忽略了这件事情。这里地形诡异，天地灵气还极为浓郁，有可能会形成珍贵一点的材料，或是珍贵的药材。现在修炼完了，正好可以探查一番。小子，我和你说话呢。见叶璇依旧不搭理自己，余华信觉得面子有点没地方放。他可是堂堂武王榜第73的强者呀，这小子竟敢无视自己，你竟敢不给我面子！余华信怒火中烧，呵斥道：不给你面子，别说小小的武王榜第73了，就算是武王榜第1，
也不配我给面子。叶璇随口说道。叶璇此言一出，周围众人被吓得瞠目结舌。这家伙真敢说啊！吴氏武王榜第73也就算了，现在他竟然连堂堂的武王榜第1都不放在眼里。他以为他是谁啊？就算武王榜第1也不配你给面子。你以为你是谁啊？不用武王榜第1，今天我这个武王榜第73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人。余华信身上恐怖的气势浮现，去死吧！余华信突然出手，杀向叶璇。感受到余华信身上的气势，此刻就连那4大势力的掌权者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呼吸都不顺畅了。不愧是武王榜排名第73的强者，果然恐怖啊！敢挑衅余华信，这小子自寻死路。4大势力的掌权者忍不住摇头，他们都觉得叶璇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滚！叶璇一跺脚，一股恐怖的无形能量冲向余华信。余华信一上来还没有当回事，结果不等他反应过来，这股无形的能量直接冲到他的眼前，余华信的身体瞬间爆开。武王榜第73，余华信死！看到这幕，现场所有人都被吓傻了，尤其是那几个觉得叶璇死定了的大势力掌权者，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人家都没有真正的出手，只是一跺脚就把堂堂武王榜排名第73的强者给灭了。这种恐怖的手段，哪怕是武王榜第1也做不到吧？能做到这点的，8成是武尊境的强者。眼前这家伙是一位武尊境强者。想到这里，这4大势力的掌权者纷纷跪在了地上。大人，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该死。对不起大人，我们不知道您是武尊强者，我们该死，我们该死啊！冲撞了您，是我们的错，求您饶我们一条小命吧。这几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此刻却谦卑至极地跪在了叶璇的面前，不停地求饶，不停地喊错了。滚！叶璇还要寻宝，不想和这些人浪费时间。谢谢大人，谢谢。很快，这几大势力的掌权者屁滚尿流地逃走了。叶璇扫视了阴风谷一圈，最终把目光放到了刚才那个枯瘦老者所在的黑色棺椁的后面。叶璇一剑直接把这个黑色棺椁劈给粉碎，紧接着在这个黑色棺椁的后面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地下入口。叶璇走了进去，一个硕大的地下溶洞映入叶璇的眼帘。最终在地下溶洞的中心位置，叶璇找到了阴风谷所产生的宝物，那是一个脸盆般大小的小池子，而池子中有着一层乳白色的液体，并且传来阵阵的幽香。普通的武者只要闻一闻这股幽香，实力说不定都能提升一丝。这种白色乳液名叫地百年灵乳，很多珍贵的丹药都需要这种百年灵乳作为辅药。别的不说，就说化神丹，如果能用百年灵乳作为辅药，药效都会增加好2-3成。这东西不错，叶璇对这一小池子百年灵乳相当满意，这算是意外收获啊。叶璇观察了一下，下一秒直接把这小池子的百年灵乳以及下面的钟乳石全部转移到了自己的通天塔的第1层。现在自己通天塔的第1层空间大多了，东西到手，叶璇心满意足的离开。回到阴风谷，叶璇的通讯设备接到了之前投靠他的精灵杀戮阁分部的会长孙海平发来的消息。孙海平告诉叶璇，他的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因为距离很近，今天晚上苏省其他各地的杀戮阁分部以及据点的人就能全部赶到落霞山，其他几个省的杀戮阁成员因为距离较远，可能要等明天或是后天才能陆续到来，今晚就能来。叶璇眉头一挑，既然这样，那自己就先拿苏省的这些杀戮阁成员开刀。叶璇直奔金陵而去。帝都，叶璇拿下来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第1的消息也传了开来。叶家二脉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一个个脸色铁青。他们原本还指望着叶璇普通高考考砸了，他们好趁着这个机会把叶璇逐出叶家，趁机打压叶璇爷爷那一脉呢。结果普通高考的成绩还没出来，叶璇已经成为了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全国第1名，这下完蛋了呀！他们的计划落空。如此一来，别说把叶璇逐出家族不可能了，家主也会对叶璇这个潜力无限的后辈无比重视，甚至全力培养的。一时间，叶璇成为了他们叶家年轻一辈中的第1人。叶天雄只能改变计划，重新安排了。另一边，帝都秦家，秦云飞也听说了这件事情。该死的，那个叶璇的天赋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了？一股巨大的危机感涌上秦云飞的心头。几天前，家里发生大爆炸，被夷为平地。秦云飞因为当时不在家，侥幸躲过一劫。现在他们秦家还在调查，没想到此刻又知道了这样的消息。秦云飞来回走着，不行，绝对不能让叶璇来帝都，绝对不能让他成长起来。秦云飞脸色阴狠地说道：万一叶璇来了帝都，加入帝都大学，实力肯定会突飞猛进，说不定将来连自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绝对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秦云飞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计划，他要在叶璇来帝都之前截杀他，让叶璇永远来不了帝都。而截杀叶璇的人选，秦云飞也已经有了。他指挥不了真正的武尊境强者，但他却认识一位武王榜排名前10的强者。他就不信了，一位武王榜排名前10，堂堂半步武尊的强者，还杀一个区区的叶璇。有了决定后，秦云飞立马行动。这次叶璇必死。傍晚，叶璇顺利回到了金陵。孙海平找到叶璇，目前苏省杀戮阁其他分部和据点的人来了一多半了，再晚一点，
估计苏省的杀戮阁其他人就会全部到齐。孙海平询问叶璇之后，他该怎么办？你就把他们引到落霞山就行。叶璇命令。安排完后，叶璇直奔落霞山而去。他要做点准备，好给杀戮阁这几个省的成员们给准备一个风水好的安葬地点。来到落霞山脉后，叶璇寻找了一圈，最终找到了一块地形较为平坦的地方。叶璇站在这块区域的中间，直接在半空中画着神秘的符文。叶璇现在要做的是布置一个阵法，到时候把杀戮阁的成员引到自己的阵法中来，到时候直接启动阵法，直接一下子把杀戮阁的所有成员给一口气全部解决，轻松、方便、简洁。10几分钟后，叶璇布置阵法完成。起！叶璇突然呵斥一声，下一秒，从这片空地东南西北以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8个方向，8根刻画着神秘符文的光柱陡然升起，紧接着8根光柱释放出来光幕，连接到了一起，直接把这片地区给封锁起来。叶璇满意的点头。叶璇跺了跺脚，阵法消失不见，此地又恢复了平静。3个小时后，在孙海平的带领下，200-300个杀戮阁苏省其他地区的成员纷纷来到了叶璇所在的空地。孙会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做什么？就是这里是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啊。你不是说总部的代表来了吗？人呢？站在这片偌大的空地之中，这些杀戮阁的成员纷纷询问。这些杀戮阁的成员，单单是武王境武者就有20-30个，其中甚至还有2位武王境巅峰的武者。面对这些人的质问，孙海平有些怂了。孙海平看向四周，寻找着叶璇的身影。如果大人还不来，他可就危险了。这片墓地，你们满意吗？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众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青年负手而立，站在远处，宛如世外高人一般。墓地？你说这里是我们的墓地？哈哈哈！你算什么东西？还想杀了我们所有人吗？杀戮阁的所有成员冷笑，他们这里这么多人，甚至还有数十位武王境的强者，此刻就算让他们攻击一位半步武尊，都有着相当大的胜算。在金陵，他们无所畏惧。在杀戮阁众人不注意的时候，孙海平连忙向后退出去，然后退到了这片空地的边缘地带。孙海平，是你搞的鬼！一位武王境巅峰的武者注意到了孙海平的异常，厉声呵斥：你竟然出卖了我们，把我们引到这里！该死的！众人瞬间反应过来，出卖杀戮阁，去死！说罢，这位武王境巅峰的强者突然出手，径直杀向孙海平。孙海平瞬间慌了，连忙向后躲去。可孙海平的实力比这位武王境巅峰的强者差远了，几个呼吸，这位武王境巅峰的武者就追了上来，5米、3米、1米，眼看着这位武王境巅峰的武者就要抓到孙海平了，突然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在碰到这个无形屏障的瞬间，这位堂堂武王境巅峰的武者直接被击飞出去，重重的落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呼吸。大人威武！知道这是叶璇的手段，孙海平忍不住惊呼，激动坏了。该死！你竟然敢杀我们杀戮阁的人！你不想活了，小子！和我们杀戮阁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我要将你剥皮抽筋！动我们杀戮阁的人，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会死，而且会死得很惨，很惨！看到那位武王境巅峰的武者死去，杀戮阁的其他成员暴怒，威胁叶璇：我会不会死不清楚，但今天你们会死得很惨！起！叶璇缓缓开口。下一刻，8根刻画神秘符文的光柱冲天而起，直接把这片区域给封锁了起来。冲！这个地方有古怪，冲出去杀了他！冲啊！注意到这诡异的一幕，杀戮阁的其他成员纷纷行动，向4面8方冲去，有的动用特殊步法，有的身影一闪，使用杀戮阁的秘术，把身形隐藏在黑暗之中。此刻，这些人各显神通，都用最快的速度朝外面冲去。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到光幕前，阵法之中突然浮现出无数巨大的火球。啊！疼死我了！在接触到火焰的瞬间，无数杀戮阁的成员惨叫连连。哪怕是冲到光幕前的杀戮阁成员，无论怎么攻击光幕，就是冲不出去。最终，阵法之中的所有杀戮阁成员全部被大火吞噬，一个不剩。看到这幕，孙海平瑟瑟发抖。大人的手段今天啊，太恐怖了！敢对我父母下手，杀戮阁的所有人都要死！叶璇眼神冷漠，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叶璇要把整个杀戮阁彻底从大夏抹除。你觉得这里风水怎么样？叶璇看向孙海平，可太好了，杀戮阁这些败类配不上这么好的风水。孙海平紧张地回答：杀戮阁其他几个省的成员到哪里了？叶璇询问。快的已经接近苏省，最晚后天他们就能全部到金陵。孙海平保证道。就在此刻，阵法之中，杀戮阁的所有人被烧成了灰烬，阵法自动消失，地上的灰烬被风一吹，彻底消散在天地之中，原地什么都没剩下。你把那些杀戮阁成员也全都引到这里。叶璇命令。后天他要把东南几省的杀戮阁所有成员全部解决。是，大人。孙海平点头。事情结束后，叶璇重新回到了金陵。第二天，金陵一个小家族，一个面色坚毅的青年带着3、4个手下回来了。青年名叫林战天，3年前被关进了世界上赫赫有名的监狱——恶魔岛监狱之中。恶魔岛监狱中关押的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顶级犯人，都是各种顶尖的强者，其中既有曾刺杀过皇室，
以及总统的刺客之王，也有一人发起战争，手中有着数十万人命的人屠，更有全球顶尖的黑客以及各种各样的强者。而林战天在恶魔岛监狱的3年，却成为了这些顶尖强者的王，他们的老大。3年的时间，林战天从恶魔岛监狱走了出来，回到了精灵。这次林战天要让整个精灵颤抖，他要把整个精灵以及精灵的所有强者踩在脚下。林战天带来的3、4个手下都是恶魔岛监狱的顶级强者。看到儿子回来后，林战天父母极为激动。爸妈，战天回来了。林战天激动地说道。爸妈，方家那个贱人怎么样了？之后林战天好奇地问道。3年前他就因为方家的那个贱人进了监狱，这次王者归来，林战天要把方家那个贱人杀死，把精灵方家给铲除，然后让方家的所有财产变成他们林家的。儿子，精灵方家已经没了。林战天父母把前段时间方家覆灭的消息告诉了林战天。听说方家没了后，林战天很高兴，但听说方家的所有资产现在被一个叫精灵叶氏资产集团的公司占据了，林战天眉头紧张。方家把他陷害进了监狱，方家的财产是他的，也只能属于他。简单和父母说了几句后，林战天便带着自己的手下直奔精灵叶氏资产集团而去。他要把方家的所有财产从精灵叶氏资产集团手中夺回来。半个小时后，林战天带人来到了精灵叶氏资产集团的楼下，见他们要强闯公司，一位负责公司安保的武林劲武者站了出来，阻拦道：来人止步，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去。放肆，你算什么？敢来我们的老大！见此，林战天来带的一个虎背熊腰，足足有2米多高的壮汉站了出来，一巴掌下去，精灵叶氏资产集团的武林劲安保直接被打死。精灵叶氏资产集团的警报顿时响起。林战天旁边身材瘦削的男子手中出现了一个飞镖，他正准备解决掉警报系统，但却被林战天给拦住了。就让这个警报响，我们不用上去，精灵叶氏资产集团的人会下来见我们的。林战天胸有成竹地说道。果然，几分钟后，白如烟、崔家家主等人来到了公司楼下。白如烟正在和崔家家主这些宣布效命叶璇的精灵大势力掌权者商议公司后面的发展呢。突然听到警报声，他们便下来了。看到那个被杀的武林劲武者，白如图等人面色严肃。你是谁？要做什么？白如烟质问道。把精灵方家的所有资产交出来，这件事情就算了。林战天开口。这件事情就算了，你杀了我们的人，还要我们把资产交出来，你是谁啊？凭什么？白如烟这边一位武王境初期的武者反驳道。谁让你和我们的老大这么说话的？那个虎背熊腰的站了出来，和那个武王境初期的武者激战到一起，只对了几招，这个武王境初期的武者便败下阵来，连忙退到了最后。虎背熊腰的男子还想追杀，却被林战天拦了下来。实力堪比武王境巅峰的手下，崔家家主倒吸一口凉气，眼前这个什么老大，他手下的实力竟然堪比武王境巅峰，而且实话实说，同为武王境巅峰，他不是这个虎背熊腰男子的对手。眼前这个青年一共有4个手下，那岂不是说这4个手下有可能都是武王境巅峰的强者？那身为这几个人的老大，这个面色坚毅的青年实力有多恐怖啊？想着，崔家家主背后冒出了一阵冷汗。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老大林战天是恶魔岛的主人。虎背熊腰的男子自豪地说道。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思考，要不乖乖把精灵方家的所有资产乖乖交给我，要不然我们就动手，让你们精灵叶氏资产集团彻底消失。林战天霸道的命令。3.21，林战天刚数到1时，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让我精灵叶氏资产集团消失，好大的口气啊！下一秒，在白如烟、崔家家主等人期盼的眼神中，叶璇缓缓走了过来。你是谁？林战天谨慎地问道。你都想让我的产业消失了，你说我是谁？叶璇反问。原来你就是这里的老板啊！你也听到我的话了，希望你想好了再回答我。林战天若有所指的威胁。老大，我看这小子很狂妄，不会把财产交出来，我先给他点教训再说。虎背熊腰的男子说道。这次林战天没有阻拦手下，虎背熊腰的男子大吼一声，然后挥动着硕大的拳头向叶璇打来。叶璇一个眼神扫视过去，虎背熊腰的男子顿时愣在了原地。此刻的他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恐怖。原本他以为一个人打穿整个恶魔岛的老大已经是超级强者了，老大的一个眼神就让他双腿发软。可现在看到了这个男子的眼神，他仿佛置身18层地狱一般，全身冰冷。虎背熊腰的男子害怕到了极点，刹那间他的心脏骤停，虎背熊腰的男子倒在了地上，不知死活。看到这幕，无论是林战天还是他的手下们都一愣。什么情况？去看一下，狼王怎么了？林战天命令。林战天那个擅长使用暗器的手下连忙上前查看，瞬间这个手下脸色巨变。老大，狼王他死了。这个手下声音颤抖地对林战天说道。此刻的他害怕极了，精灵叶氏资本集团老板的一个眼神，就直接把世界雇佣兵界上赫赫有名的狼王给吓死了。此言一出，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尤其是林战天那边，他的那几个手下再也没有了刚才的目中无人，一个个被吓得脸色惨白。狼王在他们几个中，就算是实力不能排第一，也绝对是第2。当初在恶魔岛监狱中，狼王几乎是打遍整个监狱无敌手，
唯有老大曾正面击败过他，结果现在在这个金陵叶氏资本集团的老板面前，堂堂的狼王，雇佣兵界的顶级强者，竟然被他一个眼神就吓死了。我的天，这位神秘的叶老板实力究竟有多强了？别说这些手下了，就连林战天也缓了一会儿。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我们走。林战天一挥手，就打算带着手下离开。林战天不相信狼王是被叶璇一个眼神吓死的，他觉得应该是叶璇用了他没有发现的特殊手段，才隔空杀死狼王的。林战天没有把握杀了叶璇，为手下的狼王报仇，而且为了区区方家的财产，和这个神秘强者硬碰硬，不死不休也不划算。因此，林战天决定先走，以后再想办法给狼王报仇。只是还没等林战天他们行动，叶璇冰冷的声音传来：“你以为我金陵叶氏资本集团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杀了自己的人，在自己的公司无法无天，各种威胁一番，现在就想这么离开了？当他这个老板是好惹的吗？你什么意思？”林战天扭头和叶璇对峙：“我的手下杀了你的人，你又杀了我的手下，我们扯平了，你还想怎么样？”林战天觉得他已经够放低姿态的了，结果这小子竟然还不依不饶。我还想怎么样？你威胁我的人，还想让我的公司彻底消失？你说我想怎么样？叶璇反问。好，你说一个解决办法吧。林战天询问。解决办法？解决办法当然是留下你们的命了。如果刚才自己没来，一旦动起手来，自己这边的人绝对不是这几个人的对手。这个什么老大肯定也不会放过白如烟他们的。既然这样，那叶璇为什么要饶过他们？放肆！你真当我们老大是吃素的吗？听到叶璇这么说，林战天的那几个小弟们也怒了。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强者，都有着各自的脾气，结果这小子竟然敢这么威胁他们，他们肯定不能忍。更何况这小子威胁的还是他们老大。既然你自寻死路，那我就成全你。林战天突然出手，林战天对着旁边一块重达10余吨作为观赏的巨石一拍，下一秒，这重达10余吨的巨石轻松被林战天拍飞，重重的朝叶璇砸去。见此，崔家家主等人目光错愕，不愧是那个什么狼王的老大呀，这个林战天的身手太恐怖了吧！这一招下去，连崔家家主都接不住，被这块巨石砸一下，他就算不死，估计也彻底废掉了。30米、20米、10米，眼看着这块巨石距离叶璇不足10米了，叶璇也出手，他随意隔空一掌向前打去，砰！一声巨响传来，顷刻间，这重达10余吨的巨石直接被叶璇隔空的这一掌拍成了粉末。看到这幕，所有人被叶璇恐怖实力吓傻了。林战天还没有反应过来，叶璇刚才那隔空一掌的残余力量已经拍了过来，重重的打在了林战天以及林战天身后的那几个手下的胸膛上。砰砰砰！又几道响声传来，林战天等人直接被叶璇刚才的隔空一掌拍成了血雾，什么都没剩下。咕噜咕噜，崔家家主倒吸一口凉气，再次被叶璇的强大实力给惊到了。这个林战天实力怎样，他们都看到了。结果叶先生只是隔空一掌，而且似乎还是随意一掌，就直接把林战天拍成了血雾。叶璇先生也太强了吧！叶先生威武！叶先生威武！叶先生威武！叶璇这边人纷纷开口，对叶璇这样的恐怖强者尊敬到了极点。今天叶璇来是白如烟喊来的，白如烟说公司有几份重要文件需要叶璇这个大老板亲自签字，没想到他刚来就发现了这些来挑事的家伙。走吧，随手解决了这几个麻烦。叶璇开口。走进公司，签完字后，叶璇刚准备离开，突然接到了之前帝都大学那个4品5尊境界的老教授的电话。叶同学，东西收到了吗？电话接通，老教授好奇地问道。东西？什么东西？叶璇一愣，就是你让我寻找的那个宝剑的剑尖部分啊。老教授回答。听到这句话，叶璇眉头一挑，自己飞剑的最后一片残片终于找到了吗？我没有收到啊。叶璇确定地回答。不应该啊。老教授十分诧异，他之前答应了叶同学，老教授就利用帝都大学的资源调查一番，最终找到了叶璇所需要的那个宝剑残片。那个宝剑残片在东南地区一个大势力的手中，老教授也是出了一些代价，才让那个大势力同意把宝剑残片交出来。之后，老教授就让这个大势力派人把东西直接送到金陵给叶璇，省得再经过他的手那么麻烦了。按照时间，东西今天怎么也应该送到了呀。老教授向叶璇简单介绍了一下。你稍等，我去问一下是什么情况。老教授让叶璇等一下，然后就去联系那个大势力了。那个大势力的掌门人听说后同样诧异，他们表示2天前就派人去金陵了，他们距离苏省也不算远，按理说今天怎么也应该到了。于是这个大势力的掌门人就立刻开始调查起来。很快他们查到了结果，他们派去金陵的那个人在途中神秘失踪了。难道是那家伙携宝跑路了？这个大势力的高层猜测，但很快被掌门人摇头否决了。他派去金陵的人是他绝对的心腹，他的弟子将来也会是门派的支柱人物，不可能为了一件宝物而逃走。于是这个大势力继续调查，最终他们得到了结果，他们派去金陵的那个人在金陵附近一个叫归义门的势力范围内消失了。而且经过调查，这个归义门的名声相当差，不，
简直是臭名昭著，曾多次传言这个皈依门的门主杨正坤仗着自己半部武尊境的修为，多次杀人夺宝。不出意外，他们派去的人很有可能被这个皈依门给杀人夺宝了。这个大势力的掌门人暴怒，立马联系老教授，想要亲自杀向精灵，去给徒弟报仇，顺便把宝物抢回来。老教授最终把消息告诉了叶璇，要不要他们派人来从皈依门手中把东西抢回来。老教授询问叶璇的意见，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去取吧。叶璇开口，这个大势力在外省，要来这里起码需要1天多的时间，与其等他们，不如叶璇自己去动手。反正这个什么皈依门就在精灵的附近，自己去一下，最多几个小时。叶璇自然想早点把飞剑的最后一块残片拿到手中，然后把飞剑彻底补齐了，不想等太久。之后，老教授从帝都给叶璇发来这个皈依门的具体地址，叶璇立马启程，快一点，还能赶回来吃晚饭呢。另一边，皈依门中，皈依门的高层周墨群正激动地把一个锦盒交给门主杨正坤。这是什么东西啊？杨正坤不解地问道。门主，这是回门派来的路上在意外遇到的一个小子手中抢来的宝贝。周墨群回答。在杨正坤的带头下，整个皈依门门风淳朴，所有人都十分喜欢杀人夺宝，尤其是在他们皈依门的势力范围内。哦，杨正坤好奇地打开锦盒，看到里面的宝物，这块残缺的宝剑残片后，杨正坤顿时瞪大了双眼，激动不已，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件重宝啊。杨正坤好奇地拿起了这个宝剑残片，然后又拔出自己用特殊材料打造的妖刀。杨正坤拿着残片在妖刀上一划，刹那间妖刀直接碎成了2半。杨正坤更加惊愕，别看这是一个残片，但威力恐怖啊！这件宝物来历8成不会那么简单。你事情处理得怎么样？杨正坤询问。放心吧，门主，那个人的尸体我已经烧掉了，绝对没有留下半点痕迹。这件宝贝从现在起只属于我们皈依门了，没有任何人能从我们手中抢走它。周墨群保证。一直过去好久，杨正坤依旧激动地把这个飞剑残片拿得紧紧的。他意识到自己崛起的时候到了，有了这个神秘的宝剑残片，他将会在半部武尊境中无敌，以后他在杀人夺宝更容易了。就在杨正坤欣喜若狂的时候，门外一个诡异的身影出现。谁？杨正坤被吓了一跳，连忙询问。我的东西好拿吗？叶璇冰冷地开口。远远的他已经肯定这家伙手中拿的就是自己飞剑的最后一块，只要把它拿回来，自己的飞剑就能补齐了。你的东西？杨正坤瞬间警惕起来。谁说这是你的东西了？这明明是我们门主的东西。旁边的周墨群训斥叶璇。就是这明明是本门主的东西。杨正坤自信地回答。只是不等他说完，叶璇轻轻一挥手，下一刻那个飞剑残片直接从杨正坤的手中挣脱而出，最终飞落到叶璇的手中。从来都是我抢夺别人的东西，你还是第一个敢从我的手中抢东西的人。杨正坤暴怒，这家伙想夺宝，夺宝到自己头上来了。所有人听令，杀了他，把东西给我抢过来。杨正坤大吼。一瞬间，皈依门的无数弟子、长老全部杀向叶璇。叶璇手中的飞剑一闪而出，不到一个呼吸的功夫，皈依门追过来的那些弟子、长老的脖颈处全部留下来一道血痕。咕咚咕咚，紧接着皈依门弟子、长老们的尸体纷纷倒在地上，全灭，一个不剩。叶璇则是从皈依门的大殿缓缓走了出去。想走，我看你怎么对你。见此，杨正坤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出手把宝贝给抢回来。轰隆隆，只是还不等他说完，大殿的所有支柱全部断裂，整个大殿瞬间坍塌下来。杨正坤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坍塌的大殿给砸死了。至此，世间再无皈依门。叶璇则是满意把飞剑残片收了起来。最终回到精灵后，叶璇第一时间就开始用炎融金，把这最后一块飞剑的剑尖融合到整个飞剑上。不知过了多久，飞剑的这最后一块残片彻底融合到了飞剑之上，飞剑全部被补齐，飞剑完整了。平，下一刻，一道清脆的剑吟声响彻整个精灵。刹那间，精灵无数大势力的人纷纷不约而同地朝见吟声音传来的地方，也就是叶璇所在的别墅看来。他们都知道这里有重宝，可不少人也知道这里是叶璇所住的地方。原本叶璇自己的实力就很强，现在他又有了这种宝物，实力恐怕会更厉害，他们更不敢妄动了。没人敢打叶璇的主意。别墅中看着手中完整的飞剑，叶璇相当满意。这么久了，飞剑终于恢复了曾经的模样，变得完整了。拥有了完整飞剑的叶璇实力大大提升。就在叶璇欣赏飞剑的时候，精灵一处隐秘的地下室之中，一个武王境巅峰的男子悄悄发出去一条消息：精灵重宝线，速来杀之夺宝。新的一天，白如烟找上门。偶像，一会儿有一场专门为武者召开的武道拍卖会，听说今天会拍卖很多宝贝，不知道偶像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一下。说着，白如烟拿出了2张武道拍卖会的邀请函。这种邀请函只有拥有武王境的势力或是个人才能搞得到，要求十分严格。武道拍卖会可以去看看吧。叶璇点头，正巧他现在没事，去这个武道拍卖行看看也行，说不定能发现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捡个漏。好，白如烟高兴的点头，然后主动开车带叶璇前往了武道拍卖会。
白如烟现在替叶璇掌管着金陵叶氏资产集团，还有崔家等依附于叶璇的大势力鼎力相助，自然轻松弄到了2楼的包间位置。叶璇和白如烟来到包间坐下没一会儿，拍卖行就开始了。刚开始的几件东西在叶璇的这里都是一些垃圾，叶璇甚至懒得看一眼。5G 劲风掌起拍价30个亿。这时拍卖行终于拍卖了一件重要物品，最终经过激烈的争夺，劲风掌以157亿的天价成交。原来功法招式这么值钱啊！叶璇眉头一挑，这个劲风掌叶璇看了一眼，威力很一般，比之前叶璇交给夏青言的那套寒霜掌差远了，简直是天壤之别。那岂不是说自己随便搬出来一个什么招式就能拍卖个几千亿甚至几万亿？不过事情也不能这么算，物品越珍贵，对武者的作用越大，后面就不能用金钱来交易，而是要等价物品来交易。时间飞快，很快就到了最后几件压轴之宝的拍卖了。这次终于有让叶璇有点兴趣的商品出现了，那是一颗鸽子蛋般大小的漆黑色珠子，上面散发着淡淡的光泽，很像是黑珍珠，但又不是。这件神秘的黑色珠子是一位半步5尊境的强者委托我们拍卖的，虽然不知道它具体是何物，但绝对不凡。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介绍道，起拍价50个亿。工作人员说完后，全场鸦雀无声。拍卖别的东西，无论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拍卖行都会介绍它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结果到了这个神秘的黑色珠子，就说它不凡，来自一位半步5尊，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一上来还卖50个亿，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谁会买？那简直是豪赌。万一它就是一颗普通的珠子呢？就在所有人观望的时候，叶璇开口了，50亿。刹那间，现场无数人的目光朝叶璇所在的2楼包间看了过来。偶像，这是什么东西？见刚才叶璇一直在闭目养神，这件东西出现后，偶像突然睁开了眼睛，甚至主动出了价。白如烟已经猜到了这件东西不凡，可它究竟是什么？哪怕连白如烟也不清楚。这应该是来自实力堪比中等5尊境的深海灵蚌蕴含的灵珠。叶璇回答，无论是拿它来炼丹，还是用来炼制什么法宝，都是上等。不出意外的话，这件东西应该是这场拍卖会价值最高的东西了。见叶璇这么说，白如烟表情惊愕，中等5尊，那岂不是4、5品的5尊境？这东西竟然是一只堪比4、5品的灵蚌蕴含的灵珠，这绝对是至宝。蚌类一身的精华大都集中在蕴含的珍珠之上，而这枚神秘的灵珠可是一只堪比4、5品5尊的灵蚌一生的精华。这样的宝物，别说出现在金陵了，就算是出现在帝都，也会引起无数大势力，甚至7、8品5尊境强者的争抢。如果非要用价格比较的话，它的价值最起码在6、7千亿以上，或是更多。当然了，它肯定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需要同等级的宝物。这样的宝物，整个金陵都不一定能找出一件来。可现在就是这么一件至宝，却只卖50亿，连它真实价格的1%都不到。也就是偶像这样见多识广，这样博学的人能发现了它，不然的话，他会依旧蒙尘的。叶璇喊完价格后，陆续有人又加了几个亿，70个亿。叶璇开口，这下现场再也没有人跟着喊价了，没人敢冒险。就在主持人准备落锤成交时，一道玩味的声音传来，我出80个亿。这个声音也是从2楼的包间中传来的。众人朝那个包间看去，只见一个青年正翘着腿，得意地坐在那里，他的身后更是有着2位半步5尊境的保镖。我想起来了，他是江南大势力碧海门门主的儿子。碧海门门主是一位2品5尊。有人惊呼，原来背后是有5尊境强者撑腰，难怪敢和叶璇抢夺了。众人感慨，100亿。叶璇再次开口，我出200亿、300亿。很快价格就出到了500亿。见此，那枚黑色珠子的主人忍不住上台了。2位，相比钱，我刚想要宝物，请问2位有没有类似的宝物，我们可以等价交换？黑色珠子的主人问道。碧海门门主的儿子愣住了，钱他有，宝物他真不多，我可以拿一枚木元丹和你换。碧海门门主儿子最终开口，木元丹对武王境武者的实力有着不小的提升，价值绝对在500亿以上，甚至能达到7、800亿。不愧是5尊境强者的儿子，就是财大气粗啊。这个没什么意思的黑色珠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让5尊境强者的儿子拿木元丹来换，这下东西应该是碧海门的了。众人感慨不已，觉得胜负已判。我可以拿一滴百年灵乳和你换。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传来，叶璇开口了。从阴风谷中，叶璇得到了差不多1小池子的百年灵乳，算下来，就算没有100滴，也有7、80滴。而这枚黑色灵珠的真实价格和那1池子的百年灵乳的价值差不多。现在叶璇只用1滴百年灵乳来换，是绝对的赚大了。原本听到碧海门门主的儿子愿意拿木元丹交换，这个黑色珠子的主人已经准备答应了。结果现在听到叶璇竟然说拿1滴百年灵乳这样的宝物来换，黑色珠子的主人瞬间激动了。1滴百年灵乳，我换了1滴百年灵乳！我的天，叶先生竟然还有这样的宝物！1滴百年灵乳这样的宝贝，对一位半步5尊来说，可比木元丹诱惑力更大呀！我原以为碧海门门主的儿子已经是财大气粗了，原来真正的大佬是叶先生。众人感慨万千，被叶璇的大手笔给震惊到了。
碧海门门主的儿子听到了叶璇说拿出一滴百年灵乳时，同样傻眼了。他的木元丹对武王境的武者有用，但对半步武尊境的武者吸引力就大打折扣，估计连1/10的诱惑力都不一定有。而百年灵乳的价值虽然比不上木元丹，但却无比稀少，对半步武尊有着很多妙处。一比对，这下完蛋了，少主，这怎么办？那颗灵珠8成是叶璇的了。身后一位半步武尊境无奈地说道。碧海门就建在海上的一座小岛之上，他们对海洋中的生物，对海洋中的宝物很有研究。他们也看出来了，这颗神秘的黑色珠子应该是出自一颗实力很强的灵棒，但具体是什么，他们看不出来。不过价值绝对在1000亿以上，因此碧海门的少主才这么和叶璇争抢的，并不是为了什么出风头。结果现在东西被叶璇得到了，后面再看看。朝叶璇所在的包厢瞥了一眼，碧海门的少主脑海疯狂的转动，在计划着。这时黑色珠子的主人快速来到了2楼，直接和叶璇交换。叶璇拿出了一滴百年灵乳交给对方，拍卖行的人上来把那颗神秘的黑色珠子交给了叶璇，双方正式成交。半步武尊境拿着一滴百年灵乳心冲冲的走了，临走前他还有些可怜叶璇，为了这么一个不值钱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破珠子，竟然拿一滴珍贵万分的一滴百年灵乳交换，真是一个败家子啊！叶璇拿着这颗出自堪比中等武尊灵棒产出的灵珠，满意的点头，这个漏捡的可以。之后拍卖会继续，后面的宝物和刚刚的这枚灵珠相比就太普通了，叶璇甚至懒得看。不等拍卖会结束，叶璇就和白如烟离开了。在两人离开后没多久，又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提前离开了拍卖会。在开车返回别墅的路上，白如烟和叶璇说着公司的事情，叶璇突然命令道：“停车！”白如烟下意识的快速踩住了刹车，直接把车停下。怎么了，偶像？白如烟疑惑的问道。在白如烟说话的同一时间，数枚飞镖定在了距离白如烟车胎前10几厘米的地方。白如烟刚刚如果稍微晚了0.0几秒，这几枚飞镖就砸到了白如烟的车胎之上了。有人拦路，白如烟瞬间警惕起来。突然间，数个全身被黑色衣物包裹，只露出眼睛的神秘男子出现在前方。看着这个几个拦路人的打扮，白如烟懵了。东瀛的忍者，远在东瀛的忍者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而且还拦住了他们。就在白如烟愣神时，这几个忍者突然朝白如烟和叶璇冲了过来。叶璇身影一闪，出现在了车子的前方，一挥手，地面上的数颗小石子顿时漂浮了起来，然后仿佛子弹一般朝这几个东瀛的忍者疾射而去。咕咚咕咚咕咚，刹那间这几个东瀛忍者全部倒在了地上。偶像，小心身后啊！突然发现了异常，白如烟立马大声提醒。此刻在叶璇的身后，一个实力比刚才那几个东瀛忍者更强的忍者出现。此刻的高级忍者手中拿着一把武士刀，狠狠朝叶璇砍去。然而不等他的武士刀碰到叶璇，一道寒芒袭来，直接让他的武士刀碎成了无数片，然后在他的身上也留下来一道深深的血痕。这个高级忍者受了重伤，他知道叶璇惹不起，于是连忙动用忍术土遁，直接消失在叶璇和白如烟的眼前。偶像，那家伙逃了。白如烟从车上下来，遗憾地说道：“是我故意让他逃走的。”叶璇却突然开口：“啊，为什么？”白如烟无比不解：“你不好奇，小小东瀛的忍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对我们下手？”叶璇询问。白如烟点头：“这不对劲，东瀛的忍者那可是他们武道界的死敌，他们的敌人突然出现在这里，肯定不对劲。我刚才在他的身上已经留下来印记，等他给我带路。”叶璇开口。恶心的忍者出现，还想袭杀自己，叶璇肯定要调查一番，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刚才叶璇故意留手，给那个高级忍者留了一条命，并且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最初叶璇在杀戮和那个普通成员身上一样的印记。后面这个高级忍者的行踪，叶璇可以轻松得知。这样一来，这个高级忍者的落脚地就暴露了，到时候东瀛忍者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也容易调查出来。还是偶像你看得更远啊！白如烟佩服地说道。如果是他有偶像这个实力，估计会直接弄死那个东瀛的高级忍者。这样一来，虽然暂时痛快了，可想要调查出他们来这里的原因，以及他们为什么劫杀自己，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就很麻烦了。现在偶像这么做是最正确的选择。叶璇探查了一下，那个东瀛忍者还在逃，你先回去，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叶璇安排。好，偶像你小心一点。白如烟点头，他知道自己实力不行，如果跟上去反而会成为偶像的累赘。白如烟离开后，叶璇也离开，跟着那个高级忍者的逃跑路线追了上去。10几分钟后，这个东瀛的忍者出现在了一处神秘的建筑之中。佐藤君，你怎么了？看到这个高级忍者受伤了，藏在此地的另一个高级忍者连忙用鸟语询问对方情况。他连忙上前帮这个受伤的高级忍者包扎了一下伤口。其他人呢？看着只有这个受伤的高级忍者回来了，留守的忍者诧异地问道：“情报有误，那个叶璇的实力很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其他人已经被叶璇杀死了，只有我土遁术高超一点，快速逃离了，没有被那个叶璇追上。”受伤的高级忍者无比庆幸地回答：“那怎么办？你快派人去联系大人，让大人明天尽快过来，亲自对叶璇出手。”受伤的高级忍者建议。好吧，留守的高级忍者答应。很快，
他就派人去联系那位神秘的大人了。这处建筑外，叶璇远眺里面，刚才这两人的对话都被叶璇听见了。他们上面果然还有人，而且还是一位什么大人。既然这样，叶璇就暂时不出手了，等后面那个大人来了再行动。反正这些东瀛忍者在叶璇的眼中已经都是死人了。既然那个大人明天才能过来，自己就不在这里等了。叶璇转身离开。当叶璇回到自己别墅时，意外发现此刻在他的别墅前停着几辆车，而在他的别墅周围也有数位武王境的武者在等候着。你终于来了！就在这时，碧海门的少主在两位半步武尊境护卫的簇拥下从车里走了出来。刚才的那些忍者是你派来的？叶璇开口。忍者？什么忍者？碧海门少主没有听懂叶璇的话。别在这里扯别的，你用百年灵乳换的那个黑色珠子我要了，你开个价吧。碧海门少主霸道开口。注意到对方的表情不像是装的，叶璇才确定那几个忍者不是他派去的。既然不是这个什么碧海门派去的，那是谁？叶璇陷入了思考之中。见叶璇迟迟没有回答自己，碧海门少主有些气急败坏，他还以为叶璇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我给你100亿，把那颗黑色珠子交出来，我们就两清了。碧海门少主打算强买强卖。如果我说不呢？叶璇开口。不，现在可不是你能说不的时候。碧海门少主冷笑，说着他给了旁边的2个半步武尊境的护卫一个眼神。下一秒，2个半步武尊境的护卫上前，面色不善地盯着叶璇，仿佛只要碧海门少主一声令下，他们就能立马对叶璇动手。叶璇的别墅地段很好，周围也有不少精灵的大家族。当碧海门的人到来后，这些大家族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但他们不敢正面面对碧海门的人，此刻都藏在远处，悄悄地观察着这里。当他们看到碧海门的2位半步武尊境的强者后，忍不感慨，不愧是武尊境的势力，连碧海门少主的护卫实力都那么强。这下叶璇危险了呀！他们知道叶璇的实力很强，但一下子面对2位半步武尊境，叶璇绝对不占什么优势啊！见叶璇还没有松口，碧海门少主直接命令：敬酒不吃吃罚酒，动手，把那件东西给我抢过来。随着碧海门少主的命令，2位半步武尊的强者齐齐出手，杀向叶璇。就在碧海门少主以为2位半步武尊一起出手是十拿9稳的时候，只见叶璇轻轻一挥手，一道寒芒闪过。不等那2位实力恐怖的半步武尊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失手分离了。碧海门2位半步武尊死！看到这幕，碧海门少主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死了！自己的倚仗2位堂半步武尊境的护卫就这么被叶璇一个照面轻松杀死了。他甚至都没有看到叶璇出手的场景。一时间，碧海门少主还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可空气中飘散的血腥味却提醒着他，现在这一幕不是他的幻觉，是真的。叶璇是真的杀了他的护卫。你别杀我！我父亲可是碧海门的门主，一位真正的武尊境的强者。碧海门少主连忙搬出父亲来威胁叶璇放过自己。武尊境很强吗？叶璇淡淡的问道。武尊境的武者他又不是没见过，实力也就那样。听到叶璇这句话，碧海门少主顿时慌了，他连忙跪下，不停的向叶璇磕头求饶。大人，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我刚才只是想以低价买下您的东西，并没有想要杀人夺宝啊！大人，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碧海门少主用力给叶璇磕头。还有，您可以用我来向碧海门要赎金。我想我父亲为了我，无论您提什么要求，我父亲都会答应您的。我们碧海门有2件镇门之宝，都是重宝，您可以让我父亲都给您送过来，当做赎金。为了活下去，碧海门少主甚至把他老子都给卖掉了。就在这时，金陵崔家等大势力的人听到消息，也纷纷带人赶来了。看着碧海门少主这个大孝子，叶璇命令崔家家主把他给我关起来，然后派人去通知碧海门，让他们拿2件镇门之宝来赎人。对了，别忘了告诉碧海门的门主，这个主意是他的宝贝儿子给我出的。叶璇和善地说道。是，大人。崔家家主点头，然后就把碧海门的少主还有碧海门的其他一些武者全部拿下，带走关起来了。这些人走后，叶璇这里终于安静下来。傍晚，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投靠叶璇的精灵杀戮阁会长孙海平悄悄来了。怎么样了？人都来了吗？叶璇随口问道。这才是叶璇最关心的，他还等着杀戮阁东南几省的所有成员凑齐给一网打尽呢。一下子死去这么多成员，对杀戮阁来说损失绝对小不了。怎么样了？人都来了吗？叶璇随口问道。大人，人已经到了2/3了，我也通知了还没有到来的人尽快赶过来，最晚明天人就能到齐了。孙海平汇报。很好，你去安抚一下他们，暂时别让他们发现异样。叶璇叮嘱。明天晚上就是他把杀戮阁东南这几省所有成员全部解决的日子。一下子损失这么多人，肯定会惊动了他们总部，杀戮阁总部也肯定会派人来，那时自己就可以顺藤摸瓜了。是，大人。孙海平抱拳，然后就按照叶璇的吩咐去办事了。同一时间，苏省的隔壁城市乔家，乔家是当地的大家族，家主是一位半步武尊境巅峰，只差最后一只脚就能迈入武尊境的强者。在武王榜上，乔家家主排名第317，是本地的第1人，无人敢惹。今晚，一位衣着古怪的神秘银发老者出现在了乔家的大门前。你是谁？
来我乔家做什么？守在大门前的武林境巅峰的护卫大声呵斥。咯，神秘的银发老者诡异地笑着，仿佛没有看到他们一般，继续朝乔家走去。这个武林境巅峰的护卫刚准备行动，突然感觉到身体传来异常，下一秒，他以及乔家所有的护卫纷纷倒地，再也没有了呼吸。他们甚至来不及出手。这个银发老者踏入乔家的大门。当银发老者来到乔家的议事大厅时，乔家众人惊愕无比。阁下来我乔家做什么？武王榜第37的乔家家主站出来询问。做什么？自然是拿你们乔家当成肥料，喂养我的小宠物罢了。银发老者神秘笑着，紧接着他打开了腰间的口袋，刹那间，成百上千只金色的小虫子在第一时间飞了出来，然后直奔半步武尊境巅峰的乔家家主而去。乔家家主连忙阻挡，然而却惊愕地发现，凭借他半步武尊境的实力，竟然连一只小虫子都杀不死。这些小虫子纷纷落到了乔家家主的身上，几个呼吸的时间，乔家家主就被这些虫子全部覆盖住了。这些小虫子疯狂地啃食着乔家家主的身体。啊，疼死我了！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乔家家主生不如死。仅仅过去20几秒，半步武尊境的乔家家主被吃得尸骨无存，甚至连头发都没有剩下。一瞬间，乔家众人被吓傻了。去吧，去吧，这些人都是你们的肥料！银发老者命令。刹那间，吃完乔家家主的金色虫子，又飞向乔家的其他人。仅仅几分钟过去，乔家的数百名成员一个不剩。而这个实力恐怖的银发老者也不是别人，正是实力堪比武尊境的苗疆大古师万重真人。原本前几天万重真人就从苗疆离开，直接朝金陵杀去，要为自己的弟子报仇。结果半路上，万重真人意外发现了消失已久的奇虫石骨虫，而且数量高达上千只。万重真人如获至宝，便放慢了脚步，开始培养这些石骨虫。要知道，现在石骨虫还没有成年，只需要20-30秒就可以吃掉一位半步武尊境的强者。如果等上1000只石骨虫完全成熟，甚至可以吞噬那些4-5品的武尊境强者。就算是那些6-7品的武尊境强者，一下子碰到这么多成熟的石骨虫，都要退避三舍。当然了，石骨虫成熟没有那么容易，现在万重真人要做的就是让石骨虫达到半成熟的状态，到时候就算是一品武尊也会被石骨虫吞噬。等到了金陵，他要用石骨虫给自己的弟子报仇，他要让杀死自己弟子的那个人承受着被石骨虫吞噬身体生不如死的痛苦。而且他给徒弟的那块玉佩现在80%也落到了那个人的手中了吧。很好，当他万重真人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拿了他的东西要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解决了乔家之后，万重真人又去寻找其他人下手，去培养尸骨虫了。时间飞快，第二天，金陵，叶璇动身，直奔自己查到的那个东瀛忍者的藏身之地而去。敢对他动手，敢踏入大夏的地盘，这些东瀛忍者一个也逃不了。东瀛忍者藏身的地点，在那个受伤的高级忍者的期待下，他口中的大人终于来了。他口中的大人是一位实力相当恐怖的顶级忍者，名叫佐野九五，是东瀛忍者界赫赫有名的强者。此刻跟在佐野九五后面的足足有7、8位高级忍者，以及数十位中级忍者，这个阵容已经十分可怕了。突然找我来做什么？佐野九五相当不满。我正在和那个大夏人谈生意呢，你突然喊我来，我要你给我一个理由。大人，那个叶璇实力很强，我想我们之中只有您出手，才有可能杀了他。受伤的高级忍者回禀，一个小小的大夏年轻武者，他似乎连20岁都不到，竟然还要我亲自出手。佐野九五冷笑，大人，他的实力真的很强。受伤的高级忍者再次解释，呵呵，很强，在我眼中他也不过是一具死尸罢了。佐野九五万分狂妄地说道，是吗？然而还不等佐野九五的话音落下，一道平淡的声音突然传来，叶璇来了。紧接着一个潇洒的身影缓缓走了进来，大人，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叶璇。看到叶璇后，那个受伤的高级忍者顿时大喊，显然上次这个高级忍者被叶璇给吓怕了。你就是叶璇？佐野九五扫视了叶璇一圈后，不屑地说道，除了长了一副好皮囊之外，也就这样。别说你的鸟语了，在大夏要说大夏语。叶璇冷漠地开口，你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一命。佐野九五用蹩脚的大夏语威胁叶璇，你如果投降，并且把那个和你们勾结的大夏人或是势力说出来的话，我可以让你们快点死去。叶璇冷漠地回应。旁边有翻译把叶璇的话告诉了佐野九五。八嘎！佐野九五瞬间怒了，杀了他！佐野九五指着叶璇大声命令。一瞬间，佐野九五身后的7、8个高级武者一起动手杀向叶璇。死！面对冲过来的这些高级忍者，叶璇自然也没有留手，直接隔空一巴掌下去，砰砰砰！眨眼间的功夫，这7、8个高级忍者全部被叶璇拍死，尸骨无存。紧接着，叶璇一个眼神下去，佐野九五的膝盖瞬间破碎，然后径直跪在了叶璇的面前。啊！佐野九五惨叫，他连忙想要反击，结果直接却被叶璇定在了那里，一动都没法动。说吧，和你们勾结的大势力是哪一个？你们来大夏有什么目的？叶璇直接询问。杀了我吧，杀了我，少主一定会为我们报仇的。佐野九五看着叶璇，怒目圆睁。此刻反击不了的他，只想死。
少主，叶璇嘀咕，原来这个什么佐野九五还不是最终的幕后之人啊！你少主是谁？听叶璇这么问，佐野九五没有隐瞒，反而无比自豪地说道：“我们少主是东瀛大名鼎鼎的疾风剑圣的大弟子。”疾风剑圣的大弟子。听这个佐野九五的意思，这个什么东瀛疾风剑圣的弟子，似乎也已经在大夏境内了。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自己来。说着，叶璇直接动用搜魂术，很快，叶璇便得到了想要的秘密。因为这个佐野九五也只是一个手下，他知道的并不多，只是知道他们这次来这里，为的是寻找一座特别的宝库。至于那个和东瀛忍者勾结的大势力究竟是哪个，佐野九五不清楚，只知道对方实力似乎不弱，而且势力内有厉害的强者坐镇。目前，他们的少主正在和这个精灵大势力的代表谈判。在叶璇搜完魂后，直接出手，彻底解决了这个佐野九五。看着大人死了，剩余的那些东瀛忍者纷纷朝远处逃去。去！叶璇念头一动，飞剑径直飞出。几个呼吸的功夫，在场的所有人东瀛忍者全部被杀，一个没留。能让这些东瀛人千里迢迢的过来，那个宝库想来应该不简单。解决了这些东瀛忍者之后，叶璇直接动身。他已经从这个佐野九五的记忆中得知了他口中少主的位置，并且还知道现在他们的少主正在和那个勾结他们的大夏势力在谈判呢。叶璇现在去，正好斩草除根。想着，叶璇直接动身。金陵城外一处庄园内，东瀛疾风剑圣的大弟子明伟又一在和一个全身被黑袍包裹的大夏人谈判。还没等他们的谈判结束，明伟又一突然感觉到异常。下一秒，明伟又一突然拔剑，然后一剑狠狠朝前面劈去。轰隆隆！明伟又一这一剑直接把眼前的建筑直接劈成了两半，地上还留下来10余米的深坑。你做什么？明伟又一的突然动手，把这个黑袍男子吓了一大跳，连忙质问。此刻的他内心还有些惊慌，不愧是东瀛疾风剑圣的弟子，这个明伟又一的实力有点恐怖啊！有人来了。明伟又一回答，全身处在紧绷之中。顺着明伟又一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英俊男子正站在远处的庄园前，冷冷地看着他们。你的感知力可以。叶璇开口，这次他没有隐藏身形，是直接杀来的。不然的话，别说这个什么东瀛剑圣的弟子了，就算东瀛的那个什么疾风剑圣亲自来，也绝不可能发现叶璇。不过哪怕叶璇没有隐藏身影，他刚来到庄园前，对方就有所注意，这就说明这个东瀛剑圣的弟子比叶璇之前遇到的敌人要强不少。你是谁？明伟又一谨慎地问道。他已经感觉到了叶璇身上的可怕。杀你的人。叶璇淡淡回答。杀我？一个小小的大下武者还想杀我？你也配？听叶璇这么说，明伟又一率先出手，打算先下手为强。明伟又一身体一跃，猛地一剑向叶璇的心脏刺去。见明伟又一全力出手了，那个神秘的黑袍人松了一口气。他悄悄和东瀛忍者合作，一旦传出去，他会是整个大夏武道界的敌人。刚才被叶璇撞见他和明伟又一在一起谈判，这个神秘黑袍人紧张极了，害怕被叶璇发现。结果现在明伟又一出手了，神秘黑袍人才松了一口气。明伟又一的恐怖实力他是知道的，他出手，那小子绝对活不了，自己和东瀛忍者合作的消息也不可能传出去。几乎是瞬间的功夫，明伟又一就从数百米之外冲到了叶璇的面前。10米、5米、3米，眼看着明伟又一的剑距离叶璇只有1米多了。突然，叶璇面前凭空出现了一把散发着寒芒的宝剑，挡住了明伟又一剑的去路。两把宝剑相撞，咔嚓！明伟又一手中的剑直接崩裂，碎成了无数片。看到此幕，明伟又一脑海一片空白。开什么玩笑？他的这把剑可是师傅疾风剑圣所赠予的，是师傅疾风剑圣利用顶级的材料锻造的，坚硬无比，可斩万物。之前他用师傅赠予的宝剑一直是无往不胜，直到碰到了这个大夏的年轻武者诡异的宝剑，两把宝剑相撞，他的宝剑竟然崩碎了。这一刻，明伟又一人傻了，怎么会啊？他师傅疾风剑圣锻造的宝剑，凭什么被一个大夏年轻武者的宝剑一碰就给击碎了呀？此刻，叶璇的飞剑漂浮在半空之中，直指明伟又一的额头。就在叶璇准备彻底解决这个什么剑圣弟子的时候，一道怒喝声传来：“你不能杀他！”那个神秘黑袍人看向叶璇，虽然叶璇的手段刚才也把他吓懵了，但为了自己的小命，他不得不站出来。自己连这个明伟又一都打不过，如果明伟又一被叶璇给杀了，他能活下去吗？哦，我为什么不能杀他？叶璇玩味地看向黑袍神秘人，他的师傅是东瀛赫赫有名的疾风剑圣，剑道威震东瀛。除此之外，明伟又一还是东瀛6大忍者家族之一的明伟家族的成员。神秘黑袍人恐吓叶璇，虽然他不是明伟家族的嫡系成员，但东瀛的忍者家族是出了名的护短，你敢杀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边缘的旁系，他们都会和你不死不休。东瀛的这6大忍者家族，每一个都是底蕴雄厚，哪怕在6大忍者家族中，明伟家族排名第5，但却有终极神忍存在。听到这里，明伟又一都不免得意起来，无比自豪地说道：“终极神忍，实力可是媲美你们中品武尊的可怕存在。中品武尊指的便是4品、6品之间的武尊，势力内有堪比4到6品武尊境的强者坐镇，底蕴已经算相当厉害了。
神秘黑袍人一副为了叶璇好的架势，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如果你杀了明尾佑一，会遭到疾风剑圣以及明尾忍者家族的联合追杀，到时候无论你藏在哪里，他们都会找到你，直到把你虐杀。如果你放了明尾佑一，今天的事情就当作没有发生。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了宝库的事情吧？你放了明尾佑一，我们可以平分那个宝库，到时候我们三方每个人1/3，如何？威胁了叶璇之后，神秘黑袍人还拿出宝库的1/3来诱惑叶璇，明显的打一棒子，再给一颗枣。听神秘黑袍人说完，明尾佑一又恢复了曾经的嚣张，脸上露出狂妄的笑容。他以为叶璇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后，借给叶璇10个胆子，他也不敢杀自己，不敢同时得罪自己的师父疾风剑圣以及他背后的明尾忍者家族。噗嗤！可明尾佑一刚笑了不到1秒钟，叶璇的飞剑直接把他的身体洞穿，明尾佑一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咕咚一声，明尾佑一的尸体倒在了地上。到死，他也不明白叶璇为什么敢杀自己。疾风剑圣、明尾忍者家族实力堪比中平5尊的终极神人，呵呵，只要他们敢踏入大夏的土地，我必杀之。叶璇冰冷的开口。也就是现在，他现在没时间，一旦有时间，什么疾风剑圣、明尾忍者家族敢对自己出手，他立马剑指东瀛，去踏平这2家，为少主报仇，杀了他，为少主报仇。明尾佑一死了，现场剩余的忍者疯狂了，少主当着他们的面被杀了，就算他们回去，也会被主人疾风剑圣给杀了，为少主陪葬。与其等回去被杀，不如现在用人海战术杀死这个年轻的大夏武者，说不定还有机会活下去。刹那间，数十位身手不俗的忍者动用各种忍术杀向叶璇。叶璇淡然地站在原地，念头一动，飞剑瞬间飞出，几秒钟的功夫，所有的东瀛忍者以及神秘黑袍人带来的所有武者一个不剩。最终此刻只剩下了叶璇和神秘黑袍人了。叶璇，你别杀我！看着叶璇，神秘黑袍人已经被吓得身体不自觉地发抖了。说吧，你是哪一家势力的人？为什么要派这些东瀛的忍者在半路上截杀我？叶璇冰冷地开口。他之前和这些东瀛人从来没有交集，精灵那么多武者，那么大势力，为什么这些东瀛忍者目的明确地对自己下手呢？而且这个黑袍人一下子就喊出了自己的名字，明显认识自己。叶璇猜测，8成是这个神秘黑袍人和那个明尾佑一达成了什么协议，明尾佑一才派手下对自己动手的。我不能说了，会长会杀死我的。神秘黑袍人身体颤抖的嘀咕。不等他的话音落下，叶璇漂浮在半空中的飞剑轻轻在空气中一划，黑袍人脸上的黑袍直接变成了2半，黑袍人的脸上也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血痕。神秘黑袍人的脸露了出来，这是一个35、6岁的男子。感受到脸上鲜血滴下来，黑袍人立马怂了。虽然叶璇没有开口，但他已经明白了叶璇的意思，会长不会放过他，他还是之后的事情。如果自己不说，这把宝剑下次划破的就不是自己的黑袍，然而是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让这些东瀛忍者杀你，是我们会长的计划，他要借刀杀人。我们是苏省的顶级大势力麒麟会，我们会长是一位5尊境的强者。黑袍人把自己的身份说了出来。麒麟会5尊境强者。叶璇想了一下，自己也不认识这个什么麒麟会啊。你们会长认识我？叶璇开口。黑袍人犹豫一下，为了保命，便把自己知道的另一个重要秘密全部告诉了叶璇。不，我们会长也不认识您，实话和您说了吧。听他的意思，他的头上还有人，他是听了京城某个大势力的命令才要对您动手的。不过因为会长知道您是帝都叶家之人，他也害怕帝都叶家的报复，于是这才想到这个借刀杀人之计，让这些东瀛的忍者对您动手。黑袍人解释。京城的大势力具体是哪一个？叶璇询问。大人，这我哪知道啊，我只是会长的一个心腹，甚至不是麒麟会的高层，以会长多疑的性格，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啊。黑袍人实话实说，这样的秘密只有会长本人知道。叶璇眼神中闪过一丝寒芒。既然如此，那这个麒麟会就没必要在世间存在了。不过杀戮阁东南几省的成员今晚就要到了，就让这个麒麟会的会长多活几天，等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完，再送麒麟会会长归西。还有，你们和东瀛人谈的那个宝库是什么？叶璇接着问道。那是100年前威名赫赫的江南第一炼丹师九火真人的一个炼丹之地，传闻那里有九火真人留下的宝藏，我们无意间得到了那个炼丹之地的具体位置。黑袍人再次说道。在什么地方？叶璇询问。就在苏省沿海一个名叫南火岛的海岛，那岛上有一座火山，我们推测曾经的九火真人就是利用火山的地下火炼制丹药的。南火岛九火真人，叶璇想知道的此刻全部知晓了。叶璇转身朝外面走去，见此，黑袍人连忙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咕咚！只是他刚跑出去几米远，眼前突然剑芒一闪，他的尸体倒在了地上。敢对自己下手，而且还和东瀛人联手，叶璇怎么能放过他？叶璇刚走出这个庄园的范围，突然接到了精灵曹家家主的电话。叶神医，今天上午，杭城柳家的家主带着重病的小女儿来到我们家。我和杭城柳家家主是老相识，他听说我被叶神医您救了，就特意带着重病的小女儿前来向您求救。曹家家主介绍，为此柳家主特意把他们柳家的几件至宝带了过来，当做您的谢礼。说到这里，
曹家家主压了声音：“叶神医，杭城柳家的实力远在我们曹家之上，而且柳家的太上长老更是一名货真价实的武尊，柳家的底蕴十分雄厚。这次柳家主带来的是几件无比珍贵的药材，其中任何一件拿出来都能轰动精灵，这也是为什么曹家家主愿意联系叶璇的原因。那几件药材可太难得了，为了救他的小女儿，柳家家主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几件珍贵药材。”听曹家家主说完，叶璇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自己手中也有几件珍贵的药材，比如第2颗百年珠果、天心花，以及那一池子的百年灵乳。对了，还有刚刚得到的那颗十分珍贵的灵珠，这都是炼制丹药的重要原材料。除此之外，自己还知道了那个什么九火真人的炼丹之地，想来那里也有不少药材。而现在柳家家主为了救女儿，又送来了几件珍贵的药材，这么多药材，自己为什么不能炼丹呢？这里天地灵气稀疏，想要找到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提升修为十分困难，可现在自己手中不缺珍稀药材啊，自己可以用丹药提升自己的修为啊。别人怕用丹药提升修为，可能会导致自身的基础不稳，将来出问题。毕竟是要3分毒，丹药虽然厉害，但也会残留一点点的丹毒。但叶璇不怕呀，别忘了，叶璇不久前才从通天塔第1层的石碑上得到了顶级体质混沌吞噬体的修炼方法，可以吞噬万物，为自己所用。叶璇完全不用担心什么丹毒会影响自己的根基什么的。而且根据混沌吞噬体的修炼方法，前期也有很多准备，除了需要更多的5颗本源石之外，还要有吞噬丹以及混沌丹2颗顶级丹药作为辅助。在这个天地灵气稀疏的世界，想要凑齐炼制吞噬丹以及混沌丹所需要的药材，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不过这也在叶璇的预料之中，混沌吞噬体可是修仙界最顶级的体质，修炼起来怎么可能没什么难度呢？叶璇的要求也不高，在自己离开这片天地重返修仙界之前，能修炼出混沌吞噬体就行。到时候拥有混沌吞噬体这样顶级的体质，一旦自己回到天地灵气浓郁的修仙界，那就是蛟龙入海，一飞冲天了。到时候自己就算不想成就先帝之位，不想威震仙界都难。想到这里，叶璇决定了，从今天起他要开始尝试炼丹了。叶神医，柳家家主小女儿的病，您……曹家家主试探性地问道，想问叶璇同不同意。正好我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叶璇点头，反正杀戮阁的那些成员要今晚才能到，现在他有时间，而且这个什么柳家家主也带了几件珍贵的药材前来，说不定其中有自己需要的。炼制混沌丹以及吞噬丹的药材很难寻找，可帮自己提升修为的丹药所需要的药材就比较容易了。好的，我替老柳谢谢叶神医了。曹家家主激动地说道。1个多小时后，叶璇来到了精灵曹家。叶璇一出现，立马收到了精灵曹家热情的欢迎。很快，叶璇见到了一个满脸忧愁的中年男子，此人便是杭城柳家的家主刘祖光。站在刘祖光身边，还有几位他从杭城带来的重要人物。老柳，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便是我说的叶璇，叶神医。曹家家主主动向刘祖光等人介绍叶璇。看到叶璇后，刘祖光等人有些傻眼。在他们的印象中，神医就算不是那种头发花白的老者，怎么也要40、50岁啊。可眼前这个叶神医看起来也就18、19岁的样子，这也太年轻了吧。叶神医您好，我是杭城柳家家主刘祖光。刘祖光愣了一下，相信老朋友曹家家主的话，无比客气地和叶璇打招呼。可刘祖光身后的那几个人对叶璇却有不小的怀疑。小女从小就得了怪病，我寻访天下名医，可就是没有找到能救我女儿的方法。只要叶神医能救了我小女儿，叶神医就是我杭城柳家的恩人。叶神医，这是我为您准备的一点心意，辛苦您出手了。说罢，刘祖光一挥手，几个仆人捧着数个玉盒走了过来。玉盒之中装的便是刘祖光口中的珍贵药材。在刘祖光的示意下，手下们把3个玉盒纷纷打开，露出了里面药材的真容。叶璇扫视一眼，脑海中顿时想到了一种可以帮金丹境修仙者提升修为的丹药——赤明丹。炼制赤明丹共需要4种不同的珍稀药材，分别是百年灵乳、青玉参、紫云草以及地火莲的莲子。而眼前刘祖光送来的3个玉盒，其中2个存放的正是青玉参以及紫云草，而百年灵乳叶璇巧好友。现在炼制帮金丹境修仙者提升修为的赤明丹，只剩下最后的地火莲的莲子了。而且地火莲的莲子，叶璇大概也知道下落了。别忘了，刚才那个麒麟会的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江南第1炼丹师九火真人的炼丹之地在南火岛，而南火岛之上有着一座活火山，据说那个什么九火真人就是利用火山的地火炼丹的。而在地火莲则是普遍生长在火山之中，叶璇猜测南火岛的火山之中大概率就有地火莲。旁边刘祖光带来的那几个人看到了家主竟然拿出了如此珍贵的药材，一个个变了脸色。于是他们立马来到刘祖光面前，劝说他把3件珍贵的药材收起2件来。他们不觉得叶璇的医术高超到可以帮刘祖光治好女儿的病，就这么送出3件药材，太吃亏了。家主为了女儿付出的也太多了吧。刘祖光直接把他们赶到一边去，选择相信叶璇。叶神医，您看这几件药材您满意吗？刘祖光忐忑地询问叶璇。带我去看看你小女儿的病吧。叶璇开口，这个刘祖光的确很有诚意，这几件药材不错，
等把他的这几件药材拿到手，再得到地火莲的莲子，那距离自己修为提升突破到金丹境巅峰可就不远了。见叶璇这么说，刘祖光喜出望外，然后立马带叶璇走进了里面的休息室。此刻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一个白肤白皙宛如林黛玉一般的病美人正无力地靠在沙发之上，似乎是睡着了。这个病美人正是刘祖光的小女儿柳云儿。此刻的柳云儿脸上毫无血色，仿佛大病已久，身体无力。叶神医，小女自幼就是这般，10几年间我找遍了无数神医，也让小女吃了不少丹药，可小女的病却丝毫不见好转。刘祖光开口，语气中满是身为父亲却救不了女儿的无力之感。父亲，灵动但无力的声音传来。柳云儿醒了，当她看到父亲身边帅得离谱的叶璇，微微一愣，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丝少女害羞与腼腆。这位是叶神医，是来给你治病的。刘祖光介绍叶璇。知道了叶璇的身后，柳云儿有些惊讶，但又恢复了平静。这么多年看过那么多医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治好他的，他已经心如死灰，绝望了。眼前这个男生可能治好他吗？柳云儿不抱什么希望。叶璇看了柳云儿几眼，然后饱含深意地看向刘祖光。他的母亲应该不是普通人吧？叶璇已经看出了柳云儿为什么会病这么久了啊！被叶璇这么一说，刘祖光的表情立马变了，他万分诧异地看着叶璇。刘祖光无比惊讶，叶璇是怎么知道关于云儿母亲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呀，不愧是神医呀，果然厉害。柳云儿也满是好奇地看向父亲。柳云儿也从来没见过母亲，他询问父亲关于母亲的事情，父亲也都是含糊其辞。对，刘祖光对叶璇点头，认可了叶璇的话。在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受过伤吧？叶璇接着问道。是的，云儿的母亲是我第2个妻子，身份很不简单。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刘祖光回答。求求叶神医救救小女吧。此刻刘祖光更加确信叶璇的医术绝对无比高超。你女儿的病是因为你妻子怀孕受伤的原因，当年下手之人十分狠毒，不过嘛，俗话说福祸相依，虽然柳云儿病了这么多年，可一旦恢复过来会崛起的。叶璇开口。啪嗒，说着叶璇打了一个响指，下一秒一团火焰在叶璇的指尖跳动，在叶璇的操控下，这团火焰慢慢凝结，最终凝结成了3根赤红色的针，和针灸的银针十分类似。旁边柳家父女2人都有些愣神，被叶璇的手段给惊到了。把你的衣服往下拉一拉。叶璇看向柳云儿，柳云儿泛白的脸颊上浮现出了一丝红晕。柳云儿十分不好意思的点头，然后稍微把衣服往下拉了一拉，露出了雪白如玉般的香肩。叶璇让柳云儿趴下，然后对准柳云儿背后的3个穴位，把赤红色的银针扎了进去。在刘祖光惊愕的眼神中，那3颗赤红色的银针竟然在一点点消失。叶神医，这……刘祖光无比紧张地问道。正常，等你女儿把这3颗赤红针蕴含的能量全部吸收了，病就差不多好了。叶璇平静地回答。时间一点点过去，最终那3颗赤红色的银针全部消失，而柳云儿的皮肤也慢慢变红。云儿，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吗？刘祖光忍不住询问。我感觉到体内有一团火焰，身体温度有些升高。柳云儿开口。这次柳云儿说话的声音明显比刚才有力气多了。又过去一会儿，柳云儿原本毫无血色的俏脸上慢慢恢复了一丝血气，此刻的柳云儿显得更有生机了。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原本走路都需要别人搀扶的柳云儿，此刻竟然自己站了起来，然后在房间中随意的走着，并没有半点疲惫感。我的病似乎好了。柳云儿惊喜万分的开口，她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困扰自己这么多年的疾病就这么好了。柳云儿看向叶璇，心中万分感慨，这个叶神医好厉害啊。刘祖光也激动不已，一把抓住了叶璇的手，连连感谢叶璇。叶神医，以后您就是我们杭城柳家的大恩人，您的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听到有声音，曹家家主以及刘祖光带来的人连忙冲了进来。当他们进来后，看到了自己站起来脸上也恢复了血色的柳云儿，他们也瞬间愣住，尤其是最初那几个怀疑叶璇医术的柳家之人，此刻更是目瞪口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的眼睛没有出问题吧？家主的女儿的病好了？这位叶神医竟然是真的神医，不是虚名啊！神医，谢谢你。柳云儿美目看着叶璇，对叶璇满是感激与好奇。你现在还算不上彻底好了，还需要休养几天。叶璇开口。柳云儿点头。刘祖光主动把那3件存放着顶级药材的玉盒亲自送给叶璇。叶神医，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尽管开口，我柳家一定在所不辞。刘祖光保证。叶璇刚打算接过玉盒，杀戮阁精灵会长孙海平突然来消息了，而且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大人，明省杀戮阁的总负责人刚才发来消息，说杀戮阁地多分部的代表突然上门，找他有点事情要办，他要晚一点，估计要明天才能带人前来，到时候那位杀戮阁地多分部的代表也会一起来前来拜见您这位来自总部的大人。看着孙海平发来的消息，叶璇心中忍不住感慨，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啊！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杀戮阁地多分部的代表，这更好了，说不定可以利用他把杀戮阁在帝都的分部给揪出来。要知道帝都分部
可是杀戮阁在大夏最重要的一个分部了，没有之一。如果叶璇能把杀戮阁地都分部给灭了，100%能把杀戮阁总部给引出来，到时候叶璇要将整个杀戮阁从大夏抹除。孙海平的这个消息绝对算是好消息。我知道了，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我。叶璇回复孙海平。回完消息后，叶璇把刘祖光递过来的3个玉盒收了起来。至此，炼制可以帮金丹境修仙者提升修为的赤明丹的2种药材青玉参以及紫云草全部到手了，加上叶璇手中早已得到的百年灵乳，现在炼制赤明丹就差最后一种药材地火莲的莲子了。等解决了杀戮阁这几个东南分部的成员后，叶璇立马动身，先去南火岛把那个9火真人的炼丹之地搜寻一番，尽量找到的火莲，然后再顺道去送麒麟会会长归西，并且看看麒麟会的背后究竟是帝都的哪一个大势力。叶璇从曹家离开，看着叶璇远去的背影，柳家父女2人充满了感激，尤其是柳云儿，更是对这位厉害的叶神医好奇极了。就在叶璇返回别墅的路上，东营一座偌大的宫殿中，一个身穿白色衣袍的中年男子脸色阴沉如水。这个中年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明尾佑一的师傅，东营赫赫有名的疾风剑圣。刚才他得到消息，他十分喜爱的弟子明尾佑一被杀了。知道这个消息后，疾风剑圣愤怒无比。剑圣大人，是不是给您安排前往大夏的交通工具？仆人瑟瑟发抖地问道。疾风剑圣这样名声在外的大人物，如果去大夏，肯定不能正大光明去，一定要悄悄地去。不用，一个小小的大夏武者，还用不着本剑圣出手。疾风剑圣摇头，你去找长谷九雄，让他前往大夏，去给明尾宝一报仇。疾风剑圣命令。长谷九雄，他的疾风剑派长老，实力在疾风剑派中算是前列，有他出手，绝对能把那个杀死明尾宝一大夏武者给解决。是，剑圣大人。说完，仆人就打算离开，去找长谷九雄长老了。等一下，不等仆人离开，疾风剑圣突然补充道：找完长谷九雄后，你再去联系一下明尾忍者家族，告诉他们，一个大夏的武者杀了他们家族的成员。明尾佑一身为明尾忍者家族的人，他被杀了，以护短出名的明尾家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绝对也会派出杀手前往大夏。明尾家族出手可是相当狠辣的，到时候会让那个杀死自己徒弟的大夏武者生不如死。我明白了，大人。1个小时后，明尾忍者家族的族长知道了明尾佑一被杀的消息。八嘎，一个小小大夏的武者竟然敢杀我们6大忍者家族的成员，该死！明尾忍者家族的族长暴跳如雷，你去命令明尾盛宴，让他亲自带人去大夏，用那个大夏武者的人头维护我明尾忍者家族的威名。明尾盛宴刚刚突破成为神人，正好可以让他借着这次机会锻炼一下。旁边的族人听到族长的命令，顿时一愣，他是万万没想到族长竟然让明尾盛宴大人亲自出手。明尾盛宴在上个月才突破成为下级神人，实力堪比武者的一品武尊，而且还是一品武尊中的佼佼者。现在族长竟然派遣明尾盛宴前往，可见族长的暴怒啊！当天晚上，疾风剑圣派遣的长老长谷九雄以及明尾忍者家族的下级神忍明尾盛宴就纷纷带人悄悄前往大夏刺杀叶璇。另一边，晚上叶璇刚打算休息，突然崔家家主联系叶璇，他告诉叶璇碧海门来人了，而且来的还是碧海门的副门主，在武王榜上排名第23的强者罗长义。罗长义这次是来赎人的，一来罗长义便指名道姓让叶璇过去见他，想见我让他自己滚过来。叶璇冷漠的命令，这个罗长义是来赎人的，还这么嚣张，现在他们碧海门的少主可在自己的手中。明白了，大人。崔家家主点头。半个多小时后，怒气冲冲的罗长义带人来到了叶璇的别墅。叶璇，把人给我交出来！刚一来，罗长义就对着叶璇的别墅怒吼，声音响彻天地。安静一点！罗长义刚说完，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别墅内传来，这道声音携带着恐怖的威压，罗长义和他的手下们根本承受不住。咕咚咕咚，几乎眨眼间的功夫，武王榜第23的碧海门副门主罗长义以及他身后的碧海门的精锐们就全部跪在了地上。罗长义等人立马懵了，尤其是罗长义，身为堂堂武王榜的23顶级的半部武尊，他何时受到过这样的羞辱？罗长义深吸一口气，然后动用自身的全部力量，想顶着这份压迫强行站起来。可惜无论他怎么用力，动用什么手段，就是纹丝未动。瞬间，罗长义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他距离突破武尊境可不算远了，他的实力在整个大夏，除了武王榜上比他排名更高一点的那22个人，他堪称武尊境之下无敌的存在。结果现在他竟然连那个叶璇的一缕威压都承受不住。要知道，哪怕是他面对门主都没有这样过，这岂不是说叶璇的修为远在门主之上，甚至有可能是3、4品武尊境？想到这里，罗长义忍不住狠狠咽了口唾沫。罗长义深吸一口气，然后大声说道：大人，刚才都怪我有眼无珠，竟然在大人面前如此不客气，实在抱歉。砰！说罢，罗长义狠狠磕了一个头，算是赔礼道歉。此刻，叶璇缓缓从别墅中走了出来。大人好！看到叶璇后，罗长义再次主动给叶璇磕了一个头。见此，
叶璇才把威压收了起来。不过这次的罗长义明显变聪明了，就算叶璇收起了威压，罗长义依旧跪在地上，谦卑地和叶璇交流：“大人，少门主之前多有得罪，请大人恕罪。这次把我们少门主带回去，门主说一定会狠狠教训他，让他再也不敢了。”罗长义说明了来意：“为了向您恕罪，门主派我给您带了一件宝贝。”说着，罗长义便准备从怀里把门主交给他，让他拿来熟人的宝贝拿出来。这可是一件无比特殊的宝物。只是还不等罗长义行动，只见远处10几道身影突兀的出现。帝都秦家，秦云飞带着他的帮手到了。几个呼吸的功夫，这10几个人影就出现了叶璇别墅的前面。武王榜第4，张康元；武王榜第9，林凯。罗长义注意到秦云飞身后的2个壮年男子，顿时尖叫出了声。这2人全都是武王榜前10的恐怖存在，尤其是张康元，更是大夏武王榜第4。如果要论实力的话，张康元的实力甚至堪比一些弱小的一品武尊了。张康元和林凯这2大强者怎么都来了？而且他们身前的那个男子又是谁？这个年轻男子竟然站在张康元和林凯的前面，而2人并没有一丝丝不爽的架势。这个年轻男子绝对不简单啊！叶璇，好多年没见了。看着叶璇，秦云飞玩味的开口。此刻带了2位武王榜前10，而且还有一个是武王榜排名第4的超级强者。秦云飞对解决叶璇有着十足的把握。可惜当年我没有趁着你实力低的时候下手除了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你成长到现在这个地步。秦云飞脸上闪过可怕的杀意。但今天我不会了，我要斩草除根。我原本还打算等过几天去了帝都后再解决你的，没想到你主动送上门来了。叶璇冷冷地说道。既然这样，那我就送你归西。切，还送我归西？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杀了几个武王境巅峰以及武王榜排名第14的09霄，就这么狂妄了？我呸！秦云飞不屑地讥笑。你或许不知道我身边这2位是谁吧？我就让你死个明白。这位是大夏武王榜第9，林凯，而这位是大夏武王榜排名第4的张康元。秦云飞无比自豪地介绍。他就不信了，这次他一口气请来了2位武王榜前10的强者，还杀不了一个小小的叶璇。怎么样，叶璇，吓到了吧？秦云飞得意洋洋地询问。呵呵，吓到了。叶璇平静地开口。第9、第4，就算是武王榜榜首，也不配给我提鞋。狂妄，连武王榜榜首都不配你给提鞋？你以为你是谁？你是上品武尊吗？张康元和林凯见叶璇连他们毕生追求、无比奢望的武王榜第1都不放在眼里，顿时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一个个愤怒不已。此刻他们恨不得出手，让眼前的小子看看武王榜前10的怒火究竟有多恐怖。叶璇，你真是自寻死路啊！秦云飞忍不住吐槽。原本张康元和林凯就是收钱办事，不见得会出全力。现在好了，叶璇已经把他们激怒了，这次估计就算是自己不给钱，这2人都会对叶璇下手。叶璇是真的自己找死啊！既然这样，辛苦2位出手吧。对了，先别杀了他，只废掉他的修为，让他变成废人，让我亲自出手解决他。秦云飞特意叮嘱他一定要亲手杀了叶璇。小事情，秦少你就瞧好吧。张康元和林凯纷纷答应。张康元猛地一跺脚，下一秒地面上顿时浮现出了一道数10米长的裂缝。裂山拳。张康元骤然出手，直接向叶璇杀来。张康元这一拳估计可以轻松击碎一栋楼。血煞刀法。林凯也拔出了自己的长刀，向叶璇冲来。一上来，张康元和林凯就纷纷使出了成名绝绝。见这2人没有半点轻敌的架势，没有分开出手，而且一上来就拿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秦云飞觉得胜券在握，甚至已经开始考虑等他们2人把叶璇的修为废掉后，自己用什么方法杀了叶璇。30米、20米、10米，眼看着张康元和林凯距离叶璇已经不足10米，叶璇出手了。叶璇伸手，只是轻轻在半空中一拍，刹那间一股劲风凭空出现，然后携带着可怕的力量，率先狠狠拍到了在右边的张康元身上。张康元直接被拍飞，然后身体重重地砸到了左边的林凯身上，林凯也被拍飞了。一瞬间，2人仿佛断了线的风筝，被叶璇拍飞了数百米，直到撞到了前面一栋别墅的建筑上，这才停了下来。轰隆隆，随着这2人的撞击，原本4层楼高的别墅刹那间全部坍塌。看到这幕，无论是秦云飞还是一旁的罗长义，全都是呆若木鸡。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那处被砸坍塌的建筑，一个武王榜第4，一个武王榜第9，就这么被叶璇隔空一掌给拍飞了出去。他们不是出现幻觉了吧？罗长义还好一点，他早就猜到了叶璇的实力很强，现在这一幕只是证明了他的猜测。可秦云飞是真的瞠目结舌了。林凯就不说了，张康元这个堂堂的武王榜第4，实力甚至堪比弱一些的一品武尊，这样的强者怎么会被叶璇隔空轻轻一拍给拍飞出去呢？而且还砸塌了一栋4层高的别墅，什么情况啊？一会儿等张康元和林凯从废墟中走出来，他一定要问个清楚。如果是普通人被一栋4层楼高的别墅砸下去，绝对活不了。但张康元和林凯可是武王榜前10，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一品武尊了，2人最多受伤，不可能被杀死的。1秒、2秒、3秒，可过了好一会儿，秦云飞都没有看到张康元和林凯从废墟中走出来。
这时，冲过去从坍塌的房屋中搜寻两人的秦云飞手下，终于发现了张康元和林凯了。少爷，他们都死了！手下人声音颤抖地向秦云飞汇报。你说什么？他们都死了？怎么可能？秦云飞猛地冲了过去，他压根不相信叶璇只是这么个空轻轻拍了一下，就把两个堂堂武王榜前10的强者给拍死了。这怎么可能呢？叶璇好像才18岁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实力？秦云飞冲过去后，只是看了一眼两人面目全非的尸体，秦云飞就确定了，两人是真的死的不能再死了。刹那间，秦云飞仿佛被雷劈了一般，僵在原地。此刻的他内心一片惊骇，他实在不敢接受叶璇的实力会那么强了。没了这两位他请来的强者，秦云飞慌神了。你该下去陪他们了。叶璇看着数百米外的秦云飞，淡淡开口：你不能杀我，我可是帝都秦家之人，而且我这次来金陵找你的事情，我也已经和爷爷汇报了。你如果敢杀我的话，我爷爷这位四品武尊以及帝都秦家是绝对不会饶过你的。秦云飞拿自己爷爷以及帝都秦家威胁叶璇，不会饶过我，让他们来找我看看，看谁饶不过谁。叶璇冷笑，想对他下手，甚至还打自己未婚妻夏青言的主意。叶璇自然不会放过秦云飞。见叶璇这么说，秦云飞知道叶璇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猛地转身，动用他随身携带的秘宝，以最快的速度朝远处逃去。几乎是眨眼间的功夫，秦云飞就逃到了1000米之外了。眼看着距离叶璇越来越远，秦云飞刚松了一口气，突然他只觉得眼前一黑，紧接着精神涣散，再也感受不到什么了。至此，帝都秦家的核心成员，秦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秦云飞死。在解决了秦云飞后，叶璇的飞剑又把秦云飞带来的其他人一口气全部解决了。大人威武，大人威武啊！罗长义很识趣的大喊，讨好叶璇。对了，大人，这便是我们门主让我给您带来的至宝。说着，罗长义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巴掌般大小的小瓶子，小瓶子中装着10几滴蓝色的神秘液体。大人，这是我们碧海门从大海之中得到的至宝钱蓝灵水。说着，罗长一双手捧着装有钱蓝灵水的小瓶子，恭恭敬敬地送给了叶璇。钱蓝灵水，一种可以帮药材提升品质，也可以帮助药材生长的奇物，十分珍贵，其价值甚至比叶璇在拍卖上得到的那个黑色灵珠还要高。最重要的是，钱蓝灵水对叶璇很有用的。别的不说，就说叶璇种植在通天塔第1层的天心花，自从上次叶璇把从暗雨楼遗迹中找到的那些残缺的丹药什么的当做肥料后，天心花终于长了出来。不过现在还在幼年期，想要彻底成熟需要很长的时间。可现在叶璇得到了钱蓝灵水，正好可以让天心花迅速成长，加上在通天塔内10倍的时间流速，等叶璇突破化神期需要炼制化神丹的时候，天心花正好能成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碧海门送来的这件东西还不错，叶璇十分满意，这个收获可以。叶璇把这一小瓶钱蓝灵水收下。叶璇估计，就算自己在天心花上使用了钱蓝灵水，也能还剩下一部分。你去崔家，让他们放人吧。叶璇命令。谢谢大人，谢谢大人。罗长义连连感谢叶璇，然后就离开去赎他们的少门主了。叶璇则是转身回到了别墅之中。而在叶璇离开之后，秦云飞等人的尸体上突然冒出了一股无名火焰，没一会儿的功夫，秦云飞、张康元等人的尸体就化为灰烬了。叶璇可不想让自己的别墅前有这么多垃圾，影响自己的心情。时间飞快，新的一天，孙海平带来重要消息，明省的杀戮阁总负责人以及那个帝都杀戮阁分部的代表即将到达金陵。叶璇收网的时机到了。1个小时后，明省杀戮阁的总负责人杜望庭带着手下所有的杀戮阁成员，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金陵的落霞山。而跟在杜望庭身边的是一个身材修长、戴着面具的神秘男子，他便是帝都杀戮阁的代表，姓丁。大人您好，我是杀戮阁金陵分部的会长孙海平，欢迎您的到来。孙海平无比卑微的开口。带我去见总部来的大人。杜望庭命令。是，请您跟我来。说着，孙海平就打算带杜望庭等人前往叶璇布置的阵法之地。慢！面具男子却突然开口。孙海平的心里可悬了起来，这几个杀戮阁一省的总负责人可都是最顶级的半步武尊啊，如果不是他们要隐藏身份，绝对能在武王榜排名前列。丁代表，怎么了？杜望庭诧异地问道。面具男子没有回答，而是看向孙海平询问道，那个总部来的大人是什么修为？是一位4品武尊。孙海平立马回答，幸好他之前无意间听苏省的总负责人说过，只有3品武尊以上的修为才有资格进入杀戮阁总部。大人怎么了？孙海平装作疑惑地问道。没什么，走吧。面具男子开口。孙海平似乎是通过了他的考验。10几分钟后，孙海平带着杀戮阁明省的众人走进了叶璇准备的阵法之中。其他昨天甚至前天就到的杀戮阁成员们看到又有人来了，纷纷质问孙海平，那位来自总部的大人呢？我们都等了2、3天了，还没见到他人。就是那位大人还不来，我们就要走了。那位大人究竟要做什么？不少人纷纷质疑。一时间局面有点失控，凭借孙海平的实力根本管控不住。眼看着即将出大问题的时候，孙海平突然注意到了远处一个英俊的身影出现。来了，
那位大人来了！孙海平连忙大喊。刹那间，整个现场陷入了绝对的安静之中。在场近千位杀戮阁的杀手纷纷朝远处看去。叶璇到了，都来了吧？叶璇站到高处，扫视一圈，现场那些武王境巅峰或是半步武尊境的人，发现他们看不透叶璇的修为后，相信了叶璇的身份。杀戮阁明省总负责人杜望庭率领明省杀戮阁全体拜见大人。杀戮阁这省负责人看到叶璇后，东南几省杀戮阁的总负责人纷纷拜见叶璇。很好，很好。叶璇满意的点头。起！随着叶璇的话音，周围数根光柱冲天而起，光柱形成的光幕直接把杀戮阁东南几省的所有人成员全部围了起来。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大人，你这是要搞什么？杀戮阁的众人有点慌，纷纷诧异的询问。我给你们选的这个风水宝地，满意吗？叶璇缓缓问道。听见叶璇这么说，杀戮阁的众人纷纷变了脸色。不对，你不是我们杀戮阁的人。杜望庭等人惊愕的问道。你们杀戮阁的人？呵呵，我是踏平你们杀戮阁的人。叶璇冷声说道。放肆！我看你是找死！一位半步武尊突然出手，朝叶璇杀来。可原本无比凌冽的攻击，在碰到阵法边缘的光幕时，竟然直接被化解了。无论这个半步武尊境的强者怎么攻击，就是击不穿这片光幕。看到这里，叶璇阵法内的杀戮阁成员们纷纷慌了神，于是他们也连忙尝试。甚至这几个省的杀戮阁总负责人联手攻击一个地方，光幕就是纹丝未动。完了，我们被困在这里面了。杀戮阁这几个省的总负责人都是巅峰的半步武尊，实力超然，连他们都击不穿这个光幕，其他人更别说了。被困在这里，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的。杀戮阁几省的总负责人有些慌张。丁代表，你看怎么办啊？杜望庭突然想到了丁代表。丁代表可是来自堂堂的杀戮阁地都分部啊，而且实力还比他强，应该有办法吧？可杜望庭说完，看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丁代表的身影。此刻，杜望庭突然回想起来，似乎刚来到这里，他就没有再见过丁代表的身影了。难道丁代表没有进入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杜望庭内心不免激动起来，他们有救了。你准备藏到什么时候啊？叶璇瞥了一眼数百米处的一棵古树，平静地问道。从刚开始来，叶璇就注意到了有人藏在那里，只是没有点破罢了。叶璇想看看他要做什么。这点隐藏身形的手法，在叶璇眼中，连小孩子的把戏都不如。阵法之内，杜望庭等人朝叶璇所看的地方望去，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人，那里就是一棵茂密的苍天古树罢了，没有别的。哦，你居然发现我了！一道惊讶的声音从古树上传来，紧接着，杀戮阁地都分部的代表，那个面具男子身形浮现。此刻的他正站在古树的一个粗壮的枝干上，居高临下的俯视叶璇。没来之前，面具男子就有点怀疑了，来了之后，他问了孙海平的问题，就更怀疑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在最混乱的时候，趁机躲到了这里，以防万一。刚才叶璇的阵法浮现，面具男子彻底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也无比庆幸自己的谨慎。小子，你的确有点手段，但你想凭借这点小手段就和我杀戮阁作对，你也配？面具男子冷笑，别说我们杀戮阁的大人物了，就连我捏死你都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哎，不知道谁给你的信心？叶璇无奈的开口。谁给我的信心？我现在就告诉你，是谁给我的信息。说罢，面具男子猛地摘下了自己的面具，露出了一张有着刀疤的脸颊。此刻，原本他半步武尊境的气势也陡然上升，最终提升到距离真正的武尊境只差一点点。面具男子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武尊境了，他想要突破，估计也就是这几天内的事情。丁雨秋，突然，杀戮阁那边有人认出了面具男子一个更为厉害的身份。什么？丁雨秋？他是大夏武王榜第一的丁雨秋？他就是丁雨秋吗？哈哈，堂堂的大夏武王榜第一，竟然是我们杀戮阁的人！杀戮阁的成员们有些沸腾，原来这个面具男子便是大夏武王榜榜首丁雨秋。丁雨秋曾凭借半步武尊境巅峰的实力，击杀过一位才突破修为的一品武尊，从此丁雨秋一战成名，直接登上了大夏武王榜第一。曾有很多大夏的顶级势力邀请过独自修炼的丁雨秋加入他们，但丁雨秋都拒绝了。原本所有人都以为丁雨秋是习惯了独来独往，没想到丁雨秋早就加入了杀戮阁。现在的丁雨秋已经无限接近武尊境了，实力比曾经肯定更强。现在的丁雨秋估计可以击败普通的一品武尊。他们杀戮阁有这样的强者在外面，对付这个小子，那不是轻而易举吗？杀了他！丁大人，杀了他，用他的血证明我杀戮阁的实力。还想覆灭我们杀戮阁？丁大人，解决了让他去地狱做梦！杀戮阁的成员们猖狂的大吼。此刻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在丁雨秋的身上了。他们希望丁雨秋可以手刃叶璇，维护他们杀戮阁的威名。站在数10米高的参天古树上，丁雨秋身体向后一跳，在下落的过程中，只见他猛地一脚踢在了这棵树10米高的古树之上。刹那间，这棵树人粗数10米高的参天古树直接被丁雨秋踢成了两半，上面那一半被丁雨秋又一脚踢出，这半截的古树便带着势如破竹般的恐怖气势冲向叶璇。大人威武，不愧是武王榜排名第一的强者呀！大人果然厉害！看到丁雨秋强悍的实力，
被困在里面的杀戮阁众人激动坏了。这时叶璇也出手了，只见叶璇隔空一击，下一刻，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那半截数10米高的古树竟然在半空中调转了方向，然后径直朝丁雨秋冲去。这是什么手段啊？似乎有点厉害啊！杀戮阁的众人被叶璇的手段给惊到了，丁雨秋也是一愣，想用我的方式杀了我，就凭你！丁雨秋冷笑不已，面对冲过来的半截古树，丁雨秋狠狠一掌对了上去。就在丁雨秋以为自己可以一掌轻松把这棵半截古树给劈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咔嚓！只听到一声碎裂的声音传来，在丁雨秋的手碰到冲过来的古树的瞬间，就骨折了。紧接着，丁雨秋的胳膊被冲过来的古树砸得血肉模糊，击碎丁雨秋的胳膊后，古树又狠狠砸到了丁雨秋的胸膛之上，半截古树带着丁雨秋向后倒飞出去，直到丁雨秋的身体砸到另一棵古树上，这才停了下来。噗！丁雨秋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瞬间就丧失了战斗力，奄奄一息。这也是叶璇留手了，故意留了丁雨秋一命。听杀戮阁这些人的意思，这个丁雨秋是杀戮阁地都分部的人。叶璇还想知道杀戮阁地都分部的情况，这才留下了丁雨秋的一条小命。不然的话，在丁雨秋的胳膊触碰到古树的瞬间，丁雨秋就变成一团血雾了。阵法之中，刚才还叫嚣着让丁雨秋杀了叶璇，证明他们杀戮阁威名的杀戮阁成员们纷纷不说话了。他们都被叶璇刚才的实力给吓到了。既然你们都满意这个风水宝地，那我就送你们去地狱。叶璇轻轻跺了跺脚，叶璇的阵法立马启动，无数火球凭空出现，砸向杀戮阁的众人。因为阵法之中杀戮阁的成员太多了，就算他们拼命躲藏，但一个火球还是能轻松杀死数10个杀戮阁的成员啊！烧死我了！我们错了，饶我们一命吧！阵法之中惨叫声传来，甚至还有人主动求饶，想让叶璇饶过自己一条狗命。叶璇站在外面，面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切。杀戮阁对自己父母下手时，怎么不求饶？现在才求饶，太晚了。要知道，杀戮阁的成员最为无情，死在他们手中的无辜之人不计其数，在他们杀人的时候，怎么不求饶呢？叶璇的阵法中，杀戮阁东南几省的成员，上到总负责人，下到普通的杀手，一个不剩，纷纷在这些火球之下变成了灰烬。至此，东南几省杀戮阁的所有成员全灭。远处，丁雨秋看着，身体更是忍不住的发颤。这家伙简直是一个恶魔，一个魔鬼啊！恶魔，你杀了我们杀戮阁这么多人，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丁雨秋拼尽力气开口道：“这么多人，多吗？”叶璇平静的反驳：“现在死的估计连你们杀戮阁1/5的成员都不到，这只是开始而已。你们杀戮阁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死。”上一世，叶璇差点成为魔帝，他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听叶璇这么说，丁雨秋看向叶璇时，眼神中已经满是恐惧了。丁雨秋不知道，他们杀戮阁招惹了一位什么样的可怕存在啊！这家伙竟然想把他们大夏第一杀手组织的所有成员全部杀了，一个不剩了。说吧，你们杀戮阁地都分布在帝都的什么地方？成员都有谁？叶璇质问丁雨秋。这就是叶璇留下他的原因。叶璇要从丁雨秋这里知道杀戮阁帝都分布的情况。等他前往帝都后，血洗杀戮阁在大夏最重要的帝都分布，然后守株待兔，等着杀戮阁总部的人前来送死。我绝不会说的。丁雨秋嘴硬的回答。那我只好自己来取了。说罢，叶璇直接启动搜魂，开始对丁雨秋的记忆检查。别说叶璇金丹境后期的修为了，就算是快成仙的修仙者，搜魂都没有100%的成功率。毕竟被搜魂者的精神力量不一样，精神力量弱的容易搜魂的途中直接崩溃，所以不到最后，叶璇不打算用搜寻，所幸这次又成功了。几分钟后，叶璇得到了想要的杀戮阁帝都分布的具体位置以及杀戮阁帝都分布的具体情况，叶璇已经了如指掌了。在得到了想要的消息后，叶璇对丁雨秋的记忆进行了抹除。叶璇把解决了杀戮阁的众多成员后，对丁雨秋下手后的所有记忆，尤其是自己搜魂得知了杀戮阁地都分布的具体位置，全部抹除。叶璇留着这个丁雨秋还有用呢。叶璇要让丁雨秋觉得自己是因为重伤侥幸逃过一劫。叶璇就是要让他把这里的消息传回帝都，传回杀戮阁。到时候就算无法惊动杀戮阁总部，也绝对能让杀戮阁京城分部紧张起来。面对自己这样的大敌，杀戮阁地都分部肯定会召集所有强者、所有力量来应对。那时叶璇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把杀戮阁地都分部彻底从世间抹除。叶璇隐匿了身形，没多久，丁雨秋悠悠醒来，只觉得脑袋有些痛。当他看向原本有着上千人的前方，此刻已经空空如也后，丁雨秋就感觉到害怕。他清楚地看到叶璇杀死了杀戮阁东南几省所有的成员，之后的记忆就没有了，80%是自己昏死过去，那家伙没有自己探查，才保住了一条命。丁雨秋猜测，不行，这里的消息一定要上报。说罢，丁雨秋拖着重伤的身体直奔帝都的方向而去。不远处，隐匿身形的叶璇看着丁雨秋按照他的计划离开，满意的点头。解决了杀戮阁东南几省的这些人，叶璇便离开，回到了自己别墅，收拾一下，打算先去那位曾经的江南第一炼丹师的炼丹之地探索了。
只是还不等叶璇行动，白如烟突然找上门来。偶像，今天下午苏省武道大会将在金陵的元武湖旁召开。白如烟说道。哦，苏省武道大会，叶璇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只从夏青年那里听说后面在帝都会举行大夏武道会。苏省武道大会是苏省各大势力一起举办的，目的就是争夺苏省内的资源等等的划分问题。白如烟解释，简单来说，苏省的资源就是一大块蛋糕，苏省的各大势力会在苏省武道大会上争夺这个大蛋糕的分配权，到时候会举行比武，蛋糕的分配比例就是按照比武来的。除此之外，在苏省武道大会上，各大势力还会拿出各种珍稀的宝物、药材来和其他大势力进行交换各自需要的宝物，也算是一场武道交易会。白如烟补充。白如烟这么说，叶璇来了兴趣。叶璇的记忆中有很多可以帮助金丹境、元婴境修仙者提升修为的丹药，并不只有赤明丹。除此之外，叶璇还要收集修炼吞噬丹以及混沌体所需要的药材，说不定在这场苏省武道大会上会有一定的收获。反正是今天下午举办，也不容耽误叶璇什么时候，他决定去看一看。中午吃过午饭后，叶璇便和白如烟前往了苏省武道大会举办的地点元武湖。就在叶璇和白如烟去苏省武道大会的路上，金陵附近一个衣着奇特的白发老者同样朝着元武湖而去。这个银发老者不是别人，正是苗疆的大古师万重真人。小宝贝，一会儿就是你大杀四方的时候了。万重真人拍了拍腰间用武尊敬妖兽的兽皮制作的袋子，小声嘀咕。而在这个袋子之中的，便是万重真人意外得到的宝贝石蛊虫。经过他这几天的喂养，石蛊虫已经是半成熟的状态了。此刻的石蛊虫可以把一位一品武尊给吞噬掉。万重真人自身的实力，加上这些石蛊虫，完全可以和二品武尊一较高下。虽然没来金陵，但他也已经查清楚，金陵曹家家主身上的蛊虫是一个叫叶璇的小子解决的，自己的弟子八成也是这个叶璇杀的。这次他要用叶璇的血肉来喂养自己的石蛊虫，让那个叶璇承受万重钻心之苦。叶璇和白如烟刚来到元武湖上，立马受到了现场不少苏省大势力的注意，所有人看着他们，小声议论着。被这么多人关注，白如烟感觉到不对劲，于是他便悄悄找了一个熟人来询问究竟是为什么。上午，无双派放出话来，这次苏省武道大会，他们要教训叶璇一顿。见此，白如烟的这个熟人解释：什么？无双派放话了？白如烟顿时替叶璇担忧起来。无双派，这是哪里的势力？叶璇随口问道。他在金陵也有一段时间了，可并没有听说过金陵有什么无双派啊。无双派是苏省第一大势力，总部在苏城。无双派共有2位一品武尊坐镇，分别是无双派的掌门和大长老。这次放话要教训叶璇的，就是无双派大长老一品武尊宋长杰。白如烟的熟人介绍：为什么啊？我们和无双派没有什么冲突啊，无双派为什么要针对偶像？白如烟无比不解。熟人听白如烟这么问，便无奈的回答：叶璇这段时间在金陵风头正盛，隐约间有金陵第一强者的姿态。以往的其他人成为金陵第一强者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去无双派拜见他们的掌门，可叶璇没有，这让一向强势的无双派大长老感到不满，因此才这么说的。去拜见他们配吗？叶璇冷笑，一个小小的无双派，别说有2个区一品武尊，就算是有更厉害的武者，哪怕是9品武尊，是武皇，也不配让自己去拜见。见叶璇竟然敢不把苏省第一大势力无双派放在眼里，白如烟的熟人一阵无奈，他忍不住在内心吐槽，这家伙是多么狂妄啊，连有2位一品武尊坐镇的无双派都瞧不上。一会儿估计他有苦吃了。就在几人说话时，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无双派到！苏省第一大势力无双派终于来了。刹那间，原本人声鼎沸的元武湖立马陷入了安静之中。紧接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苏省第一大势力无双派的人浩浩荡荡地走来。别的势力来的大都是几十人，最多的也不过是近100人，可无双派直接来了数百人。而且更加令人诧异的是，无双派的掌门和大长老竟然没在这些人之中。怎么无双派最重要的2位大人物没来，就来了这些无关紧要的人呢？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异常。大家快看湖面上！有人大吼。刹那间，现场所有人好奇地朝湖面看去。此刻，只见在元武湖的湖面上，一个身穿金袍，一个身穿银袍的2个男子正踏水而来。踏水而立，这便是武尊境强者的标志。而这2个男子也不是别人，正是无双派的2位一品武尊。其中身穿金袍的是无双派的掌门，银袍的则是无双派的大长老。看着无双派的2位强者在元武湖湖面上如履平地踏水而来，现场无数武者一阵羡慕。这便是武尊境强者的恐怖之处啊！无双派的2位一品武尊走到了元武湖的中间，便停了下来。无双派的大长老扫视一圈，突然开口：我代表无双派，欢迎大家的前来。身为苏省的第一大势力，无双派一直是苏省武道大会的主持者。就当众人期待着无双派宣布苏省武道大会开始时，无双派大长老却突然开口：这次在苏省武道大会开始之前，我们无双派先处理一点私事，请大家稍等。说完这句话后，无双派大长老的语气变得凌厉起来。金陵叶璇来了吗？
现场无数人的目光立刻放到了叶璇的身上。看到这些目光，不用叶璇开口，无双派大长老便知道了叶璇的身份。为什么你成为精灵第一强者后，不来拜见我无双派掌门？无双派大长老带着浓浓的怒意开口。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原本平静无波的元武湖瞬间波涛汹涌起来，无数波浪不停地拍打着岸边。现场无数武者胆战心惊。武尊境的怒火有点厉害啊，哪怕是一品武尊，都是他们惹不起的恐怖存在。就当所有人以为叶璇会找各种理由替自己辩解时，叶璇却同样霸气回应：拜见你无双派，你们也配？叶璇此言一出，全场骇然，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叶璇，他们万万没想到叶璇竟然敢和苏省第一大势力无双派硬刚。叶璇疯了吗？就算他杀了武王榜排名前列的九霄战神又如何？零九霄在真正的武尊境强者面前压根不算什么，更何况无双派还有2位武尊境的强者呀！放肆！无双派大长老同样怒了，没想到苏省竟然还有人敢不把他们无双派放在眼里。叶璇可敢一战？无双派大长老怒吼，今日他要用这个叶璇的血来立威，让苏省的所有武者知道他们无双派的威严不容挑衅。地狱路远，我送你一程。叶璇冰冷的开口，应战。说罢，叶璇一步踏入元武湖之上。当众人以为叶璇会落到水中时，让他们大惊失色的一幕出现。只见叶璇踏入元武湖后并没有落水，反而无比平稳地站在了元武湖的湖水之上，踏水而立。看到这幕，现场的无数武者被惊掉了下巴。踏水而立，叶璇也是武尊境的强者。我的天，这么年轻的武尊境强者，难怪叶璇敢不把无双派放在眼里了。如果我是他，我比他还狂。众人议论纷纷，都被叶璇踏水而立的行为震撼到了。不仅是他们，就连一直没有说话的无双派掌门脸色都变了。叶璇这个武尊境年轻的有点过分啊！无双派大长老愣住，不过在愣了一会儿后，无双派大长老强硬的开口：哼，就算你也是武尊境又如何？我们无双派可是有着2位武尊境强者的，去死吧！无双派大长老出手了，只见随着他双臂张开，元武湖上无数湖水冲天而起，在半空中，这些湖水凝结成了2条足足有30多米的水龙。去！无双派大长老猛地用力，这2条水龙携带着恐怖的能量，咆哮着冲向叶璇。这可是无双派大长老的绝技水龙仪。凭借这招绝技，无双派大长老曾击败过数位一品武尊。你就这点招数吗？叶璇右手随手一挥，同样2条水龙出现，只不过叶璇这随手凝结的水龙足足有近100米长，无双派大长老的水龙在叶璇的水龙面前就如同孙子一般。无双派大长老顿时紧张起来，自己竟然小看了这个叶璇，叶璇的实力好像在他之上啊，这怎么可能？叶璇才那么年轻啊！嗷！嘹亮的龙吟响彻整个元武湖，叶璇的2条水龙径直向前冲去，双方的水龙碰撞到一起，轰隆隆，震天般的响声传来，无数水花向周围爆射而去。就在无双派大长老松了一口气，觉得双方的水龙在撞击后都消失了的时候，叶璇的水龙冲过无数水花，径直朝他冲了过来。无双派大长老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掌门救我！无双派大长老连忙扭头朝掌门喊救命。无双派掌门立刻动手朝大长老冲来，想要救他。只可惜不等无双派掌门冲过来，叶璇的水龙已经把无双派大长老给卷了起来。啊！凄厉的惨叫声传来，无双派大长老在水龙的冲击下血肉一点点减少，眨眼间的功夫连骨头都没剩下。至此，一品武尊境的无双派大长老死。一时间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元武湖面的某个位置，刚才身为一品武尊的无双派大长老就站在那里，耀武扬威地叫嚣叶璇，结果现在他连尸骨都没剩下，就那么死了，而且还是被叶璇一击杀死的。叶璇的实力有些太恐怖了吧！现场无数人看着叶璇惊叹不已，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条强势崛起的潜龙。现场数之前白如烟的那个熟人最为震惊，最开始听自己说无双派发出了对他的警告，叶璇却似乎没有放在心上，他还以为叶璇是狂妄，后面叶璇要为此吃一番苦头呢，结果人家转手就把无双派的大长老给灭了，这也太厉害了。至于现场那些无双派的人，则是全被吓傻了。啊！无双派掌门怒吼，他只冲到距离刚才无双派大长老一半的地方，大长老就被这小子杀了。没了大长老，他们无双派就剩下自己一个武尊境强者了，这下连他们苏省第一大势力的位置估计都保不住了。现在大长老当着苏省无数武者的面被这小子杀了，他如果不出手，那他们无双派可就要真的压面扫地，成为笑柄了。我要杀了你！无双派掌门身上的能量澎湃而出，无双派掌门可是老牌的一品武尊，实力比大长老还要强不少。就在现场众人以为一场激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意外陡然出现，只见成百上千只神秘的金色虫子突然从无双派掌门身后的位置飞了出来，眨眼间这成百上千只的金色虫子就把身为老牌一品武尊的无双派掌门给包围了起来。咦，不远处看着这些神秘的金色虫子，叶璇脸上倒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于是他就暂停了出手。该死的，哪来的这么多烦人的虫子？
无双派掌门一脸的嫌弃，然后他就对着前面的虫子一掌拍下。无双派掌门的潜意识中，他一掌下去，就算不能把成百上千只虫子全部拍死吧，但拍死一半绝对不成问题。结果就是他堂堂一品武尊的这一击下去，别说拍死一半的金色虫子了，连10只金色虫子都没有拍死，最后只有2、3只掉落在湖面上。无双派掌门人傻了，此刻的他都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武尊境的强者了。就在无双派掌门愣神的瞬间，一道口哨声传来，刹那间，原本温和的金色虫子瞬间凶性大发，突然齐对无双派掌门发动了攻击。仅仅是眨眼间的功夫，无双派掌门已经是血肉模糊了。啊，这是什么怪物虫子？给我死！死啊！死啊！无双派掌门惨叫声和怒骂声一起传来。10几秒钟后，老牌一品武尊境的无双派掌门被这些神秘的金色虫子给彻底吞噬了，连骨头都没剩下。无双派掌门死！5分钟不到的时间，先是无双派的大长老，后是无双派的掌门，全部被杀，而且死的一个比一个惨。现场无数围观的众人都被吓到了。杀死无双派掌门的人是谁啊？就在众人似乎探查时，远处一个衣着古怪的白发老者踏入元武湖的湖面，踏水而行，又是一位武尊境的强者。众人惊愕，什么时候他们苏省的武尊境强者这么多了？不错，吞噬了他，我的尸骨虫距离成熟期已经不远了。神秘老者感慨。神秘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大古师万重真人。吞噬了老牌一品武尊的无双派掌门，这些尸骨虫的威力又强了几分。小子，话说吞了你，我的尸骨虫会不会彻底成熟啊？万重真人讥讽地看着叶璇，他已经知道了叶璇的身份。这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如果这些尸骨虫吞了你，实力应该能更近一些。叶璇冷漠地回应。我弟子的那块古玉是不是在你手中？万重真人询问叶璇。他之所以如此着急，想要杀死叶璇，为徒弟报仇，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赐给徒弟无比重要的那块古玉，不能落到外人的手中。你弟子的古玉？叶璇想了一下，然后右手一闪，一块古玉出现在手中。这是上次高考前叶璇离开精灵，从那个想要蛊虫控制自己的那个神秘青年身上得到的。原来这家伙就是那个神秘青年的师傅。把古玉交出来，我可以让你痛快点死去，不然的话，你的下场和刚才的那个什么无双派的掌门会一模一样。万重真人冷漠地开口。看着那群尸骨虫，叶璇并没有一丝生气，反而微笑着说道：你们师徒2个真是送财童子啊！先是你徒弟把这块神秘的古玉送给，现在你又给我送来了成百上千只尸骨虫，你们真是好人啊！叶璇看上了这一群尸骨虫了，这东西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法宝啊！在修仙界也有尸骨虫的存在，不过尸骨虫只是低级的。叶璇上一世还没有成仙的时候，曾得到过一项秘法，这项秘法可以用养蛊的手段来培养尸骨虫，最终把尸骨虫培养成传说中的是仙虫，可以把真仙吞噬的恐怖存在。当然了，想要培养是仙虫也十分困难，而且成功率不大。别说1000只尸骨虫了，就算是上万只尸骨虫，能培养出一只是仙虫来，就算是运气逆天了。上一世叶璇只得到了秘法，但没有尝试过，没想到这一世自己又看到了尸骨虫。既然这样，叶璇就打算试一试了。如果能培养出一只是仙虫来，那在自己成仙前可就多出来一项厉害的底牌。万重真人把这么好的东西千里迢迢主动送到自己手中，这样的送财童子，这样的好人，叶璇能不感谢他吗？呵呵，想从我的手中把尸骨虫夺走，做梦去吧！万重真人冷笑，真当他这个顶尖的大古师是摆设吗？说吧。万重真人突然对叶璇出手，随着万重真人的一声令下，那成百上千只尸骨虫铺天盖地般朝远处的叶璇飞去。在这些尸骨虫孵化出来之前，万重真人已经用特殊手段控制了他们。这个叶璇还想要自己的尸骨虫，做梦去吧！别说自己还活着，就算自己死了，这些尸骨虫也要为自己陪葬。叶璇连一只尸骨虫都得不到，面对铺天盖地朝自己飞来的尸骨虫，叶璇动用精神力，瞬间就覆盖住了那成百上千只尸骨虫。叶璇使用秘法，把这些尸骨虫身上那个苗疆大古师留下的印记全部抹除，然后重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从现在起，这些尸骨虫就是叶璇的了，他们之后也只会听从叶璇一个人的话。噗！留在所有尸骨虫身上的所有印记被叶璇瞬间破除。万重真人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气息也变弱了。原本万重真人身上的气息比无双派掌门还要厉害不少，可现在他连无双派那个大长老都远远不如。你是怎么做到的？万重真人惊愕地看着叶璇，难道这家伙也是一位大古师，而且还是蛊术可以碾压自己的那种最顶级的大古师？万重真人立马慌了神，他扭头以最快的速度朝远处逃去。见此，叶璇念头一闪，那成百上千只尸骨虫向万重真人飞去。万重真人的速度可远比不上这些尸骨虫，疼死我了！快停下！很快，万重真人的嚎叫声传来。之前都是他听着别人的哀鸣，看着他们被尸骨虫吃掉，现在正好反过来。10几个呼吸后，世间再无万重真人。随着万重真人的消失，他身上的几件东西掉落在地，分别是存放这些尸骨虫的特殊布袋，
一款和叶璇手中的古玉无比类似的古玉，以及一件神秘的玉盒。这几件东西是尸骨虫都吃不了的，不是凡物。叶璇挥了挥手，这3件东西飞过来，落到了叶璇的手中。万重真人的这块古玉和叶璇手中的古玉正好凑成一对，至于它们有什么用，叶璇就不知道了，后面还要研究一下。至于那个存放尸骨虫的特殊布袋，叶璇查看了一下，是用比较厉害的一些的妖兽兽皮制作的，在这些尸骨虫完全成熟之前，存放它们不成问题。至于神秘的玉盒之中，则是存放着一张用更厉害的妖兽兽皮制作的地图。这份地图是万重真人的师门代代相传的宝物，地图上面标注了无数奇虫的生存地点。至于现在这些地点还有没有那些奇虫，就不好说了。叶璇仔细从地图上搜寻了一下，还真发现了几处可能有尸骨虫的地点。刚才叶璇控制这些尸骨虫的时候，已经探查出来，这一群尸骨虫共有1276只，想要培养出一只是仙虫，这数量远远不够，最起码要有1万只，甚至更多。这处地图上的这几个可能有尸骨虫的地点，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可以去探查一下。退一步，就算这些地方没有尸骨虫了，叶璇也可以等这些尸骨虫彻底成熟之后，对它们进行培养，孕育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这样几次尸骨虫的数量会大大增加。最重要的是，这种尸骨虫的孵化期时间比较短，只要方法得到，用不了多久，单凭孵化，叶璇也能得到近万只尸骨虫。没想到来一次苏省武道大会，还能获得这样的至宝，多了一项底牌。叶璇心情相当好，此刻他站在元武湖上，负手而立，拜见叶大人，拜见叶大人，拜见叶大人。就在这时，山呼海啸般的声音传来，苏省无数武者对叶璇行礼。叶璇杀死了无双派的大长老以及这个什么大古师，自然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苏省第1强者了。从此整个苏省以叶大人为尊。众人再次开口，从今天起，整个苏省地区的所有武者，所有大势力，包括数个拥有1品武尊境的大势力，此刻都以叶璇为尊。叶璇站在了苏省之巅，看着站在元武湖之上负手而立的叶璇，白如烟更加崇拜了。偶像真是太帅了。叶大人，请问今年的苏省武道大会可以召开了吗？有人问道。现在叶璇是苏省第1强者，苏省武道大会自然要叶璇宣布开始才能正式开始。可以。叶璇点头。苏省武道大会正式开始。后面叶璇打开特殊布袋，把这些尸骨虫全部收了回来。叶璇因为还要离开，去曾经的江南第1炼丹师的南火岛探查，就把后面的主持什么工作交给了白如烟。偶像你就放心去吧，无双派的遗产我会帮您清算的。白如烟点头。身为曾经的苏省第1大势力，无双派底蕴绝对雄厚，肯定有不少宝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叶璇把无双派的2个武尊都解决了，无双派的遗产自然就归叶璇。而且白如烟的想法还不只是无双派的那些东西，还有无双派剩余的武者，那可是足足有数千人，而且实力都不俗。白如烟也想把他们都收编了，然后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武者势力。从元武湖离开后，叶璇直奔南火岛而去。另一边，帝都秦家，秦云飞被叶璇杀死的消息也传到了过来。秦云飞身为秦家年轻1辈的佼佼者，也是秦家重点培养的对象，结果现在却被叶璇杀了。知道消息后，秦家大长老秦乾坤暴怒，我要那个叶璇偿命。就算叶璇是帝都叶家之人，并且还是夏青年的未婚夫又如何？但是敢杀他们秦家重点培养的年轻一代，叶璇必须死，这是事关他们秦家的威严为体。更何况因为秦云飞的事情，他们和叶璇已经结下仇恨了。如果不趁着叶璇还年轻，没有成长起来，先下手为强杀了他，等将来叶璇成长起来，那他们秦家就完蛋了。就在秦乾坤打算派出他们秦家的数位武尊去围杀叶璇时，秦家有人却告诉了他一个关于叶璇的重要消息。我听说这次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叶璇以惊人的成绩成为了全国第1，帝都大学相当重视他，过几天叶璇就会来帝都大学报道。秦家人告诉大长老秦乾坤，什么？那小子是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全国第1？秦乾坤脸色阴沉下来，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连秦乾坤都不愿意招惹帝都大学。别看帝都大学只是一所大学，但它在大夏却极为特殊，帝都大学的底蕴甚至比一些帝都的大家族都雄厚。难道要放过那个叶璇？他可是杀了云飞的。秦家其他人不甘心地说道，放了他绝不可能，叶璇一定要给云飞陪葬。秦乾坤不容置疑地回答，不过既然叶璇是帝都大学的全国第1，那我们就不能明面上来了。秦乾坤若有所指地说道，他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不能明着来，那他们就暗着来，悄悄地来，不让其他人知道呗。说罢，秦乾坤开始筹划对叶璇的刺杀计划。另一边，当天晚上，叶璇就赶到了南火岛，因为南火岛有着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这里并没有人生存。叶璇一踏入南火岛的范围，立马动用金丹境庞大的精神力，开始在整个南火岛的内搜索那个9火真人的炼丹之地的具体位置。麒麟会的人并不知道，哪怕是他们来了，也要一点点的搜寻。但叶璇却不同，依靠庞大的精神力，叶璇很快锁定了位置，在火山口之内。有着古怪，叶璇直奔火山口而去。叶璇还没有真正靠近火山口，
仅仅是距离火山口近1000米的地方，就感觉到了热浪滚滚。来到火山口之后，叶璇发现了旁边有一条蜿蜒向下的小台阶，似乎直通火山内部。叶璇没有任何犹豫，走上了这个台阶。几分钟过后，叶璇来到了距离火山岩浆只剩下数米的地方。在这里，台阶消失，而在旁边的崖壁上则出现了一个紧闭着的石门。叶璇用精神力探查到的古怪，便是在石门之内。叶璇缓缓把手放到了石门之上，咚一声闷响传来，刹那间的功夫，原本重达数吨，并且上面有着特殊的保护符文的石门，直接化成了无数灰烬，掉落在地上。叶璇走进其中，里面豁然开朗，空间极大，并且摆放了不少古籍以及各色各样的小瓷瓶。叶璇扫视一圈，这里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而且叶璇也没看到适合炼丹的地方。在山洞的最深处，好像还有一处通道，那里才是这里的重中之重。叶璇踏入其中，没多久，那位曾经的江南第一炼丹师九火真人的炼丹之地出现在叶璇的面前。叶璇第一时间没有关注九火真人的那些珍藏，而是看到了最前面那个庞大的满是岩浆的岩浆湖。在岩浆的正中间，数朵嫣红的莲花绽放，旁边还有着一颗成熟的莲蓬。这便是叶璇炼制帮金丹境修仙者提升修为的赤明丹最后一味药材的火莲。叶璇需要的正是那个莲蓬的种子。不错，这里竟然还有3-4株地火莲。叶璇惊喜地说道。叶璇只用那颗莲蓬就可以炼制完赤明丹后，估计还能剩下几株的火莲。看样子自己的通天塔的第一层又有珍稀的药材要入住了。好，就在这时，原本平静的岩浆湖泊突然翻涌起来，一个巨大的脑袋浮出岩浆湖的湖面，紧接着是一个足足有3-4米的硕大龟甲。这里的确有妖兽存在。叶璇平静地开口，只有那种实力堪比武者5尊境及以上修为的兽类才被称之为妖兽。眼前这个硕大的巨龟正是堪比1-2品5尊的火焰巨龟，它的实力比较一般，但防御力惊人。别说1-2品的5尊了，哪怕是3品5尊都不可能破开它的防御，除非是3品之上的强者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这只火焰巨龟能霸占这片拥有数株的火莲湖泊的原因。就是不知道这只火焰巨龟是意外到来的，还是被曾经的九火真人故意养在这里的。好，火焰巨龟对着叶璇大吼，示意叶璇快点离开他的领地，不然的话他就要出手了。不错的养料啊，这次来南火岛收获真不小啊。看着偌大的火焰巨龟，叶璇满意的点头。今天这只火焰巨龟要成为自己那群蚀骨虫的养料了，如果吃下它，那群蚀骨虫绝对能更进一步。见叶璇没有丝毫打算离开的意思，那只火焰巨龟立刻朝叶璇冲来，气势凶狠。别看它体型巨大，但在岩浆湖中，它的速度可一点都不慢。看它那架势，想要把叶璇一龟甲给撞死。如果被它这么一撞，就算2品5尊不死，也要重伤。叶璇则是无比平静地站在那里。去！说着，叶璇打开了特殊布袋，刹那间，铺天盖地的蚀骨虫飞了出来，然后朝火焰巨龟冲去。火焰巨龟立马感觉到不对劲，于是迅速停下来，并且把身子藏进了龟甲之中。火焰巨龟的身体类似于闭壳龟，只要把头和爪子缩进去后，它的头和爪子的位置都会被龟甲完全封闭，没有半点缝隙。这也是为什么3品5尊都拿它没办法的原因。蚀骨虫飞了过去，开始慢慢对火焰巨龟的龟甲一点点吞噬。虽然火焰巨龟的防御力惊人，但叶璇的蚀骨虫足足有1000多只，一点点啃食，用不了多久，火焰巨龟也会一点都不剩下。叶璇则是一脚踏入岩浆之中，而这些原本可以将1品5尊轻松融合掉的岩浆，对叶璇却没有半点影响。叶璇踏岩浆而行，来到岩浆湖的最中间，采摘了那颗成熟的莲蓬。拿起莲蓬，叶璇轻轻一捏，数颗地火莲的莲子到手。至此，炼制赤明丹的所有药材凑齐，叶璇突破金丹境巅峰的时机到了。虽然莲子到手了，但眼前还有3株还没有成熟的火莲，叶璇怎么会放他们留在这里呢？好东西，叶璇自然要全部收入囊中了。想着，叶璇先是用精神力打开通天塔的第1层，找了一个空间，挖了一个数米长的小池塘。之后，叶璇直接把这3颗还没有成熟的地火莲连根拔起，并且带着它周围的一些岩浆全部送进了自己的通天塔第1层之中。原地什么都没剩下。感受到了异常，火焰巨龟藏不住了，他猛地探出头来，想要阻止叶璇。只可惜他刚把龟壳打开，叶璇的蚀骨虫群就蜂拥而上。没多久，火焰巨龟就彻底完蛋了。火焰巨龟身体庞大，而且龟壳异常坚硬，足够蚀骨虫吞噬好久了。叶璇则是来到一旁九火真人的炼丹之地，炼丹的地方有了，药材要齐了，那还等什么？开始炼制赤明丹吧。叶璇右手一闪，炼制赤明丹的所有药材全部放到了前面的桌子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叶璇之前从暗雨楼的遗迹中得到了一个小型炼丹炉。叶璇开始正式炼制赤明丹。时间一点点过去，不知道过去多久，一阵丹香冲天而起，丹香从洞府的数个通风处飘散了出去。叶璇的赤明丹炼制成功了。叶璇打开炼丹炉一看，里面有着4颗散发着幽香的赤明丹，4颗丹药，可以了。叶璇满意的点头，这足够自己突破了。叶璇先吃下去第1颗赤明丹，
瞬间，叶璇体内的灵力开始翻涌起来，距离突破还差不少。叶璇又吃下来第2颗赤明丹，还不够。最终，叶璇把4颗赤明丹全部吃下，突破的时机这才到来。当叶璇修为正在突破的时候，那股直冲天际的药香已经飘散出去30-40公里了。距离南火岛不远的海边，有着数个厉害的大家族扎根此地。这几个家族武尊境的家主纷纷闻到了这股惊人的丹香，单是闻到这股丹香，他们的武道修为似乎都提升了一些。如果能把这丹药吃下去，他们不敢想象他们的修为会突破到什么地步。瞬间，这几大家族的武尊境的家主彻底疯狂了。他们探查一番，发现这股丹香是从南火岛之上传来的。他们迅速集结家族中的重要强者，以最快的速度向南火岛杀去。他们都知道去晚了，可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另一边，南火岛的山洞之中，叶璇的气势节节攀升，最终在一个节点时猛地突破。至此，叶璇修为正式踏入金丹境巅峰。叶璇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此刻他能感觉到身体内的灵力又增强了不少。他真的想找人活动一下，可惜那些武者的实力都太弱了。这时候能来一个元婴境的修仙者，让我活动一下就好了。叶璇感慨。后面，叶璇开始搜寻九火真人的遗迹，因为时隔太久，这里的不少丹药都化成灰烬了。叶璇只找到了几颗似乎对武尊境武者有用的丹药，这几颗丹药随便一颗放到外面，哪怕在帝都都能引起无数大势力的疯狂争夺，但这些在叶璇这里压根没用。不过叶璇还是随手把它们收了起来，将来可以把这几个丹药给夏青年或是其他人了。就在叶璇觉得这里没什么东西的时候，叶璇突然在九火真人的笔记中得到了一条万分重要的消息，这里只是九火真人炼丹地点其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一个炼丹的在帝都，在这里九火真人种植了地火莲，而在帝都，九火真人种下了一颗他最珍贵的宝物，一颗七黄血藤的种子。那颗种子是九火真人意外从一座无比庞大的古代遗迹中得到的。从九火真人种下那颗七黄血藤的种子，距离现在已经过去近100年的时间。现在那株七黄血藤8成已经成熟，或者是快成熟了。看着这条消息，叶璇脸上不由露出了笑容。这可太好了！要知道，七黄血藤正是炼制吞噬丹的药材之一，珍贵至极。七黄血藤哪怕在修仙界都不容易得到，远不是眼前的这几株地火莲可以相比的。九火真人在帝都的那颗七黄血藤，叶璇要了，正巧自己马上也要去帝都了。这颗七黄血藤也在帝都，自己正好去取。只可惜九火真人的笔记上没有写他在帝都的那个最重要的炼丹的具体在什么地方。叶璇到了帝都还要寻找一番，不过想来以九火真人的名声，想要探查出来当年他在帝都经常出现的地方并不难，而他的那个最重要的炼丹之地8成就在他经常出现的地方的其中一个。等到了帝都，叶璇一定好好探寻一下。就在此刻，叶璇的食蛊虫纷纷飞了过来，他们已经吃掉了那只火焰巨龟的所有。此刻，这些食蛊虫距离成熟体只差最后1/3左右的差距了，个别厉害的食蛊虫甚至已经达到了成熟体的边缘了。叶璇满意的点头，等他们成熟了，就可以进行培养或是培育了。叶璇真的期待培养出是仙虫的那一天。来一次南火岛，叶璇顺利突破到了金丹境巅峰，并且找到了炼制吞噬丹的药材七黄血藤的消息。尸骨虫距离成熟也不远了，叶璇收获满满。叶璇又探查了一遍九火真人的炼丹之地，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一件不留。之后，叶璇这才心满意足的此地。在叶璇来到南火岛的海边时，那几个因为丹香而来的大家族的家主也带人赶到了。一时间，几方势力和叶璇相遇。南火岛有时候数年都看不到一个人，现在南火岛上传来丹香，他们又看到有人打算从南火岛离开，这说明什么？说明眼前这家伙肯定和那股奇异的丹香有关。瞬间，那几大势力的6位武尊境强者齐齐向叶璇而来。很快，这6位武尊境强者就冲到了距离叶璇不足30米处的地方。6人很默契地分开，呈扇形包围住了叶璇。这几个武尊所在的家族相隔并不远，他们互相都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现在对付眼前这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如果内斗，说不定会让这小子逃走，这才是得不偿失。至于得到了那颗丹药后怎么分，可以等后面再一起商量。那颗顶级的丹药呢？几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位巅峰2品武尊开口：“丹药已经被我吃了。”叶璇随口回答：“被你吃了？那么珍贵的丹药，竟然被你一个小辈给吃了，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数位武尊境暴怒，他们还是来晚了呀！那颗丹药竟然被这家伙给吃了。哎，就在众人惋惜与无奈时，实力最强的那个巅峰2品武尊突然阴冷地说道：“这小子刚把那颗丹药吃了，丹药的药效还没有彻底被他消化，我们杀了他，留下他的尸体。我认识一个炼丹师，可以把这小子炼成丹药。”听到这位2品武尊的话，其他人瞬间愣住了。把这小子炼成丹药，这有点太那啥了吗？几个武尊不说话了。怎么？你们怂了？怂了的话，让我自己来。那位巅峰2品武者狠辣地开口：“刚才那股丹香你们也闻到了，连丹香都这么厉害，更别说那颗丹药本身会多么恐怖了。你们不要，
这泼天的富贵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听到这句话，其他几位武尊境强者心跳骤然加速。和提升修为相比，其他的都不重要吧？把这小子炼制成丹药就丹药，恶心就恶心吧。真是聒噪。叶璇冰冷的开口。这几个武尊都是1、2品的，连3品都没有。叶璇甚至懒得出手。去吧。叶璇打开了特殊的布袋，刹那间上千只食蛊虫飞了出来。既然这几个人找死，那叶璇就成全他们，让他们成为食蛊虫的肥料，帮食蛊虫进入成熟期。出来后，在叶璇的操控下，这群食蛊虫分成了6股，分别朝6位武尊境冲去。看着这些诡异的黑色甲虫，这6位武尊境强者都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堆破虫子吗？然而等他们出手想要一击全部解决掉眼前的黑色甲虫时，却惊讶地发现他们一击竟然解决不掉这些黑色甲虫。他们顿时有些慌了。只是不等他们第2次攻击，这些黑色甲虫就冲到了他们的面前。惨叫声传来，没多久的功夫，这6大武尊境强者纷纷彻底在世间消失了。远处跟随着这6大武尊进来的其他武者们脸色大变，他们反应很快，连忙转身向远处逃去。可惜他们的速度比叶璇的食蛊虫差远了。就在食蛊虫清扫战场冲向远处的那些武者时，意外骤然发生。只见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各有10余位身穿东瀛服饰、手拿武士刀之人突然从海水中一跃而出。而在叶璇的前方，则是诡异的出现了一个留着长发与胡须、手握武士刀的中年男子出现。中年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东瀛疾风剑圣麾下的强者长谷九雄。因为疾风剑圣的弟子被叶璇所杀，疾风剑圣就派遣长谷九雄带人来大夏为弟子报仇。从麒麟会那里知道了南火岛的情况后，长谷九雄就亲自带人来这里埋伏叶璇。直到刚才注意到叶璇那群诡异的黑色甲虫飞远了的时候，长谷九雄知道时机来了，于是这才现身。能死在我的剑下，你可以瞑目了。长谷九雄极为傲慢的开口，他瞧不上任何的大夏武者。东瀛人。叶璇冷笑，这群人用特殊手段潜伏在海水之下，叶璇早就探查出来了，只是没想到竟然是东瀛人。动手！随着长谷九雄一声令下，东南西北4个方面的手下一起动手。疾风剑阵。这次他们联手实施的正是疾风剑圣的成名绝技疾风剑阵。刹那间，数不清的剑芒铺天盖地的朝叶璇压来，仿佛要把叶璇砍成无数片。面对着如此凌厉的进攻，叶璇依旧淡然如水，只是略微跺了一下脚。刹那间，海面涌动起来，无数水滴从海平面上凝结出来。这些水滴仿佛携带了无尽能量，从海平面凝结出来后，飞速朝那些剑芒冲去。仅仅是一个照面，他们引以为豪的疾风剑阵就被叶璇破除。扑哧扑哧，在破掉疾风剑阵的瞬间，那无数水滴仿佛利剑一般穿透了除了长谷九雄之外在场所有东瀛人的身体。一刹间，数十位东瀛疾风剑派的精英全灭。另一边，注意到水滴异常后的长谷九雄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抵挡，最终他发现自己没有丝毫受伤，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能力够强，完全挡住了叶璇的攻击呢。哈哈，废物的大夏武者，这么垃圾的实力，你还想杀我？你算什么东西？长谷九雄万分猖狂的大笑。只是不等他说完，一股剧痛突然从身后传来。叶璇的那些食蛊虫在吞噬掉那几大势力的武者后，纷纷返回来了。而叶璇之所以留下了长谷九雄，也是想让食蛊虫吞噬掉他，进化到成熟体的原因。看着被食蛊虫慢慢吞噬，悲惨不已的长谷九雄，叶璇忍不住摇头。这家伙真以为自己的实力可以挡得住他的攻击吗？别说他了，就算是那个东瀛的疾风剑圣本人来了，也挡不住。很快，长谷九雄因为自己的狂妄而死。食蛊虫飞到了叶璇的面前，瞬间叶璇就发现了这些食蛊虫的变化。在这群上千只食蛊虫中，大概有1/3多一点的体型已经变大了1倍，原本暗淡的黑色身体此刻也散发出了淡淡的乌光。很明显，这是食蛊虫成熟的标志。经过刚才，食蛊虫已经有1/3成熟了，而其他2/3的食蛊虫体型也变大了一些，距离成熟很近了。叶璇满意的点头，自己正在想办法培养食蛊虫成熟呢。这2群人主动来送死，主动让食蛊虫成熟，他们人真好啊！搞定完一切，叶璇离开。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叶璇要去解决掉麒麟会这个武者中的败类。麒麟会竟然和东瀛人勾结，而且还让那什么东瀛疾风剑圣的弟子去劫杀自己，叶璇怎么可能放过他们？而且叶璇还要从他们口中知道究竟是帝都哪一个势力在背后指使他们对自己动手。时间一点点过去，麒麟会总部会长的住所中，几个长老正在忐忑地等待着会长罗希宇的到来。10几分钟后，罗希宇从后院出来。你们怎么来了？看着突然造访的几个长老，罗希宇诧异地问道。会长，事情怎么样了？那个叶璇死了吗？几人叽叽喳喳地问道。叶璇可是帝都叶家之人，而且现在还成为了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第1人。如果叶璇没死，死的估计就是他们了。大家安静，我猜测那个叶璇已经死了。罗希宇让众人放下心来，你们别担心，那个长谷九雄可是疾风剑圣麾下的厉害高手，实力很强。而且这次不仅是他自己，
他还带了数10个手下，他的那些手下也是疾风剑派中的精英，可以施展威力恐怖的疾风剑阵。他们杀叶璇可太简单了。罗西宇向几位长老解释，别说是叶璇那个年轻武者了，就算是我遇到这些手段，都不一定能活下来，你们放宽心就好了。会长，如果有叶璇的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如果叶璇不死，我们估计睡觉都睡不安稳。几个长老连连说道。罗西宇刚想回答这些长老，一道霸道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来：既然睡不好，那你就永远别睡了，去地狱吧！现场几人瞬间警惕起来。下一秒，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叶璇缓缓走了进来。叶璇，你怎么进来的？几人瞬间愣住了。会长的宅院可是在他们麒麟会总部的深处啊！他们总部内防御重重，并且还有数个巡逻队不停地围绕着总部巡逻。叶璇是怎么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的？那些守卫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罗西宇怒骂，他知道守卫不可能是叶璇的对手，但怎么也要有一点声音啊！可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太离谱了！为什么没有声音？你去地狱问他们吧。叶璇开口。去地狱？你什么意思啊？罗西宇不解地反问。整个麒麟会除了你们几个，其余的已经全部下地狱了，而你们现在也要去陪他们。叶璇冷漠地回应。你该死！罗西宇怒火中烧，他辛苦创立的麒麟会现在就剩下他们几个人了，在我的地盘上，你还敢如此猖狂？今天我要亲自解决你！罗西宇看着叶璇，眼神中满是杀意。在他的地盘上，他有不少手段可以对付叶璇，只是还不等罗西宇动手，叶璇突然出手，刹那间，那几个长老变化成了血雾。罗西宇直接被吓傻了。是帝都哪个大势力命令你杀我的？叶璇冷漠地询问。罗西宇看着叶璇瑟瑟发抖，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说出了那个名字，是帝都大势力无极门。无极门，这个结果倒是出乎叶璇的预料，他还以为可能是帝都秦家或是赵家动的手，怎么是什么无极门的人？无极门，帝都顶级的大势力，实力甚至比赵家、秦家还强一些。叶璇想了一下，自己并没有和这个什么无极门的人发生过什么冲突，双方完全没有交集。无极门为什么让你们对我下手？叶璇询问。叶少，我也不知道啊。无极门的代表张松波前不久过来，这么命令我，我哪里敢询问为什么呀？罗西宇无奈地回答。他只是一个小势力，在无极门面前就是一个小喽啰，他只有干活的命，哪里敢问？无极门，很好，叶璇记下了。等几天后自己到了帝都，这笔仇叶璇会向无极门讨回来的。对了，叶少，我有一个重要消息告诉您。罗西宇突然说道。无极门的那个代表从我这里离开后，并没有返回帝都，而是去了金陵。他似乎在金陵有点事情要办。罗西宇突然说道。去了金陵，正好自己要返回金陵。既然这样，那无极门的代表张松波就永远留在金陵吧。大人，您等一下。说着，罗西宇连忙去把他们麒麟会的几件宝贝都拿了出来。大人，我把我们麒麟会的所有宝物都送给您，只求您能饶我一命。罗西宇哀求。饶你一命？叶璇冷笑。无论是对自己动手，还是和东瀛人合作，这两点哪一点叶璇都不会饶了他。叶璇话音落下，食蛊虫立马飞了过来，直接把罗西宇吞噬。很快又有一批食蛊虫进化到了成熟体，此刻这群食蛊虫已经可以威胁到4品武尊了。等这批食蛊虫全部成熟，就算是6、7品的武尊遇到，都要退避三舍。不过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食蛊虫全部成熟了，现在的特殊布袋就不行了，叶璇还要找个地方存放它们。将来把这些成熟体的食蛊虫全部放在什么地方，叶璇要好好想一想。罗西宇拿出来的这几件宝贝，叶璇收了起来。之后叶璇返回金陵，在回金陵的路上，叶璇通知了白如烟，让他动用人脉调查那个无极门的代表张松波在金陵的下落。现在叶璇是苏省第一强者，苏省所有的大势力都要向他低头，调查点消息可太简单了。没一会儿，叶璇就得到了准确的消息。此刻无极门的张松波去见了金陵赫赫有名的大学者赵才石。赵才石修为一般，就武王境后期而已，可赵才石在金陵是出了名的博学，尤其精通各种古代典籍。叶璇猜测张松波去找赵才石，8成是想打探什么，或者是寻找什么。想着，叶璇加快速度直奔金陵而去。另一边，金陵赵才石的宅院中，须发皆白的赵才石在书房里快速查看着古籍。我时间不多了，我要尽快赶回帝都，你抓紧时间给我找。张松波坐在那里冷声命令。是，张大人，我快点。赵才石颤颤巍巍地说道。这可是来自帝都无极门的大人物，他可不敢有一丝的怠慢。此刻在赵才石面前的纸张上有着一幅画，而画上则是2个栩栩如生的古玉。如果叶璇在这里，绝对是十分吃惊，因为这2块古玉和他之前从万重真人以及他弟子那里得到的一模一样。大人，我找到了，找到了。突然看着某一份古籍，赵才石激动地说道。大人，您看，传闻韩冰武皇的后人最后在西南某片地区，也就是现在苗疆一带生活，我觉得那2块玉佩很有可能遗落在了苗疆。赵才石开口。武皇，那可是武尊境之上的超级强者。张松波拿过古籍看了一下，点点头，然后不问赵才石答不答应，
直接把这卷古籍收了起来。我来这里的消息，任何人问起，不许泄露，明白吗？张松波命令。其实他是想杀了赵才石的，但一想到后面也许自己还会找他询问点什么，就留下了赵才石一命。赵才石刚想回应，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你想隐瞒什么？让我也听一下吧。”随着话音落下，一个宛如杀神一般的身影走了进来。叶璇回来了。叶璇，你竟然还没死！看着生龙活虎的叶璇，张松波无比诧异。他们是干什么吃的？张松波忍不住大骂：这么久了，叶璇居然还活着！你指的是麒麟会吧？想杀我，你怎么也要找个五皇级势力啊？结果你就找了麒麟会那群废物。叶璇忍不住摇头：哼，找五皇级势力？你的意思是让五皇境的超级强者对付你？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你配吗？张松波差点把腰笑弯了。五皇级强者，那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啊！这小子是谁？怎么配让堂堂五皇级强者出手？既然麒麟会那群废物完不成任务，那我就亲自来。张松波突然动手，他可是2品5尊境巅峰的强者，他就不信了，自己亲自出手，杀不死叶璇。去！叶璇懒得自己动手，直接秒杀了他，那太便宜张松波了，还是让他尝一下食蛊虫的滋味吧。说着，叶璇打开了特殊布袋，刹那间，成百上千只食蛊虫朝张松波飞去。张松波一个照面就被食蛊虫全部覆盖住了。啊！疼死我了！张松波惨烈的嘶吼声传来。最终，在折磨中，张松波被食蛊虫全部吞噬。刹那间，又有部分食蛊虫进化到了成熟体。至此，已经有一半的食蛊虫进化了。说罢，这家伙来找你做什么？叶璇看向赵才石，拜见叶大人。赵才石连忙跪拜叶璇，然后老老实实的回答：这个无极门的人让我搜寻古籍中曾经大名鼎鼎的强者寒冰武皇后人的下落，并且还让我看了他。说着，赵才石主动把张松波给他的那幅画交给了叶璇。接过画来一看，叶璇眼睛顿时一亮，这不就是自己手中那2块神秘的玉佩吗？自己一直不清楚这2块神秘的古玉佩是做什么呢，没想到今天竟然要知道了。这2块神秘玉佩和那个什么寒冰武皇有什么关系？叶璇询问。大人，据说这2块神秘的古玉佩是开启位于帝都外的寒冰武皇墓穴地宫的钥匙。寒冰武皇墓穴地宫中有着寒冰武皇一生的珍藏，其中有着无数宝贝。帝都以及大夏不少顶级的大势力都曾强行开启寒冰武皇的墓穴，可因为寒冰武皇设下的封印太强，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只有拿到这2件古玉佩的人才能开始寒冰武皇的墓穴。赵才石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了叶璇。寒冰武皇墓穴的钥匙。叶璇一愣，没想到这2块玉佩还有这种用处呢。5皇级武者的地宫，这值得叶璇去看一下，说不定里面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对了，大人，根据古籍记载，寒冰武皇的后人曾在西南苗疆地区定居，这2块玉佩很有可能就落到了苗疆之中。赵才石又补充道。听赵才石这么说，叶璇更加确定自己手中的2块古玉佩就是开启寒冰武皇墓穴的钥匙了。万重真人可是苗疆顶级的大古师，这2块古玉佩8成就是万重真人意外得到，或是他们门派上面传下来的。那这个位于帝都外的寒冰武皇墓穴，叶璇是一定要去看一看了。得到了想知道的问题，叶璇刚打算离开，突然注意到了赵才石庭院中竟然有一件特殊的对叶璇很有用宝贝。叶璇注意到的那件宝贝是一棵1人粗的树木，这棵树木的树干呈现乌黑色，看十分坚硬，而且它的叶子更是奇怪的紫色，看起来极为不凡。叶璇走向前去，特意看了2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叶大人，这棵树没什么特别的，不是什么珍贵的品种，我就是觉得它观赏性不错，才种在这里的。注意到叶璇对这棵树似乎有点兴趣，赵才石过来说道。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他查阅了不少古籍，都没认出这棵树是什么，只是觉得它好看，才把这棵树放在这里的。如果叶大人喜欢它，尽管派人把它移走。赵才石谄媚地说道。好。叶璇毫不犹豫地点头。赵才石不认识这棵树，叶璇却认识。这棵树名叫紫蛊树，对不少特殊的奇虫有着致命的诱惑，那些奇虫喜欢趴在紫蛊树之上，这对它们的进化有着相当大的助力。这些奇虫中也包括了食蛊虫。之前叶璇不是还在忧愁，等所有的食蛊虫全都进入成熟期，自己的这个特殊布袋就存放不了它们了，到时候自己把这群食蛊虫放到哪里？叶璇也曾想过把食蛊虫放到通天塔的第1层之中，问题是在通天塔的第1层内，叶璇种植了不少珍稀药材，万一把这么多食蛊虫放进去，它们一旦乱跑，自己的那些药材容易被破坏。可现在有了这棵紫蛊树，一切就不同了。叶璇直接把这棵紫蛊树移植到通天塔的第1层，等食蛊虫进去后，会立马被紫蛊树所吸引，全部趴到紫蛊树上沉睡，叶璇的药材不会受到半点影响。而且有了紫蛊树，叶璇的食蛊虫成长速度会增加很多，一举两得。说着，叶璇右手一挥，整棵紫蛊树以及紫蛊树下面的土壤全部被叶璇移植到了通天塔的第1层。随着这棵紫蛊树的加入，叶璇通天塔的第1层空间就显得有些小了，开启通天塔第1层更多的空间迫在眉睫。好在明天他就要到帝都了，到时候
他以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第1名的身份，向帝都大学索要一处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突破修为的同时，还可以拓展通天塔第1层的空间。叶璇的目标是把修为提升到元婴境，以及再把通天塔第1层的空间拓展5到10平方米。看着凭空消失的树木，赵才石目瞪口呆。我的天，叶大人的手段也太恐怖了呀！一挥手，一棵1人粗的大树就没了。旁边叶璇也十分感慨，没想到杀一个无极门的张松波，自己不仅意外知道了手中2块古玉佩的用途，还得到了一棵可以攻尸蛊虫栖息的紫古树，真不错呀！叶璇心满意足地离开。精灵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叶璇就要去帝都了。在叶璇临走前，白如烟以及精灵的不少大势力的掌权者都亲自恭送叶璇。叶璇和白如烟以及其他认识的人道别后，转身便打算前往帝都。就在叶璇转身的瞬间，意外陡然发生，只见一只涂满剧毒的飞镖直冲叶璇的脖梗处而来。偶像小心啊！白如烟他们率先看到了这幕，连忙提醒，可他们提醒时已经晚了。那个涂满剧毒的飞镖已经距离叶璇的脖梗不足10厘米了。就在精灵不少人惋惜叶璇这么一个天赋异禀的妖孽就要被人刺杀死去的时候，叶璇出手了。电光火石之间，叶璇转身只用了2根手指，就轻松把这个在最前端涂满剧毒的飞镖给夹住了。见此，在右侧几10米处，一道诧异的声音传来，一个身穿东瀛忍者服的男子现身。东瀛忍者，精灵无数人更加诧异，怎么小东瀛的忍者来了？我承认是我小瞧你了，你的实力比我预测的要强，你这样的对手有资格在死前知道我的姓名。东瀛忍者无比自豪介绍，我乃明伟忍者家族下级神人明伟盛宴。明伟盛宴，叶璇眉头一皱，姓什么明伟？自己最初杀死的那个和麒麟会合谋的家伙也是姓明伟。这个明伟忍者家族以及那个什么疾风剑圣有点不知死活呀，竟然还敢派人来报复自己。很好很好，等自己忙完手头的事情就去东瀛踏平他们，让他们成为自己培养是仙虫的养料。现在就拿这个明伟盛宴开刀。神忍那不是相当于5尊境的强者，堪比5尊境的忍者，而且还是出自东瀛6大忍者家族之一的明伟忍者家族，他有点厉害啊。知道了明伟盛宴的身份后，不少人有些慌张，这家伙实力有点太强。知道了我的姓名，你可以死的。明伟盛宴还在装逼，只是不等他说完，叶璇猛地将手中的飞镖丢出。见叶璇想用自己的飞镖杀自己，明伟盛宴不屑至极，他从来没听说过有忍者，而且还是堂堂的神人会被自己的武器杀死。明伟盛宴出手想学叶璇，打算用2根指头把叶璇丢出的飞镖接住，可惜明伟盛宴不是叶璇，更没有叶璇的恐怖实力。明伟盛宴没有接住飞镖，飞镖直接刺进了他的脖梗之处。明伟盛宴在飞镖上涂抹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在飞镖刺进明伟盛宴脖梗的瞬间，明伟盛宴彻底没有了呼吸。到死，明伟盛宴还是不可置信，他竟然成为了第一个死在自己武器之下的神人。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明伟盛宴，众人动容，叶璇的实力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厉害。加油偶像，期待你在帝都杀出自己的一片天来。白如烟为叶璇加油。叶璇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时间飞快，第2天，今天帝都大学外人声鼎沸，格外的热闹。今天是帝都大学武道学院大一新生提前开学的日子，能进入帝都大学武道学院的都是大夏年轻武者中的佼佼者。这些人身份背景大都不简单，甚至不少都是来自帝都以及大夏其他地方的顶级大势力。几分钟后，原本无比喧闹的帝都大学门口突然因为一个人的出现，瞬间陷入了安静之中。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号称大夏第一天之娇女，美丽不像话的夏青言。夏青言一出现，瞬间成为现场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来到帝都大学门前，夏青言停了下来，似乎在等人。瞬间，众人好奇极了，能让夏青言等人的究竟是谁？谁有这么大的面子啊？你们说，夏女神等的人是谁？不知道，但一定是重要人士。我觉得可能是夏家之人，夏女神的长辈吧。其他人根本没有资格让夏女神这么等。帝都大学前，众人议论纷纷。当他们讨论的时候，一个有双腿格外修长的绝美女生走到了夏青言的身边。青言，你和你未婚夫的关系这么好啊？大长腿女生小声说道。这个大长腿女生是夏青言的闺蜜陆曼瑶。对了，还有青言，你这么做可是给你的小未婚夫拉仇恨哦。他才刚上大一，因为你估计会立刻成为帝都大学的风云人物，被那些学长们嫉妒。如此一来，你那个小未婚夫在帝都大学的生活可就没法平静了，会不断的有麻烦。听到闺蜜的这句话，夏青言平静的回答，那些人还不够资格给叶璇引起麻烦。青言，你是不是恋爱脑啊？对你的小未婚夫那么有自信吗？别忘了，在大四中可是有武尊的存在啊。陆曼瑶提醒。当两人聊天时，现场又一阵骚动，无数议论声响起。只不过上次议论的大都是男生，而这次议论的则大都是女生。远处一个帅得不像话的男生出现，叶璇到了。远远的看到了夏青言，叶璇挥了挥手向他打招呼。只是还不等叶璇走到帝都大学的门口，就被无数女生给包围了起来。小哥哥你好帅，加个联系方式好不好？小哥哥你也是来帝都大厦报道的吧？和学姐说，学姐帮你铺床。
住在宿舍多没意思。小哥哥，我在外面租了房子，缺一个室友，你愿意吗？他们主动要叶璇的联系方式，有的大胆的甚至还想占叶璇的便宜。不用了，我有未婚妻了。叶璇干咳一声，什么？你有未婚妻了？你未婚妻是谁？和我比一比。就是你这么帅，怎么能有未婚妻呢？就算有，你介不介意多一个未婚妻？这些女生纷纷问道。叶璇好不容易从这一大群女生中挣脱出来，最终来到了夏青年面前，注意到2个焦点人物聚集到了一起，现场瞬间安静下来。10几天没见，小叶璇，你有没有在外面沾花惹草？给我找一个妹妹啊！见到叶璇后，原本清冷的夏青年仿佛变了一个人，调笑地问道。看着脸上挂着淡淡笑意的夏青年，刹那间，现场无数男生看傻了，甚至包括不少女生。这还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清冷、宛如冰山般的夏女神吗？而且，这小子8成就是夏女神等的人了。他是谁？竟然有资格让夏女神亲自来欢迎？我可是一个正经人。面对夏青年的送命题，叶璇一丝不苟地回答：“我想起来了，他是叶璇，是夏青年的未婚夫。”人群中有人想了叶璇的身份，此言一出，现场立马响起了宛如海啸一般的议论声。什么？这家伙竟然是夏女神的未婚夫？夏女神名花有主了！可恶，可恶啊！众人所有男生对叶璇羡慕嫉妒极了。你就是叶璇，今年帝都大学武道高考的第一。就在这时，一个头角峥嵘的年轻男子在几个长辈的簇拥下来到叶璇面前。这个头角峥嵘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号称赵家麒麟子的赵天宇。赵天宇是武道高考的第2，如果没有叶璇，他就是第1了。因此，他对叶璇格外的痛恨。就算你暂时战胜了我，也别狂妄，我很快就会超越你。我的修为可是要突破武王境中期了。赵天宇不服气的炫耀。一边去，别在这里聒噪。叶璇嫌弃的开口，他没时间和这家伙废话。放肆！你怎么敢这么和我们少主说话？见此，赵天宇身后的一个中年男子站了出来，警告叶璇。刹那间，中年男子的修为显现出来，一时间，在这个男子周围的人顿时感觉到了呼吸不畅，身体莫名的有一股强大的压迫感。3品武尊，这竟然是一位堂堂的3品武尊！周围人震撼不已，不愧是帝都的大家族啊！一个护卫竟然都有3品武尊境的强大修为。为了给叶璇一点教训，中年男子操控着自身的恐怖气势，狠狠向叶璇压来。滚！叶璇隔空轻轻一巴掌拍了过去，啪！下一秒，堂堂3品武尊境的中年男子直接被叶璇一巴掌拍飞出去。刹那间，现场所有人呆若木鸡，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的一位堂堂的3品武尊，他们眼中的厉害强者，就这么被叶璇隔空一巴掌给拍飞出去了。我的天啊，叶璇的实力也太强了吧！众人内心震撼到了极点。之前他们还觉得叶璇配不上身为大夏第一天之骄女的夏青年，可现在他们再也不敢这么想了。叶璇和夏青年2人果然是郎才女貌，般配啊！夏青年旁边的陆曼瑶同样无比吃惊，难怪青年对自己的这个小未婚夫那么看重，原来他实力这么厉害，隔空一巴掌就拍飞了一位3品武尊。至于赵天宇，更是被惊掉了下巴，他刚刚在叶璇面前炫耀完，说自己即将突破到武王境中期了，结果下一秒，叶璇轻松拍飞了一位3品武尊，他们之间的差距已经宛如天堑了。赵家的其他人连忙上前查看，发现那位3品武尊竟然被叶璇拍昏迷过去了。更重要的是，这家伙的修为直接被废掉了。一时间，赵家损失了一位3品武尊。该死的，你竟然敢废掉我们赵家之人的修为！小子，你好大的胆子！赵家之人暴怒，当众废掉了他们赵家一位3品武尊，这是狠狠打了他们赵家的脸，这甚至比直接杀了这位3品武尊还要让他们愤怒。小子，我要你付出代价！赵家几人之中，实力最强的一位5品武尊彻底释放了自己的气势，准备对叶璇动手。你敢对叶璇下手，我必杀你！瞬间，原本平和的夏青年冰冷的开口，夏青年身上也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并且还不输于这位5品武尊。原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夏青年的修为竟然也突破到了5品武尊之境。看到这幕，现场所有人再次傻眼，夏青年竟然是5品武尊了！我的天，这么年轻的5品武尊，这也太恐怖了吧！所有人，甚至包括闺蜜陆曼瑶都无比惊愕，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夏青年修为竟然已经那么高了。现场唯有叶璇觉得很正常。上次见夏青年的时候，叶璇就注意到夏青年用了某种强大的秘法，刻意压低了自己的修为提升速度，似乎是要把根基打造好。不然的话，上次叶璇见夏青年估计就已经是8、9品武尊境，甚至武皇境了。别小看拥有最顶级体质、先天道体的夏青年的潜力啊，他可是有先帝之子啊！哪怕在仙界，夏青年的体质潜力都是最顶级的了，更别说在这小小的武道界。叶璇猜测，夏青年已经把那种秘法去除了，所以修为才猛地提升到了现在的这种程度。看着同为5品武尊境的夏青年，赵家的那个5品武者人傻了。今年他已经是57岁了，而夏青年才19岁，自己的年纪足足是夏青年的3倍啊！好了，今天是我们帝都大学武道学院新生报到的日子，大家都安静。就在这时，帝都大学之中传来一道温和却不容置疑的声音，这道声音
赫然来自一位9品武尊境巅峰的强者，他只差一点就是半步武皇级了。听到这句话，众人更加感慨，不愧是帝都大学啊，随便一个出来当和事佬的，就是9品武尊境巅峰的强者。赵家那个5品武尊收起气势，带着傻眼的赵天宇走进帝都大学去报道了。很快人就没影了。青言，你未婚夫还没有报道呢，咱们快去报道吧。陆曼瑶也劝说，我们走吧，这家伙交给我，后面我会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觉。叶璇开口，自己的尸骨虫又来养料了。见叶璇开口了，夏青言这才收起气势来。后面夏青言带着叶璇来到了帝都大学报道。在报道的时候，叶璇提出了要见帝都大学高层提要求的想法。没多久，在一间办公室中，叶璇见到了帝都大学的一位副院长，这赫然就是刚才开口的那位9品武尊境巅峰武者。欢迎叶同学来到我们帝都大学。副院长和善地说道，你身为武道高考的第一，可以给我们提一个要求。副院长直奔主题，后面的普通高考我应该也是第一，同样也有向你们帝都大学提一个要求的权利，要不一起？叶璇询问。叶同学，普通高考3天后才公布成绩，只有公布彻底确定才可以提，到时候如果你还是第一再来提吗？副院长开口。见副院长这么说，叶璇点了点头。他刚才这么问，其实还有另一重深层含义，那就是自己既是武道高考第一，后面8成也会是普通高考的第一，两者都是一个人，帝都大学会不会只让提一个条件？现在看，帝都大学不会做这种事情。我的条件很简单，就是给我找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越浓郁越好。叶璇直接开口，只要找到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叶璇有把握直接突破到元婴境啊！听叶璇这么说，副院长十分诧异，他还以为叶璇会要什么珍贵的药材、丹药或是兵器、武技之类的，毕竟这些都能直接或间接的提升战斗力以及自身实力。可叶璇却要了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这重要的是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极为稀少，论珍贵程度远高于顶级的丹药、武技等。现在叶璇直接开口要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副院长不好决定了。叶同学，你的这个条件有点高，我自己做不了主，你先等一下，我去和学校的高层说一下。副院长起身离开办公室，去找学校的高层商量了。当那些帝都大学的高层知道叶璇的条件竟然是要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时，纷纷也愣住了。不行，这个条件太高了，不能答应。有高层立马拒绝，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对他们帝都大学来说也珍贵至极。我觉得还是答应吧，毕竟叶璇的天赋大家都看到了，而且刚才他一巴掌就打飞了一位赵家的3品武尊，他的修为最起码是4品武尊，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了。我也同意答应叶璇，你们这太惯着那个叶璇了，他的潜力再高能高到哪里去？我不同意。一时间帝都大学高层内部争吵起来。好了，一道威压的声音传来，现场职位最高的一位副校长开口了，我们帝都大学既然说了会答应武道高考第一的任何条件，我们就要说到做到，这事关我们帝都大学的诚信。你回去告诉叶璇，我们答应了，并且会尽快给他的。副校长命令。他们帝都大学得到了叶璇这么一个天赋惊人的妖孽，也不亏。是。副院长离开，最终答应了叶璇。好。叶璇满意的点头，自己突破元婴期的时机就要到了。从副院长的办公室离开，叶璇和夏青言碰面。夏青言给叶璇讲了一下帝都大学内部的一些情况。突然，叶璇问了一个让夏青言格外不解的问题：帝都大学的登天街在哪里？叶璇询问夏青言。登天街？叶璇的问题，夏青言令有点懵。你去登天街做什么？旁边夏青言的大长腿闺蜜陆曼瑶同样不解地问道。登天街算是他们帝都大学一个重要的考试道具，帝都大学某些武道测验的时候就在那里。平时帝都大学的武道学生看到登天街就头疼，恨不得绕着走。怎么青年的未婚夫一来就主动打听登天街呢？闲得没事，打算登顶一下登天街。叶璇随口说道。之前在武道高考时，叶璇听那个4品武尊境的老教授说过，只要登顶登天街就会成为帝都大学的特聘武道教授或者是高级供奉，直接当教授多爽，当学生干什么吗？登顶登天街，陆曼瑶整个人愣住了。后面他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了，直接用玉手摸了摸叶璇的额头。不烫啊？没发烧啊？陆曼瑶诧异的嘀咕。青年的未婚夫很清醒，没发烧怎么会说出登顶登天街这种胡话来？帝都大学成立这么多年来，能登顶登天街的人屈指可数，而这几个登顶登天街的人后面成长起来最差都是武皇境，甚至还有武皇境之上的强者。而且据他所知，最近1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成功登顶过登天街。结果开学第一天，青年未婚夫竟要登顶登天街，开什么玩笑？我带你去。不等陆曼瑶继续说完，夏青言却已经答应了叶璇。他明白了叶璇的想法，如果能登顶登天街，成为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或是特聘武道教授也是好事情。正巧我也没尝试过登天街了，我们一去。夏青言补充。见夏青言不仅不阻止叶璇，反而还要和他一起去尝试登顶登天街，陆曼瑶内心一时间心情感慨，你们这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吗？走吧。说着，在夏青言和陆曼瑶的带领下，
三人直奔帝都大学内的登天阶而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帝都大学，路上叶璇四处观察着。然而在经过帝都大学最中心的位置时，叶璇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很不对劲。于是他立马不动声色地用精神力深入帝都大学中心位置的地底深处探查。叶璇的精神力探查越来越深，突然一股异常庞大的吸力直接把叶璇的精神力给吞噬进去了。叶璇瞬间愣住，无比震惊。叶璇第二次尝试，这次他更加小心，可精神力依旧被吞噬进去了。叶璇脸色微变，有意思啊！叶璇猜测帝都大学地下有可能有东西，或者其他的。叶璇又看向建在中心位置那座无比庞大的古典建筑，叶璇更加确定了，这下面有古怪，能把自己的精神力轻易吞噬，这下面的东西绝不简单。当然了，这下面也不一定是东西，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但总而言之，帝都大学地下有着大秘密。这时叶璇突然想到自己这一世的父母，那么叮嘱一定要让自己来帝都大学，会不会是因为帝都大学地下的这个秘密呢？这不是没有可能啊，毕竟整个帝都的大学那么多，为什么一定会选择这里？这世间可没有那么多巧合，这个世界，这颗蓝星或许比我想象的要不简单。叶璇小声嘀咕，原本叶璇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一片天地灵气稀疏的末法世界，毕竟连修仙者都没有了，只剩下层次更弱的武者。可随着先天道体等等的出现，以及帝都大学地下的秘密，让叶璇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似乎没那么简单。不过这对叶璇来说可是好事情，这个世界越不简单，他的机会才越多，他修为提升起来才越快，他计划杀回修仙界报仇的大目标才能早点实现。你说什么？没听清楚叶璇的话，夏青言好奇地问道。没什么，你也要抓紧时间修炼啊。叶璇督促。夏青言这种先天道体进入修仙界才能如鱼得水，在这里太屈才了。叶璇想等着自己返回修仙界的时候把夏青言一起带过去，到时候诞生一门双仙帝，震撼整个修仙界。不过想从这个世界飞升到修仙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夏青言的实力要提升很多。我快突破到6品5尊了。夏青言点头。6品5尊，青言竟然快突破6品5尊了，我去。陆曼瑶内心忍不住吐槽，叶璇和夏青言这是什么妖孽夫妻啊。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目的地，高耸入云，高达999层台阶的完整的登天阶。此刻在登天阶第300-400层上，只有几个只知道修炼的武痴在那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尝试了。走，说着叶璇率先踏入登天阶的第1层。曼瑶，要不你也来一起尝试一下，锻炼一下体质。夏青言看向闺蜜，叶璇和青言都去挑战登天阶了，自己站在这里也没事，陆曼瑶便同意了。最开始第100阶台阶，三人走的都很轻松，可过了100阶之后，叶璇和夏青言依旧无比轻松，但陆曼瑶速度却明显变慢了。你们上去，别管我。陆曼瑶开口。叶璇和夏青言联手继续上前，陆曼瑶则是慢慢的一点点爬着。最终陆曼瑶在237阶台阶停下，能到这个成绩，在帝都大学已经算比较优秀了。而此刻叶璇和夏青言却已经登上了第500层登天阶了。咚咚咚，随着两人踏入登天阶第500层，放在登天阶500层旁边的那个巨大铜钟突然响了起来。刹那间，钟声响彻整个帝都大学。能踏入登天阶第500层已经是非常可怕的成绩了，因此只要有人来到这里，铜钟就会自动敲响，告诉了整个帝都大学的所有人，有人踏入登天阶第500层。是谁？上次有人登上登天阶的第500层，还是3年前呢？快看看去！刹那间，帝都大学的无数学生、老师齐齐朝登天阶这里而来。不仅是他们，连帝都大学的无数高层都震动了。除去那些9品5尊境的副院长，这次甚至惊动了帝都大学中真正的5皇级强者，而且不止一个。一时间，叶璇和夏青言成为无数人的焦点。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叶璇和夏青言轻松来到了第700层。历史上能踏入登天阶第700层的，也只不过100多人。咚咚咚，巨大的铜钟再次响起。刚才铜钟声只响了1声，而这次却足足响了3声。我去，登上第700层了，太逆天了！而且还是一男一女2个人，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个女生好像是夏青言夏女神，她登上第700层，我觉得很正常。可夏青言身边的那个男生是谁啊？那个男生叫叶璇，刚才在大学门前一巴掌废掉了一位3品5尊，他可是夏女神的未婚夫。什么？他们是一对情侣啊？牛逼！就是不知道他们能登上多少层了。现场众人议论纷纷，他们其中实力最差的都是武灵境初期，势力远不是普通人能比的。因此，哪怕叶璇和夏青言站在第700层台阶上，他们依旧能轻松地看清楚。此刻站在最下面，刚才还向叶璇炫耀的赵天宇看着站在登天阶第700层的叶璇，更是无地自容。这家伙实力为什么那么强？仅仅几分钟过后，叶璇和夏青言已经来到第800层台阶了。这次铜钟声足足响了5声。这一次，别说那些学生和普通教师了，就连帝都大厦的高层，那2位身为5皇级的强者都动容了。你们说
他能不能登顶？有一位高层忍不住问道。此言一出，现场所有高层都不淡定了。不好说，的确不好说。不过就算他们不再向前，此刻他们也已经是我们帝都大学成立100多年以来排名前100的天才了。帝都大学成立以来，能踏上登天阶第800层的，只有寥寥80-90人罢了，绝对不可能。就在这时，2位武皇中的一位笃信的开口。夏青言说不定有机会踏入登天阶第900层，但那个叶璇别说登顶了，他绝对连850层都登不上去。这个武皇名叫宋阳义，和帝都赵家关系匪浅，因此对叶璇格外不喜。那倒不一定。宋阳义说完，另一位武皇摇头。这是一个女性武皇，看起来30多岁，身材丰腴，雍容华贵。她名叫严宁英，曾叫过夏青言，因此对叶璇也相对关注。呵呵，严武皇，你不会看那小子生了一副皮囊，动了心思才这么看好他的吧？宋阳义阴阳怪气地说道。你说什么？严宁英大怒，瞬间武皇境的实力爆发。宋阳义毫不客气，同样面色冷峻地准备动手。好了，都安静一些，现在最重要的是登天阶那边。突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一个沧桑的白发老者走了进来。看到这位老者后，众人纷纷行礼，哪怕连宋阳义和严宁英这2位武皇级都不例外。显然这位白发老者的修为还在宋阳义与严宁英之上。在众人紧张的等待中，没多久叶璇和夏青言一起来到了第900层。看到这幕，整个帝都大学沸腾了，7声青铜钟声响起。要知道，历史上踏入登天阶第900层的也只不过有30-40人罢了，而且年纪都在20岁以上了。现在叶璇和夏青言已经算是创造历史了，牛逼！这也太强了吧！你们说他们有没有机会冲击第999层？不可能吧？第999层在我们帝都大学100年的历史上也只不过有7人罢了，他们还是2个人，行吗？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众人议论纷纷。怎么样，宋武皇？严宁英冷笑着看向刚才还笃信地说叶璇登不上第850层的宋阳义。宋阳义的脸色瞬间凝重起来，哼，侥幸罢了。那个叶璇最多也就如此了，不可能踏入更高了。宋阳义再次自信地开口。是吗？不见得吧，我觉得那个叶璇能登顶。严宁英反驳。登顶？有一说一，现场大部分的高层都不太相信，毕竟100多年来能登顶登天阶的人只有7个呀。今天会诞生第8个吗？不，准确的说，今天青言和叶璇都会登顶登天阶。严宁英补充。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宋阳义毫不犹豫地反驳。2个人一起登上登天阶顶层，而且还是夫妻2人，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不信的话，敢不敢和我赌一把？严宁英质问。有何不敢？宋阳义立马回应。如果是1个人登顶还真不好说，但2个人绝不可能一起登顶。一会儿你说了，可不要赖账啊！宋阳义讽刺道。咱们拭目以待。严宁英依旧自信。另一边，叶璇和夏青言也已经登上了第901阶台阶。当2人来到了第921阶的时候，夏青言脸色微变，他无凭武尊境的修为已经感觉到压力了。当他们来到第965层台阶的时候，夏青言停下了脚步。要不你先上去？夏青言看向叶璇。不急，我等你。叶璇开口，他已经猜到了夏青言要做什么。如果那么做的话，夏青言可救处在危险之中了，自己待在旁边，有危险的时候还能帮他。见叶璇要陪着他，夏青言内心一暖，然后便开始行动。至于夏青言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那就是突破修为，达到6品武尊境界。要知道，没有准备临时突破境界已经算是比较危险的举动了，更何况现在是在登天阶之上，而且还是在登天阶第965层的高位。普通的武者忍受着登天阶传来的压力已经是身体的极限了，在登天阶之上突破绝对是危险中的危险，而且大概率突破会以失败告终。可夏青言却没有丝毫顾虑，只见他右手一挥，一道劲风飞出，把地面清扫干净。夏青言直接坐下，开始突破修为。我的天，夏女神要做什么？临时突破修为吗？夏女神疯了吗？她还在登天阶之上，而且还是第900多层，就这样突破，不怕失败，甚至是反噬吗？登天阶下面，无数围观者议论纷纷。别说他们了，就连那些关注着这里的帝都大学高层们，一个个都露出了凝重之色。就算是他们没有任何准备，都不敢在登天阶之上突破修为，更别说年纪轻轻的夏青言了。现在的年轻人胆子是真的大，我就说过他们不可能踏上登天阶最顶层的，你还不信？现在夏青言竟然还想在登天阶第900多层上突破，简直是疯了。宋阳一冷笑，觉得夏青言是无计可施，在做最后的挣扎。严宁英的心都不由悬了起来，这么做太危险了，稍有不慎很可能会受伤的。一时间，整个帝都大学的所有师生没有一个觉得夏青言能成功的，现场唯有叶璇相信夏青言可以做到。身为堂堂先天道体，这根本不算什么。叶璇担心的不是夏青言能否突破，而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会不会有人搞小动作，趁机对夏青言动手。趁着突破的时候动手，可是会对根基造成重大损伤。因此叶璇警惕地看着四周，随时准备出手。时间一点点过去，
夏青言身体内的气息也一点点提升，最终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夏青言即将突破修为，达到6品5尊之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意外发生，只见从天边一把带着凛然杀意的血刀，突然以超越音速的恐怖速度，携带着可怕的威势，直奔夏青言而来。这赫然是5皇级强者出手了！放肆，敢对我帝都大学的学生下手，当我帝都大学无人吗？就在这时，一道苍老但却极为霸道的声音传来。在这把血刀冲进帝都大学的范围时，一只由无数能量凝结而成的巨手从帝都大学深处探出，一把狠狠地拍在了这把血刀之中。砰！激烈的碰撞声传来，紧接着只听到一声巨响，那把血刀突然四分五裂，无数碎片随便朝四周飞去。这只巨手连忙去阻拦那些血刀的残片，这些残片威力不容小觑，一旦掉落也会造成不小的危害。就当所有人以为结束的时候，突然一把比之前那把血刀小了数倍，但威势依旧不减的第2把血刀出现。在第2把血刀出现的瞬间，再次朝夏青言斩去。这次血刀距离夏青言可是非常近了。原来这把血刀是子母刃，一共1大1小2把。之前这把小的血刀藏在大的血刀的后侧，这个突然出手之人用大的血刀吸引帝都大学的强者注意。刚踏入帝都大学的范围，还没等帝都大学的强者出手，那个神秘的敌人立马悄悄把2把血刀分开，让帝都大学的强者攻击大的血刀。趁着这个空隙时间，第2把血刀再次对夏青言发动进攻，而这第2把血刀才是这个神秘敌人的真正杀手锏。在第2把血刀出现的时候，血光满天，一时间无数的视线被挡住了。注意到这第2把血刀，帝都大学之内数位5皇级的强者再次出手，可惜第2把血刀出现的太突然，而且距离夏青言的距离太近，因为视野受阻等原因，这几位5皇级武者出手稍微晚了0.00几秒，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却足以泯杀夏青言。眼看着第2把血刀即将冲到夏青言面前来，众人意外悲剧要发生的时候，叶璇出手了。叶璇的飞剑符现在半空之中，叶璇动用全力，一剑斩出。这一次叶璇没有半点留手，叶璇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夏青言一丝。砰！剑吟声响彻天际，叶璇的这一剑仿佛连空间都被斩裂。飞剑、血刀，双方碰撞在一起，天地为之变色。那携带着5皇级一击的第2把血刀，在叶璇的飞剑一击之下，直接变成了粉末，彻底在世间消失。随着血刀的覆灭，天空中的血光也随之消失，天地恢复了安静。众人愣愣地看着台上，刚发生了什么？怎么5皇级强者的神秘一击突然消失了？刚才因为满天血光，别说这些普通的师生了，就连那几个5皇级强者中的数个都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唯有最初那个出手的老者看到了，此刻的他神色惊愕，不敢想象自己看到的。那个叶璇，他挡住了5皇级强者的恐怖一击。我的天，他好像才是大一的新生，也就18岁吧，竟然有着如此恐怖的实力。原来他一直以为夏青言是大夏的第一天骄，现在看夏青言的这个未婚夫比他还逆天啊！瞬间，白发老者决定等登天阶的事情结束后，他要找这个叫叶璇的新生好好聊一下。不过现在那个敢在他们帝都大学的地盘上对他们学生动手的神秘5皇要付出代价了。白发老者身影突然消失，直奔刚才血刀而来的方向。不仅是他，还有帝都大学的其他几位5皇级强者，身影也朝血刀而来的方向而去。另一边，帝都城外的某一处地下密室中，一个全身被黑袍包裹着的5皇级强者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他的2把血刀接连被灭，让他受了不少的伤。夏青言身边的那家伙是谁？此刻，这位神秘的5皇级强者对叶璇怨恨到了极点。本来他的计划一切顺利，自己的第1把血刀已经吸引住了帝都大学的所有强者的注意，第2把血刀原本可以轻松斩杀夏青言的，可就是因为那小子，他的计划失败。就在这时，帝都大学的数位5皇级强者已经到了这里，5皇级大战一触即发。帝都大学在血刀消失后没一会儿，夏青言正式突破，达到了6品5尊境。刹那间，全场沸腾了。在登天阶的第965阶突破到6品5尊，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啊！夏女神威武，夏女神不愧是大夏第一天骄，果然厉害，夏女神一定要登顶啊！下面无数欢呼声传来，而这些赞扬夏青言直接无视了。他看向叶璇，刚才他虽然在闭目突破修为，但发生的一切他都用精神力感知到了，同时他也知道是叶璇帮他挡在了最后的致命一击。谢谢。夏青言深情对叶璇说道，我们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叶璇反问。听叶璇这么说，夏青言莞尔一笑，刹那间倾国倾城。下一秒，夏青言柔弱无骨般的玉手主动牵上叶璇的手，朝第966层台阶而去。台下看到夏青言竟然主动牵手叶璇，众人更是目瞪口呆。夏女神啊，夏女神怎么会这样啊？我要杀了那小子，杀了他！怎么在挑战登天阶的时候还不忘了撒狗粮啊？哎呀，气死我了！无数男生对叶璇羡慕嫉妒到了极点，甚至连一些女生都怨恨起了叶璇，尤其是那些单身的，看着一边秀恩爱
一边挑战登天阶的叶璇和夏青言夫妻两人更是痛苦万分。修为突破到6品5尊后，夏青言踏上更高的登天阶，已经如履平地了。至于叶璇，从最开始第1层到现在一直是如履平地。在众人紧张的等待下，叶璇和夏青言两人最终来到了第998层，也就是倒数第2层台阶之上。再上一层就是第999层登天阶，只要踏上它，就算是登顶登天阶了。就当两人踏上第999层台阶的时候，夏青言故意放慢了一个脚步，让叶璇第一个踏上登天阶。他稍晚了1秒钟，然后再踏入登天阶。咚咚咚，这次登天阶最顶层的青铜钟响起，传遍整个帝都大学。这次他的响声会足足持续99下。登顶了，牛逼！夫妻两人一起登顶，他们这是创造了神话啊！刹那间，整个帝都大学的所有人都沸腾了起来。帝都大学的高层们看着站在最顶层的叶璇和夏青言，也激动不已。没想到，除了夏青言，我们帝都大学还收到了叶璇这个妖孽学生。我是真没料到，他们两人最终一起登顶了，后生可畏啊！我仿佛看到了未来大夏的2个最顶级强者的崛起，哪怕连这些见过大风大浪的高层们，此刻都震撼不已。宋阳毅，你输了。严宁英微笑着看向旁边脸色铁青的宋阳毅，这怎么可能？宋阳毅痴痴的嘀咕，直到此刻他都有些不相信，叶璇和夏青言两人竟然真的一起登顶登天阶了，这也太离谱了吧！按照5皇级武者的打赌规矩，输了的要给赢了的一件5皇级的宝贝，至于送什么，你看着办吧。想来财大气粗的宋武皇出手一定会很大方吧？严宁英若有所指的说道。听到这句话，宋阳毅顿时无比肉疼。5皇级的东西，哪一件都是珍贵万分啊！就算随便让他拿出来一件，都是让他大出血啊！哼！最终在万分不舍之下，宋阳毅拿出了一件神秘的玉盒，丢在了桌上。咱们走着瞧。无比怨恨地看了叶璇一眼，宋阳毅气鼓鼓地离开了。严宁英拿起宋阳毅的那件玉盒，打开看到里面的东西后，顿时眼前一亮。正好青言突破到6品5尊，通关登天阶了，这件东西就当做贺礼吧。严宁英小声嘀咕。登天阶第999层，一个神秘5皇级强者现身。恭喜，仅仅用了30多分钟就通关了整个登天阶，你们是有史以来最快的登上登天阶的2人。叶璇一共用了38分钟39秒，创造了神话，是帝都大学100多年的历史上最快通关整个登天阶的。夏青言一共用了38分40秒，是历史第2人。神秘5皇级强者，恭喜2人。历史上最快通天登天阶的都用了足足2个多小时，而叶璇2人只用了曾经第1人1/4左右的时间，这是绝对的创造历史，估计这个成绩再也不会有人超越了。不好意思，拖了你的后腿了。夏青言十分抱歉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他突破浪费了20来分钟，说不定叶璇只用10几分钟就能通关登天阶。你安全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叶璇开口。听叶璇这么说，夏青言神情微变，内心暖暖的。当他再次看向叶璇时，目光又温柔了几分。此刻站在叶璇面前，风华绝代的天之骄女夏青言像极了一个温柔似水的妻子。旁边就连那个5皇级强者都忍不住在内心吐槽，这2个小家伙真是时刻撒狗粮啊，这让他一个单身人士很尴尬呀。当然了，在吐槽的同时，同为男人，这个5皇级强者对叶璇也有点佩服，能让堂堂大夏第1天骄，也是大夏第1美女的夏青言如此，也就是这个叶璇了吧。后面学校会对2位进行隆重嘉奖，你们下去吧。不想再看到这2人撒狗粮，这个5皇级强者就先离开了。10几分钟后，叶璇和夏青言就走下了登天阶，2人瞬间被围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位重要人物走了过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答应叶璇同意给他一个天地灵气浓郁之地的武道学院的副院长夏青言。叶璇，恭喜你们登顶登天阶。一上来，这位副院长先祝贺叶璇和夏青言，你们跟我来吧，学校的一些重要人物想要见见你们，顺便把你们通关登天阶的奖励给你们。说罢，这位副院长在前面带路。刚才在登天阶，在自己解决了那第2把血刀之后，叶璇注意到有好几道身影从帝都大学一闪而出，直奔最开始那把血刀飞来的方向。叶璇已经猜到了，是帝都大学的5皇级武者们去解决那个对夏青言动手的神秘武皇了。正好现在自己过去问一下，看看究竟是哪个武皇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对夏青言突然出手。另一边，一间休息室中，一些帝都大学的高层正在议论，怎么样，我就说这个叶璇不简单吧，现在他证明了自己之前答应他的条件，把一个天地灵气浓郁的地方给他，是正确的选择，就是能为学校争取到这么一位堪称妖孽的学生来，这点代价我们还是能承受得起的。听着这几句话，最开始那几个不想同意叶璇要求的帝都大学高层一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反驳。他们也没想到叶璇的实力那么强，竟然可以登顶登天阶啊！就在这时，叶璇和夏青言来了，几个学校的高层过来祝贺叶璇和夏青言，恭喜你，青言。严宁英也走了过来，高兴地说道，谢谢你严老师。夏青言点头，叶璇，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师严宁英武皇。夏青言向叶璇介绍，
之前一直听你说你的未婚夫叶璇，一直没觉得什么，现在看，你们两个真的很般配。你这个未婚夫生了一副好皮囊，很帅啊。严宁英感慨地说道。严老师夸奖了。叶璇客气地回应。宁霜，这件东西是我从宋阳义那个家伙手里赢来的，送给你，算是祝贺你登顶登天阶。说着，严宁英主动把那个玉盒递给夏青言。谢谢严老师。夏青言感谢道。就在这时，一个白发老者走了进来，见此，众人纷纷打招呼，称呼他为副校长。这个白发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刚才那个率先站出来一击击碎了第一把血刀，然后带人去解决那个神秘武皇的帝都大学强者。恭喜你们，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以后每个月享受高级供奉10块原石以及10颗丹药的供奉聘金。副校长宣布，这是历年来登顶登天阶之人的奖励。原石是那些强大的武者用来交易的特殊货币，在黑市上1颗原石甚至能被炒到数百亿的天价，而且不一定能买到。别说普通的武尊境了，就算是7到9品的上品武者，一个人的身价估计也就40-50块原石而已。而一旦成为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每个月就有整整10块原石作为聘金。除此之外，还有10颗珍稀的丹药，这10颗丹药的价值也差不多相当于4-5块原石。也就是说，成为帝都大学的供奉，仅仅几个月的酬金就抵得上外面那些普通的上品武者整个人的所有身价了。由此可见，帝都大学的财大气粗。除此之外，高级供奉在帝都大学内还享受着一些别的特权，比如可以无条件进入学校的武技楼、高级炼丹房等等。总之，成为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是大夏很多上品武尊梦寐以求的事情。还是学生却成为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叶璇和夏青言绝对是有史以来的帝都大学的第一人。恭喜叶供奉，恭喜夏供奉！现场那些帝都大学的高层纷纷客气和叶璇与夏青言打招呼。成为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身份就和这些帝都大学的高层一样了。当然了，比武皇级强者还差一些，只有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才可以和武皇级强者平起平坐。就在众人祝贺时，副校长突然开口：“叶供奉，能不能单独聊一下？我有点重要事情，想和你单独说一下。”可以。叶璇点头，正好他也想问一下这位副校长，那个对夏青言出手的神秘武皇下场怎么样了。之后，副校长带着叶璇来到了隔壁的一间办公室中。这件东西给你。说着，副校长把一块黑色的令牌放到了叶璇的面前。叶璇低头一看，只见黑色令牌上写着顶级供奉4个篆书大字。副校长，你这是？叶璇开口。叶供奉，你就别谦虚了，其他人因为那冲天血光没有看见，但我可是看到了，是你一击击碎了那第2把血刀，才保住了夏青言的平安。副校长开口，你的实力绝对抵得上这块顶级供奉令牌。在帝都大学，只有武皇级强者或是比较特殊、耐堪比武皇级的存在，才能成为顶级供奉。帝都大学中，在校长、副校长之下的高层，见到顶级供奉都要毕恭毕敬地打招呼。顶级供奉在帝都大学的地位极为崇高，我是看叶供奉你低调，因此才没有直接把顶级供奉令牌给你。从现在起，叶供奉，你就是我们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了。副校长开口。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每月享受50块原石的酬金，除此之外，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每3个月还享受一次可以调动学校能量的机会，最多可以一次调动10位高级供奉，或者是把1年内的4次机会一次性消耗，请帝都大学的武皇级强者出手1次或帮忙1次，成为顶级供奉还可以享受。副校长向叶璇诉说着成为顶级供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这是高级供奉远远不能相比的。帝都大学的高级供奉一般都是7到9品的武尊，而且9品居多。顶级供奉3个月就可以一次调动10位9品武尊，那是相当大的权利了。叶璇对这个倒不是太感兴趣，反而是对帝都大学顶级供奉的那50块原石比较感兴趣。50块原石甚至抵得上1位9品武尊的全部身价了。有了这些原石，叶璇想要得到一些珍稀的药材就方便多了。而且成为了顶级供奉，整个帝都大学哪怕是校长都不能管着叶璇，有什么事情也需要和叶璇商量。叶璇就不用和那些普通学生一样了。叶璇点头，收起了这块顶级供奉的令牌。其实叶璇最好奇的还是帝都大学弟弟的大秘密，不过自己刚成为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就打听这种大秘密有些不妥，所以叶璇就没有问。那个武皇解决没有？叶璇开口，他说的是哪个武皇，自然不用解释。怎么说呢？说解决吧，也解决了；说没有解决吧，也没有解决。说起这里，这个副校长有些头疼的回答：什么意思？叶璇没有明白。我们找到了那个神秘的武皇级强者，最终联手杀了他，不过杀的并不是他的本体，而是分身。副校长向叶璇解释，这个神秘的武皇不是临时起意突然要对夏青言动手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趁着今天这个比较乱一点的时间点杀夏青言。不过夏青言不仅是帝都夏家的千金，还是他们帝都大学的重要学生，对方也知道，如果动手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肯定会遭到这2大势力的联手追捕。因此为了隐匿身份，他不惜用秘法为自己修炼出了一重分身，用来行动。我估计这个动手的武皇应该是3品武皇，
为了杀死夏青言，他不惜以降低自己一层修为为代价，炼制了这个分身。副校长判断，为了对付夏青言，用降低修为作为代价，对方真是下了血本。他炼制的分身实力差不多介于1品武皇和2品武皇之间。我们只杀死了他的分身，但他的本体隐藏得很好，我们暂时没有发现。副校长开口，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追查了。无论如何，那个3品武皇，我们帝都大学杀定了。敢在我们的地盘上对我们的学生下手，我保证他必死。副校长向叶璇保证，如果你们杀不了，可以让我来。叶璇冷冷地开口，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抱歉，最近我们校长带着学校那些最顶级的强者暂时离开了帝都，所以才造成了没有顶级强者坐镇的这个局面。如果校长和我们帝都大学的顶级强者在，那家伙就算是用分身也会被找出来。副校长无奈地开口，不对。叶璇立马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你说校长以及帝都大学的顶级强者们都离开了，不在帝都？叶璇询问。是啊。副校长点头。那知道这个情况的都有谁，或是哪些势力？叶璇再次询问。一瞬间，这个副校长恍然大悟，他明白了叶璇的意思。你是说，这些知道我们校长和学校的顶级强者不在帝都的人或势力，有可能就是对夏青言出手的那个神秘的3品武皇？副校长开口。正是。叶璇点头。副校长思考了一下，也认可了叶璇的判断。对啊，如果那个3品武皇不知道他们的校长以及那些顶级强者都不在学校之中，他怎么敢正大光明的大白天在他们帝都大学的地盘上对他们的学生，而且还是夏青言这么特别的学生动手呢？要知道，区3品武皇在他们帝都大学的顶级强者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对方正是因为知道学校的这些强者不在，才敢动手的。多谢，如此一来，调查起这家伙范围更小了。我保证7天内让那个3品武皇永远的消失。副校长向叶璇保证。你们调查出来通知我。叶璇开口。对于帝都大学这几个武皇的实力，叶璇表示深深怀疑。好，见叶璇这么说，副校长答应下来。那个3品武皇必死。从办公室离开后，夏青言正在向严宁英请教6品武尊境界的一些问题。叶璇对此没什么兴趣，正好他还别的事情，就和夏青言告别，离开了帝都大学。他刚来帝都大学，还没来得及回家呢。前几天，叶璇就收到了苏玉飞的消息，他告诉叶璇，他已经派人把之前叶璇一家住在帝都的别墅重新修饰了一番，等叶璇回来后可以直接住在这里。苏玉飞现在也住在这里，而且这里距离帝都叶家十分近。几分钟后，原本在大路上走的叶璇好像是觉得路太远了，于是便走进了旁边的一处胡同，打算抄小路回去。当叶璇走到胡同正中间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我给你们选的这个坟墓，你们满意吗？叶璇冷漠的声音传来。咦，你竟然发现了我们，不可思议啊！你一个帝都大学刚入学的大一新生，竟然发现了我们几个4、5品的武尊境，的确有点东西啊！几道声音传来，紧接着几个身影分别出现在了叶璇的前后，挡住了他的去路。在叶璇的身后是2个4品武尊，而在前面则是一位5品武尊。叶璇，我们帝都赵家不是好惹的，敢和我们帝都赵家作对，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前方的那个5品武尊冷笑，准备对叶璇下手。我谢谢你们。就在那个5品武尊准备动手时，叶璇却语出惊人：你谢谢我们！一时间，一个5品武尊，2个4品武尊愣住了。什么意思？自己要杀他啊？现在这小子转过来反而要谢自己，他的脑海是不是有问题啊？可怜的小子已经被我们吓傻了。能理解，毕竟面对我们3大强者，一个帝都大学的大一学生而已，被吓成这样也正常。2个4品的武尊感慨：你谢我们做什么？唯有那个5品武尊意识到了不对劲，谨慎地问道：我谢谢你们成为我的尸骨虫的养料。叶璇微笑着开口，自己的尸骨虫已经有一半进入成熟体了，还差一半。现在好了，2个4品武尊，一个5品武尊，这3个人正好成为自己尸骨虫的养料，让自己的尸骨虫全部成熟。去吧。说着，叶璇打开特殊布袋，把所有的尸骨虫一下子全部释放出来，铺天盖地的尸骨虫分别朝着几位武尊而去。这几个武尊连忙抵挡，可惜面对着数量如此之多的尸骨虫，他们抵挡的效果根本不明显，而且外加叶璇释放了一丝丝自己的气势，让这几个武尊境行动缓慢。最终，这几个武尊境强者全部成为了叶璇尸骨虫的养料。在吞噬了这几个武尊后，叶璇的1000多只尸骨虫全部成熟。此刻，面对这些多成熟体的尸骨虫，哪怕是6、7品的武尊都会感觉到了威胁。这几个武尊身上的其他东西大都被尸骨虫吞噬了，唯有一些原石掉落在地上。叶璇扫了一眼，这3个武尊足足有40多块原石，这算是意外收获啊！叶璇右手一挥，这40多块原石全部消失。进来吧。现在的尸骨虫已经不能用那个特殊的布袋存放了，于是叶璇直接把它们放到了自己通天塔的第1层。进入通天塔的第1层后，这些尸骨虫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被叶璇移植在那里的铁骨树。看到紫骨树的尸骨虫仿佛饿了许久的狼一般，全部冲了过来。他们各自在紫骨树的树干上找到位置，陷入了沉睡。在紫骨树的帮助下，
这些食蛊虫的实力会再次增加。就当叶璇处理食蛊虫的时候，不远处一个建筑的最高层，一个三品武尊瑟瑟发抖。幸亏刚才不是他亲自出手，不然的话他也尸骨无存了。呼，这个三品武尊松一口气，觉得保住了一条小命。就在他打算悄悄逃离时，叶璇的飞剑出现，剑尖直接抵在了这个三品武尊的脖颈处。这个三品武尊吓得瞬间一动不动。那两个四品武尊，一个五品武尊，都是你雇佣的没有加入势力的普通武者吧？叶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冷漠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听叶璇这么说，这个三品武尊无比惊愕。他们以及你都不是赵家人吧？叶璇质问对方。刚和自己发生了冲突，1天的时间还不到，赵家人绝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动手。被叶璇的飞剑威胁，这个三品武尊只好说了实话：我的确不是赵家之人，我是秦家的人。听说了几个小时前，在帝都大学门前，你和赵家人发生了冲突，于是我们就故意了几个普通武者，假扮赵家之人刺杀你，把责任嫁祸到赵家的身上。秦家，叶璇记下了。如果你们杀的是别人，说不定计划真的得逞了。可惜遇到了我。叶璇念头一动，飞剑一闪，这位三品武尊彻底没有了呼吸。解决了对方后，叶璇继续朝自己在帝都的别墅而去。另一边，叶璇家的别墅，苏玉飞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正等待着叶璇来。嗷！突然，趴在院子里的银狼嚎叫了一下。就当苏玉飞以为是叶璇回来的时候，10几个来势汹汹的人冲了进来。这10几个人为首的几人都是武尊境的实力。你们是谁？这里是私人别墅，谁让你们进来的？苏玉飞训斥几人。私人别墅？呵呵，这里的确是私人别墅，不过已经不是你的了，而是我们的了。为首的那个身材高大男子冷笑：你们大白天的就想强占别人家的房子吗？苏玉飞质问。别说的那么难听，我们有正规手续的，我们可不是强占，而是理所应当的拿回。这说，身材高大的男子直接把自己的证据拿了出来，那是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的正是把这里的这处别墅送给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你自己看看吧。高大男子派人把这份协议送到了苏玉飞的手中。苏玉飞接过来一看，只见这份协议上的署名为叶申康。叶申康，叶家的旁系之一，而且是在叶家混得最好的一个旁系，在叶家的地位排名前列，比叶家的一些嫡系都要重要。叶申康又不是叶家的家主，他签字没有效果。苏玉飞反驳：呵呵，笑死我了，你一个小小的武王境初期，竟然敢说叶申康大人的签字没有效果。高大男子捧腹大笑，压根瞧不上苏玉飞这个武王境初期。听到这句话，苏玉飞忍不住握紧了拳头。他依仗着小璇给自己的那篇厉害功法，短短的时间内就修炼到了武王境初期。如果现在是在临海，武王境已经很厉害了，可这是在帝都，武王境压根不算什么。此刻的苏玉飞迫切想要提升实力，不然的话连家都保不住。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赶快收拾东西离开我的别墅，不然的话我们可就要动手了。高大男子猛地展示出自己2品武尊境的修为，威胁苏玉飞。而跟在高大男子身后的2个人同样也展示出自己1品武尊境的修为，要我把小璇的别墅给你们，死也别想。苏玉飞眼神坚定地说道。哦，银狼也过来和苏玉飞站在一起，随时准备出手。我呸，2个小小的武王境竟然敢和我作对！高大男子阴狠一笑，既然这样，那我就送你去死。说着，高大男子就准备出手，彻底解决苏玉飞。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一道充满杀意的声音传来：我看先死的人是你。还没等这个高大男子反应过来，下一秒他直接人头落地，死的不能再死。看着身为堂堂2品武尊境的高大男子这么轻易被杀，跟在他后面的众人直接被吓傻了。紧接着，在他们惊诧的目光中，叶璇缓缓走了进来。小璇，你回来了。看到叶璇后，苏玉飞有些激动。玉飞姐，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敢威胁你，他们都要死。叶璇冰冷的开口。叶璇，是你杀了乔供奉，你疯了吗？一个1品武尊认出了叶璇的身份，尖叫道。这个高大男子姓乔，是帝都叶家的供奉之一，杀了家族供奉，叶璇你完蛋了，你等着家主的处罚吧。高大男子的随从纷纷开口，等着家主的处罚，我会不会受到处罚不知道，但你们是看不到了。叶璇念头一闪，瞬间高大男子的所有随从，包括那2个1品武尊，全部化为血雾，尸骨无存。敢威胁玉飞姐，就是这个下场。旁边苏玉飞则是有些自责，他答应过苏总要保护小璇的，没想到最后他反倒要小璇保护。不行，他一定要拼命提升修为，就算不能达到小璇的层次，最起码不能拖累小璇。苏玉飞心中暗暗发誓。走，玉飞姐，我们去叶家。叶璇瞥了一眼苏玉飞手中那份协议上的名字，开口道。去叶家？去叶家做什么？苏玉飞不解。杀人立位。叶璇眼神中闪过惊人的杀意，如果不是他来得及时，今天玉飞姐就危险了。而且这个什么叶申康一个旁系，竟然敢把他们家的别墅送给一个什么供奉，叶璇怎么可能让他活着啊？小璇，叶申康在叶家的地位很厉害，而且修为据说很高，我们这样去会不会有危险？苏玉飞开口，有点担心叶璇。无妨，玉飞姐，你就跟我来吧。叶璇拉上苏玉飞，直奔帝都叶家的大院而去。
叶家大院占地面积极为庞大，而在叶家大院的后面，叶家的重要人物都有着一个自己的小院落，而叶申康的院落在叶家中位置极为重要，这也说明了叶申康在叶家的地位如何。就在叶申康和几个心腹在悠闲地品着茶的时候，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叶申康，给我滚出去！”刹那间，声音传遍整个叶家，叶家所有人一愣，什么情况？难道有仇人杀进他们叶家了？不应该呀！如果有敌人来，他们叶家大院的护族战法早就启动了。叶家的无数人好奇地出来，直奔叶申康的院子。很快，叶申康的院落下，他们看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站在那里。当他们看清楚那个英俊的不像话的男子后，顿时无比惊讶。叶璇，叶璇他回来了！听说叶璇成为了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第一，但他怎么一回来就敢和叶申康大人作对啊？叶申康大人可是五品武尊，叶璇这小子就算成了帝都大学的武道状元又如何？他那点实力绝对不是叶申康大人的对手了。就是以为成了什么武道状元，叶璇竟然连叶申康大人都不放在眼里，这是飘成什么样子了？叶家众人小声议论，我看是谁敢让我滚出来。就在这时，一道无比威严的声音传来：“叶申康大人出来了！”叶申康带着手下出来，当他看见命令他滚出来的人竟然是叶璇后，叶申康一愣，然后不屑地笑了。当初叶璇还没有从帝都去临海时，似乎刚成武者，只是因为长得帅，外加身为夏青言的未婚夫，在外很出名。当年的叶申康压根就瞧不上叶璇这个小辈。叶璇，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对长辈如此不敬！就是不要以为你成了什么帝都大学的武道状元，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你只是帝都大学的学生而已，又不是教授或是供奉什么的，赶快向叶申康大人道歉。叶申康身后的那几个心腹连忙开口道歉，他不配。叶璇冷冷地回答：“叶璇，你太放肆了！既然没人叫你什么叫做教养，那今天我就叫你。”说着，叶申康把自己五品武尊敬的气势释放出来，然后狠狠一巴掌向叶璇的脸打去。见叶申康出手，他的那几个心腹纷纷觉得大势已定，教训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对于大人来说，那不是小菜一碟吗？现场其他围观的叶家人也觉得叶璇要被教训了。然而，叶申康的手还没有触碰到叶璇，叶璇突然出手，一脚直接把叶申康给踢飞了出去。叶申康的身体重重地砸到了旁边的院墙上，轰隆！瞬间，正面的院墙直接坍塌，叶申康倒在废墟之中，整个人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看到这幕，现场所有人大惊失色，这个场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按理说，此刻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不应该是叶璇吗？怎么变成了身为五品武尊境界的叶申康啊？怎么会这样？我的天啊！叶璇的实力这么强了吗？竟然连五品武尊境的强者都给一脚踹飞了，他真的是叶璇吗？尤其是叶申康的那几个心腹，更如同被雷劈了一般，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叶申康。大人，你怎么样了？大人，你没事吧？愣了几秒钟后，叶申康的心腹连忙过去查看叶申康的情况，发现叶申康还活着，顿时松了一口气。此刻，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叶家的那些核心人员也纷纷过来。叶璇，你怎么敢对长辈下手？叶璇，你疯了吗？你愣着做什么？还不过来跪下道歉！叶申康的几个心腹怒斥叶璇，他们觉得在叶家大院，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叶璇不敢杀人，因此他们才把叶申康长辈的身份拿出来威胁叶璇。可惜他们低估叶璇了，叶璇右手一闪，飞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拿着飞剑，叶璇宛如死神一般，缓缓朝叶申康走去。刚刚叶璇没有一脚直接杀了叶申康，并不是因为叶申康的实力强，而是叶璇觉得现场围观的人还太少，而且叶家最重要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没有登场，叶璇才留了他一命。既然要杀人立威，观众自然不能少了。你干什么？叶璇，你这是什么意思？见叶璇拿着剑朝这边走了过来，叶申康的那几个心腹连忙质问。这几人都是叶家的旁系中的精英，或是供奉，修为大都在1到3品之间，平时他们在叶家也算是上层的存在，吆来喝去的。结果面对提剑走过来的叶璇，他们顿时慌了。叶璇连五品武尊境的叶申康都能一脚踢飞，别说他们这些人了，挡我者死！面对这些人，叶璇只是冷冷地说出了4个字。看着杀气腾腾的叶璇，以及叶璇手中闪着寒光的飞剑，这几个叶申康的心腹顿时怂了。可这么多人看着，他们又不好直接离开。叶璇，我告诉你，你别胡来，就是我们可都是叶家之人，如果你敢胡来，我……几人还想和叶璇牵扯一下，觉得叶璇不敢杀人，可惜叶璇压根不想听他们说话。一剑，几个叶申康的心腹全灭，杀人了！一道尖叫声传来，刹那间，围观的叶家之人瞬间傻眼，他们痴痴地看着叶璇，不知道叶璇怎么那么大的胆子，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几个叶家重要的旁系以及供奉，这可是触犯了家族的家规啊！就当众人愣神时，叶璇已经来到了叶申康的面前，剑指叶申康：“叶璇，你不能杀我，杀了我，家族不会放饶过你的。”叶申康也害怕了，于是连忙大声威胁道。叶璇冷笑一声，挥剑便准备行动，准备正式杀人立威了。突然，一道强横的气势爆发，放肆！叶璇，你竟然想杀长辈，我们叶家怎么
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败类？紧接着，叶家第二脉，也就是叶璇爷爷的哥哥叶天雄赶了过来，动用他5皇级的强大修为，准备阻拦叶璇。其实，叶申康之所以敢针对叶璇，就是因为叶天雄在私下里挑拨的。而且在叶家，叶申康和他的关系是出了名的好，叶申康也是公认的半个叶家第二脉的人，叶天雄自然不能看着叶申康被杀了。一上来，叶天雄就想拿5皇级的修为强压叶璇。二哥，叶申康咎由自取，这件事情你还是别管了。只是还不等叶天雄动手，同为5皇级的叶璇爷爷也过来了，和叶天雄针锋相对。一时间，现场气氛剑拔弩张。老三，叶璇公认杀死我叶家旁系，你还要维护他吗？叶天雄质问道。二哥，明明是叶申康想要强占小璇的家，身为旁系，竟然对嫡系这般，你说他该不该被教训？叶璇爷爷反问。其实最开始叶璇爷爷就过来了，但他没有着急出手。叶璇爷爷明白，身为一个旁系，哪怕是身份最高的嫡系，敢针对小璇，背后肯定是有人的。果然，叶天雄主动跳了出来，这下就轮到他出手了。如果这件事我要管一管呢？叶天雄开口。那我只好奉陪了。刹那间，5皇级大战一触即发。你们这是做什么？让其他人看我叶家的笑话吗？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一个精神矍铄的银发老者在无数人敬仰的目光中走了过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叶家目前的代理家主，同时也是叶璇爷爷和叶天雄的大哥叶南风。帝都叶家家主，也就是叶璇的太爷爷，几年前就离开了帝都，去寻求机缘突破了。而叶家的管理大权就暂时交给了叶南风这个大儿子。从某种程度来说，叶南风算是目前的叶家第一人。叶璇，先把人给我放开，我叶家有家法，有什么问题可以用家法来处理。叶南风命令叶璇。叶家的家法规定，在私底下是不允许内部人相互残杀，有什么事情必须要用家法来处理。这不仅是叶家的家法，其他家族大都也是这样。听到没？叶璇，代理家主都发话了，把剑给我放下。叶天雄狐假虎威，训斥叶璇，如果你敢杀人，那你就是我们叶家的罪人。见叶天雄甚至代理家主都来了，叶申康也不再惧怕叶璇。滚，小子，没听到代理家主的命令吗？叶申康训斥叶璇，敢针对我，针对玉妃姐，这就是下场。叶璇冷哼一声，手中飞剑一挥，刹那间身为叶家最重要的旁系成员叶申康人头落地。刹那间，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在场的人谁都没想到，连代理家主都来了，叶璇竟然还敢当众杀死叶申康。叶璇的胆子这也太大了吧！众人惊愕，尤其是叶天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代理家主拿下叶璇这个不把家法放在眼里的逆子。叶天雄当即叫嚣。在愤怒之中，叶天雄突然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了。一个旁系死了就死了，可是叶璇是当着所有人，尤其是叶南风的面，把叶申康给杀了，他公然触犯了家法。这样一来，就连老三都保不住叶璇。叶璇，你过了。叶南风冷声开口。作为代理家主，叶南风在叶家的口碑还是很好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且实话实说，叶璇成为了帝都大学的高考状元，证明了自己的无限潜力。作为叶家的代理家主，叶南风是很看好叶璇的，毕竟家族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后辈，对家族来说那是大喜事啊。如果刚才叶璇不杀叶申康，那几个旁系和供奉死就死了，他还能想办法把事情按下去。但现在当着自己以及叶家所有成员的面，叶璇公然杀死了叶申康，事情闹大了，哪怕他在欣赏叶璇，也不可能包庇他。叶璇，你触犯了家法族规，你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叶天雄冷笑着说道，他仿佛已经看到叶璇被逐出家族了。叶璇今天注定完蛋了。叶申康公然派人强占我家的房子，甚至要杀死玉妃姐，是他先动的手，先触犯的族规，我为什么不能杀他？叶璇反问。代理家主的确是叶申康先派人动手的。叶璇爷爷也站出来反驳叶天雄，按照家族的族规，率先内斗，针对自己人的，不管是旁系还是嫡系，也要收到家族最严厉的处罚。有什么证据吗？叶南风询问。如果是叶申康先动手，先触犯的家法，事情就不一样了。代理家主，证据在我这。这时苏玉飞站出来，把叶申康签的那份字据交给了叶南风。事情是这样的，苏玉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叶南风接过来一看，上面的签字的确是叶申康本人的。一时间现场议论纷纷，叶申康先挑起的事情，而且他还是一个长辈，却如此针对对付小辈，甚至还派人动手，这的确触犯了族规，有些太过分了。更何况叶申康还是一个旁系。一时间舆论的风口有点变了，就算是叶申康先挑起的，也应该用家法来处理。叶璇，你凭什么私下处理叶申康？更何况叶申康对家族多么有用，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帝都大学学生，怎么能和他比？叶天雄反问。按照你的意思，谁对家族重要，谁就有理了。既然这样，说着，叶璇随手一丢，一件东西朝叶南风飞去。叶南风接过那件东西一看，瞬间瞪大了双眼。叶璇，这……叶南风不可置信地看着叶璇，这是帝都大学的副校长亲自给我的。叶璇淡淡的开口。好了，
是叶申康率先挑事情。不过叶璇越过家法杀人，的确不对。这样吧，罚掉叶璇1年的家族修炼资源，作为处罚。叶南风最终下了定论。听到这句话，叶天雄瞬间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这和他想象中的把叶璇逐出家族完全不一样啊！作为帝都的大家族，叶家对年轻一辈的修炼格外上心，会每月给予一定的修炼资源，可并不多。罚掉的叶璇1年的修炼资源加起来，还不如一块原石的1%价值高呢。这处罚等于完全没有，凭什么就这点处罚？对啊，代理家主，就算不把叶璇逐出家族，怎么也要关他3年的禁闭。代理家主，我们不服！叶天雄那一脉的人纷纷开口，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代理家主，你凭什么这么做？你是公认偏袒叶璇？叶天雄叫嚣叶南风，凭什么这么做？就凭叶璇是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说着，叶南风把叶璇丢给他的那块令牌展示了出来。刹那间，全场哗然。卧槽！卧槽！卧槽！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都是5皇级强者，或者是作用堪比5皇级强者的人。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在帝都的各个大势力都是座上宾，这个身份可比叶天雄要厉害不少。毕竟帝都大学的实力远超叶家，算是帝都最厉害的大势力之一。叶璇不是只是帝都大学的普通学生吗？怎么突然成了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啊？牛逼啊！他才18岁啊！18岁成为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这是什么逆天成就？叶璇绝对是我叶家有史以来最厉害、最优秀的年轻一辈了，没有之一。叶家众人议论纷纷，一时间对叶璇崇拜极了。毕竟18岁就成为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这个身份可太牛逼了。至于叶天雄等人，看着叶南风手中的帝都大学顶级供奉令牌，一个个脸色煞白，仿佛被雷劈了一般，僵在那里。叶璇是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开什么玩笑？叶天雄一脸的不可置信。要知道，严格来说，叶璇这个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身份，甚至比自己这个叶家三爷的身份要厉害一点啊！毕竟帝都大学的实力太强了，这是叶天雄不能接受的。他是谁？他可是叶家的2爷，家主的2儿子，足足比叶璇这个小家伙高了2个辈分呢。结果现在，叶璇这个孙子辈的小家伙，竟然身份比他还厉害，这还得了？叶天雄那一脉的人脸色也是难看到了极点。叶璇一个小辈，骑在了他们的头上。不，这块令牌绝对是假的！叶天雄坚定地说道。叶璇一个刚上帝都大学的小辈，怎么会成为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这不合理啊！叶天雄质问。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可都是5皇级，或是身份地位堪比5皇级的厉害人物。叶璇今天才18岁，怎么可能那么厉害？你不相信？那你自己看去吧。叶南风把叶璇的令牌交给叶天雄。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令牌可是有无比珍惜的玄铁打造而成，单单是这一块令牌的价值就十分恐怖，堪比一个5皇级的宝物。看就看。叶天雄一把接过令牌，可刚拿到手上，叶天雄就感觉到了这块令牌的重量比同样大小的令牌要重上好几倍，同时一个冰冷的感觉席卷叶天雄的全身。叶天雄还是不肯相信，于是他动用自己的9成力气，用指甲在这块令牌上划了一下。按理说，以叶天雄5皇级的修为，这么一下，别说一个令牌了，就算是最坚固的物质金刚石都能被他直接变成碎末。可现在这块玄铁令牌却安然无恙，甚至都没有一点划痕。这竟然是真的玄铁！叶天雄更加不敢想象了。既然这块令牌真的是玄铁，那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令牌了。毕竟敢拿玄铁这种顶级材质打造一块几乎是毫无用处的令牌，也只有帝都大学这样底蕴雄厚的大势力才能挥霍得起的。叶璇真的是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啊！叶天雄痴痴的嘀咕。至于怀疑这块令牌是叶璇偷的，那他宁可相信叶璇是帝都大学的顶级供奉。从那么多5皇坐镇的帝都大学偷一块珍贵的顶级供奉令牌，这比叶璇成为顶级供奉更加疯狂。老二，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包庇叶璇吗？叶南风质问。不，叶天雄不甘心的回答。我服从代理家主的决定。叶天雄抱拳，这次他算是输得彻彻底底。叶璇当着他以及叶家所有人的面，杀了站在他这边的叶申康，狠狠打了他的脸。叶天雄是真的想不明白了，帝都大学为什么那么看重叶璇啊？竟然连顶级供奉的令牌都交给了他，难道叶璇的潜力就这么厉害了？旁边叶璇爷爷脸上则是露出了无比自豪的表情。走！叶天雄阴沉着脸，无奈的带着他们这一脉的率先离开了。好了，今天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大家都散了吧。叶南风命令。是。众人纷纷点头。不过在离开前，众人还是震撼的看着叶璇。从现在起，叶家所有人都需要仰视叶璇。叶璇杀人立威的想法也达成了。就在叶璇想和苏玉飞离开的时候，老三、叶璇，你们跟我来，我和你们聊一下。叶南风突然看向叶璇和叶璇的爷爷。好。叶璇爷爷点头。玉飞姐，你稍等我一下。叶璇和苏玉飞说了一句，也跟了上去。其实叶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叶璇太爷爷有3个儿子，其中就属叶南风的修为最高，能力最强，而叶家的下一任家主也必然是叶南风。可问题是，叶南风之后呢？叶南风只有5个女儿，并没有1个儿子，而且叶南风的这几个女儿也很普通，不可能出现什么女家主。
叶南风也明白，所以管理家族时他没有什么私心，一切为了家族，口碑也很好。而叶南风之后，叶家的第3代家主大概率要从叶璇爷爷和叶天雄这2脉中挑选，这也是为什么叶天雄一直针对叶璇以及叶璇爷爷那一脉。最开始叶天雄针对叶璇时，只是想打压叶璇爷爷那一脉而已，可随着叶璇成为帝都大学的高考状元，一切都不同了。此刻叶天雄想的更多的则是想针对叶璇，毕竟叶璇展示出来的潜力太可怕了，甚至堪比夏青年。这还是他们不知道刚才在帝都大学中叶璇登天阶事情的情况下。原本叶家年轻一辈中最有潜质的第一人是叶天雄的孙子叶文兴，可随着叶璇的强势崛起，叶文兴的光芒被叶璇给狠狠地压了下去。如此一来，那叶家之后的第3代家主很有可能会落到叶璇爷爷那一脉，甚至还有可能直接跳过叶璇父亲那一辈，直接传给叶璇。因此叶天雄才那么想针对叶璇，甚至把叶璇踢出叶家。只要能把叶璇逐出叶家，那以后叶家就是他们那一脉的天下了。几分钟后，在叶南风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间书房。叶璇，虽然我不知道帝都大学为什么聘请你为顶级供奉，但我代表家族祝贺你，这也算是我叶家的一件大喜事。叶南风开口，父亲不在，作为代理家主，为了表示对你的祝贺，我送你一件特殊的宝贝。叶南风继续说道。哦，叶璇来了一点兴趣。说着，叶南风严肃地从一个暗格中拿出了一个巴掌般大小的紫檀木盒，能被叶南风如此保管与重视，这件东西绝对不凡。紧接着，叶南风缓缓打开了紫檀木盒，露出了里面神秘宝贝的真容，那是一块鸡蛋般大小但金色的神秘金属。当叶璇爷爷看到了叶南风拿出的这件东西后，顿时惊呆了。百转金刚，大哥，你这件礼物太贵重了。叶璇爷爷忍不住感慨，百转金刚是一种和玄铁差不多的珍稀材料，面对百转金刚，哪怕是5皇级武者都会十分心动的。看着叶南风竟然送给自己了一小块百转金刚，叶璇眼前一亮。虽说百转金刚和自己那块顶级供奉的玄铁是一个级别的材料，但这块百转金刚可是有玄铁无法媲美的好处，那就是自己的蚀骨虫。如果吞噬掉它，可以让蚀骨虫提升一个等级。百转金刚是炼制兵器的上等原材料，可这么点百转金刚炼不成什么有用的兵器，更何况叶璇手中现在有飞剑了，百转金刚可万万无法相比的。既然这样，不如把它喂给自己的蚀骨虫，让蚀骨虫更上一层楼，对后面自己培育噬仙虫也有帮助。叶璇，给。叶南风主动把这块百转金刚交到叶璇的手中，这算是家族对叶璇的奖励，也算是我个人对叶璇的一点祝贺吧。叶南风微笑着对叶璇的爷爷说道。叶南风这么做，一是出于公心，毕竟他是代理家主，赏罚要分明；其次出于私心，叶南风自然看出来叶璇的无尽潜力，反正叶家的第3代家主不可能是他这一边了，那为什么不趁着叶璇还年轻，投资一下，拉近关系呢？多谢代理家主了。叶璇客气的回应。这么客气干什么？私下里叫我大爷爷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叶南风和善的说道。叶璇点头，对这个大爷爷印象不错。现在得到了百转金刚，有一个问题就摆在了叶璇的面前，那就是这款百转金刚只有鸡蛋般大小，估计最多也就能让10只蚀骨虫更上一层楼。后面叶璇要在那上1000只蚀骨虫中好好挑选几只，重点培养了。简单聊了几句后，叶璇和爷爷从叶南风这里离开。在回去的路上，叶璇突然想到了曾经的江南第一炼丹师九火真人在帝都炼丹地的事情。叶璇只是从九火真人的笔记上知道，他在帝都炼丹之地有着对自己无比重要的7黄血藤，但这个炼丹之地的位置叶璇却不清楚。叶璇询问爷爷，问他知不知道九火真人的事情。叶璇爷爷的确听说过1.9火真人的事情，但知道的也不多。于是叶璇就请爷爷帮忙调查一下当年九火真人在帝都的情况资料，到时候叶璇稍微研究一下这些资料消息，差不多就能确定九火真人在帝都的炼丹之地在什么地方了。当然了，叶璇没有告诉爷爷自己寻找九火真人在帝都的资料是什么原因，只是告诉爷爷自己想学一下炼丹。好，我一会儿就派人去调查，有消息后我立马告诉你。爷爷点头。之后叶璇见到苏玉飞，来都来了，爷爷主动留下叶璇和苏玉飞2人一起吃饭，叶璇便没有推脱。就当叶璇这边在吃饭的时候，帝都秦家大长老秦乾坤知道了冒充赵家之人袭击叶璇失败的消息。至于他怎么知道的，很简单，因为有人看到叶璇光明正大的走进了叶家，而他派去的手下则是无影无踪了。至于他手下是什么下场，那还用说吗？不好了，大长老，刚才帝都大学里传来消息，叶璇登顶了帝都大学中著名登天阶。又有消息传来。什么？你说什么？叶璇登顶了帝都大学中的那个什么登天阶？秦乾坤更加坐不住了，这可就麻烦了呀。他听说过帝都大学的登天阶考验的是自身潜力等，帝都大学成立至今似乎登顶登天阶的人也没多少人，现在叶璇登顶了，那就说明叶璇的潜力强大的可怕。瞬间秦乾坤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现在叶璇绝对是帝都大学重点关注的对象了，而且叶璇还来了帝都，又有叶家在，他想要弄死叶璇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不过叶璇的潜力越大，他弄死叶璇的想法就越是坚定。现在不趁着叶璇还没有成长起来，把叶璇这个大祸患给除掉，万一什么时候叶璇彻底成长起来，那还得了？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啊！秦乾坤陷入沉思。大长老，我一个计划，只不过……旁边一个秦乾坤的心腹欲言又止。只不过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快说！秦乾坤命令。只不过有点歹毒，如果成功了还好，如果不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心腹回答：歹毒？呵呵，歹毒又如何？对付敌人，再歹毒也无所谓。你说吧，你的计划究竟是什么？秦乾坤询问。见此，心腹上前，在秦乾坤耳边小声说道：大长老，你看这个机会如何？说完后，心腹忐忑地问道：非常好。秦乾坤脸上浮现出阴冷的笑容。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这次动手的人依旧不能是我们秦家的武者，明白吗？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秦乾坤还是补充了一点。明白。得到了秦乾坤的认可，并且还得到了秦乾坤的大力支持，拿着一大笔钱元时，心腹立马去安排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晚上11、2点，月黑风高，阴云密布。别墅中，苏玉飞已经休息了，而叶璇则是一个人走出了别墅。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时。叶璇冷冷地说道：今天可是一个动手的好时机啊！今晚杀戮阁地都分布，是时候永久消失了。叶璇可没有忘记这个该死的杀戮阁，只不过今天是他第一天来帝都，白天太忙了，没时间。现在他有时间了，是时候送杀戮阁地都分布的人归西了。杀戮阁帝都分部隐藏在帝都的一处工业园区内，而在这个工业园区的附近还有好几个帝都的大势力。杀戮阁帝都分部就藏在这几个帝都大势力的旁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此刻在杀戮阁地都分部中，一众高层们正在讨论着。前不久，叶璇在金陵的落霞山特意放走的那个丁雨秋，已经把金陵以及东南几省的杀戮阁所有成员被神秘男子杀死的消息告诉了这些高层们。大人们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总部啊！丁雨秋再次叮嘱。放心，我已经上报总部了。一个4品武尊点头。东南几省分部失联的事情，总部前几天就知晓了，他们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就算我们不汇报，总部人也肯定会知晓的。敢对我们杀戮阁的人动手，总部是不会放过他的。另一个5品武尊补充，作为杀戮阁实力最强的分部，单单是武尊境的强者，帝都分部就有10余位。那就好，那就好啊！丁雨秋松了一口气。不过几位大人，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啊。那小子和我们杀戮阁有仇，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杀到我们这里来了。丁雨秋担忧地说道。切，杀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也配？就是东南几省那几个分部实力都弱得可怜，他们的实力远远无法和我们帝都分部相比。如果那小子敢杀到我们这里来，看我怎么把他五马分尸！听到丁雨秋的话，杀戮阁帝都分部的众多武尊不屑一顾，压根没有把叶璇放在心上。东南几省的那几个杀戮阁分部最强的连武尊境都没有，可他们这里足足有10几个武尊境的强者，还怕那小子杀上门来？那小子杀上门来就好了，我们正好杀了他，去向总部邀功。几人中实力最强的那个5品武尊巅峰，并且即将突破的孙长老笃信的回答。咚！只是还没等孙长老的话音落下，只听到一声巨响，他们杀戮阁地都分部的大门被人一脚给踹飞了。刹那间，杀戮阁地都分部内警报四起，还真来人了！现场那10几个武尊一愣，走啊，我们立功的时候到了！瞬间，那10几个武尊境强者无比兴奋地朝大门而去，一个个激动坏了。没一会儿，这10几个武尊就见到了正缓缓朝帝都分部里面走来的叶璇，并且在同一时间，他们看到了令他们毛骨悚然的一幕。因为叶璇明摆着是外敌入侵，因此不用这些帝都分部的高层命令，杀戮阁地都分部的普通成员就开始攻击叶璇了。只是这些杀戮阁的普通成员还没有靠近到叶璇身前，只是在距离叶璇10米左右的地方，一个个身体全部炸开，化成了血雾。随着叶璇越往里走，这些冲上来的杀戮阁普通成员没有一个例外，全部炸开。刹那间，这10几个帝都分部的高层被吓坏了，这是什么可怕的手段啊？只是稍微有点靠近，身体就爆炸了。这是妖术吗？你们终于出来了！看着冲出来的10余个武尊境，叶璇脸上露出了和善的笑容。今晚杀戮阁地都分部的成员一个也逃不出去。是他，就是他大人！丁雨秋第一眼就认出了叶璇便是当初金陵之人，连忙喊道：这小子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大家小心！帝都分部的这些高层们再也不敢小瞧叶璇了，一个个如临大敌。让我先来会会他。一个5品武尊站了出来，因为事情突然，他没有来得及拿武器出来，于是这个5品武尊走到一旁，稍一用力，直接把旁边一个重达万斤的钢柱抱了起来。去死吧！挥动着手中重达万斤的钢柱，这个5品武尊狠狠朝叶璇打来。看他那架势，是要把叶璇给砸成肉饼。只是还没等他冲到叶璇面前，叶璇只是隔空稍微一挥手，瞬间，这个5品武尊境手中的硕大钢柱就不受控制，
直接从他手中挣脱出来，并且慢慢漂浮到了空中。这个武平武尊立刻看傻了，这是什么手段啊？感觉到不妙，这个武平武尊连忙扭头朝回跑去。他刚跑出去几米远，叶璇直接隔空操控着这个钢柱，狠狠朝那个武平武尊砸去。砰！只听见一声巨响传来，这个武平武尊来不及有任何抵抗，直接被砸死。杀戮阁剩余的那10几个武尊，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都被叶璇恐怖的手段给吓懵了，连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身为武平武尊境的冯长老就这么被砸死了，这家伙的实力这么强吗？这10几个武尊境被吓得脸色惨白，身体都不由往后了几步。你们杀戮阁地都分部就这么点实力吗？连武皇级的武者都没有？叶璇无比嫌弃地问道。他还以为杀戮阁帝都分部中最起码有一位武皇级的武者在，结果就10几个武尊境。小子，你以为武皇级武者是大白菜吗？我们一个分部哪里来的武皇级武者？一个4品武尊忍不住说道。杀戮阁的实力的确很强，拥有不少武皇级强者，甚至远超叶家、秦家等，堪比帝都大学。但问题是，那些强者都在杀戮阁的总部坐镇，不可能在这些分部。可惜我们会长前天去总部汇报事情了，不然凭借他8品武尊境的实力，也足以灭杀你。另一个3品武尊境无比遗憾地说道。对，小子，你别猖狂，最多3、5天，不仅是我们会长，还有总部的强者，甚至是武皇级的强者会来帝都，到时候你必死无疑。现场实力最强的那个孙长老吓唬叶璇。哦，听这个孙长老这么说，叶璇忍不住笑了，自己还没问，这家伙就把自己想知道的情报主动告诉了自己。过2天，杀戮阁总部的人会来帝都，甚至有可能来的是武皇级，这可太好了。叶璇正觉得手痒，杀几个武尊不过瘾呢，正好拿这个杀戮阁的武皇活动一下，我们一起动手。孙长老突然大喝一声，命令道。一时间，杀戮阁的10余位武尊境强者一起出手杀向叶璇，一时间声势浩大，摧枯拉朽。10余位武尊强者一起出手，声势太大了，一时间惊动了附近的几个帝都大势力中的强者，在他们的总部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这几个帝都大势力强者纷纷带人好奇地朝这边来。杀戮阁帝都分部中，叶璇面对这10几个最强也不过是5品武尊的杀戮阁高层，都懒得动手，别说武皇了，连上品武尊都没有。去吧。叶璇打开通天塔的第1层，把那上千只成熟期的蚀骨虫全部释放了出来。这么多蚀骨虫，解决这些人轻而易举。叶璇正好要从这1000只蚀骨虫中挑选10只左右，用来让他们吞噬代理家主送给自己的百转金刚，正好趁着现在好好观察一下他们，看看能不能挑选出来。出来后，蚀骨虫分成了10几群，分别朝那10几个杀戮阁武尊冲去。很快，这些蚀骨虫便占据了上风。叶璇也在观察着。没多久，叶璇便找到了第1只合适的蚀骨虫。这只蚀骨虫的体型几乎抵得上普通蚀骨虫的2倍大小了，而且异常凶猛，身体的颜色也更为漆黑。就它了。叶璇选定这一只蚀骨虫后，一挥手便把它隔空给控制了过来，然后放到了最初的那个特殊布袋之中。这个特殊布袋没办法存放上千只成熟体的蚀骨虫，但只存下10几只或者是鸡10只完全没问题。之后是第2只、第3只，最终叶璇一共选出来6只蚀骨虫，还差4只。这种事情是宁缺毋滥的，因此叶璇并没有继续挑选，然而打算让剩余的这些蚀骨虫继续发育，后面再挑选。随着叶璇挑选完毕，杀戮阁的这10几个武尊境武者一个不剩。逃啊，快跑！看着武尊境的大人们几乎在眨眼间的功夫就被吞噬的什么都不剩下了，杀戮阁帝都分部中的普通成员们一个个慌了神，纷纷扭头朝4处跑去。叶璇一个念头闪过，这些蚀骨虫也朝他们追去。最终杀戮阁帝都分部的人一个不剩。虽然从那个5品武尊的口中知道了帝都分部的会长去了他们杀戮阁的总部，而且过几天就会和总部的人一起回帝都，但这里毕竟是杀戮阁最重要的一个分部，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其他重要消息或者是宝物之类的。于是叶璇便在帝都分部中搜索了一番，最终叶璇还真的发现了一间隐藏的非常深的密室。这座密室8成连那10几个武尊都不知道。叶璇猜测这里估计是帝都分部的会长存放特殊东西的地方。这座密室中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放到外面都能引起不小的轰动。首先是几瓶对武尊境武者很有帮助的丹药，可惜叶璇用不上。不过这几瓶丹药放到外面，价值最起码有70、80块原石，甚至更多。叶璇右手一闪，这几瓶丹药就落到了叶璇的通天塔之中。之后叶璇又从这间密室的几份文件中找到了一份关于帝都外寒冰武皇墓的资料，甚至还包括了寒冰武皇墓的内部结构图，以及寒冰武皇墓中有可能存在宝贝的地方。叶璇手中已经有了开启寒冰武皇墓的钥匙，现在再得到了这份地盘，那简直是如虎添翼。既然一切都凑齐了，那明天自己就去寒冰武皇墓瞧瞧，看看被堂堂无极门惦记的寒冰武皇墓之中究竟有什么宝贝。之后叶璇又从密室中找到了几件珍贵的药材，以及一件用特殊材质打造的短剑。那把短剑哪怕是武尊境的战斗中都能提升拥有者的战斗力。
叶璇虽然用不到，但它价值也不菲。叶璇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东西全部收了起来。不愧是杀戮阁最重要的分部，这里的油水的确够多。叶璇感慨，从这个密室中搜刮了一圈，他最起码得到了价值300块原石的宝贝，这几乎是某些一品武皇的全部身家了。加上之前得到的，以及这个月还没有领的帝都大学顶级供奉的50块原石，叶璇现在的身价都快和2品武皇差不多了。就在叶璇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旁边一个用来装饰的字画有点问题。叶璇上前一把这幅字画给弄了下来，瞬间一个暗格暴露在叶璇的面前。叶璇虽然没有开启暗格的钥匙，但他有办法打开它。想着，叶璇直接放出了几只石骨虫，没一会儿，这把无比坚硬的锁便被吃掉了。锁没了，叶璇打开暗格一看，里面只有一封信，能被杀戮阁帝都分部的会长特意藏在了密室的暗格之中。这封信或许才是整个密室中最重要的东西。想着，叶璇拿出了这封信，并且打开认真看去。叶璇打开一看，这封信是杀戮阁总部的人写给杀戮阁帝都分部会长的。总部的人告诉帝都分部的会长，那件至宝的下落一定要严格的封锁，整个分部除了他之外，绝不允许有第二个人知道，并且只有等总部的强者来了，帝都分部的会长才能行动。单凭帝都分部会长8品武尊境的修为，压根不可能成功。看完这封信，叶璇大体明白了，大概率就是杀戮阁帝都分部的会长意外发现了一件至宝，并且上报给了杀戮阁总部。总部的人异常重视，甚至暗示分部会长为了保密，杀了分部内其他知情者，杀人灭口，只允许他自己知道。8品武尊成功不了，而且惊动杀戮阁总部的人亲自来，这件至宝绝对不简单啊！这次杀戮阁帝都分部的会长去总部，8成也是因为这件至宝的原因。既然是至宝，那我只好笑纳了。叶璇淡淡一笑，既然杀戮阁如此重视这件至宝，叶璇自然要插一脚了。到时候不仅能解决杀戮阁的武皇级强者，还能得到一件至宝，一举两得啊！拿上这封信，叶璇迅速离开了杀戮阁的帝都分部。叶璇前脚刚走，后脚周围几大势力的人都来了，现场一具尸体都没有留下。这几大势力搜索了一番，也查到了一些线索，知道了这里是杀戮阁的帝都分部。杀戮阁的帝都分部竟然建在这里，几人感慨不已。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刚才那惊人的波动，绝对是有很多武尊境一起出手才能形成。可问题是，为什么杀戮阁帝都分部内一个人都没有呢？有人若有所指地问道：“你是说杀戮阁帝都分部被人给血洗了？杀戮阁的所有人全部被杀，甚至连尸体都处理掉了？”有人说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我的天，能血洗杀戮阁帝都分部，这家伙的实力也太恐怖了吧！不仅是实力恐怖，而且他敢和号称大夏第一杀手组织的杀戮阁公然作对，这是多大的底气啊！”帝都要起风雨了。后半夜，就在叶璇休息时，大夏某处沿海之地，一小群人悄悄从船上登岸。这一小群人都穿着东瀛忍者的衣物，并且训练有素。大人，我们到大夏了。有人看向为首的那个身材瘦小的老者，这个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东瀛6大忍者家族之一的明尾忍者家族的强者明尾智夫。外界都流传明尾忍者家族的最强者只是终极神忍，其实都错了。作为东瀛6大忍者家族之一，明尾忍者家族传承100多年，底蕴远不止如此。而眼前这个明尾智夫，便是明尾忍者家族的最强底蕴之一，一位真正的上级神忍，堪比上品武尊，也就是7到9品武尊境的强者。明尾家族是出了名的护短，尤其是身为下级神忍的明尾盛彦被叶璇在南火岛外杀死后，明尾忍者家族暴怒。要知道，明尾盛彦可是明尾家族精心培养，就这么被叶璇杀死了，这个仇明尾家族必报。于是，身为明尾忍者家族底蕴的明尾智夫出山，亲自带人来到了大夏，要为明尾盛彦报仇。当然了，身为堂堂的上级神忍，明尾智夫出山报仇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明尾智夫要在大夏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事情才是明尾智夫来大夏最关键的原因。明尾智夫他们等待了一会儿，一个神秘的6品武尊过来了，双方互相对了暗号，确定了对方的身份。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简单说了几句后，这位6品武尊在前面带路，明尾智夫带着明尾家族的强者们跟在后面，直奔帝都而去。第二天上午，叶璇出发，直奔帝都外的寒冰武皇墓。寒冰武皇是一位4品武皇，当初在帝都赫赫有名，而寒冰武皇墓的位置在帝都也不是秘密，毕竟曾有好几个大势力曾试图强行进入寒冰武皇墓取宝，但大都失败了。叶璇只是稍微一打听，就知道了寒冰武皇墓的具体位置。能被帝都这么多大势力惦记，叶璇肯定这位寒冰武皇墓绝对不简单。这次他一定有不小的收获，因为寒冰武皇墓是著名的藏宝地，在寒冰武皇墓的周围，常年有不少帝都大势力的探子秘密监视着这里的一切。而在这些监视者之中，实力最强的便是无极门的人。无极门足足有2位6品武尊蹲守在这里。无极门中的一位大人物，无极门长老雷万里，对寒冰武皇墓中的一件宝贝垂涎不已，但又无法强行打开寒冰武皇墓，因此只能派人在全国各地寻找寒冰武皇留下来的那对玉佩钥匙。上次
叶璇在金陵杀死的那个无极门的人，便是雷万里的心腹之一。而无极门的这2个6品武尊，也是雷万里特意留在这里的。2个6品武尊实力不算弱了，如果寒冰武皇墓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足以应对了。1个多小时后，叶璇来到了寒冰武皇墓前。寒冰武皇墓除了这些探子之外，还经常有武者来碰运气寻宝，因此叶璇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而且叶璇离开帝都时间太长了，认识叶璇的人也不多。叶璇正大光明地走进了寒冰武皇墓悠长的墓道，因为多次被进攻，寒冰武皇墓原本深埋地下的墓道早已被挖掘了出来。走完了长达数百米的墓道，叶璇被一座巨大的石门拦住了去路。这扇石门上有着强大的阵法，别说普通武者了，就算是几位武皇级联手都破不开。而这扇石门就是守护寒冰武皇墓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卡。在石门的上面有着一个圆形的凹陷处，并不大，很明显这里便是开启寒冰武皇墓的关键。叶璇从通天塔的第1层把那2块玉佩拿了出来，然后放到了这个凹陷处。随着玉佩放入，一道刺眼的金光从石门的这一小块凹陷释放出来，紧接着石门开始晃动起来，整个地面剧烈抖动。在叶璇的注视下，原本封闭了不知道多久的石门缓缓打开，露出了一条幽深的隧道。紧接着一股刺骨的寒气从里面冲出，哪怕是9品武尊感受到了这股寒气都会胆战心惊。寒冰武皇墓正式开启，在石门打开的瞬间，那2块玉佩主动飞落到叶璇的手中。看样子后面还有用到这2块玉佩的时候，叶璇把它们收了起来，然后大步踏入寒冰武皇墓之中。出什么事情了？怎么地面晃动起来了？外面那几家帝都大势力的探子无比惊讶，不会是寒冰武皇墓发生意外，或是开启了吧？如果寒冰武皇墓真的开启了，那绝对是轰动整个帝都的大事件。下一秒，这10余位探子在第一时间朝寒冰武皇墓中冲去。无极门长老雷万里安排在寒冰武皇墓前的那2位心腹只冲进去了1位，另1位则是立马通知雷万里前来。叶璇在寒冰武皇的通道中前进着，越往里那股寒气就越恐怖。在这股寒气之下，估计就算是厉害一些的武尊都在里面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要赶快离开，不然的话会变成冰雕的。根据叶璇从杀戮阁帝都分部密室中找到的那份寒冰武皇墓内部的构造地图，叶璇率先朝距离他最近的一个耳室而去。耳室是墓葬之中专门放置陪葬品的地方，那里绝对有东西。很快，叶璇来到了那处耳室的前面，在这座耳室的左右两侧有着2具石头雕刻成的人形雕像。如果是外人看到这2座石雕，不会有什么察觉，在墓中有石像不是很正常吗？可叶璇在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2座人形雕像的不同，这可不是2座人形雕像，而是2具威力堪比6品武尊境的石头傀儡。叶璇向前一步，瞬间这2具石人傀儡被触发了，2具石人傀儡挥动着硕大的石拳，狠狠朝叶璇打来。叶璇双眼中寒芒一闪，瞬间这2具石头傀儡立马被定住。很多大势力喜欢制造一些实力强悍的傀儡，用来保护势力内重要的人，或是在镇守在自己的势力之中。因为制作傀儡相当麻烦，而且想要制作厉害的傀儡就需要珍贵的材料，因此傀儡的价值往往高得离谱。再加上傀儡没有思想，不会产生2心，也不惧生死，使得傀儡成为众多武者追捧的对象。尤其是那种实力高的傀儡，价格惊人。眼前这2个实力堪比6品武尊境的傀儡，如果拿到帝都上拍卖，绝对会拍出天价来。叶璇右手一挥，直接把这2具实力堪比6品武尊境的石人傀儡给收进通天塔的第1层。这2具石人傀儡可是好东西啊！没想到自己还没有正式寻宝，就得到了2具实力堪比6品武尊的傀儡。这次在寒冰武皇墓，他的收获绝对少不了。更何况这里只是寒冰武皇墓中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寒冰武皇墓中还有好几处。如果这几处地方都有这样的石人傀儡，那叶璇这次就没有白来。想着，叶璇踏入这个耳室之中。这座耳室之中，很多陪葬品都因为年代太长，损坏的差不多了。而在这座耳室的最中间，也是整个耳室中最珍贵的那件宝物，却依旧完好无损。那似乎是一大堆石雕零件之类的。叶璇上前查看，扫视了一眼，叶璇瞬间明白这是什么了。这一大堆石雕零件和叶璇收起来的那2个石人傀儡是一种东西，只不过这一大堆石雕零件还没有彻底拼凑起来，算是半成品。而且更离谱的是，这一堆的石雕零件是一尊武皇级傀儡的零件。武皇级的傀儡如果传出去，整个帝都的所有大势力都会惊动的。要知道，这种级别的傀儡，别说叶家、秦家这些大家族了，就算是无极门，甚至帝都大学这种顶级大势力都不一定会拥有，那是绝对的重宝。叶璇仔细观察了一下，有点可惜，这里只是一具武皇级傀儡1/3左右的零件，不全啊。叶璇还是把它们收了起来，毕竟自己才探索了一处地方罢了。像这样的地方，寒冰武皇墓还有好几处，说不定那些地方有剩余的武皇级傀儡的零件。如果能凑齐这尊武皇级傀儡的零件，就太好了。想着，叶璇走出了耳室。你是谁？你是寒冰武皇的后人？叶璇刚走出耳室，有几个探子已经冲到了这里。扩造！叶璇不想和这几个探子废话，直接一挥手，
让他们永远闭嘴。紧接着，叶璇又去探索寒冰武皇墓其他的地方。另一边，帝都无极门之中，雷万里收到了寒冰武皇墓出现意外的情况，于是雷万里飞速直奔寒冰武皇墓而来。又过了一会儿，帝都其余的几个大势力，包括帝都赵家，他们也收到了各自的探子传来的消息，于是几大势力中的强者也纷纷带人直奔寒冰武皇墓而来。叶璇来到了第二处耳室，在这里依旧有着2个6品5尊境的10人傀儡。叶璇一个眼神就把这2具傀儡的控制权给夺了过来。叶璇再次把他们收进通天塔的第1层。在这第2处耳室中，叶璇又发现了1/3武皇级傀儡的零件。叶璇根据地图把整个寒冰武皇墓除了最重要的主墓室之外的其他地方全部搜刮完毕。叶璇一共得到了8具10人傀儡，其中实力最强的2具已经堪比顶级的7品5尊了。除此之外，叶璇也凑齐了那个武皇级傀儡几乎所有的零件。为什么说几乎呢？因为其他零件叶璇都找到了，但控制整个武皇级傀儡的那个最重要的零件叶璇没找到。不过这最后一个零件的下落叶璇差不多也知道了，他肯定在主墓室之中。于是叶璇便直奔主墓室而去。此刻在主墓室前，无极门的那2个6品5尊已经等在这里了。他们也有寒冰武皇墓的地图，只不过因为这个主墓室和最外面的石门一样被特殊阵法封印，需要钥匙才能打开，不然的话他们早就冲进主墓室寻宝了。等他们看到叶璇到来后，瞬间猜到是叶璇把整个寒冰武皇墓打开的。把钥匙交出来！2个6品5尊齐齐开口，他们觉得凭借自己的修为足以解决叶璇这个年轻一辈了。哦，原来这里也是需要钥匙的。叶璇感慨，难怪在开启了寒冰武皇墓后，那2块玉佩又主动飞到了叶璇的手中呢。小子，我们可是无极门的人，别逼我们动手。其中一个6品5尊拿无极门来威胁叶璇，他们害怕万一出手把叶璇逼急了，再把钥匙给毁掉。无极门的人很厉害吗？叶璇平淡问道。很厉害吗？好小子，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知道我们无极门的手段。2个6品5尊对视一眼，然后一左一右从2侧杀向叶璇。死！叶璇轻轻一击，刹那间这2个6品5尊直接变成了2团血雾。到死，这2个6品5尊都没想明白，叶璇一个年轻小辈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随着无极门的2个6品5尊死去，再也没人打扰叶璇。叶璇来到主墓室的前面，动用手中的钥匙轻松把主墓室打开。嗖嗖嗖！然而主墓室的门刚打开，无数箭雨便铺天盖地的射了过来。这太突然了，哪怕是一位7、8品的武尊在这里，稍一不留神也会被射成筛子的。这些箭雨的箭可不是一般的雨箭，而是用特殊材料打造的，威力惊人。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箭雨，叶璇只是一个眼神，瞬间这满天的箭雨直接被定在了半空之中。哗啦啦！叶璇念头一闪，这些箭雨立马掉落在地。叶璇踩着这些箭雨走进了主墓室之中。这间主墓室足足有数百平米，在主墓室的中间是一座硕大的冰棺，这座冰棺8成就是寒冰武皇的安眠之地。而在主墓室的左右2侧各有着一座石架，架子上摆放着的都是一些贵重的陪葬品。叶璇第一眼就看到了左边架子上的一件巴掌般大小、宛如玻璃一般的蓝色物品，那便是叶璇所寻找的那个武皇级傀儡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物品——傀儡之心。拿到它，那具武皇级傀儡就彻底凑齐了。叶璇回去一拼凑，瞬间就能得到一具完整的武皇级傀儡。叶璇当即走到了左边，先把这件傀儡之心毫不客气地收下了。寒冰武皇已经死去200年了，这座架子上的一些陪葬品也变成了灰烬。不过叶璇依旧从这个架子上得到了几件好东西。把这个架子上的东西一扫而空后，叶璇就打算去右侧的架子上继续探索一番。就在这时，有人来了。距离寒冰武皇墓最近的2个势力的强者纷纷带人冲了进来。这2个势力为首的分别是一位7品武尊和一位8品武尊，在他们的身后各自跟着10余位武尊境的武者。是你开启的寒冰武皇墓？那个7品武尊好奇地问道。叶璇压根没有搭理他，而是继续朝右侧的架子冲去。见叶璇敢无视自己，这个7品武尊顿时怒了，尤其是注意到叶璇的目的似乎是右侧架子上的珍贵陪葬品，这个7品武尊冷笑一声，想在我面前把寒冰武皇墓中的宝贝拿走？呵呵，摘星手！这个7品武尊动用自己最强的武技对叶璇攻击。见此，那位8品武尊就放弃了出手，他和这个7品武尊很熟，也知道对方的实力。老林出手，这小子必死无疑。随着这个7品武尊的出手，半空中一只由无视能量形成的大手狠狠向叶璇抓来。叶璇精神一动，一刹间飞剑激射而出，朝这只大手狠狠斩去。一剑之下，不仅是这只大手，甚至连大手后面的那位7品武尊直接被斩成了2半。看到这幕，现场那个8品武尊以及其他武者立马目瞪口呆，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变成2半的7品武尊，被吓傻了。刚才发生了什么？这个年轻人随意一剑，直接把一位堂堂的7品武尊给劈成了2半，开什么玩笑啊！看着叶璇，那位8品武尊内心害怕极了。既然这家伙能一剑秒了老林这个7品武尊，他这个8品武尊如果上去，岂不是去送死啊？连8品武尊都如此了，
更别说现场其他人。就在这个八平武尊产生退役的时候，又有帝都的大势力来了。这次来的足足有3个帝都的大势力，分别是帝都赵家、无极门以及帝都吴家。其中帝都吴家来的是一位半步武皇，而帝都赵家出现的则是一位1品武皇。至于无极门则是更为恐怖，来的是一位2品武皇，也就是无极门长老雷万里。除此之外，这3大势力每个都带了2、3位9品武尊。至于9品武尊之下的武者，3大势力带人的人加起来足够近100个，2个武皇级强者，1个半步武皇，7、8位9品武尊，这股阵容简直堪比帝都一个大家族的所有力量了。而这时叶璇也把右侧架子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拿走了。诸位大人，我们也是刚来到。最先到来的那个8品武尊连忙解释，是这小子打开的寒冰武皇墓，甚至还杀了一位7品武尊。诸位大人，我估计寒冰武皇墓中的宝贝都在他的身上呢。那位8品武尊连忙大吼，他这么说一方面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小命，一方面是想借着这3大势力的手杀死叶璇。3大势力2位武皇级强者以及无数武皇级以下的强者，对付这小子那不是轻而易举的吗？此刻在这个8品武尊的眼中，叶璇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听这个8品武尊那么说，刹那间这3大势力2大武皇级强者以及无数武皇级以下武者的目光纷纷落到了叶璇的身上。刚才他们进来时的确看到了叶璇从右侧的架子上取走了什么。不对，你是帝都大学那个高考状元叶璇。突然赵家的那个1品武皇认出了叶璇的身份。帝都大学，姓叶，无极门、吴家等人听到了这2个关键词也是一愣。赵武皇，他是叶家的人？无极门的雷万里好奇地问了一句。是的。赵家1品武皇点头，确定叶璇的身份。雷万里和吴家的半步武皇有些感慨，帝都叶家这是出了人才啊，能成为帝都大学的武道高考状元，这小子潜力有点厉害。小子，我不管你是怎么开启寒冰武皇墓的，只要你把从寒冰武皇墓中得到的宝贝都给我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吴家的半步武皇威胁叶璇，如果不是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也不愿意一口气把叶家以及帝都大学得罪了，尤其是帝都大学。雷万里想了一下也没有反驳，叶家他们堂堂的无极门不怕，可帝都大学就不同了，那可是不弱于他们无极门的大势力啊。东西已经归我了，如果你们不怕死，可以来拿。叶璇淡淡回答。见叶璇这么说，这3大势力的人都是一愣，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年轻小辈竟然敢对他们2个堂堂武皇级强者外加一个半步武皇如此说话，这小子是活腻了吗？雷长老，吴兄，这样吧，寒冰武皇墓中的东西我们赵家一件都不要了。突然赵家1品武皇语出惊人。听到这句话，别说吴家的半步武皇了，就连雷万里这个2品武皇都是一愣。如果赵家的武皇放弃，那寒冰武皇墓中的大部分宝贝可就是他雷万里一个人的了，到时候给吴家一点汤喝就行。不过现在赵家兵强马壮，为什么突然要放弃争夺呢？无极门和吴家的人都想不明白。我这么做自然有条件，而我的条件也很简单，那就是你们和我一起杀了这个叶家的小子，让他永远留在这里。赵家的1品武皇阴狠地看着叶璇，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哪怕是他都不好对叶璇下死手。虽然他们赵家和叶家是世仇，可他们赵家不敢和帝都大学公然作对啊。可如果放任一个和他们有着世仇的叶家之人，尤其还是一个妖孽成长起来，那他们赵家就有危险了呀。赵家1品武皇宁可放弃寒冰武皇墓中的所有宝贝，也要趁着叶璇还没有成长起来杀了叶璇。这次他要把无极门以及吴家都拖进来，那时就算帝都大学发现了是自己杀了叶璇，他们赵家也有2个盟友，也有底气。因此赵家的1品武皇没有对雷万里和吴家的半步武皇说叶璇是登顶过帝都大学登天阶的妖孽。登天阶的天才对帝都大学来说可太重要了，赵家1品武皇害怕说了，雷万里和吴家的半步武皇不敢对叶璇动手，彻底得罪死帝都大学。这里就我们几家势力，我们赵家退出，你们都能多得到一些宝贝，我们只要求必须杀了叶璇。赵家1品武皇再次强调，更何况这小子是宁死也不肯交出从寒冰武皇墓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你们想要取宝，也必须杀了他。雷万里和吴家半步武皇眼神中冒着光，眼神也更加凶狠起来。我答应了，我也同意了，杀了叶璇，面对他们3家，就算是帝都大学也要掂量，更何况现在的局面是不杀了这小子，他们也拿不到东西。既然这样，叶璇去死吧。瞬间2大武皇级武者，一个半步武皇对准叶璇准备出手，只是还不等他们行动，意外出现了。只见主墓室中心位置上的那处冰棺突然散发出了一股无比浓郁而且带着极致寒冷白色雾气，距离冰棺最近的一个无极门的9品武尊在接触到这股白色雾气的瞬间就被冻成了冰雕。下一秒，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这个冰雕突然猛地向后移动，最终靠在了那个冰棺之上。紧接着被冰封住的9品武尊的鲜血竟然慢慢流淌进了冰棺之中，诡异到了极点。雷万里刚想动手，只听到轰隆一声，原本大开的主墓室石门突然关闭，
一时间，所有人都被困在了主墓室之中。那股白色烟雾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多的武者被冻成了冰雕，然后被吸到了冰棺附近，血液也被冰棺吸收，众人成了待宰的羔羊。什么鬼？什么情况？雷万里和赵家的一品武皇都愣住了。就在他们两个诧异的时候，吴家的那个半步武皇也已经被冰封了。眨眼间的功夫，整个主墓室之中，除了雷万里、赵家的一品武皇，这2位武皇级强者之外，只剩下叶璇了。此刻，就连叶璇都有一点诧异，毕竟寒冰武皇已经死去近200年了，叶璇也没怎么注意这处冰棺，没想到最后冰棺发生了这样的意外。难道死人复活了？不过即便如此，叶璇依旧无比淡然，管他出现什么意外，就算是闹鬼了，叶璇依旧一剑斩之。该死去的，杀了我无极门这多人！雷万里大怒，突然出手，一拳狠狠打向那个冰棺。经历了雷万里这全力一击，那处冰棺依旧毫发无损，甚至都没有留下半点痕迹。此刻，白雾之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丝血红，然后不等雷万里以及赵家的那个一品武皇反应过来，这2人也全被冰封住了。被冰封住的2个武皇级强者瞬间被冰棺吸了过去，很快，他们的血液也被冰棺全部吸收。2个在帝都赫赫有名的武皇级强者就这么突兀的死去了。此刻，整个主墓室之中只剩下叶璇一个活人了。那股白色雾气蠢蠢欲动，似乎要对叶璇出手了。此刻，在叶璇的手中，飞剑出现。叶璇打算出手劈开这个冰棺，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感受到叶璇身上传来的煞气，原本蠢蠢欲动的白色雾气突然平静下来，并且还有一丝丝的发抖，似乎有些害怕叶璇。轰隆隆，原本紧闭的主墓室石门突然打开了。同一时间，一个散发着恐怖寒气的冰河从冰棺下方被白色雾气慢慢托举了过来，最终白色雾气缓缓把冰河放到了距离叶璇数米的地方，然后这股白色雾气猛地后退，和叶璇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叶璇都被弄得有点懵，对方是什么意思？叶璇没有过去，而是用精神力隔空把那个冰河打开，他倒要看看这个冰河之中究竟是什么。冰河打开，一股药香扑鼻而来，一颗手臂般长短的晶莹如玉，并且散发着寒气的人参映入叶璇的眼帘。冰玉餐，叶璇既诧异又惊喜，这可太好了！冰玉餐，顶级的药材，珍贵至极。如果出现，别说像秦家、赵家这些大家族了，就算是无极门、帝都大学这些顶级势力，都会疯狂的抢夺。不出意外的话，这颗冰玉餐是整个寒冰武皇墓价值最高，也是最珍贵的宝贝了。更重要的是，冰玉餐和之前叶璇势在必得的7星血藤一样，也是炼制吞噬丹、修炼最顶级体质混沌吞噬体的药材之一。拿到冰玉餐以及后面的7星血藤，叶璇差不多算是得到半个吞噬丹了。看着这颗冰玉餐已经主动打开的主墓室大门，叶璇瞬间明白了这股白色寒气的意思。他这是知道不是自己的对手，拿宝贝买命吗？叶璇想了一下，右手一闪，直接把冰玉餐拿走。炼制吞噬丹的第一个原材料到手，这绝对是叶璇进入寒冰武皇墓后最厉害的收获了，没有之一。外加得到的那个武皇级傀儡，8个厉害一些武尊境傀儡以及其他东西，叶璇这次是收获颇丰，叶璇相当满意。既然这个白色雾气主动求饶，而且他也没对自己动手，反而把想对自己下手的无极门、赵家以及吴家人全部吞噬，那自己为什么要对他动手？为无极门和赵家之人报仇吗？你应该是寒冰武皇吧？看着那个被白色雾气包围起来的冰棺，叶璇突然开口。听到这句话，那股白色雾气明显一愣。你倒是有些本事，一般来说，普通武皇级武者寿命就比平常人多个几十年，最多上100年罢了，没想到你竟然用秘法活了300多年。叶璇已经判断出这股白色雾气究竟是什么了。武者比修仙者差远了，武皇级武者最多的也不过能活200年左右，而今丹境的修仙者却拥有数百年的寿命，而元阴境的修仙者则是能活上千年。据说这个寒冰武皇当初只是4品武皇罢了，竟然用秘法保命至今，的确有点东西。听叶璇这么说，那个冰棺甚至都颤动了一下，显然叶璇猜对了，冰棺之中的正是200年前曾大名鼎鼎的寒冰武皇。当年寒冰武皇预感大限将至，但又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于是便寻访名山大川，最终在苗疆他得到了一个厉害的秘法，可以进入假死状态，延长寿命。当然了，延长的寿命也就200年左右，200年之后他需要吞噬顶级修仙者的血液，提升修为才能活下来，但最后也是半人半鬼。于是寒冰武皇这才布了这么一个局，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大墓，甚至还留下来一把可以开启大墓的钥匙，为的就是200年后有人能开启自己的墓穴，让他可以吞噬掉足够的顶级武者。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有谁会在死去时主动留下开启自己墓室的方法？谁会主动求着被盗墓？刚才他只是探查出叶璇不好惹，因此才献出宝贝向叶璇求饶，可没想到叶璇竟然看出了自己的秘密。寒冰武皇大惊，对叶璇畏惧极了。寒冰武皇立马通过冰棺向叶璇释放出了善意。叶璇转身离开。叶璇离开寒冰武皇墓后，没一会儿又有帝都的大势力前来，最终这些人和雷万里一样，全部被寒冰武皇吞噬了血液。
半天后，寒冰武皇墓关闭，寒冰武皇吞噬够了顶级武者，只要把这些血液全部吸收，用不了多久他就复活了。叶璇回到了别墅，先把那8个食人傀儡放出来，并且让他们各自镇守在别墅的四周，如此一来能解决一些凡人的苍蝇。小璇，这些能动的食人是什么？旁边看着这些食人，苏玉飞好奇极了。玉飞姐，这些食人都是有着武尊境6、7品的傀儡，以后他们就是别墅的护卫了。叶璇解释。什么？武尊境6、7品的傀儡？苏玉飞惊诧不已，这种级别的傀儡连叶家都没有啊！小璇是从哪里弄来的？也太厉害了吧！叶璇右手一挥，又把那一大堆武皇级傀儡的零件放到了院子中。小璇，这又是？苏玉飞开口，这是一尊武皇级的傀儡。叶璇平静的回答。可就是叶璇这无比平静的一句话，落在苏玉飞的耳中，却如同惊雷一般。什么？武皇级的傀儡？苏玉飞惊呆了。武皇级啊，这种级别的傀儡不是一般的恐怖啊！就在叶璇准备把这具武皇级的傀儡给拼凑出来时，突然接到了帝都大学那位副校长的电话，说有急事请叶璇过去一下，是关于叶璇向帝都大学提的要求，那处天地灵气浓郁之地的情况。叶璇瞬间来了精神，看来自己突破到元阴境的时候要到了。想着，叶璇便暂停了手中的事情，然后直奔帝都大学而去。